欢迎来到小唐漫文屋，爆款影视剧原著小说全文放送，宝子们先订阅后看，暴富暴瘦暴美丽。这种是得找个能写会算的人吧？窦昭笑道，狗剩只会写自己的名字，我看还不如让崔十三帮着伯彦打下手，他不是在县学里读书吗？他知道祖母不喜欢崔家的人沾上窦家的事，怕别人说崔家得寸进尺，占窦家的便宜。可相比赵良弼，崔十三更合适。何况他今生决定再不嫁人，总得给崔十三找条出路。祖母听了，果然很犹豫。窦启俊是个十分灵活的人，脑筋一转就明白过来，知道窦昭这是想抬举崔家的人，自然没有拒绝的道理。那就这样好了。他笑道，还要麻烦四姑姑这2天差个人把崔十三领到我那里去。过了重阳节，我就要着手这件事了。窦昭笑着应了。祖母再反对，就显得小家子气了。遂不再提这件事，大家说起去大方寺看日出的情景。半夜被锣鼓声惊醒，竟然有人带了戏童在大殿前唱韩琦王，我们和寺里的师傅、香客一起观看。天色发白时，又和那人一起到大方寺双雁塔观看日出。只是等我们下塔，那人已不见踪影。若是能结交一番就好了。窦启俊非常的遗憾，乌善却不以为然。那人衣饰华美，协同待妓，我看不是什么好路数，不认识也罢。窦启俊却道，那人语言诙谐，谈吐高雅，举止洒脱，我看是个性情中人。好了，何必为一个不认识的人伤了和气？窦正昌出言相劝，笑道，我们明天还去法源寺吗？窦昭奇道，你们去法源寺做什么？窦正昌道，法源寺里有诸百年的老柜，去年雷火被毁，听说近日又生出新枝，我们想去看看。窦昭大笑，前几日伯彦当着我父亲吹牛，说你们都在家悬梁刺股，原来是用来应付大人的。前些日子的确是在家里读书。乌善忙道，这几天杜夫子出门访友去了，放了我们7天的假，我们这才四处逛逛的。窦昭很羡慕。祖母道，那我们明天也去法源寺吧。法源寺建在山顶，乌善忙道，山门到大殿有999层台阶，您明天若是要去，我明天给您雇顶华轿吧。不用。祖母笑眯眯地道，不过是999层台阶罢了，我还爬得动。窦启俊等人不免狐疑。第2天还是叫了2顶华轿跟着。窦昭跟着祖母一口气爬到了山顶，乌善几个还在转角处喘着粗气。他不由大笑，如大珠小珠落玉盘般清脆耳的声音，让含笑等着大殿前的图印方丈也不由多看了窦昭2眼，旁边就有人咦了一声。窦昭不禁循声望去，看见一个少年，大约15、16岁的年纪，剑眉星目，面如冠玉，穿了件十分华丽的锦袍，头上簪着白玉簪，腰间垂着7、8个各式各样的荷包，就那样静静地站在那里，风姿照人。他身后还跟着2个小童，都不过12、13岁的年纪，却均长得眉目清秀，透着股浓浓的书卷气，让人不敢轻视。见窦昭望过来，他微笑着拱手行礼，气度雍容。他如此的坦荡，窦昭倒不好计较他失礼之举。祖母微微有些不悦。图印忙道，昨天接到贵府的书信时，这位公子已经歇下，言下之意是不好将人赶出去。好在祖母并不是苛刻之人，笑着点了点头，接过不提，和窦昭站在一旁等着窦启俊等人。那位公子就问图印方丈，不知道那株枝重发的百年老柜在什么地方。原来他也是来看那株桂树的。窦昭不由支了耳朵听，就在大雄宝殿的后面。图印方丈笑道，我这就让人带谭月过去。公子到了生谢，和2个童子跟着知客师傅去了后殿。窦启俊等人弯身扶腰地爬了上来。崔姨奶奶每天刺弄庄稼，我认输。窦德昌道，可四妹妹每天不是坐在炕上绣花，就是伏在书案前写字，怎么也爬这么快？窦昭得意地笑，你以为做针线写字就不用力气？心里却感激祖母拉着他走步。窦德昌几个当然不相信。窦昭笑道，那你们到底去不去看桂树？刚才已经有人在我们前面去了大雄宝殿后面。谁啊？窦正昌几个议论纷纷，能和我们想到一块去，可见也不是个俗人，不如邀了他一块午膳。他们自带了豆腐厨娘做的素菜上山。乌善道，还有四妹妹呢。众人顿时气馁。窦昭也觉得有些败兴。窦启俊道，四妹妹再跟着我们出来，不如打扮成小厮的模样好了。窦昭心动，飞快地瞥了祖母一眼。祖母好像没有听到似的，笑吟吟地站在一旁打量着一株青松。窦昭恨不得上前紧紧地抱住祖母。他们一行人去了大雄宝殿的后面。
枯萎的老树中间生出一枝新芽，枝叶碧绿，生机盎然，用木栏栅围着，已生出点点的嫩黄色的花蕾，并不见一个人。你不是说有人赶在了我们前面吗？窦德昌四处张望着问窦昭。窦昭也满腹困惑。你若不像，可以问崔姨奶奶。涂印方丈就笑道，可能是从旁边的小径下山去了。窦昭这才发现大殿旁边有条小径，这人也算是有理了。他心里暗忖，和窦正昌等人听着涂印方丈讲着这树的来历，连着2天在外游玩，祖母虽然精神依旧很好，但窦昭还是很担心，没有参加第3天的湖游，而是和祖母歇在了家里。祖母踌躇道，真的让崔13跟着仲宴啊？不过是打个下手。窦昭笑道，又不是要投靠他。又道，伯彦志向远大，崔13能和他牵上关系，以后对他也有好处。祖母还要说什么？窦昭已笑道，伯彦每个月不过5两银子的月例，崔13跟着他，到底是谁帮谁，我看还未必。窦氏的子弟成了亲后月例才会长到20两。祖母呵呵地笑起来。窦昭就叫了崔13进府，把这件事跟他说了一遍。崔13的眼睛当时就亮了起来，问什么时候去见窦启俊。窦昭叫了个丫鬟去看窦启俊在不在家，留了崔13和祖母说话不一会。丫鬟来回话，武少爷去游湖还没有回来，不过交代了下面的人，说若是崔13来了，就让他等一会，他晚膳前定会回府。窦昭想着崔13毕竟是祖母的侄儿，这件事又是自己提出来的，送佛送上天，不如自己陪着崔13走一趟。那些仆妇见了，想给崔13脸色看，也要掂量掂量。他也正好趁着这个机会去看看六伯母父亲走的时候，他正跟着六伯母学画画，因为担心祖母，就停了学业。如今已经入秋，工业也要渐渐恢复过来才是。他带着崔13去了东府。二门当值的婆子一见是窦昭的马车，一路小跑着就迎了上来。四小姐，您可一个夏天都没有来了。他殷勤帮窦昭放了脚灯，可把我们府上的几位太太奶奶想坏了。说着一眼看见了崔13，见他穿着深细布道袍，不像小厮的模样，立马现产的笑道，哎呦，这位小哥是谁呀？窦昭朝着微微的笑了笑，言简意赅地道，他是崔13，武少爷请他过来帮帮忙。婆子眼睛微瞪，崔西府姨奶奶娘家的人。我说是谁呢？长得一表人才，原来是崔家的小哥。婆子奉承地道。窦昭已笑着走了进去，崔13跟在他身后，悄声地道，平时看你不声不响的，没想到你窦家混得还挺不错的。窦昭笑着没有作声，他能得到二太夫人的器重，谁敢不巴结奉承他？可惜他无意整顿西府，不然在西府称王称霸，日子一定过得比现在更逍遥。西府太多少捧着西府的碗奉承东府的人。想到这里，他心中一动，不如提早将祖母的田庄接管过来，他也可以安置一些人在那里。前世他和甘露素从小一起长大，虽有主仆的名分，却情同手足。祖母过世后，更是相依为命，苦苦挣扎，才有了之后的局面。可这一世，他在东窦长大，找到甘露和素娟的时候，他们都已略安世事，虽然做起事来不用他操心，可不管他和两人如何亲昵，两人对他始终谨守着主仆的名分。有时候他的话说深了，俩人还会流露出些许的恐怕，哪还有前世的亲密？有的必有失。思忖间，到了三房，三堂嫂亲自在门口迎接他。你怎么过来了？他笑盈盈地牵了窦昭的手，不是说要陪崔姨奶奶吗？有什么事差人来说一声就是了，还亲自跑过来了。是伯彦交代的。窦昭简略地把来意说了，笑道，叔姐呢？和姨姐跟着九弟妹在学女工呢。三堂嫂笑着和窦昭在正房临窗的炕上坐下，他们两个也不小了。二太夫人说，家里有现成的师傅，何必去请外面的人？未必就有九弟妹这样记忆。窦昭略一思考才听懂，姨姐儿、叔姐儿和他同年，今年都12岁了，按着大户人家的规矩，应该说亲了。窦昭仔细地回忆着姨姐儿和叔姐儿的婚姻前世，他们两个都嫁给了读书人，好像一个姓孙，一个姓吴，但两人都功名不显，仕途上没什么建树，不知道是哪两户人家。他思忖着去了六伯母处，季氏也正为窦昭的课业头痛。他对窦昭道，读书写字都急不得，也急不了的事也急不了，每天读半个时辰的书，写半个时辰的字，自然会日渐精进。我倒愁你的女工针指管家算账，皇室眼看着就要生了，总不能叫你也过去凑热闹。你跟着我学做针线，虽比得不那些针线上的人，可这居家过日子的缝缝补补却也不用求人，只是管家算账，不能纸上谈兵。
最好还是跟着二嫂学她主持中馈，事多，你跟在身边才能学到东西。我这里毕竟遇到的事少，想告诉你的没有实力，就怕我越说你越糊涂。六伯母事事都为他打算，窦昭很感激。只是他情况特殊，六伯母担心的恰恰是他最擅长，而且根本不用学的。六伯母觉得他可以慢慢来的，恰恰是他最缺乏，也是他这一世最希望学好的。他笑道：我看还是好好读书吧。您不是说人从书里乖吗？我书读好了，等到要学针线管家的时候，肯定能事半功倍。对于窦昭带着几分天真的乐观，季氏只能在心里苦笑，想到他那几年跟着自己的时候也曾摸过针线，遂道：我看不如这样，你每天晨正过来，读一个时辰的书，写一个时辰的字，下午为正道友初学做针线。管家的事，等开了年之后，我看姨姐儿、叔姐儿是怎样打算的，你们三个在一块做个伴。窦昭可不敢在季氏面前拿针线，他就是想模仿姨姐儿他们，歪角的针线也一样走得平整，一准要露馅。不如上午跟着你读书写字，下午我在家里练习针线。窦昭笑道：西府也有针线很好的仆妇。季氏同意了。窦昭开始每天早上往返于东西两窦。没几天，窦世英有信回来，说他候了翰林院检讨之职。祖母问窦昭：检讨是做什么的？窦昭只知道这是七品小官，笑道：大概像县衙里的胥吏一般。祖母笑道：难怪你祖父不愿意为官，他也曾做过翰林院的检讨。二太夫人却对窦世英能到翰林院去很满意，笑道：和中直又到一块去了，两兄弟以后也有个照应。季氏就趁机说起窦昭的事来，说是想姨姐儿、叔姐儿都跟着皇室学针线，他也想去。我见皇室不方便，没有答应。家里的孩子都渐渐大了，有些事也要早做打算了。要不到时候就让寿姑跟着姨姐儿和叔姐儿一起学规矩，您看如何？这件事以后再说吧。二太夫人说着，问起9月初9重阳节的事来。我寻思着还是要请了各家的主母来家里赏赏局。这重阳节不赏局，哪里像重阳节？季氏不好再在这个话题上打转，但窦昭从小跟着他长大，他没有女儿，把窦昭当成自己的女儿一样养着，琴棋书画都略有涉猎，虽谈不上精通，应酬文人雅士却也不至于怯场，眼看着在针织女工上点拨一番，再学些管家的本事就功德圆满了。偏生找不到好的人指点女人，最终还是要善于管家，从前的那些辛苦岂不是白费了？他犹不死心，顺着二太夫人的话笑道：去年七叔的墨菊拔了头筹，听说今年比去年开得更好，您看要不要搬过来应景？窦世英走后，他的花房交给了窦昭。二太夫人笑着点头道：一事不烦二主，这花去年是你帮着借的，今年也依旧由你去搬吧。季氏笑着应了，却有点摸不清楚二太夫人的意思。若是想抬举窦昭，让窦昭跟着二太太身边学着管家，顺水的人情为何不做？若说想压着窦昭，搬了窦昭养的墨菊做花魁，真定县的主母们恐怕都要知道窦昭了。王嬷嬷知道季氏为着窦昭的事去见太夫人了，见他回来却神色恍惚，心立刻跟着悬了起来，紧张地道：怎么了？太夫人都说了些什么？季氏接过王嬷嬷捧上的热茶喝了一口，这才把见二太夫人的经过跟王嬷嬷说了一遍。王嬷嬷心惊道：难道太夫人想把四小姐留在家里不成？那倒不至于。季氏道：就算是太夫人想，也能留得住才行。王嬷嬷想了想，沉吟道：你还记不得我们府上的13小姐，嫁的时候跟过去的都是9太太的人，结果13小姐想和姑爷，都得看嬷嬷们的脸色。13姑爷一气之下，索性抬了身边的通房做了姨娘。13小姐害臊，不好意思说，要不是那位姨娘生下了庶长子，家里有谁知道这件事？季氏脸色大变，急得在屋里走来走去的，半晌才冷静下来。他吩咐王嬷嬷：你给我磨墨，我给中直写封信。王嬷嬷犹豫道：六爷性子急，您何不给七爷写封信？七爷身边有王氏。季氏无奈地道：只怕事情没办成，我反成了众矢之的。王嬷嬷不由叹了口气。窦昭不知道季氏的担忧，早上听季氏讲完了诗经，下午练了一个时辰的字，然后陪着祖母在东跨院里散步。他商量祖母，六伯母说讲完了诗经，我就不用去他那里读书了。祖母很高兴道：那岂你不是把书都读完？书怎么能读得完？窦昭笑道：只不过是六伯母说史记、左传这样的功课非大儒不可开讲，他从前也不过是跟着哥哥们听祖父讲过一遍。照本宣科可以，若是授课却不敢。祖母很可惜。窦昭道：您说我们请个老儒在家里教我怎样？
祖母有些迟疑，你父亲怎么说？若是您同意了，我就写封信给爹爹。窦昭笑道，有不然，只怕二太夫人那边就通不过，我就吃亏在没有读过书。祖母沉声道，你跟你父亲写信吧，他要是不同意，我们就回田庄，难道他们的手还能伸到田庄去不成？当初祖母搬到田庄去的时候，祖父就写下了契纸，把田庄送给了祖母作为养老田。祖母去世后，窦家才能收回来。窦昭高兴得不得了，他就知道不管他做什么，祖母都会无条件的支持他。窦昭拉着祖母回屋给父亲写了封信，刚刚放笔，秋葵进来禀告，说季氏过来了。窦昭和祖母忙迎了出去，季氏不住地给祖母赔不是，哪能让您迎出来？祖母却笑道，寿姑你晓得您照顾，我们都感激不尽，您若是和我客气，那就太见外了。自季氏嫁进来，虽然每年都能见到祖母，也会笑着说上两句话，对祖母却不了解。直到窦昭要把祖母接到家里来住，季氏这才差人仔细地打听了祖母的为人，放心地让窦昭陪着他。因而说了几句闲话，就说明了来意。祖母听说是芥末菊，立刻热情地陪季氏去了花房。你看什么时候要？前一天让人给您搬过去，这花晚上要受了露水才长得好。季氏笑道，寿姑的花种得这样好，是受了您的指点吧？是寿姑这孩子聪明。祖母说着，露出与有容焉的骄傲。我从前告诉他用响鼓引火纹，他看着花枝不长，就知道在花枝旁丢2块响鼓，我都没有想到。季氏呵呵地笑。祖母就指了花房里开得正艳的剪秋莎、燕来红、老少年，您看这些花开得多好啊！然后要送一盆秋海棠给季氏，走到哪里都是菊花，破破颜色。季氏看那海棠娇柔粉嫩，层层密密地开在翠绿色的叶片之间，未经风雨已有种楚楚可怜之色，惹得喜欢，心中一动，道，寿姑，你这里还种了些什么？窦昭到了京都之后，就再也没有试过架色，嫁到济宁侯府后，每逢心中烦躁不安的时候，就喜欢侍弄花草，曾经亲手养出过2色牡丹，这些寻常的草花对他而言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他笑道，您是为了重阳节的菊宴吗？我这边还有盆剑兰还在花期，不过是品种寻常，但摆在厅堂里迎客倒也看得过去。季氏不禁睁大了眼睛打量窦昭，没想到你还会种花。窦昭汗颜，忙道，不过是胆子大，不怕麻烦，今年种不好，明天再来而已，能屡败屡试，已是极好。季氏不停地赞扬窦昭，听得祖母心花怒放，要把用紫砂盆种的一株茶花季氏，听说能开出各种颜色的花来。季氏惊愕，18学士。窦昭谦虚地笑道，去年才移栽过来的，还没有开花过，也不知道能不能开出18朵来。季氏忙吩咐抬盆的粗使嬷嬷，你们小心点。又问窦昭，怎么养？最好放在香溜溜的窗棂前，2-3天试土的湿润浇水，水不可积沉，盛上1-2天最好。窦昭说着，就觉得有很多的事都需要交代，干脆道，我每天早不是要去您那里上课吗？到时候我帮您照看就是了。那最好不过了。季氏喜笑颜开，我正好跟你学学怎样照顾这18学士家族最喜欢茶花了。我宜兴的娘家种满了各式各样的茶花，一年四季花开不败。茶花的品种不一样，花期不一样，窦昭听着就能想象出其盛况。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很奇妙。窦昭自认为看透事情，为人冷漠，既是谨言慎行，行事缜密，又是长辈，受窦世英委托照顾窦昭，在窦昭面前不免要正身率下，两人之前关系虽好，却称不上亲密。可自从得了那盆18学士的茶花后，即使再看窦昭，就少了几分长辈对晚辈的矜持，多了几分志趣相投的亲昵。每次授完课，他总会留窦昭说几句话。这18学士你是从哪里得来的？上次爹爹修缮东跨院的时候，派人到江南采买花木，有人拿了这18学士重金相授，我瞧着是真的，就买下来了。前世他身边都是喜欢赏花簪花的人，却没有谁喜欢种花。这一世窦昭好不容易遇到个对试花弄草感兴趣的人，他很喜欢谈论这些。我还托他给我找了2株6角大红，1株赤丹，1株粉丹，1株茶梅。又道六伯母喜不喜欢剑兰？我还让他帮我寻几株实生苗来。你还会养剑兰？既是杏目圆瞪，你怎么会养剑兰？窦昭这才惊觉自己说漏了嘴，忙道：我不会养兰，不过我在爹爹的书房里看到过一本兰谱，觉得很有意思，就想照着那上面的方子试着种几株剑兰，看能不能成。然后娇笑道：不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说不定能养出窦氏剑兰呢。前世他最喜欢剑兰，特别是素心剑兰。
觉得她花容端庄秀美，素雅高洁，又随意而安，到哪里都能养活。略微用些心，甚至能开2、3季花。季氏很想看看这本蓝谱，话到嘴边，又忙咽了下去。兰花名贵，在一些世代养兰的人家里，养兰的技巧如传家的手艺，甚至是传男不传女的。谁知道西豆的这本蓝谱是怎么得来了？与其不顾廉耻的从不懂事的窦昭那里窥视西豆的蓝谱，还不如让窦昭送自己几株兰花。我等着你的窦氏剑兰。他笑道，只是到时候可别忘了送几株你六伯母。窦昭见季氏不再追问养兰的事，舒了口气，连声保证，一定一定。季氏和他去看那2株还在花期的剑兰。你是怎么让它一直开到现在的？窦昭再不敢卖弄，笑道，我就是试着将它养在了暖房里，没想到能一直开到现在。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能开这么长的时候。我派了得力的丫鬟每日照应，记录下每日的变化，应该能找到缘由。季氏大为赞叹，从前只知道你读书用心，没想到你养花也能这样下功夫。反正是花功夫，何不尽心尽力地做到最好？窦昭笑道。季氏不住地点头，赞扬之色溢于言表。有小丫鬟急急匆匆地跑了进来，六太太、四小姐，环九奶奶生了。窦昭和季氏都露出惊喜的表情，异口同声地问那小丫鬟，生了个小姐还是少爷？环九奶奶可平安顺利？小丫鬟忙笑道，环九奶奶生了位公子，母子平安。两人不约而同地双手合十，念了声阿弥陀佛。念完又觉得有趣，不禁相视而笑。季氏建议窦昭分一盆剑兰给皇室做贺礼，是长房长孙，到时候肯定很多去道贺，说不定淮安皇家也会来人。江南爱兰的人比较多。窦昭有些意外，季氏一向低调，可这些日子却一反常态，事事都把他推到前头去。他直到晚上临睡前听到海棠嘀咕四小姐冬衣恐怕要全部重做时，才明白过来，自己也到了说亲的年纪。他最终送了几匹锦缎做贺礼。季氏怒其不争，暗暗自省，觉得是自己把窦昭教成了这个样子。王嬷嬷就笑道，四小姐这才是荣辱不惊，太太应该高兴才是。是啊，季氏沮丧地应道，她越是如此，我就越是舍不得让她就这样埋没了。99重阳节斗腐花宴时，他一直把窦昭带在身边，偶尔会让他给德高望重的长辈沏个茶，递个帕子什么的。窦昭明知道季氏在干什么，但生性好强惯了，实在是做不来那自同毁声誉的事来，只好笑盈盈地接受那些长辈稳重大方、聪明伶俐之类的称赞。姨姐和叔姐和他相比，一个太过浮躁，一个太过木讷。二太夫人在一旁淡笑不语。柳嬷嬷就低声道，您看，要不要请六太太帮着看看那菊山楂的妥不妥？六太太是江南来的，肯定比我们见得多。二太太很不高兴，但季氏是她的儿媳妇，就算是最贴心的老仆，她也不想让季氏在柳嬷嬷面前没脸。这是受姑的本事。二太夫人瞥了柳嬷嬷一眼，道，要怪就怪那些人没把姨姐叔姐教好。柳嬷嬷忙低头应是。二太夫人扶着三堂嫂的手去了延请的花厅，平时都是由六伯母扶着二太夫人的。窦昭见季氏平静如波的面孔，在心里暗暗叹息了一声。如果说他从前不知道二太夫人用意，今天目睹了二太夫人和季氏之间不见烟火的剑拔弩张之后，他隐隐猜到几分。王家不能插手他的婚事，赵家远在千里之外，不可能把她嫁到西北去，父亲毕竟是男子，他的婚事多半还是会求了东窦帮忙。而二太夫明显的不想让抢了姨姐和叔姐的风头，不想她嫁出去的样子。想到记在他名下西窦的那一半财产，他也是做过宗父的人，很能明白二太夫人的考虑，与其拒绝了踏破门槛的媒人，得罪了人，还不如把静悄悄的把她嫁给对窦家有利的人，或者是把她留在窦家好吃好喝的供着她，哄了她把名下的财产分给窦家的子侄。好在是二太夫人有她的张良计，她也有她的过墙梯，却不必让季氏夹在她和二太夫人之间左右为难。送走了客人，窦昭请二太夫人帮他说相。我想像六伯母那样做个学识渊博的人，六伯母也说好。因而我写了信给父亲，请他同意让我继续读书，请个西席在家里做管。父亲到今天还没有回信，我怕太太从中阻拦。二太夫人看了眼底闪过一丝错愕的季氏，笑道，你年纪还小，正是读书的时候，你放心，这件事由我做主，王氏不会说什么的。窦昭高兴地向二太夫人道了谢。季氏叹着气，轻轻地拍了拍他的手，亲自送他上了马车。二太夫人不想张扬，没等窦世英回信，已吩咐窦氏榜悄悄给窦昭找个先生。
不能是直定附近的人，学问一定要好，能让寿姑有兴趣一直学下去。窦氏榜不解，寿姑又不用去考状元。二太夫人道，我们花了银了，难道请个不学无术之人回来不成？让别人知道了窦家的颜面何在？窦家族学的名声何在？可也不必请个不知根底的人回来吧。窦氏榜在心里嘟囔着，却不敢多问。躬生应试，找了几个可靠的管事帮着给窦昭找西席。尽管如此，窦昭相貌出众，举止大方，稳重得体的名声还是传了出去。很快就有人家来说亲。二太夫人以年纪太小，最少也要等到及笄为借口全推了。祖母听着有些担心，私下对红姑道，及笄是不是太晚了？适龄的公子只怕都已经定了亲。红姑宽慰祖母，我们寿姑这样漂亮能干，还怕找不到好婆家？真定县没有？难道京都赶没有吗？这倒也是。祖母安下心来。窦昭知道了，暗暗好笑，好像没有一个人提摸魏廷瑜。若是能想个办法从舅舅手里拿回当初的信物就好了，这样一来，他和魏家的婚事就算是彻底告吹了。窦昭想起自己的儿女，好像永远存留在记忆里，还是14、15岁模样。他的心情骤然间就低落下来。去季氏那里上学的时候，窦昭样样的靠在车厢的大迎枕上，走得好好的马车突然在呵斥声中猛地停了下来，窦昭和海棠、秋葵等人一个趔趄，滚成了一团，外面就传来一个女孩子清亮又带着几丝颤抖的声音，窦小姐，求您救救我爹爹。窦昭听得心中一颤，既然说是救，肯定很危险。安分守己的百姓能有什么危险？素不相识，他无意揽事，吩咐海棠让车夫快点赶路，别耽搁了功课。海棠忙将窦昭的话传给车夫，车夫扬鞭就要赶路。拦车的小姑娘却双臂大张，站在巷子中央，不让车夫，只好小声地劝那个小姑娘，我们家小姐还未及笄，自己的事都要家里的长辈做主，你有什么冤情，直接到衙役门前击鼓就是了，我们小姐能帮你什么忙？小姑娘倔强地站在那里，跟车的婆子跳下去拉那小姑娘，小姑娘却纹丝不动。婆子脸色涨得通红，喊人帮忙。车夫和另一个跟车的婆子都下了车，小姑娘朝着窦昭的马车直嚷，四小姐，我求求您了，我爹是被冤枉的，他们说我们通匪，可我爹根本主不认识那么个人，我爹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的时候，都是我帮着沏茶沽酒，我爹的朋友我都认识，四小姐，我求求您了。说着，他咚咚咚地给窦昭磕起头来，任三个大人怎么拉也拉不能起来。坐在马车里的窦昭满腹疑惑，窦家是真定的显赫，上门求助的人如过江之鲫，而独木不成林，窦家想在真定牢牢地扎下根，繁衍生息，不仅要结交当地的官吏和四邻八乡的附身，还要应酬那些泼皮闲帮等闲之事找上门来求助，只要不损害窦家的利益，窦家都是能帮则帮，不能帮的也会送些银两给对方应急，这才有了如今乐善好施的好名声。自己不过是个深闺弱质，这小姑娘既然有冤情，不找当家理事的三伯父，不找常在外行走的三堂兄，找自己做什么？如果不是这小姑娘所言不实，就是这件事窦家不方便插手。他吩咐海棠，不要理睬，我们回府。难道有人堵他，他就一定得停在这里和人对峙吗？海棠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景，早吓得瑟瑟发抖，撩开帘子，高声吩咐了车夫一声，就朝窦昭靠过去。窦昭看了，不由暗暗叹气，上一世的旧人都联系上了。再过几年，崔大管着他管田庄，赵良弼帮着他帮买卖，外院的事他可以放下心来，可这内院的事，甘露和素绢不能和他心贴心，海棠几个又不堪大用，只怕还得费心功夫。想到这里，就听见拦车的小姑娘道，四小姐，我给您磕头了，求求您救救我爹爹吧，我给您立长生牌，我做牛做马地报答您。他们说，只要窦家愿意担保我爹爹没有通匪，我爹爹立刻就能放出来了，求您跟鲁大人说句话。说着放声大哭起来，那哭声撕声裂肺，让人听着恻然。窦昭皱眉对海棠道，让他别哭了，你领着他去见三伯父。海棠应声下了车，小姑娘却死死抱着车辕不放手，道，我求过三爷了，可三爷说这件事证据确凿，我爹爹明明就是被冤枉的，都是丹杰那个死胖子想纳我姐姐为妾，我姐姐不同意，他就诬陷我爹爹，逼我爹将我姐姐卖与他。四小姐，我没骗您，我要是骗您，让我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不，就算是我说了一句假话，都让我死后不得投生转世。竟然立下这么恶毒的诅咒，窦昭不由动容。
不管这个小姑娘的父亲是否被诬陷，至少在这个小姑娘的心里，她父亲是清白无辜的。这世上不知道有多少做子女的因如沐之情，始终相信自己的父亲是个品德高洁的正人君子，可实际上，他们却无恶不作的卑鄙小人。不知道为什么，窦昭突然想到了窦世英，他顿时有些气闷，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才对被车帘挡着的小姑娘温声道：你说你父亲是诬陷，又说我三伯父说你父亲的事证据确凿，你让我相信谁？小姑娘一愣，随即语气急促地道：四小姐，是不是我能找到证据，您就能帮我父亲作保了？这个小姑娘举一反三，倒十分的机灵。可惜连三伯父都说他父亲的事证据确凿，恐怕不是那么好办的。窦昭沉吟道：丹杰是谁？是真定州丹老爷的独子。小姑娘忙道：丹老爷从前做过松江知府，他们家很有钱。我爹爹是开武馆的，有个弟子陈晓峰在丹老爷家里做护院。去年我爹做寿，陈晓峰来给爹爹祝寿，单杰闲着无事也跟着来了。我爹爹好酒好菜地款待他，他却看中了我姐姐。我爹爹怎么会答应让姐姐给人做妾？单杰觉得泼了面子，真定州有人家被抢了，他就诬陷那人是我爹爹的朋友，还说那人抢劫是我爹爹通风报信，事后也是我爹爹安排车马让那人追窜的。我爹爹知道冒犯了单杰，把家里的祖产都卖了，凑了3000两银子送给丹杰，单杰收了银子不认账，非要我爹爹将我姐姐送与他做妾不可。我爹爹怎么舍得让我姐姐给丹杰做妾？当着那么多的人给他磕头认错，他都不答应帮我爹爹说句话。小姑娘哭起来：四小姐，我真的没骗您，您要是不像，可以随便找个人去打真定州打听，大家都知道这件事。隔壁的陈大爷说，鲁大从前做过真定县的父母官，窦家肯定能在他面前说得上话，我就悄悄跑了来，谁知道窦三爷却不愿意出面。他说着，又跪在地上给窦昭磕起头来。窦昭面色微沉，那丹老爷既然做过松江知府，窦家肯定和他有来往，难怪三伯父不愿意管。窦昭心里已隐隐有几分要相信，他两世为人，前世还是在京都生活，不知道听说过多少冤界错案，可这样欺男霸女、逼良为妾的事还是第一次遇到。同为女子，她十分的气愤。窦昭让海棠把小姑娘扶起来，沉吟道：你怎么找到我这里来的？小姑娘不安地道：窦三爷不愿意帮我，我只好打听哪些人能在窦三爷面前说得上话。就有人提到您，说您不仅端庄秀美、沉稳大方，而且为人敦厚，最愿意帮人。不仅窦家的太夫人爱若长珠，就是几位太太也都十分的喜欢，我就想请您帮个忙。他喃喃地道。窦昭皱眉，这说的是自己吗？他怎么觉得自己冷心冷肺的？秋油瓶子若不是倒在了他面前，挡了他的道，他扶都不会扶一下。不过三伯父不愿意出来，可见这件事对窦家还是有点影响，他可不能仅凭着几分热血就把这件事给揽到自己身上来。你可知道，你就算找到了我，我恐怕也没有办法帮你。窦昭说着，掀开车帘，露出张油带着几分稚气的面孔。那小姑娘站在海棠的身边，看上去不过12、13岁的样子，皮肤微黑，浓眉大眼，身材结实，穿了件丁香色的细布夹衫，乍眼一看像个男孩子。不知道他姐姐长得一副什么模样。窦昭脑中念头一闪，那小姑娘已跳了起来。你怎么这么小？你也换成了你？窦昭反而奇怪起来。你来找我的时候，就没有打听清楚吗？小姑娘讪然地道。我听他们说起你都很敬重的样子，还以为你已是及笄了。说着，她精神一振，道：四小姐，您要是自己不方便出面，能不能请窦家的长辈帮我爹爹在窦三爷面前说句话啊？我可以再去找窦三爷。然后像想起什么似的，忙道：我这次去见窦三爷就不空着手了，而是把四小姐说的证据请各讼师写好了带给窦三爷，窦三爷看了说不定会改变主意呢。小小年纪，难为他如此的灵敏，一事不成，立刻再想个点子，抓住机会就不放。窦昭不由暗暗称赞，这让他想起自己刚到济宁侯府的时候，眼看着春季只落了2场雨，怀疑京都会有旱灾，想到宣宁侯郭海清的舅兄在漕运总督府当差，3番2次上门拜访郭夫人，说动了郭夫人和他一起做粮食卖买，赚了一大笔，这才有了阻止魏廷珍插手济宁侯府庶务的底气。他对这小姑娘生出几分同情来。你爹爹叫什么名字？他问小姑娘，你们家的武馆在哪里？叫什么名字？我爹爹姓别，名大勇，字刚毅。小姑娘道，武馆就开在我家里，在城东的东向街，叫别氏武馆，您进城一问就知道了。又补充道，我叫素兰。
窦昭就指了海棠，你到时候找他就行了。别素兰闻言顿时喜出望外，不大的眼睛笑得弯成了月牙儿，忙拉了海棠的手，甜甜的叫姐姐，问海棠叫什么名字。那喜悦的情绪，不要说窦昭了，就是跟车的婆子们都感觉到了。别素兰恭敬地给窦昭磕了3个头，四小姐，你的大恩大德，我永生都不会忘记的。窦昭朝着他微微的笑，回了西府，然后让人传了赵良弼过来，道：你去趟真定州，打听一下别市武馆的事，尽快的给我回话。赵良弼应诺退下。窦昭若无其事地去了六伯母去，却意外地见到了乌善。他笑着解释道：夫子讲的有些不明白，这2天正自己在家里琢磨呢。四妹妹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来？他为了避开乌善，特意远了他去上学的时间，来六伯母这里上课，偶到了点事。窦昭笑道：明年乌四哥就要下场了，不知道准备的怎样了？还行吧。乌善笑道，很自信的样子。两人又说了2句闲话，乌善回了东厢房，在季氏那里用了午膳，歇了个午觉，季氏和窦昭一起回了西窦。窦昭找人买的剑兰原生苗到了，他这些日子忙着处理兰苗，季氏帮他打下手，小心翼翼地将晒软了的兰根种到盆里。祖母在一旁观看，随便打了谁给他们洗手。大家说说笑笑，又去看了那几株长势喜人的茶花，直到天黑，季氏才起身告辞。一直等在外面的赵良弼这才进来给窦昭回话。单杰放出话来，只要别刚毅愿意把女儿卖给他为妾，他立刻出现担保别刚毅。别刚言却是死活不肯，听说已经被打的只有进气没有出气了。我特意换了身衣裳去牢里看了看，传言不虚。我看要是没有人担保，他也就是这几天的事了。窦昭眼底闪的定思愤然道：别刚言和那个案子到底有没有关系？别刚毅从前在京都做过教头，太太死后带着2个女儿回了真定州。赵良弼婉转地道，他是真定州的人，住的宅子，家里的田庄都是祖产。兔子不吃窝边草，不管在外面怎么横的人，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都会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做人，不然失去了根基，你就不过是骗浮萍罢了。别刚毅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做出这等自毁长城之事的。或许是别刚毅的事让赵良弼也颇有些感触，他唏嘘道：说起来，别家姊妹也是可怜人，小小年纪母亲就病逝了，别刚毅是个粗人，又怕委屈了女儿不愿意续弦，姊妹俩也没有个照顾的，逢连补缀，磨锅洗货，全都靠自己跟着街坊邻里学，大些了还要照顾别刚毅，要不然那别家大姐怎么就会入了丹姐的眼呢？窦昭决定插手这件事，他无言颔首，端了茶盅。本应该退下的赵良弼却神色犹豫地站在那里没有动。窦昭挑眉，赵良弼踌躇半晌，吞吞吐吐地道：我还打听到一件事，别刚一出事后，特别嘱咐要瞒着别家大姐，前几天别家大姐还是知道了，绞了一缕头发供在了母亲的牌位前，要去给那丹杰做妾，还是隔壁的陈先生看着不对劲，强行将别家大姐留了下来。四小姐，您，他哀求地望着窦昭，一副希望窦昭能帮忙的样子。窦昭讶然，没想到别家2姐妹都是个遇事有主见的人。他道：你别急，我禀了祖母就去见三伯父。赵良弼见窦昭连夜去见窦氏榜，惊讶之余很是感激，道：天色不早了，我反正也要回东府，我陪着你一起过去吧。14岁的赵良弼如今还在东窦的账房里当差，等到16岁才有机会放出去做2掌柜。他要是不知道结果，恐怕今天晚上都睡不着吧。窦昭笑着应了，去禀了祖母。祖母对此事深恶痛绝，连声催他：快去，快去！又道：救人一命，如造7级浮屠。若是你三伯不答应为那别刚一担保，你跟我说，我和郎家还有几分交情，到时候我请郎家的人出面给别刚一担保。窦昭更有把握了，连声应是，就去了东窦。窦氏榜已经睡下，听说窦昭求见，吓了一大跳，披衣踏鞋就跑了出来，焦急地道：出了什么事？出了什么事？反让窦昭一惊，暗暗后悔自己来得太晚。他把别宿新半路拦车的事告诉了三伯父，然后道：那丹家可曾派人来打招呼，或是放出什么话来？那倒没有。窦氏榜知道了窦昭的来意，长吁了口气，道：只是那丹杰心胸狭窄，脾气暴躁，行事鲁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原也这么想。窦昭笑道：不过求到我面前来了，又是件救人的善事，金铮铮看着不管总不大好。既然那丹家没有派人来打招呼，又没有放出什么话，六伯父不如出面为那别家担个保吧。就算是丹家问起，我们也可以推脱干净。
可整个真定州都知道别刚毅是因为得罪了丹杰入的狱，斗士榜不太愿意出这个头，我们略一打听就能知道。事后推脱，不过是掩耳盗铃，我们和丹家的嫌隙恐怕还是难以避免。如果是这样，那窦家就更应该出面才是。窦昭笑道，不然遇到那鸡蛋里头挑骨头的，不是说我们窦家怕了丹家，丹家做出这等龌龊之事，窦家都不敢出面，就会说我们窦家和那丹家一样，狼狈为奸，都不是什么好人。我们窦家几辈人积攒起来的好名声，可就这样完了。窦氏榜严肃地考虑着这件问题。窦昭有些感慨，家族声誉何尝不是个沉重的负担，可有时候他又会变成一把伞，庇护着那些在伞下避风躲雨的人。窦氏榜决定和二太夫人商量商量，再做决定。窦昭道，听说那别刚毅伤得很严重，活不了几天了，可别到时候我们保也单了，他却不在了，白白得罪了那单杰。窦氏榜听着有道理，哪里还坐得住，换了件衣裳和窦昭去了二太夫人那里。二太夫人眉头直蹙，问窦氏榜，丹杰是个怎样的人？窦氏榜把什么暴躁鲁莽又说了一遍。二太夫人眉头蹙得更紧张了。窦昭却明白二太夫人的用意，二太夫人这是怕丹家有杰出的晚辈，到时候把这恨记到了窦家头上，为了个无亲无故的别刚毅，如果得罪人，未免得不偿失。他笑道，听说那丹杰是独生子，不学无术，就依仗着丹老爷从前的威名过日子呢。二太夫人就道，寿姑的话有道理，我们这样不作声，那些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和丹家同流合污呢。也就是说，同意为令家担保。窦昭忙起身向二太夫人行服礼，道，多谢太夫人成全。二太夫人呵呵地道，我们家寿姑这敦厚的名声只怕会更响亮了，这也是托了太夫人的福。窦昭和他寒暄几句之后，窦氏榜站了起来，那我明天一大早就安排人去给别家担保吧。二太夫人点头，窦昭和窦氏榜出了二太夫人的屋子。窦昭朝一直等在门口赵良弼笑着了点头，赵良弼的嘴立刻咧到了耳根。祖母也等着窦昭，焦急地问他怎么样了。窦昭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祖母这才放下心来。第二天天刚刚亮，窦氏榜指派的管事就去了真定州，当天下午别刚毅就被放了出来。别素兰连夜赶过来道谢，本来爹爹和姐姐都应该来了，不过爹爹伤得很严重，姐姐要照顾他，就让我先来了，等过几天爹爹伤好些了，我们再来给您磕头谢恩。我小小年纪可当不起你们的大礼。窦昭笑道，你们要是想我长命百岁，就不要为难我了。然后让素娟将早就准备好的200两银票递给别素兰，你们家刚遇大难，要用银子的地方多着，你也不要和我客气，等以后有了钱再还我就是。别素兰连声笑着称是，眼角却噙着泪水，大大方方地接过了银票，赶回了真定。不过2天，别素兰又来见他，说是别刚毅请他前往真定州一趟，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事。他说着眼圈发红，爹爹这几天科米未进，喝药都用惯，我好害怕。说完想到什么事似的，嘴唇都有些发白起来。窦昭觉得自己该做的已经做了，不想再和别家有过多的交往，因而笑着微惧道，我让海棠随你去吧，有什么话让他带给我也是一样的。别素兰很失望，祖母看着不忍，把他拉到一旁道，你还是去一趟的好，素兰不是说爹喝药都得用惯吗？说不定那别刚毅有什么遗言要交代，那我就更不应该去了。窦昭道，他要是让我帮他报复，我是答应还是不答应了？祖母道，那就更应该去，若是他提出这样的要求，以后别家姊妹的事你就再也不要管了。窦昭叹气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就怕到时候我脱不了身啊。话虽如此，但祖母的话也有道理，他还是去了真定州。别氏武馆早已卖给了别人，买主是别刚毅的朋友，当时买武馆也是为了求吉。别刚毅出狱后依旧住在别氏武馆，不过在他的坚持下，从正房搬到了后面的柴房。别素兰红着眼睛跟窦昭解释着，窦昭点了点头，打量着别氏武馆。不过2进，但前院非常的扩大，铺了青砖，可以轻轻松松的站个100来人，是开武馆的好地方。9月的天气已经有些寒冷，别家的先祖为人厚道，砌柴房的时候也是用青砖砌的，因而柴房虽然简陋，却能遮风挡雨，恩泽了别刚毅。别刚毅双目紧闭，面如金纸地躺在门板搭成的床上，盖着厚实的亮蓝色粗布被褥，瘦的皮包瘦，粗大的骨架依稀透露着从前的健硕。见窦昭进来，坐在门板前的男子立刻站了起来，窦昭的目光却落在门板前那个拿着空碗的少女身上。
她不过15、16岁的样子，穿了件洗得发白的沈香色夹袄，两眼红肿，神色憔悴，却皮肤白净，眉目清丽，难掩其秀美。窦昭错愕，如果这就是别素兰的姐姐，难怪那丹姐要起歪心眼。不过这两姐妹的差别也太大了些吧？好像知道窦昭心情似的，别素兰挽了那女孩子的胳膊，与有容焉地对窦昭道：“四小姐，这是我姐姐素心。”别素心已猜到来人是谁，慌忙放下手中的空碗，给窦昭行礼。窦昭笑着说了声不用多礼，走了别刚毅的床前。床边的男子悄声走到了一旁，窦昭瞥了那男子一眼。那男子穿着件旧色的粗布玄袍，袖口打着补丁，却很干净，鬓角花白，清瘦矍铄，目光清明，竟然是位气质儒雅的老者。窦昭一愣，别素心已上前轻声喊着爹爹。别刚毅艰难地睁开了眼睛，窦小姐。他声如刀锯，吃力地绽开一个笑容，多谢你救命之恩。窦昭看着心里一酸，泪水猝然聚在了眼眶中。别刚毅已望向站在一旁的男子，喊了声杨大叔。窦昭这才明白过来，这老者原来就是指点别素兰找上窦家，阻止了别素心自卖的人。大家都朝陈大叔望去，陈大叔表情踌躇。别刚毅看着眼神微暗，又艰难地喊了声陈大叔，语气诚恳，带着几分乞求。陈大叔闻言轻轻地叹了口气，温声对窦昭道：“窦四小姐，这么远把您请过来，别馆主是有要事和您商议，但他现在伤势严重，说话很吃力，想委托我来和您说，不知您意下如何？”窦昭有些惊讶，在来的路上，他设想了很多种可能，早已打定主意，如果别刚毅的要求合理，看在别素兰的份上，他再出手帮一把也无妨；如果别刚毅的主意不情理，不管别刚毅如何的哀求，他也不会含含糊糊应承下来的。他只是没有想到别刚毅会托付其他的人来和他说事，可见别刚毅对这件陈大叔是如何的信任了。他顺着别刚毅喊了声陈大叔，笑道：“您但说无妨。”陈大叔面色微凝，对别氏姐妹道：“素心、素兰，你们上街去买点菜，等会也好整桌酒席招待窦四小姐。”竟是要支开两姐妹。别素心和别素兰面面相觑，都在对面的眼里看到浓浓的担忧，但两姐妹略一思索，还是顺从的屈膝行礼，退了下去。窦昭想了想，也遣了身边服侍的。陈大叔看着，眼底就流露出一丝暖意。不瞒窦四小姐，别馆主的情形很不好。他轻声地道，而单杰这个人心胸狭窄，傲慢自大。别氏父女虽然得您相助，侥幸逃过了这一劫，以单杰的为人，肯定不会善始善终。还有下一次，别太太是家中的独女，父母已逝。别馆主虽然有个族弟，但已出5父，但此时别馆主被陷入牢。别馆主的族弟畏惧丹杰之事，素家二姐上门求助，别馆主的族弟竟然闭门不见。他说到这里，语气一顿，原来温和的面容骤然一端，露出几分与其年龄、气质均不相符的义愤填膺来，比我等这些比邻而居之人还不如，实非可托之人。窦昭不由点头。陈大叔面色微缓，道：“别馆主怕他去后别氏姐妹无人可依，又落入那丹杰之手。”说着，他站了起来，神色恭敬的双手抱拳，朝着窦昭低头弯腰行着礼，还请窦四小姐仗义解难，收留别氏姐妹。他直起身，目光炯炯地凝望着窦昭，好像要看到窦昭心底去般的迥然有神。窦四小姐的大恩大德，别氏姐妹定当永记在心，终身不忘。窦昭半晌才回过神来，他张大了嘴巴，望着这位被称为别馆主、称为陈大叔的老者，久久无语。这人是干什么的？先说别馆主的病情，博取他的同情之心，然后愤怒地说起别馆主的族弟的趋利冷淡，让他气愤之余生出和他同仇敌忾之心，再提出来将别氏姐妹托付给他。有了之前的同情和认同，他自然会欣然同意。真是厉害啊！窦昭忍不住仔细地打量他。陈大叔却是心神俱震，好不容易才强压下了心底的激荡，没有露出异样的表情来。他一世飘零，知天命之年才在这三教九流出没的东向街定居下来。别刚毅为人坦荡赤诚，豪爽开朗，见他孤身一人，不仅主动帮他解决不少难事，而且还常拉了他喝酒，说些市井趣事给他听，家里做了什么好吃的，也会让别氏姐妹给他送一份。他手无缚鸡之力，无以回报，别刚毅出事后，只能帮着出主意。窦家的人他曾仔细打听过，只知道这位西窦的狄小姐在窦家地位特殊，和他接触过的人都对他赞不绝口，他就知道他不简单，这才指点别家二姐去找他，算着他不管欺世盗名为了声誉，还是真正的温柔敦厚的善良之辈，听了别家二姐的遭遇，10之8九都会帮忙。他的确帮忙了。
别馆主却要把别氏姐妹托付给他，他不同意。别氏姐妹都是坚强柔韧而又心底纯善的好孩子，怎能低眉顺目的去服侍别人？可若不托付给窦家小姐，又托付给谁呢？又有谁能让善杰打消祸害别家大姐的念头呢？除了窦家四小姐，以他们现在认识的那些人，还真找不出第二人。他不得不考虑，如果窦家四小姐拒绝，这才使了些手段，想让别氏姐妹有个依托。不曾想，这位窦四小姐年纪虽小，却冰雪聪明，虽然对别家的遭遇心生怜悯，对丹杰的行为愤然不满，紧急关头依旧淡定从容，冷静自制。北直隶的人都说北楼窦氏厚积薄发，几代经营，人才辈出之前，他还有些不以为然，现在见识了窦家五小姐行事，他才心服口服，不由泄气地想，难怪他事事精明，最后却落得一事无成。别刚毅粗俗疏落，却朋友满天下，遇难之时不乏朋友相助，就凭他这份识人的本领，自己就已远远不及的。陈大叔在心里暗暗叹了口气，随后心中凛然，自己不会坏了别刚毅的事吧？他顿时不安起来。窦四小姐，她语气虽然平常，心中却很急切。我们也知道，丹家和窦家本是旧识，善结之事本就不占道理，丹家不可能将这件事拿到台面上说，窦家乃是真定守善，别馆主求到窦家，窦家不知道别丹两家的纠纷，帮着做了保人，丹家也不能说什么，大家也都可以装糊涂，丹家颜面无损，丹窦两家依旧可以你来我往，如同没有发生任何事的。可若是收留了别氏姐妹，这层窗户纸就捅穿了，丹家脸上不好看不说，只怕还会有人说窦家盛气凌人，不把旧寮放在眼里。既然知道，还提出这样的要求。窦昭微笑不语地望着陈大叔，陈大叔脸色微红，但随即神色一整，肃然地道：窦四小姐，您可知道你们窦家此时面临的最大的危难和机会是什么？窦昭一愣，陈大叔道：王佑省是窦四小姐继母的父亲吧？他没有说王行仪是他的外祖父，而是用了继母的父亲这个称号。窦昭眼睛微眯，闪过针芒般的血光。自从他2年前生擒了蒙古可汗图木尔之后，声望已达顶点，满朝文武无人望其项背，让他入阁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陈大叔说着，背脊不由挺得笔直，手也背到了身后，脸上流露着胸有成竹的笃定，整个人都变得高大起来。可你知道为什么他一直不能如愿以偿？他目光闪闪地问着窦昭。因为朝中有窦五爷窦元吉。窦昭心如肋骨，他当然知道，否则武伯父怎么会伸手管王映雪的事？武伯父和王行仪好比一个窝里吃饭的兄弟，而曾一分就是端锅的人。在没有旁人的时候，他们可以各凭手段的抢肉吃，可如果有人想算计曾一分，他们就只能联合起来一起对付外人，不然这锅打端了，他们可能就全都没有吃的了。如果武伯父发现王行仪犯了个错误，这个错误足以影响到曾一分，他可以选择装作不知道，一旦被发现武伯父视而不见，后果却是很严重的，有可能会被驱碎出去，有可能会生产成为没饭吃的人。可武伯父如果主动去帮王行仪弥补这个错误，武伯父将给人勇于承担的印象，不仅会给曾一分留下好印象，还会得到同锅吃饭之人的赞赏。他知道是因为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可陈大叔怎么会知道的呢？窦昭想到了那个月明星稀的夜晚，他听到季氏和王嬷嬷说提几话，一字一句抽丝剥茧，把只道的只言片语还原成了事情的经过，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走一步看3步吧。他衣袖里的手紧紧地攥成了拳，看着陈大叔的目光熠熠生辉。重活一世，他最缺的是什么？是个能帮他谋划算计的人。这个陈大叔正是他想找的人。一时间，窦昭心中充满了斗志，他要把这个人收在麾下，为己所用。陈大叔哪里知道眼前这个小姑娘的心思，先抑后扬的想打动窦昭。手心手背都是肉，王行仪势头无二，曾一分弱还是压着，只会便宜了其他人，这只会损害曾氏的利益。而令伯父和王行仪相比，更圆滑老练，更适合拜相入阁，他缺的就是声望。说到这里，他不由怅然叹感，神色委顿，这就是命啊！凭你再强再狠，你也只能束手就擒。很快他又打起精神来，声若洪钟地道：你们若是能收留别氏姐妹，定能得到真定州百姓的赞扬，对窦家的名声，对窦五爷百利而无一害，窦四小姐何乐而不为？真能扯！这世上每天不知道有多少惨绝人寰的事发生，难道窦家每解决一个窦家的名声就能增加一点吗？若是这样，只怕不用你陈大叔开口，二太夫人早就亲自动手了。窦昭笑道：先生怎样称呼？这是种正式的表现。陈大叔心中一喜，面上却不动声色，凝声道：
在下姓陈，名兰，字曲水，号冠涛。冠涛先生，窦昭笑道，我听说田氏代齐之后，大家都不敢自私铺路建桥了，不知可有此事？这是个典故。春秋时，齐侯姓姜，田氏为齐侯显赫之姓，实行修公行赏，最后取代姜氏成为齐侯，姜氏因此而绝嗣。从此，历代君王最忌讳那些高门大户施恩于百姓。陈曲水脸色微变，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望着窦昭，表情多了几分郑重。屋里突然响起一阵剧烈的咳嗽声。你们别争了。别刚一声音干涩地道，你们都是为我的事，不值得。他说着，将目光移向窦昭，四小姐，我知道这件事让您挺为难的，可我没有其他可托之人。他母亲去世的时候，我曾经答应过他母亲，会好好的照顾两个孩子的。他眼角开始闪动着水光，我不能把孩子往火炕里推。窦昭听着，忍不住心头酸楚。我不求别的，只求我走后，这两个孩子能堂堂正正的活着。别刚一像风箱似的，声音里夹杂着呼哧呼哧的呼吸声。我也知道，窦家不是寻常人家，可这两个孩子都乖巧听话，不会给您惹什么麻烦的。我知道。窦昭忙走了过去，坐在了刚才陈曲水坐的地方，低声道，你要是信得过我，我让他们认了我亲生祖母，也就是西窦的崔姨奶奶娘家的人做干亲，到时候让他们两姐妹搬到崔姨奶奶的田庄去住，那是窦家的产业，受窦家的庇护。陈曲水错愕，刚才这位窦家四小姐还推三阻四的，怎么转眼的功夫就改变主意了呢？窦昭早在陈曲水提及别氏两姐妹的身世，就有心想帮他们一把，免得明珠暗投，被丹杰这种人羞辱。他只是不喜欢陈曲水把他当成无知小儿般的算计，这才有意和陈曲水斗嘴而已。这么说，您同意了？别刚毅又惊又喜，望着窦昭的目光充满了感激之情。窦昭笑着点头，这世上有几个父亲能为了孩子，而且还是两个女孩子能做到别刚毅的份上，就凭这一点，他也应该帮帮别氏姐妹。如果你要是不放心，也可以让他们跟我住在西窦。他道，横竖这几年家里都没有人，她们姐妹去了，正好和我做个伴。别刚毅却摇头道，我知道小姐是好心，可窦家家大业大，四小姐上有长辈，下有兄妹，她们两姐妹就这样跟过去了，说她们两姐妹占窦家便宜的闲言闲语多，说四小姐流言蜚语只怕也不少。您救了我们全家，我应该好好报答您才是。可惜我身子骨不争气，不仅没能报答您，还给您添了这么多的麻烦，哪还能让您再受委屈？他说着喊了声陈大叔，咧着干枯的嘴唇笑了笑，道，您是有学问的人，字也写得好，我就请您给她们姐妹写份投靠文书吧。别管主。窦昭和陈曲水两人齐齐惊呼，又不约而同地看了对方一眼。不写投靠文书，名不正，言不顺。别刚毅无视他们的惊呼，道，与其让她们姐妹不上不下的就这样跟着四小姐，还不如定下名分，她们也知道哪些事能做，哪些事是越界，于四小姐和她们都有好处。窦昭默然，别刚毅的话不无道理，人有的时候就怕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努力错了方向。签了卖身契的，生不归祠，死不归宗，婚配生死都由东家做主。写了投靠文书的，则是一仆，东家不能将他们出卖，他们既可以自己婚配，也可以有私产，只是要不加害谩骂东家，就算是触犯了律法，也和平民一样的处置。虽然两者有所区别，可不管怎么，写了投靠书文之后，和东家就有了主仆的名分，到底是服侍人的事。他想到刚才陈曲水支了别氏姐妹出去，沉吟道，素兰他们知道这件事吗？还不知道。别刚毅的回答不出窦昭的预料，可他们两个都是脚踏实地的孩子，只要能清清白白的做人，我想他们肯定愿意跟着四小姐的。陈曲水道，还是问问他们两姐妹的意思吧。窦昭也觉得这样比较好。别刚毅就请了陈曲水把两个女儿叫进来。别素心和别素兰自然是无比震惊，他们猜到父亲可能是怕自己死后她们姐妹无依无靠，想把她们姐妹托付给窦家四小姐，却没有想到父亲会让他们写投靠文书。别素兰还有些懵懵懂懂，不知所措。别素心想到那几日父亲入狱的日夜煎熬，想到善杰无耻嘴脸，想到妹妹的四处拨走，又看到眼前父亲死不瞑目的担忧，他把心一横，跪在窦昭的面前，对陈曲水道，陈大爷，您就把我们姐妹写份投靠文书吧。窦昭伸手挟他，他却跪而不起来，还拉了愣愣站在旁边的别素兰一起跪在了窦昭面前。四小姐，我知道窦氏乃富贵之家，想投靠的人不知凡几，哪里还用得着像我们这样写投靠文书的？您能收留我们，全是您可怜我们姐妹没个去处，我们姐妹不是那不知道感恩戴德的人。
若能跟着您进府，以后定当好好服侍您，受您屋里的嬷嬷们管理，和众位姐妹好好相处。说到这里，已泪流满面。别素兰大哭起来，她西行着爬到了别刚毅的面前，喊着爹爹。别刚毅抚着小女儿的头，豆大的泪珠从深陷的眼眶里无声地落入鬓角。屋里的人都哭了起来。赵良璧撩帘窥视，也跟着鼻头一酸，用衣袖抹起眼睛来。良久，屋里的哭声才渐渐低了下去。窦昭红着眼睛对陈曲水道：“那就请陈先生写份投靠文书吧，也好让别馆主安心。”陈曲水不再说什么，见别家没有笔墨纸砚，回家去写了别氏姐妹的投靠文书送了过来。窦昭对别刚毅道：“这文书就放在素心手里，你好好养病，能不用到这文书就是最好的了。”话说到最后，压下心头的悲伤露出个爽朗的笑容，到时候有什么事，我也不会撒手不管的。多谢四小姐。别刚毅知道窦四小姐这是在安抚他，但窦四小姐能说出这样的话，他对两个女儿的未来又多了一份踏实。窦昭喊了赵良璧进来，指了他让别素心认人。这些日子他都会在真定州窦家东街的粮油铺里，你若是有什么事，就让他去办。别素心忙屈膝向赵良璧行了个服礼。赵良璧没想到窦昭会把他突然安置到窦家的粮油铺里，那是东窦的产业，因而愣了愣才给别素心不理，显示有些手忙脚乱的。窦昭又说了些让别素心好好父亲之类的话，就起身告辞了。陈曲水和别素心送窦昭出门。窦昭走到前院，停住了脚步。他先是吩咐海棠把事先准备的200两银票给别素心，不要让你父亲担心，大夫出诊，只管买了好药给你父亲用，如果要人参，跟赵良璧说，让他帮着去买。别刚毅能多活几天，对他们姐妹来说，也可以少些遗憾吧。窦昭不无感慨地想。别素心什么话也没有说，含着眼泪给窦昭磕了3个头，接过了银票。窦昭望向了陈曲水，我那里还缺个西席，不知道先生有没有兴趣。陈曲水愣住，窦昭笑着吩咐赵良璧，陈先生能不能去就教我，就看你了。言下之意是让赵良璧想办法请动陈曲水。赵良璧满脸子想着刚才窦昭的话里真定州的粮油铺子，也不知道三爷会不会答应，哪里还有心思认真思索窦昭的话，忙躬身行礼应是。而陈曲水来说，窦昭让一个仆人来请他去做西席，这对他来说是种莫大的耻辱，可他又注意到窦昭说的是我，而不是西窦或是窦家，他心中一紧。等窦昭走后，好好的查了查窦家的事，不查还不知道，一查他顿时满身的冷汗。窦家四小姐是运气太好，还是灵心慧性，是个不出世的天才呢？他陷入了久久的沉思中。窦昭当然不知道这些，但他知道对于陈曲水这样的人，肯定不会贸贸然的就答应做谁家的西席。他丢出了我的西席这个诱饵，就想看看陈曲水会不会感兴趣。他回到真定之后，先去见了三伯父，要把赵良璧安排到真定州的粮油铺子。赵良璧有能力，窦昭又不是让赵良璧去做粮油铺子的大掌柜，窦世宝没有道理为这点小事得罪一个名下有1/4窦氏财产的人。然后他去见了崔13，一是让他帮忙查查陈曲水这个人，二是让他留心有没有人查自己。崔13却觉得他行事有些鲁莽，为何不先查清楚了这个人，再请七爷帮您把人请回来？那么样只怕会换来陈曲水直截了当的拒绝。窦昭笑而不答，去见了祖母。祖母听了别家的事很是唏嘘，趁机教导窦昭，所以说人要学会惜福。窦昭连连笑着称是。祖母私底下又让红姑给别氏姐妹送去了50两银子和一些吃食，窦昭全当不知道，坐在临窗的大书前，拿着崔13送来纸笺发着呆。真定州无极县人，15岁中秀才，22岁中了举人，之后10年屡试不第，家中一贫如洗，妻子和唯一的儿子相继病逝，他谋了个做管的差事，提前支取了银子，才得以安葬了儿子。之后他没了音讯，据说是在京都做管，5年前买下了东向街别家武馆隔壁的2间小屋，在真定州安顿下来。这期间的10几年，他都去哪里，干了些什么，没有人知道。窦昭抿了嘴笑，真是个有意思的人。海棠笑盈盈地走了进来，双手捧着封信。小姐，七爷来信了，说是给您找了个西席先生，这2天就会到。窦世英给女儿请的西席姓姜，名李，字有功，是个年过60旬的老举人，曾在内阁大学士，也就是窦世英的师作何文道家做过15年的西席，因年老体衰，精力不济，请求辞馆回乡，被窦世英说动，到窦家做馆3年。窦修传说是个女童，也不拘学什么，知道些大道理就行了。姜有功言辞客气，语气里却透着倨傲，又有窦侍郎说相，我爱脸面不过，
虽然知道自己学识浅，也只好硬着头皮来了。窦家锦金官就有3个，他只好以官职相称。窦氏榜连声道谢，请了杜夫子出面相陪，又亲自安排江有功在西窦的外书房住下，拨了2个小厮、2个丫鬟、2个粗使的婆子给他用，请了窦昭出来给江有功理了行，定下了开课的日子，这才回东窦二太夫人问儿子：“这人如何？”窦氏榜苦笑：“学问倒是1等1的好，可这脾气也不知道留不留得住。”二太夫人皱眉，窦昭则是气得想骂人。父亲为什么就不能好好的待着？这个姓江的哪里是来给他做西席的，分明是来敷衍了事的。明明已是耳顺的人了，还在谨守什么男女大防，讲课的时候要支个屏风将自己和窦昭隔开，还动不动就说他在合阁老家如何如何。讲课的时候也不管窦昭听不听得懂，自顾自地坐在那里讲，讲完就走人，仿佛窦昭是个榆木疙瘩，他讲得再好，窦昭也没办法领会，他讲得再差，窦昭也不知道，课讲得十分勉强。而窦世英还许了他1年4季的衣裳之外，还有100两银子的束修，不过是欺他是女孩子罢了。正好那天窦启俊在家，江有功给窦昭讲孟子，滕文公下，窦昭叫了崔十三过来，请窦启俊以周公间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凝做了一篇致意，第2天早上放在江有功的案头。江有功先是匆匆地瞥了一眼，随即咦了一声，拿起来细细地读了半晌，问窦昭：“这是谁做的？”窦昭面不改色心不跳地道：“是学生细作。”江有功嗤一个声，把文章丢到了一旁，然后借着滕文公给他讲起切腹之道来。窦昭一声不吭，每天上学下学，一刻钟也不耽搁。陈渠水听说窦家七爷给女儿从京都请了位西席，不由哈哈大笑，写了封信给窦昭，说承蒙他看得起，他决定即日起就前往真定县，在窦家做管。窦昭请了1天假，在田庄迎接陈渠水。陈渠水看着马车绕过真定县城，往郊外的田庄驰去，难掩惊讶，问来接他的赵良弼：“我们这是要去哪里？”赵良弼笑道：“自然是崔姨奶奶的田庄了。”又怕陈渠水不明白，解释道：“崔姨奶奶早就发下话来，这田庄是要留给4小姐的，七爷也答应了，以后这田庄就是4小姐的了。”陈渠水默然，难怪窦4小姐说请他给他自己做西席，莫非窦4小姐早就知道窦七爷会给他从京都请个西席回来？他原只是想小小的为难一下窦昭，让窦昭知道窦家未必就轮到他说话，许诺也是要讲实力的。现在看来，自己的这点调侃之意在窦家4小姐面前简直不值一提。窦家4小姐为什么要找个讲经史的西席呢？陈渠水第一次认真思考窦昭找他的目的。窦昭请了1天假，在田庄的宅子门口迎接陈渠水。陈渠水没有看见大人，有些诧异。窦昭只当没看见，笑着将陈渠水请到早已准备好的书房。3间的青砖瓦房，一明两暗，东边是内室，后面带个暖阁；西边是书房，后面带个套房门，前种着一株海棠，一株杏树，屋后种着一片竹子。青砖铺，高立纸糊窗，黑漆家具上摆着青花瓷的茶盅，宋白瓷的花箍里插着一高一低2只大红芙蓉花，却有股清怡之气扑面而来。陈渠水顿时眼睛一亮，待端起茶盅，见那茶水汤色灿黄，香味清雅，喝到嘴里，滋味醇厚，回甘悠久，竟然是今年秋天刚上的铁观音，喜悦之情跃于眉上，高声赞了声好茶。窦昭微微一笑：“人无匹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之交，以其无真气也。”陈渠水办事苛侃，还能被一片景、一杯茶打动，可见其真性情。他低头喝了口茶，让铁观音甘鲜的味道在心肺间打了个滚，这才笑道：“不知先生以后有何打算？”陈渠水眉角微扬，似在询问他的用意。窦昭也不隐瞒，坦然地道：“酒在兰室不闻其香，酒入鲍鱼之肆不闻其臭。东向街少了别馆主，只怕非陈先生久居之地。我欲请先生在田庄住下，随时请教学问，不知道先生意下如何？”陈渠水目光微凛，窦4小姐的话是有深意的。他刚到东向街的时候，曾遇贤帮敲诈，若不是别刚一出手，他哪能毫发无伤的脱身？陈渠水想到了大限在即的别刚毅和即将投靠窦昭的别氏姐妹，隐隐有些动心。他早已认命，现在别无所求，只希望能平平静静、安安稳稳地走完余生。而且他还有些放心不下别氏姐妹，希望能报答别刚毅这些年对他的照顾之情。陈渠水沉思良久，正色地问窦昭：“女子无才便是德，不知道窦4小姐为何执意要请坐馆先生在家讲经史？既然有些事要托付给陈渠水，有些事还是开诚布公的好，这是窦昭用人的原则。
我的事，陈先生想必都打听清楚了。他沉吟道，从前我很肯定，王氏既然已经为妾，窦家为着名声，无论如此也不会把他扶正的。结果我错了，增一分的起伏。王行仪的得势，武伯父的野心，王氏不仅被扶正，我也成为了王窦两家较量的棋子。说到这里，他端起茶盅来，慢慢地喝了一口，声音也显得有些黯然。我常常想，年幼时我无力挣扎，现在我已经长大了，难道还要继续过着那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日子不成？而且最多10年，王窦两家就会分出胜负，到时候我又将何去何从呢？前世王行仪和窦氏书只用了9年就分出了胜负，这一世虽然情况有变，但谁又能保证窦氏书能改变历史，成为赢家呢？前世他只是个可有可无的草芥，尚被王映雪嫉恨，这一世他名下有西窦一半的财产。窦昭放下茶盅，茶盖和茶碗轻轻撞击，响起清脆悦耳目的碰瓷声，在这寂静的书房里显得格外的响亮。从前我只知道窦家待我不好，王氏和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可我从来没有仔细想过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他声音清亮，现在我才看清楚，庙堂虽远，可一个小小的风浪打过来，都会演变成惊涛骇浪，顷刻间就能让我陷入灭顶之灾。从有我只盯着身边的一些人和事，看着风声浪起，也不知道与自己有什么关系，更不要说如何的躲避了。前一世他直到做了侯夫人，才慢慢了解到庙堂和内宅的关系。这一世王窦两家的恩怨让有了更深的体会。他受闺阁女子身份的限制，注定只能通过其他的人来了解外面所发生的一切，这让他萌生了找一个人来代替他的眼睛，替他观察的想法。陈曲水无疑是他目前能找到的最好人选了。陈曲水恍然道，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不，窦昭笑道，我还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我只是想保住我现在的所有，不被人窥视，不被人觊觎，不被人利用，不被人出卖，不被人摆布而已。陈曲水不解，含蓄地道，可四小姐今天所拥有的一切，不就是窦家级的吗？陈先生可能还不知道。窦昭含笑地望着陈曲水，王氏扶正之前，我舅舅替我做主，西窦将一半的财产花到了我的名下作为陪嫁，目前由东窦二房的三堂哥帮我打理。他将赵窦两家的协议告诉了陈曲水。窦大汗珠从陈曲水的额头滴落。他住的地方是东巷楼，泼皮闲帮的聚集地，却从来没有听说过半点风声。这说明什么？他骇然睁大了眼睛。有人不希望这件事传出去，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会对哪些人有好处。窦四小姐，陈曲水自诩是个冷静的人，此时也忍不住用手擦了擦额头，你的处境实在是堪忧。这就看你怎么看，怎么想了。窦昭不以为然，轻松地笑道，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至。好事有时候可以变成坏事，坏事有时候呢，也可以变成好事。把那笔财产握在手里，再培养一批能顶得上势的人，我们大可黄鹤楼上看帆船，不管是王家赢了还是窦家赢了，他们恐怕都奈何不了我吧。他朝着陈曲水盈盈地笑着，我与其是想请陈先生做我的西席，不如说是想请陈先生当我的老师，教我如何避凶趋吉，过上舒心畅快的小日子。如果窦昭是个男孩子，陈曲水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可窦昭是个女孩子，她犹豫道，不知道窦四小姐定亲了没有？窦昭笑道，我没准备嫁人。陈曲水愕然。窦昭笑道，窦家人丁兴旺，我目前已经有11个侄儿了，而且以后还会越来越多，我又何必嫁人？嫁了人，她会生儿育女，是某一个人的妻子和母亲，能依靠的只有丈夫和儿子。不嫁人，她永远是窦家的姑娘，能依靠窦家所有的人，选择更大。但是陈曲水没有办法赞同，你总不能一辈子孤孤零零的吧？她已经结过婚，已经生儿育女，不过如此。但这些事窦昭没办法向人解释，他只能说，目前为止这是最好的办法吧。天下的事哪有一成不变的呢？等我们站住了脚跟再说吧。昂首挺胸的活着，可比嫁人更重要。天下的事哪有一成不变的？窦昭的这句话，陈曲水很有体会。15岁的时候，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在举人的功名前止步。33岁的时候，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连个幕僚也做不好。56岁的时候，他以为自己会泯然众人，孤单寂寞的老死在东巷街那间矮小逼仄的屋子里，却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搬到这个宁静祥和的小村庄，在风雪交加的天气，坐在镶着玻璃窗棂、烧着地头、温暖如春的屋子里，和一个12岁的小姑娘一起喝着陆安瓜片。
这么说来，那些财产虽然在您的名字，您却不能动用。喝了口茶色清澈的茶水，陈曲水问道。除非我远嫁，窦昭笑道，管事需要随我到夫家去，不然换人就会得二房。可太稀了。陈曲水叹道，我仔细看了您名下的财产，分布大江南北，如果能定个章程，这些铺子的掌柜和伙计不假日时就会成为我们的耳目，到时候天下间发生的事都逃不过我们眼睛。窦昭听得心中一惊，笑道，做生意的人未必就擅长斥候，斥候未来擅长做生意，要找两者兼顾的人太难了，而且恐怕维系起来怕也花费甚巨，得不偿失。但陈曲水的话也提醒了他，他沉吟道，所以我想我们能不能在窦家的产业之外另做一门生意，资金不要太大，最好是能开分店。从京都到真定，我们需要盯着王右省以及京都的动向，免得有什么事我们反应迟缓，变得很被动。陈曲水想了想，道，我发现小杰祖上是靠放印子钱起的家。窦昭脸色微红。陈曲水忙道，小姐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是，如果想知道京都的动态，最好的办法是做一门与那些唐部的大人们能随时说话上话的生意，而唐部的那些大人们无一不能是读人，我看我们不如开个笔墨店，兼着卖些时文、官身录、童年录等等。说到这里，他怪异地一笑，道，若是有人需要，我们也可以借些银子给他们临时周转周转，您看如何？窦昭认真思考起来，不管不承认这是个好主意。可让谁去管这个笔墨店呢？他思索道，赵良弼年纪太轻，镇不住，何况窦家的人一直误以为他是赵家的人，猜测他可能是我舅舅的耳目，因而有什么事都会跟他说一声，我才能随时知道那边的情况。我也有心让赵良弼跟着那边窦家的经验老道的管事们多学些本事，万一哪天和窦家翻脸，也有人帮着主持那边的大局，不至于手忙脚乱被人拿捏，他是万万动不得的。至于其他的人，崔大不行，崔十三我准备让他跟着窦启俊，竟然找不出合适的人来，或者不是找不出来，是他一直没能敞开心扉，在这一世里找几个信得过的人。陈曲水道，小姐好像很信任秀三爷，他们家的需要银子。窦昭道，而且他们家的男孩子最多，要是家里有了分歧，说话的人也相对的多一些。当然，主要原因是窦启俊15年之后，他的锋芒直逼窦氏书，他思忖着，如果窦氏书没能斗过王行省，要不要支持窦启俊和王行省斗？从前他不敢想，可现在他在外事上有人帮忙，说不定可以试试。不是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吗？窦昭想着，就听见陈曲水道，小姐，不管是家里也好，庙堂上也好，能让别人臣服的，不一定是那么说话声音最大的，而是那个说话最要分量的。您既然打定主意要依靠家里的侄儿，我们不如从现在开始就在您侄儿里面挑几个重点交往。那这件事就麻烦陈先生了。他挑选的人是窦启俊，不过这一世和上一世有了很大的改变，多挑几到时候对他更有利，正好也考考陈曲水的眼力。窦昭笑道，我从小在东窦长大，这些人在我看来个个都很好，只怕难得不偏不倚。窦氏是怎样的一个家族？前前后后出过10个进士，就是江南的那些百年传世的望族也不敢小视。他能在窦氏的子弟里挑选支援的人，陈曲水冷却的心又开始砰砰砰地跳起来，仿佛即将迎来一个热火朝天的夏日。好，他毫不迟疑地道，我过几天把人选交给您，您看哪些合适，哪些不合适。窦昭很满意，道，我看这样好了，我们就开笔墨店，大掌柜找个正经的生意人，二掌柜就由崔十三担任好了。他主要的就是结交朝中贵人，然后把京都的一些事及时的反馈给我们。说到这里，他不由扑哧一声笑了起来，这种事他最拿手，也最喜欢了。转了一个圈，最终崔十三还是回到了他手里，不过从让人尊敬的济宁侯回事处的大管事，变成了一个小小商铺的二掌柜。如果他要是知道前世今生，不知道会不会气得跳起来。陈曲水迟疑道，要不要写投靠文书？不要。窦昭几乎是尖锐的回答。前世崔家怕他为难，主动写了投靠文书，崔十三随他进了济宁侯府，忠心耿耿地辅佐他，却不时被魏廷真耻笑，这是他心里的痛。如果崔家的子孙还有人想投靠我们，但他也冷静地道，就让他们写投靠文书。陈曲水欣慰地点了点头。窦昭冒着风雪回到了西窦，秋葵神色焦虑地在二门等他。江先生说，您要是再不回来上课，他就要辞馆回乡了。那就让他辞馆回乡好了。窦昭冷淡地道，你给我打热水，我要洗个澡，然后陪崔姨奶奶说说话。明确地告诉秋葵，他今天依旧不会去上课。秋葵不敢违逆，照着窦昭的吩咐服侍他盥洗。
江有功坐在书房里，等到掌灯也没有看见窦昭，气得拿书的指尖都发白了。他让小厮给窦昭传话，眼看着要到春节了，老夫已经有7、8年没有回乡了，想早几天闭馆回乡过年。之后也不等窦昭的回话，直径吩咐小厮、小丫鬟帮他收拾东西。窦昭让海棠送了20两银子的宜城。山高路远，天了春，正是化雪的时候，先生留在乡里含饴弄孙就是了。江有功当时摔破了一个茶盅，既然撕破了脸，海棠也不客气，一面往外走，一面用江有功能听到得的声音嘀咕道：也不看看这里是哪里，那个茶盅是官窑新出的粉彩，一套要10两银子，还是读书人呢，怎么一点眼也没有？那些来服侍的小厮、丫鬟、婆子也变了脸，做起事来拖拖拉拉的，2天的功夫还没有把东西收拾好。大冬天的，端来的饭菜不是冷的，就是太咸太油，让人难以下咽。江有功自从到何府做管，何曾有这样的待遇？他一日也待不下去了，在外面找了2个人帮着收拾行事，自己雇了辆车回老家。等回到家中，他这才想起应该给何文道和窦世英写封信。只是等他的信送到何府的时候，何文道已得了窦世英亲自上门道歉。小学才学浅薄，江先生讲的10之8九听不懂，加之是弱智女流，无法坚持每日上学，不敬之处还请江先生多多包涵。我倚着人送了500两文银的宜城给江先生。何文道十分不安，又给窦世英推荐了一个。此人在志艺上平常，不过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吟诗作画也是高手，教令爱些怡情养性的东西倒是十分的合适。窦世英连连道谢，写了信回去给窦昭。这次万万不可将人气走了，一次是别人的错，2次、3次难怪也是别人的错。有些事不用太认真，就当是家里养了个闲帮。这是父亲说的话吗？窦昭把信丢到了一旁，祖母招了他过去。快过年了，别家那边又没个亲戚，一定很冷清，你让人带些鸡鸭鱼肉去看看他们，再就看看能不能把别家武馆买下来，能死在祖宅里，到了黄泉见到贱人，也不至于蒙羞。窦昭正气着窦世英，看着天气刚霁，带了甘露和素卷去了真定州。甘露和素卷这一世还是第一次到出远门，见窦昭闭目养神，一路上都悄悄撩了车帘朝外望，交头接耳的说着梯叽话，十分的快活到了别家。他们在门口遇到了陈曲水，他大包小包的，也是来送年事货的。别氏姐妹十分的感激，忙将窦昭和陈曲水迎了柴房，别素兰则在旁边的厨房招待甘露、素卷喝茶。别刚毅已经昏迷不醒，他能拖这么长的时候，全仗着能用好药，而这些买药的银子，大半都是窦昭给的。他将别氏武馆的地契交给了别氏姊妹，别氏姐妹顿时哭了起来。窦昭笑道：你们要感谢那位刘子壮才是。刘子壮就是那个在别刚毅困难之时买下别氏武馆的人。赵良弼想赎回别氏武馆的时候，他二话没说，照着原价买给了赵良弼。别氏姐妹不住的点头，甘露和素卷好奇的望着他们。别素兰去做饭的时候，甘露就在一旁帮着烧火，悄声问起他怎么回事来。外面传来年轻男子高亮的声音：师妹，我来看看师傅。听到那个声音，别素兰抄起砧板上的菜炉就冲了出去，对着院子里提着2刀腊肉的褐衣男子就是一通乱砍。师妹，师妹！褐衣男子慌张地喊着别素兰，却身轻如燕，人别素兰怎么砍也难以沾以他的衣角。别素心走了出来，低声喝住妹妹，还不快快住手。别素兰收起菜刀，委委屈屈地站在了姐姐身边，嘟着嘴低声道：都是他，要不是他，爹爹怎么会被关到牢里？说着眼圈一红，用衣袖擦起眼睛来。褐衣男子又羞又愧：师妹，是我不对不起你们，我知道我说什么都没用，我就是来看看师傅他老人家，然后给您送点东西。说着将2刀腊肉放在了一旁的石凳上，又从怀里抱出个鼓鼓的亮蓝色粗布钱袋放在了腊肉旁，扭头就走。陈师兄，你等等。别素心上前拿了钱袋，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爹爹也没有责怪你的意思，肉我们收下了，钱你拿回去，你家里也不宽裕，还有伯母幼妹要赡养，我们怎好使你的银子？说着就将那钱袋抛给了陈师兄。陈师兄手忙脚乱地接过钱袋，一言不发地放在地上就走。别素兰捡起钱袋，几步就追上了陈师兄，让陈师兄把钱带走。陈师兄执意不肯，这个要把钱袋往那个的衣袖里塞，那个用手肘拦了不让色，你来我往，就动起手来。陈师兄的动作如行动流水，举手投足间自然流畅，别素兰则像蝴蝶穿花，轻巧翩跹。2人腾挪转跃间不带一丝烟火之气，煞是漂亮。
早在别素心推门而出的时候，屋里的人也跟着走了出来，站在屋檐下观看，此时不由得目瞪口呆。特别是窦昭，没想到素心还会功夫，他喃喃地道：我看她白白净净的。素兰身材壮实，又要把力气，还以为素兰跟着别馆主习了武的。陈曲水笑着，她们两姐妹都跟着别馆主习过武，别馆主说过，女孩子学两手功夫，纵然是夫妻打架，也能占了先手，不至于吃亏。要不然那丹杰何必利用官府的势力逼别馆主低头呢？说着想到了别家的遭遇，不由长叹了口气。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窦昭也跟着叹了口气。陈曲水上前2步，大喝了一声住手，两个人迅速分开。窦昭这才发现那个陈师兄英气勃发，相貌不俗。他上前几步，朝着陈曲水行礼，恭敬地喊了声陈大叔，看样子和陈曲水很熟悉。陈曲水看了一眼衣袖里垂下的一截钱袋烙子，笑道：别馆主的事，你虽有识人不清，但也不要过于自责。归根到底，还是那丹杰太过卑鄙无耻。你如果是心中不安，得闲的时候过来帮她们姐妹做些粗活就是了，不必送钱，你家中也不宽裕。陈师兄脸涨得通红，道：我已从丹家辞工，开了年就会跟陈瘸子走镖，恐怕这几年都不会在家。别素心脸色微变，道：你要跟陈瘸子去关外走镖？你知不知道陈瘸子走的是什么镖？跟他去的没几个能活着回来的，你可是家中的独子。说着，他手如电掣般的将钱袋从陈师兄的衣袖里揪了出来，难怪你突然有钱了。松开钱袋烙子，露出白花花4个银元宝。不是跟着陈瘸子，陈师兄迥然的辩道，是跟着其他的人。别素心却不让他糊弄过去，端色道：不是跟着陈瘸子，你哪来的这么多钱？你跟陈瘸子签了几年生死契？说着神色一肃，道：陈师兄，我们若是知道你送给我们的钱是你的卖命钱，你觉得我们能安心吗？陈师兄低下了头，喃喃地道：我知道，我没别的本事，师父说过不许以武犯人，我除了会些拳脚功夫，其他的都不会。别素心索性告诉他，爹爹已经将我和妹妹托付给了窦家4小姐，师兄不必为我们担心。托付给了窦家4小姐。陈师兄呆住，随即失声道：托付？怎么个托付法？别素心含蓄地道：投靠4小姐。这怎么能行？这怎么能行？陈师兄听着急得面红耳赤，师父怎么能让你们去给人做奴婢？别素心怕窦昭多心，忙看了他一眼，见窦昭了然地对他微笑，这才放下心来。那边陈师兄已大嚷道：师妹，你不能去，你要不你嫁我算了，我娘会好好照顾你和小师妹的，我也会好好保护你和小师妹，再也不让人觊觎你们。满院子的人都张口结舌。窦昭忍不住在腹诽，这个陈师兄看上去也有22、3岁了，怎么这么天真，以为女子成了亲就没有人动歪脑筋了。说不定那丹杰见别素心嫁的是个无权无势的黎民百姓，更要折腾折腾呢。要不京都的一些勋贵子弟怎么会以勾搭上了有夫之妇为荣呢？别素心尴尬的不行，别素兰直接跳了起来：陈晓峰，你发什么疯？我姐姐才不会嫁给你呢，你连我姐姐都打不过。原来这个人就是陈晓峰啊。窦昭饶有兴趣地看着他的脸，霎时红成了一块布。我了半天也没有说出一句话来，还是陈曲水帮他解围。婚姻仍终身大事，岂可儿戏？你既然来了，就进来喝杯茶吧。陈晓峰不敢看别氏姐妹一眼，咂着头跟陈曲水进了柴房。别刚毅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要不是胸口还有微微的起伏，看上去像死了似的。陈晓峰给别刚毅磕了头，别素心给他引荐窦昭。别素心显然有些担心陈晓峰剃头挑子一头热，闹得他下不了台。等陈晓峰给父亲磕了头后，郑重地向他饮茶窦昭。这是窦家的4小姐，爹爹能出狱，全仗着4小姐在家里的长辈面前给爹爹说话，爹爹才得以脱险。爹爹又怕那丹杰不死，依旧来纠缠，把我们姐妹托付给了4小姐。4小姐心底醇厚，有心保我们姐妹周全，这才收留了我们两姐妹。陈晓峰先前就看见了窦昭，只觉得这个小姑娘穿戴简单，却气度不凡，令人不敢小视。不知道是别家的什么人，因而别素心和陈曲水没有引荐，他也不敢多看。此时不由望了过去，只见窦昭长眉入鬓，小小年纪，一双妙目黑白分明，灿若寒星，姿容逼人，如珠玉在侧，让他自惭形秽。嘴角嘻嘻，满腹的心思不知道该怎么说好。窦昭本意是帮别氏姐妹，如果别素心和陈晓峰互相有好感，撮合了这桩姻缘也无妨，到时候让陈晓峰随便做个什么小卖买挂在窦家的名下就行了。
倒不一定要别氏姐妹进府给他端茶倒水。他临走的时候就问别素兰：陈晓峰和你们家很熟吗？别素兰嗯了一个声，情绪有些低落地道：他爹从前也是拳师，他7岁的时候去世了，我爹可怜他，就收了他做徒弟，还推荐他去京都做教头，他怕他走了母亲和妹妹没人照顾，就去了丹家做护院。哎，要不是他去丹家做护院，又怎么会惹出这些事来？很苦恼的样子。窦昭莞尔道：从前你们关系很好吧？别素兰点头。他就像我们的哥哥一样。话音一落，他瞪大了眼睛：四小姐，您不会是要给他和我姐姐做媒吧？你可千万别答应他，我爹说他就是个愣头青，做事想到一折是一折，要不然我爹早把姐姐许配给他了。窦昭有些意外，不过既然别刚毅觉得不好，想必那陈晓峰确认不合适别素兰的地方，他自然不会自以为是。你放心好了，以后你们姐妹嫁人，我都听你们自己的。别素兰红了脸。窦昭回到家里，先去给祖母问安，说起了去别家的事，祖母听得津津有味。那别素心还会拳脚功夫，你到时候领来给我看看。十分好奇。一向对窦昭心生敬畏而在窦昭面前谨小慎微的甘露，听到祖母提及别氏姐妹，忍不笑道：别素兰也会功夫，是吗？祖母的兴致更高了，道：他们长什么样？是不是5大3粗，膀大腰圆的？而甘露和素娟见窦昭笑盈盈地坐在那里听着，都放开了胆子，一个笑道：您见了就知道了，一个道：保管让您吓一大跳。叽叽喳喳的，活泼开朗了很多，这才是他们原来的性子。窦昭感慨道：觉得自己把他们带去倒是对了。用过晚膳，他去了三堂哥那里，银子放着也是放着，不如做些小买卖。窦昭把从真定州带回来的香粉给了舒姐儿和三堂哥、三堂嫂在宴席室喝茶。三堂哥听了不禁和三堂嫂交换了一个眼神，三堂嫂有些小心翼翼地道：四妹妹想做什么生意？谁帮着打点啊？窦昭当作没看见，笑道：我看见我们家每年要用那么多的笔墨纸砚，就想开个卖笔墨的铺子，至今于谁打点还没有想好，到时候请三伯父帮着介绍个大掌柜好了。看来是窦昭自己突发奇想，并不是谁挑唆了他插手产业上的事。三堂哥松懈下来，笑着问他：要多少钱子？10万两应该够了。窦昭笑着，窦秀昌下得手一抖，手中的茶水泼在了衣衫上。送走了窦昭，窦秀昌立刻去了窦氏榜那里，把窦昭开笔墨铺子的事告诉了窦氏榜，并道：钱不多，又都是四妹妹的，我不过是帮着看管而已，可他开口就是1万两，我怕他被人诓，偏偏这话我又不好说，怕四妹妹多心，只好含含糊糊的应了。可这真要是被人诓了，我可怎么向赵家的人交代啊？别人还以为是我从中做手脚，贪了四妹妹的钱。寿姑怎么突然想到要开铺子？窦氏榜闻言很意外，但他经历的事多，稍一思忖就有了对策，笑道：寿姑不可能亲自去选铺面定笔墨，你让管事的人到你手里报账不就行了？对呀，窦秀昌副长，我怎么没有想到？万一是有人打四姑姑的主意，也不至于一下子全亏进去，那些帮四姑姑管事的人也能混个脸熟，有什么蛛丝马迹或许能早点发现。窦氏榜笑着点头。窦秀昌把窦氏榜的意思委婉地传到了窦昭的耳朵里。窦昭笑笑没有说话。西窦的一半产业也不是那么好管的，他请窦氏榜帮他请个大掌柜。窦昭名下产业的大掌柜一个萝卜一个坑，大家都做得好好的，他何必乱动？而大掌柜又不是谁都能胜任的，从学徒到火的到掌柜到大掌柜，没有20年的历练是不可能的。不管是谁家花20培养出了一个大掌柜，都轻易不会让他离开。而不管谁在一个地方待了20年，取得了大掌的成就，还要另谋高就，这其中肯定有问题了，并且你想打听都很难打听到真实的情况。与其费尽心机还不知道会找个怎样人，不如直接从窦家找一个知根知底、忠心可靠。窦氏榜笑道：你要做多大的规矩，还要找大掌柜？我看找个掌柜就差不多了。既然向三伯父开了一次口，自然是要最好的了。窦昭娇笑道：我不管三伯父用什么法子，反正我的铺子年后就开张，到时候我只管来要人，要不然我就把您在京都钱庄的大掌柜揪到真定来。这当然是不可能的。窦氏榜捏着胡须哈哈大笑。几经筛选，从家里的掌柜里给他找了一个，叫范文书，8岁做学徒，今年才32岁，已经是积分阁的2掌柜了。积分阁是窦家在京都的古玩店。窦昭很勉强地点了点头，虽然不是做笔墨的，好歹也算得上搭边，那就他吧。窦氏榜只能摇头。
这样的人还嫌弃，难怪家里的那些大小掌柜一听是窦昭在人，都不愿意去。宝剑赠名士，窦昭哪里知道能做到掌柜是多少的不容易，他只好许诺范文书，若是铺子倒了，我让你到积分阁南京的分店做大掌柜。范文书苦笑，大掌柜是这么好做的，他也要拿得起呀。离开古玩界几年，到时候就算是回到积分阁，自己少了那几年的见识，只怕眼力大不如前。何况窦家四小姐是个未出阁的姑娘家，过几年不知道分嫁到哪里。可窦三爷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他还能说什么？交了账册，佯装出副满面笑容的样子去西府。甘露就嘀咕道：“不是说给个大掌柜吗？你就知足吧。”窦昭笑道：“窦家一共有几个大掌柜？我们这点家当，人家根本就瞧不上眼。他本就留了余地让三伯父和他讨价还价的。”甘露讪讪然的去领了范文书进来。窦昭见他中等身材，五官周正，未与先路一团和气，一副典型的生意人模样，先生3分好感，把事情略略的交代了一下，就让他去找三堂哥拿银子。范文书愣了半晌，总店在京都，之后5年要在真定和京都之间开10家分店，规模有多大，资金有多少，除了他还有哪些人，一律没有交代。四小姐还有什么吩咐？他恭谨地道：“我只有这个要求，其他的你是掌柜，你看着办就行了。”窦昭笑着哦了一声，道：“你还有个二掌柜，姓崔，名13，他明年9月才能来铺子帮忙。”范文书退下去之后，立刻打听崔13。窦家的那些管事和掌柜都是人精，立刻全都知道了。有人笑道：“原来四小姐是要抬举崔姨娘家人。范文书，你这可是陪太子读书啊。”“陪太子读书无所谓。”范文书郁闷地道，“就怕太子不懂装懂，指手画脚。”众人笑道：“你一个买古玩的，难道就懂笔墨了？”崔13也在问，不过是问窦昭：“你让个古玩店的卖笔墨，还让我去给您当二掌柜？”和崔13争辩，窦昭前世就不再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他直截了当地道：“这是崔姨奶奶同意了的，你唬弄我吧。”崔13眼珠子转了转，道：“那我去找崔姨奶奶问一声。”窦昭老神在在的喝茶。崔13泄气，窦昭就问他：“伯彦那边怎样了？我们发现了很多别人都不知道事。”崔13闻言眉飞色舞，西平那边有个村里的人一起悄悄地开了200多亩荒地，6年了都没有被人发现。还有曲阳桥，皇陵册上记着只有200亩良田，可看那村市好像不止200亩。窦昭骇然，这都让你们发现了？忙叮嘱崔13：“你可不能乱说，小心祸人口出。”我知道。崔13不以为然地道：“你断了别人的财路，别人就要断了你的活路，这些轻重我还是知道的，不过是你问起来，所以我说给你解解闷。”窦昭想到窦启俊那个家伙是御史出身，哪里能放下心来，趁着过去给6伯母请安的时候，拐到三堂嫂那里交代窦启俊。四姑姑就放心好了，我又不是17、8岁的小伙子，只凭满腔热血就不管不顾地扑上去。你不过比17、8岁的小伙子大个2、3岁好不好？窦昭心里嘀咕着，起身告辞。路上遇到乌善和窦正昌，两个人一边走一边交头接耳的，不知道在说些什么，表情都有些沮丧。窦昭走上前去和他们打招呼，两人吓了一大跳，勉强笑着和窦昭说了几句，就匆匆去了学堂。窦昭满心困惑，但也只仅仅困惑了一下，还不至于追上去寻回。回到家里，看见祖母和甘露、素娟几个都在擦眼泪。寿姑，那个别刚义逝世了。祖母红着眼睛，两个小姑娘家的，懂什么？你还是差个人过去帮帮忙吧。窦昭心里有些闷闷的，让人带话给在真定的赵良弼，让他帮着别素心、别素兰姐妹处理丧事，又邀了陈先生，第2天一起去了真定州。别是武馆已挂了白，很多人进出，有孔武有力的男子，也有身材瘦小的老者，还有几个个刚去送了鱼的小贩，大家都神色沉重，或送了3升祭品，或只是拿了副挽联到灵堂给别刚义上香，看得出来别刚义的人缘关系很好。管事送上了祭品，窦昭上了3炷香，在灵前答话来客的别素心陪着窦昭去了正房。小姐，他很人憔悴，给窦昭沏了杯热茶，天气这么冷，您派个人过来就是了，何必亲自跑这一趟？又道，等父亲过了头七，我就和妹妹进府，进了府就要守窦家的规矩，大过年的，她们俩姐妹总不能穿孝吧？还是等别馆主过了7开了春，你们再进府吧。窦昭道，也不急在这一时。别素心感激地向窦昭道谢。外面有人喊着开席了。
窦昭不由望过去，就看见赵良弼和陈晓峰正忙着帮别家招呼客人。窦昭微微的笑了笑，没有留下来用饭，提前回了真定。二太夫人正在和窦氏榜说话。二掌柜是崔家的人，二太夫人沉吟道：“可总店在京都，难道他要和王家打擂台不成？”二太夫人困惑道：“可当初是他自己不去京都的，或者他是不肯定王家的那些人磕头认亲？”窦氏榜也是这么想的，他问母亲：“那您说现在该怎么办好？有什么不好办的？”二太夫人笑道：“银子是受沽的，他想给家里多谋份收益，这是好事，我们要帮他才是。曾一芬因为王行仪没有处理好家事，差点被人抓住把柄，冷了王行仪好几年。可王行仪的运气太好了，在陕西屡战屡胜，就是皇上提起来也赞了一声不错。朝中的位置只有那几个，你曾一分的人立了这样的功劳，你都不提拨，可也不能挡着别人提拨。到时候好位置都被别人占了，对曾一芬来说也是个打击。”窦氏榜也知道弟弟的处境，他笑道：“范文书来找我说看中了京都南大街翰林胡同的一个铺面，受沽的意思是想买下来，正好我们在那里有个2间的绸缎铺子，因为格局有点小，生意一直不孕不火的，我看不如就卖给受沽好了。他们做个笔墨铺子倒挺合适的，你做主就行了。”二太夫人笑着转移话题，问起过年事来：“都准备的怎样了？”“都准备好了。”窦氏榜笑道：“今年田庄上的收很好，比往年多送了4000斤粮食过来了。”二太夫人笑盈盈的点头，有小丫鬟进来禀道：“四小姐过来了，今天怎么想到来看伯祖母？”二太夫人笑盈盈拉着手问窦昭。二太夫人屋里当值的几个大环都或端了瓜果，或端茶水，或端了点心，笑容可掬地招待着窦昭。窦昭朝着几个大丫鬟点头打招呼，把到真定州给别刚毅上香的事告诉了二太夫人。送佛送到西，我看着别家的2位大姐无依无靠的，就答应了那别刚毅，若是他病逝，就让他的2个女儿投靠我。之前那别刚毅还好好的，这件事就没有声张，不吉利。东西2窦的产业还在一块管着，并没有正式分开。二太夫人是窦家地位最高的女性，给她打一声招呼，既是礼节，以后别素心、别素兰姐妹在内宅行走，也会少些麻烦。二太夫人有些意外，沉吟道：“你父亲可知道？”窦昭笑道：“先给您说一声，您同意了，我再跟父亲说一声也不迟。还有六伯母那里，人进了府，只怕还要请六伯母帮着讲讲规矩。”二太夫人听了就很满意了，她笑道：“这是好事，是积福的好事，我有什么不同意的？就照你说的，等到那别刚一满了7期，就让那2个小姑娘进府吧。到时候你领了我看看。”窦昭笑着应是，和二太夫人说了些闲话，就起身告辞了。先是要自己开铺子，然后把崔家的人安置了铺子里，现在又收了2个衣仆。窦氏榜问母亲：“你看这是？”二太夫人用盖中扶着茶盅里的茶叶，淡淡地道：“不管是谁撺掇的他，一间铺子几个人只怕满足不了他，还会有后招，我们也不要心急，暂且看看再说。”窦氏榜恭谨的点头。窦昭去了季氏那里，乌扇被家里人接回去过年了，太阳暖洋洋的晒在院子里。窦正昌一个人由贴身的小厮服侍着，在院子里写春联，这是从窦焕成那辈传下来的规矩。窦焕成60岁时致仕回家，在别人看来，他少年中举，子孙满堂，耳顺之年依旧耳不聋眼不花，是个有福之人，因而每到春节，就有很多亲朋故旧来求春联，沾沾窦焕成的福气，求个好兆头。窦焕成本是个热心相邻之人，自然是有求必应，自贴纸墨为别人写春联。时间一长，来求春联的人越来越多。窦焕成精神不济，2个儿子3个孙子都帮着写春联，后来发展到窦家的子弟只要自练到了小成，就可以在春节的时候给乡亲们写春联，这也成为窦家子弟学业是否有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去年窦正昌、窦德昌兄就有资格写春联了。窦昭奇道：“12个了。”窦正昌写得满头大汗，抬头答话，袁空当拽了个帕子擦着额头。四妹妹来得正好，快请帮我去找找纸根，我们2个今天要写400幅春联呢。我一个人怎么写得完？那汗也不知道是急的还是热的。窦昭笑道：“等我去给六伯母请了安，就帮11哥去找人，反正11哥也不帮在这一时。”正屋暖帘一晃，彩叔笑着走了出来，他屈膝给窦昭行了个礼，笑道：“太太说好像听到四小姐的声音，我们还都是太太听错了，没想到真是四小姐来了。”一面说，一面转身掀了暖帘请她进去。崔姨奶奶可好？四小姐上次送给我们太太的水仙和腊梅全都开了，满室的清香，太太不知道多喜欢呢。
因为季氏缘故，六房的丫鬟婆子都很尊敬崔姨奶奶，她老人家挺好的。窦昭说着，和彩叔进了厅堂，迎面就看见了自己上送来的2盆腊梅，黄色的花朵晶莹剔透，像上等的黄山雕成，清冷而幽静。内室的暖帘大开，彩兰服饰穿了桃红色宝瓶纹装花被子的季氏笑着从里面走了出来，见他只披了件青莲了的斗篷，握了他的手嗔道：这孩子也不多穿点。手冷冰冰的，叫丫鬟把自己的手炉拿给窦昭，然后和窦昭进了内室。我正要去你那里，然后问道：你们那边的年事货可准备齐全了？有崔姨奶奶，自然是早就准备齐全了。窦昭笑着和季氏上了炕，把这些日子发生的事一一跟季氏讲。季氏笑道：你这孩子倒是个有福气的，收留了她们姐妹，与你的名声有好处，这样的事你以后要多做才是。纵然一时收进来的人不省心，过了那风头也有办法打发出去，不必担心。又道：至于铺子，开始倒贴几千两银子也无妨，只要你出嫁之前能保本就行了，我们也不图那个收益，倒全图名声了。窦昭汗颜，季氏呵呵的笑，问他：二太夫那里你可曾亲自去禀一声？先去的二太夫人那里，才来的您这里。那就好。季氏笑道：年纪大的人最忌讳小辈不把他放在眼里，你以后有什么事只管多跟二太夫人说。窦昭早明白这个道理，但还是笑吟吟地点着头。等他从季氏的屋里出来，窦德昌已经回来了，正埋头和窦正昌一起写春联。12哥是从什么地方溜回来的？窦昭看着阳光和煦地照在他们身上，过去帮他们磨磨，随便也晒晒太阳。我去茅房了。窦德昌道：哪也没有去。真的？窦昭朝窦正昌望去，窦正昌脸上还残留着几分怒气，却道：他早回来了。这家伙搞什么鬼？这些日子都神神叨叨的。不过有窦启俊看着，应该不会出什么大事。窦昭在心里嘀咕着回了西府。过了元宵节，别刚毅也过了7期，别氏姐妹收拾了一番，去了西窦。甘露和素娟忙过来帮他们收拾东西。窦昭见他们虽然没有着红，却也没有带笑，道：东府那边的二太夫人规矩有点大，其他的你们倒不用太在意。当时求窦昭帮忙的时候，陈曲水曾打听过窦昭，他们对窦家的情况也有些了解。别素心和别素兰连声应诺，两人换了月白色细布小袄，去了崔姨奶奶那里。崔姨奶奶先是拉着两人的手嘘寒问暖了一番，然后指了别素心对窦昭道：长得这么标致，哪里练过拳脚的人？又拉了别素兰：这孩子长得可真好，语气十分的真诚。窦昭抿了嘴笑，祖母喜欢身板结实的孩子。别素兰却有些受旁若惊，她和姐姐站在一起，别人都是夸姐姐的好，从来没有人夸过她。虽然是第一次打交道，但别素兰立刻喜欢上了祖母。别素心也觉得祖母和蔼可亲，她不由得长长舒了口气，来之前的一些担忧全都烟消云散。她将别氏武馆的钥匙交给窦昭：您是为了让我爹爹走的时候能有个地方，我们已经感激不尽了。如果爹爹的后事已经办好，这宅子也应该交给您了。窦昭是以别刚毅的名义赎回来的，他一开始就没打算要这宅子，但别素心表明放弃那间宅子，还是让他挺欣慰的。他收回一钥匙，祖母就小声说他：那是人家的祖宗，你就送给人家好了，你也不缺那点点的银子。窦昭笑道：还肯定是要还给他们的，却不是这个时候。祖母还要问，窦昭已道：好了好了，你快去换件衣裳吧，等会妥娘和崔四要带着孩子来看您。因为祖父的原因，崔家的人都是过完了年才来给崔姨奶奶拜年。如今崔姨奶奶虽然搬进了窦家，崔家的人已经习惯了，依旧过守了年来给拜年。祖母笑得十分欢畅。窦昭趁着崔家的人还没有到，领着别氏姐妹去见二太夫人。二太夫人问了几句话，见两姐妹对答有理，不卑不亢，很满意，嘱咐了几句要好好服侍窦昭的话，每人赏了根喜上眉梢的银簪，就端了茶。窦昭又带着两人去了六伯母那里。六伯母的那里满院子人，大家川流不息的，或抬着香笼，或抱着瓷瓶，或拎着些小玩意的往东厢房去。别素心和别素兰吓了一大跳。窦昭笑道：是乌家的四爷回来了。他的话音刚落，乌善就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四妹妹，你过年可好啊？他朝着窦昭作揖行礼。窦昭笑着还了礼：挺好的。乌家的老太君可还好？乌善的曾祖母还活着？挺好挺好。上乌笑着叫着贴身的小厮，把我从家里带的那副沉香木围棋拿过来，然后对窦昭道：那围棋子上刻着罗汉，衣饰鲜明，栩栩如生，
十分的有趣，四妹妹肯定会喜欢。她经常送些小东西给窦昭，窦昭把它们都收在香笼里。她笑着道谢，指了别氏姐妹给她认识。她打赏了2块水头极好的翡翠玉牌给别素心和别素兰。别素兰高兴得不得了，把玉牌藏在了自己香笼里，还对别素心道：那乌公子好大方啊，这玉牌只怕值40-50两银子。别素心笑着摸了摸妹妹的头，没有作声，心里却想着乌善看窦昭的眼神可谓是片刻也不离，只是不知道这乌善和四小姐是什么关系，看着十分和善。正想着，甘露推门而入：素心姐，有个叫陈晓峰的，说是你的亲戚，有事找你。别素心在窦家外院的门房见了陈晓峰。陈晓峰垂头丧气地问别素心：你真的投靠了窦家四小姐？别素心笑道：这种事难道我还哄你不成？陈晓峰半晌未语。别素心道：若是师兄没有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我这些日子正跟着东府那边的六太太学规矩。然后道：窦家人多口杂，家里多的是世仆，我们姐妹这么大了才进府，本来就打眼，要是大家听到我们以师兄妹相称，只怕会对我们姐妹更好奇了，以后我还是称师兄做大哥吧。又问：陈大哥什么时候跟着陈瘸子出关？若是家里有什么事，可以让伯母差人跟我们说一声，窦家四小姐为人很好，我们可以抽空去看看伯母。听他这么说，陈晓峰就更惭愧了。我跟着陈瘸子出关，也是图他出的银子多，想帮衬你们一下。现在你们都有了依靠，母亲又不愿意我离家，陈瘸子那里我已经辞了。别素心哦了一声，不置可否。大门那边传来一阵喧哗声，陈晓峰和别素心都望了过去，就看见2辆风尘仆仆的黑漆齐头平顶马车停在了西窦的门口，管事杜安撩帘扶了个年约50旬的男子下了马车。那男子中等个子，面白无须，穿了件宝蓝色的团花直多，有股读书人的文雅。他抬头打量着窦家的大门，杜安则在一旁介绍：这就是我们老爷的祖宅了，宋先生请。被称为宋先生男子笑了笑，随着杜安进了府。那边窦昭已经得了信，说窦世英新给他请的西席宋先生到了，窦昭让高兴去安置宋先生。高兴是高升的弟弟。窦世英去京都的时候，高升随行服侍，家里的事本准备交给服侍过窦铎的杜安，可王映雪却觉得杜安办事精心妥帖，想让杜安也跟着去京都，提出让杜安堂哥杜宁做总管。家里的仆妇成群提携杜安，也是因为杜安在窦铎身边服侍过。窦世英对这种事根本不会放在心上，他想也没想就点了头。窦世英还没有走，窦昭就借口自己的田庄上缺管事，将几个忠于王映雪的管事踢到了自己的田庄做管事，别提拔了新人管事。窦世英走后，窦昭又事事都吩咐在窦家做管门房的高兴去办，立刻就把杜宁给架空了。没多时，又借口那几个管事不懂田庄上的事，把人打发回家闲了起来。窦家就是扫院子的仆妇也知道这怎么一回事，没人敢吭声，只是遇到窦昭态度更殷勤了，笑容更谄媚了。杜宁也不敢说窦昭，醉酒后只敢大骂高兴，他是个什么玩意，连账本都看不明白，还做总管，不要把人大牙都给笑掉了。窦昭知道后传出话来：我说谁行他就行，不行也行，我说谁不行他就不行，他行也不行。听得西窦上上下下的人胆战心惊，就有心人把这话传到了东府。二太夫人听了直皱眉，私下说窦昭狂妄自大了。原本想帮窦昭一把的，结果袖手旁观的保持了沉默。就有人把这话传给窦昭知道，窦昭只当没听见，私下告诉高兴怎样抓大放小。高兴一丝不苟地照着窦昭的话做，虽然做事拘泥，1年多了，却也没出什么大错，倒让二太夫人很是惊讶，是疑了一声。高兴去了不过半炷香的功夫，就折了回来。四小姐，她恭恭敬敬地禀道：杜管事回来了，宋先生由杜管事陪着呢。窦昭挑了挑眉，不知道这杜安回来做什么。他问高兴：是你自己回来的，还是杜管事让你不要插手这件事？高兴老老实实地道：是我插不上手，又觉着应该跟四小姐说一声，就回来了。窦昭道：既然如此，你就传我的话下去，宋先生的事你们都不要管。高兴知道所谓的不要管是什么意思，踌躇道：可宋先生是七爷给您请的西席，万要是像那个江有功似的被气跑了，关我们什么事？窦昭奇道：不是杜安在招待宋先生吗？宋先生被气跑了，我爹也应该找杜安算账吧。高兴想一想，觉得窦昭这话在理，憨厚地笑了笑，把窦昭的话吩咐下去。杜安那边立刻连个地帕子的人都没有了，他气得暴跳如雷，把杜宁叫来狠狠地训了一顿。杜宁委屈地道：
我早跟你说过，你应该留在窦家。放你的狗屁！杜安忍不住道，四小姐再厉害，过几年也是要嫁人的。我就是在殷勤，七爷喜欢的还是从小服侍他长大的高升。然后叹道，要是四小姐是个公子，我还有什么好犹豫的，一心一意巴结着四小姐过日子就行了。可要是得罪了四小姐，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想起来就把你给打发了，得罪了太太，还可以求四小姐到四小姐的田庄或铺子里去当差。要是四小姐没有得到西窦那一半财产，她还横得起来吗？杜安在心里叹了口气，沉默了上。杜宁小心翼翼地问他，你说这事该怎么办？杜安狠狠地瞪了杜宁一眼，道，怎么办？你想办法找几个人来把眼前的局面应付过去再说。又道，这次太太让我回来是有要紧的事办，家里的事你暂时不要管了，到时候听我的差遣就是了。只要这件事办成了，以后你就是西窦名副其实的总管了。说话到最后已经有些咬牙切齿。杜宁连连点头，把自己在窦府当差的老婆、侄女、侄儿叫过来帮忙。宋先生也是惯在大户人家走动的，带了个自己的族侄宋岩随身服侍，见这情景不由暗暗后悔，对族侄道，先前只说家里有个女公子要学些诗琴书画怡情的学问，谁知道这家的人是这样的复杂。哎，要不是有事求和大人，我怎么会来这里做管？宋岩不过15、6岁，为人却很沉稳，笑着安慰宋先生道，伯父不请沮丧，您只管教那位女公子就行了，难道他们还能少了我们的吃穿用度不成？再不济，我们把今年教完了，明年不再教就是了。和大人那边也能有个交代。宋先生点头。那宋岩和杜安的侄儿一起帮着扛香笼。到了晚膳的时候，窦氏榜受了窦昭之托给宋先生接风。七叔祖不在家，失礼之处还请宋先生海涵，然后把宋氏伯侄请去了景福春。结果是杜安的晚饭没着落，气得杜安抓了高兴的衣襟就要打。自有旁边的人把两人劝开，偏偏高兴还憨憨地道，家里的饭菜都是有定数的，你回来不去给四小姐问安，四小姐不知道，没有吩咐下来，灶上也没有办法，你还是去给四小姐问个安吧。窦家每天泼那么多的剩饭剩菜，难道就多了她一口？杜安气得面孔发紫，却一句话也说不来出，想到来时太太的吩咐，只好乖乖去给窦昭问安。二门的婆子却把他拦在了门外，皮笑肉不笑地道，杜管事，小姐如今大了，不比从前，您再进内院不太合适，您有什么事，我们帮您通禀一声就是。这一等就等了2个时辰，连个板凳都没得坐的，杜安的腿都站麻了，才有小丫鬟来回话，时候不早了，四小姐请杜管事明天一早过来说话。杜安忍不住问，四小姐刚才在干什么？那小丫鬟抿了嘴笑，四小姐刚才在给花剪枝呢。把杜安又是一顿气。窦昭才懒得理杜安，他让甘露几个赶着做了几个荷包，然后去大慈寺给窦正昌、窦德昌、窦启光、窦启泰和乌善几个今年参加童子试的，每人求了个万事如意服装，在荷包里送了过去。窦正昌几个都让身边的丫鬟带了几句感激的话，只有乌善送了一匣子荷叶里的白面山过来，过些日子花开了，四妹妹正好可以画几个扇面送人。窦昭莞尔，不禁心动。待宋先生讲完了孟子、万章上中的娶妻如何，必告父母，他问宋先生，我从前跟着家中的长辈习过花鸟，想画几幅扇面，先生可教我？除了第一天有些不合之音外，窦家很平静，窦昭在功课上也很认真，宋先生对此都很满意。他笑道，你先画个初稿，我帮你看看。窦昭欣然应诺。宋先生名怀，字宇民，精通杂学，为人也比较散漫，可能是江南人的缘故，没有因为窦昭是女孩子而有所怠慢。窦昭有什么听不懂或是听不明白的问他，他常常会引经据典讲上一大堆，窦昭听得津津有味，常常是说着说着不知道原来要问的是话是什么了。这几天看着春风吹到脸上，他还告诉窦昭做了个风筝。像现在这样，窦昭主动要学什么，他的兴致更高。窦昭回到家里就找了些扇面的画册临摹。县学里传来消息，窦正昌、窦德昌、窦启光、窦启泰和乌善都通过了县试，到了4月，几个人又都通过了府试。6月，除了窦启泰，其他人都通过了院试，特别是乌善，院试时考了按手。窦家族学名声大振。乌太太带着乌雅特一人京都赶了回来。我觉以下的内容应该分个卷才好，可惜试了几次都失败了，只好继续写这样下去了。乌太太对窦家非常的感激。儿子能取了按手，一来是儿子聪明刻苦攻读了，二来也说明窦家没有亏待儿子，对儿子和窦家的那些子弟一视同仁，仅这份胸襟
用乌松年的话来说，就应该结为通家之好才是。窦家的人也非常的高兴。这些年来，窦家族学求学的人不少，可功课名列前茅的都是窦氏子弟，那些天资过人的寒门子弟不免心里嘀咕，如今出了个乌善，势必有更多的人来求学，窦家族学也能挑选到更多的青年才俊培养，这对窦家来说是一笔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巨大财富。窦氏叔为此事专门派了个幕僚和二太夫人窦氏榜商量这件事，把住在族学周围的几家都迁走，将族学扩大1倍，请几个名儒来教学，学生却不避及多招，要保证窦家族学里出来的大部分都能考中秀才。二太夫人连连点头，由窦氏榜具体的操办此事。二太夫人则在窦家门口搭了戏台，请了京都的戏班子来，连唱10出戏，整个6月，真定县如同过年，热闹非常。窦家的后院却绿意杂地，隐隐传来的锣鼓声和轰然的叫好声，给这方天地更显静谧。晒成了个黑炭的窦启俊在窦正昌的书房里大发雷霆，简单真是败坏朝纲，一群蛀虫，尸位素餐。他声音惊动了五廊下的画眉鸟，吓得他噗噗地扇动着。窦德昌则眨了眨眼睛，递了碗冰镇的酸梅汤给窦启俊消消暑吧。窦启俊接过酸梅汤，一饮而尽，冰冷的感觉让他顿时火气大减。他坐在了窦德昌对面的太师椅上，轻声对窦德昌道：不是亲眼年见，真不敢相信，南沟那边竟然有600多黑户躲在那里开荒，多半都是青壮年。600多呀，还好这几年风调雨顺，若是灾年，那些人没吃的了，什么事可都干得出来，甚至是会引起民变的。窦启俊说着，打了个寒战，再看自己的几个好友，个个目瞪口呆地望着他，好像在看一个怪物。窦启俊不由长叹了口气，和他们说这些干什么？他们也不懂，就算是懂，也未必有自己的体会和感触。他顿时觉得怏然，无精打采地问他们：你们以后有何打算？院试结束了，他们也可以放松放松了。屋里坐着的窦正昌、窦德昌、窦启光、窦启泰都感觉到了窦启俊的情绪，可窦启俊刚才否定了把这件事告诉县太爷的建议，大家也不知道如何安慰他好。现在他转移了话题，窦德正忙将话题接了过去。父亲写了信回来，让我们先歇个下，过了中秋节去京都见识一番，再顺便拜访几位前辈。然后他问窦启光：你要不要跟着我们一起去？这是要为他们参加会试做准备。窦启俊暗暗点头，窦启光却连连摇头：我不去，我和杜夫子说好了，他以后单独指导我制艺。窦启泰听着哎了一声，无限向往地道：我倒是想去，只可惜我爹说了，我要是考不中秀才，哪里也不准去。他的话音刚落，屋子里就响起一个不属于他们的声音：你们要去哪里？众人回头，就看见乌善穿了件像芽色素面行绸直多，容光焕发的走了进来。屋里的人齐齐哦了一声，七嘴八舌的喊着乌按手，语气促狭。乌善实在是太高兴了，不以为然的笑眯眯的点头，四处作揖：承让了，承让了。你这家伙！窦正昌忍不住沈笑，一点也不谦虚。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乌善刷地下打开了手中的折扇，摇了2下，毫不客气地坐在了窦正昌对面的太师椅上，对窦启俊道：天气这道头热又吵，我们去大慈寺吃斋菜去吧。脸上竟然露出几分期盼。窦德昌不悄地吃了一声，道：大慈寺的斋菜有什么好吃的，不如去景福春吃冰碗。窦正昌几个连连点头，只有窦启俊紧紧地盯着乌善，慢条斯理地道：想吃斋菜呀，令堂可同意你去。今天唱的这出六郎探母就是乌太太点的。他的语气极其冷漠，看乌善的目光炯炯有神，透着几分犀利。窦正昌几个俱是一愣，不由安静下来。我中了暗手，就是希望母亲能同意我去大慈寺吃斋菜。乌善轻轻地收着折扇，笑容从脸上一点点的褪去，表情变得严肃而认真。如果母亲不同意，我早想好了7、8种说服母亲的说辞，好在母亲同意了。他说着，嘴角不受控制地翘了起来，而且越翘越高，最后咧着嘴笑了起来。窦启俊哼了一声，道：你要把握你母亲同意了。乌善笑得欢畅，当然。窦启俊面色微缓，看得窦启光丈二和尚摸不清头脑，茫然地问：你们这是怎么了？不过是吃个斋菜而已，还用得着舅奶奶同意吗？窦正昌若有所思。窦德昌眼睛珠子骨碌碌直转，透着几分狡黠。乌善就笑着对窦启光道：我是觉着既要出去玩，不如把四妹妹几个也一起请出去玩。目光却看着窦启俊。哦，
窦启光恍然道：“独乐乐不如众乐了，您是想把四姑姑他们一起请去吃斋菜，所以才选了大慈寺，才要禀了舅奶奶。若是舅奶奶愿意带着四姑姑和几位妹妹一起去，那不更好了？”正是这个道理。乌善无比灿烂地笑道，比外面夏日还要耀眼。而乌雅却气得嘴巴嘟得老实，她愤愤不然地道：“既然是去大慈寺吃斋菜，寿姑能去，为什么我就不能去？哥哥太偏心了。不过是在窦家住了2年而已，对窦家的人竟然比对我还要好，我可是他一母同胞的亲妹妹。”说着，眼泪啪嗒啪嗒地落了下来，太气人了。好了，乌太太的脸色也不大好看，她低声地呵斥了乌雅一声，沉声道：“你也知道你和你哥哥是一母同胞的，他在窦家住了这几年，肯定欠了别人不少人情，你跟着母亲在京都好吃好喝的，还好意思责怪你哥哥？天气太热，我精神有些不济，你也去歇个午觉吧，等会还要去给二太人问安，你小心失礼。”乌雅红着眼睛，委委屈屈地给母亲行礼，退了下去。乌太太霎时颓然地靠在了身后的大营枕上。乌太太贴身的毕嬷嬷慌张地喊了声太太，担忧地道：“您这是怎么了？要为要老奴将那霍气正香丸滴几滴在茶水里？”“不用了。”乌太太抚着额，想到刚才儿子那倔强的面孔，太阳穴隐隐发疼，你也看见了，他刚才那副样子，好像我要是不答应，他就要和我拼命似的。那窦昭除了漂亮还有什么好？毕嬷嬷笑道：“这世上哪有不喜欢漂亮的人？这已经是顶好的一桩了。”乌太太愣住，半晌才道：“花无百日红，人无百日好。”她小小年纪就知道指了佛堂墙上画的头陀说色即是空，怎么轮到她的时候就全都变了呢？窦家自然是很好的，可王氏太不堪了，难道让我和她做亲家不成？那么以后还有什么面目见人啊？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毕嬷嬷劝道：“四少爷也说了，他悬梁刺股地考了个案手回来，就是希望您能让他得偿所愿。以后四少爷还要考举人，考进士，若是四少爷能像现在这样一直刻苦攻克，未尝不是件好事，我何尝不知？”乌太太眼里闪过一道寒光，要不是看着那孩子还老实本分，我岂能容他这样胡来？可世上哪有不走娘家的人？太太，毕嬷嬷笑道：“难道六太太不是四小姐的娘家人？难道我们姑奶奶不是四小姐的娘家人？”乌太太默然。毕嬷嬷道：“和娘家的人不亲，自然就亲婆家的人了。您膝下只有四少爷一个，有个和您贴心的儿媳妇不好吗？”“那也是。”乌太太颔首。有小丫鬟禀道：“太太，西府那边的四小姐差了身边的大丫鬟过来，说12少爷几个要去大慈寺吃斋菜，也请了四小姐和东府的姨小姐、舒小姐。四小姐就想我们家七小姐也一道出去走走，特意过来问太太和七小姐的意思。”“哦。”乌太太眉角高高挑了起来。毕嬷嬷忙笑道：“太太，怎样？我们四小姐到底是在窦家六太太跟前长大的，可不是孟浪之人，规矩着呢。”乌太太嗯了一声，忍不住就笑起来，对那小丫鬟道：“你去问问七小姐，若是她想去。”说着看了毕嬷嬷一眼：“你就陪着她一起去吧。”毕嬷嬷笑着应是，出了厅堂。外面一个目光灵活的小司机急迎了上来，低声道：“太太怎么说？”毕嬷嬷露出个略带几分傲然的笑容：“跟四少爷说，老奴幸不辱命。”小厮喜笑颜开，奉承道：“难怪人人说都嬷嬷是太太眼前的第一红人，没有嬷嬷办不到的事。”毕嬷嬷脸色一沉：“小兔崽子，再敢胡说八道，小心我撕了你那张嘴！”笑意却忍不住从眼底溢出来。小的再也不敢了。小厮嘻嘻笑，小的这就去禀告四少爷。一溜烟的跑了。大慈寺的夏天，古树盎然，清风爽朗，却无论如何也比不得窦家的后院安静秀致。可对窦品仪这样一年也通得出门几次的格闺小姐而言，却是处处好玩，处处趣妙。她拉着乌雅指了不远处一块假石道：“你看像不像个正等梳妆的姑娘？”乌雅不感兴趣地瞥了一眼，道：“那是灵璧石，小块的用来做摆饰还好，这竹林边却应该放太湖石才好。”说完，目光又落在了走在他们前面的窦昭和窦品书身上。两个人正嘀嘀咕咕地说着悄悄话，多前是窦品书在说，窦昭在听，偶尔窦昭回答他两句，他就咯咯地笑，像个不谙世事的7、8岁小姑娘，真是没心没肺。乌雅在心里嘟囔着。窦品仪有些不高兴了：“乌雅，你这是怎么了？一整天都板着个脸，说什么你都要冷冷地回两句。你若是瞧不起大慈寺这样的乡下地方，你只管说就是了，这样没一句好话，真是让人败兴。”说着甩开了乌雅的手。“哎呦，我不是生你的气。”
乌雅忙补充般的拉了窦品仪的手，却又不好说是在嫉妒窦昭，只得道：我就是觉得天气太热，这样走来走去的，汗透衣襟，很不舒服，还好吧？窦品仪望了望头顶郁郁葱葱的枝叶，我怎么觉得这里比家里要凉快多了？或者是我太怕热了吧？乌雅敷衍着，忙转移了话题，我在京都遇到了你五姑姑。真的？窦品仪对京都一直很向往，他父亲窦广昌既然没有帮着家里做事，也没有个功名，他去京都的机会很渺茫。因而听说是京都发生的事，他立刻兴致勃勃地问道：他怎么样了？我是在和歌老家的娶媳妇时，和母亲去吃喜酒遇见他的。乌雅道：他住在他外祖母家，个子长得和我差不多高了，说话秀声秀气的，一笑两个梨窝，和何家的姐妹都玩得很好，遇到我也规规矩矩地打招呼，看样子还不错。窦品仪愣道：叔祖父的宅子不是在静安寺胡同吗？他怎么住在他外祖父家？他母亲呢？没和他住在一起。听说王老夫人很喜欢他，乌雅道，非要把他留在身边不可。他母亲样子有点憔悴，看上去精神不太好。说着和窦品仪附耳道：我听席间有位夫人说，她生不出儿子，还不让你七叔祖父纳妾。窦品仪吓了一大跳。乌雅忙道：你可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我知道，我知道。窦品仪连连点头，我娘要是听到我说出这样的话来，会活活把我打死的。乌雅松了口气。窦品仪望着前面正和窦品书关竹的窦昭好一阵犹豫。七姑姑，你说我们要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四姑姑？告诉她干什么？乌雅连忙阻止，要是她告诉了你太祖母怎么办？也是。窦品仪点头，再看窦昭的目光就多了几分同情和怜惜。窦昭却没有注意，一路上和窦品书说闲话，爬上了大寺祠后面盖了个八角凉亭的小山丘。窦正昌他们几个早到了，10来岁8、9岁的童子正在那里或收拾着石桌石凳，或烧着红泥小炉，或摆弄着笔墨纸砚，围棋双路。见窦昭拖着窦品书进了凉亭，乌善看着被2个粗使婆子扶着走在半路的乌雅和窦品仪，微笑着递了个青天釉的荷叶杯过去。你尝尝看，大慈寺主持收藏的陈年梅花雪水。窦昭不接，笑道：你给我喝了，你们拿什么煮茶？乌善回头看了一眼正凑在一起说话的窦正昌等人，朝着他眨眼睛，低声道：一杯而已，他们不知道的。窦昭忍着笑，却被身边的窦品书一把夺去了荷叶杯，嗔道：你们推来让去，旁边还站着个嘴里冒火的呢。说完，小口小口地把那雪水给喝了，然后长长地吁了口气，道：真舒服。乌善和窦昭面面相觑，忍不住笑起来。笑声惊动了窦启俊，他快步走了过来。你们笑什么呢？乌善朝着窦品书使眼色，道：没什么，没什么，叔姐说了句笑话。窦品书望着手中空空如也的杯子，冲着窦俊起嘻嘻的笑。乌雅和窦品仪爬了上来。乌雅看见哥哥脸上那温柔的笑，心里直冒酸水，娇嗔地喊了声哥哥。我好累啊，所以我让你不要来啊。乌善毫不怜香惜玉地道：四妹妹每天都围着东跨院走好几圈，还帮着崔姨奶奶除草捉虫，你怎比得上四妹妹？乌雅气的泪珠在眼眶里直打转。窦昭忙出面打圆场：我们都渴了，茶水还没有烧好吗？乌善家的童子端着个茶盅小跑过来。好了好了，四小姐，好了。抬头看见乌雅等人，愣了愣，又端着茶盅跑了回去。众人看着不解，他又拿几杯茶端着小跑了过来，满头大汗地说着：少爷小姐请喝茶。大家哄堂大笑，气氛变得欢快。窦昭几个女孩子坐在凉亭铺了竹席的美人靠上喝茶，窦启光对着远处的山丘丛林画着画。渐渐的，窦正昌和窦品仪几个都被吸引过去。乌善正寻思着要不要过去看看，就见哥哥走了过来。四妹妹，你这些日子在做什么？他坐在了乌善的旁边。我这个月底会和母亲阿七一起去趟京都，可能要过了年之后才能回来。你有没有什么书信或是东西让我带给七叔的？态度磊落，自然大方。窦昭笑道：平时家里常有人去京都，也没什么特别要带过去的。乌善道：有没有什么让我带回来的呢？京都的大相国寺、白云观每逢庙会，天南地北的人都会汇聚到那里，什么东西都有卖的。我想不起自己缺什么。窦昭笑道：要是想起来了，再让乌四哥带也不迟。乌善就问：我听六婶婶说你在缸里种荷花，怎么种？能活吗？说起自己喜欢的东西，窦昭笑容显得格外的明快，声音也变得柔和而充满了耐性。我种的是睡莲，你见过吗？它和荷花很相似，不过荷花的叶子和花都露出水面，
睡莲却是平在水面的，在江南很常见，我们这边种的少一些。我也是今年刚刚试着种种。真的吗？乌善睁大了眼睛，还有这样种花？坐在他们中间的乌雅突然疼地站了起来，指着乌善就是一通噼里啪啦。我们家后院就种着2株睡莲，其中1株还是白仙子。你没见过吗？你把白仙子的给弄死了，祖父发脾气，还是太祖父护着你，只让你抄了10遍3字经。你敢说你不认识什么睡莲？凉亭内外顿时静若万古，只翻风吹过衣襟的猎猎声。我真不知道那是睡莲。乌善的目光如泉水般清澈见底的瞪静，你说的那不是子午花吗？说着，他恍然地拍着脑袋，望着窦昭道，难道你说的睡莲就是子午花？窦昭实在是忍不住，转过身去无笑地大笑起来。乌雅的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的，转身就朝凉亭外跑去。乌善忙追了过去，在一棵大树下拉住了妹妹，肃然地道：你为什么看窦家四妹妹不顺眼？我乌雅的眼泪立刻涌了出来，我才是你妹妹。说着大声地哭了起来。乌善错愕，半晌才掏出帕子帮乌雅擦着眼泪，温声道：傻妹妹，你什么时候不是我妹妹了？你不仅是我妹妹，而且还永远都是我的好妹妹，是我最疼爱的妹妹，可不能因为你是我妹妹，我在任何时候都得只对你好，你想想看，是不是这个道理？又道：你看你回来，我很高兴，专程让人给你从真定州记事的铺子里带了个西洋的挂表回来，我没有给窦家四妹妹买吧？那是因为你喜欢。窦家四妹妹喜欢那些笔墨纸砚的，我就给窦家四妹妹买了一匣子白扇面，我没有给你买吧？他说着，取下腰间挂着的折扇打开，你看，人家四妹妹还给我和纸哥几个每人送了把折扇，你呢？我送了你那么多好东西，你可什么也没有送我。然后喝道：我告诉你，你要是再这样，我以后只送四妹妹东西，再也不送你东西了。乌雅泪眼汪汪地望着乌善。真的。乌善严肃地道：真的。乌雅低了头。乌善道：快去给窦家四妹妹赔不是。又自言自语道：我送你那么多东西，你送给了我什么呀？可四妹妹呢？我送她一件小小的东西，她都知道回我，还说我对你不好，你小时闯祸哪次不是我帮你背黑锅啊？你怎么越大越不讨人喜欢了？乌雅就狠狠地瞪了哥哥一眼，想着哥哥从前对自己的好，倒把对窦昭越来越浓的妒忌消了。窦启俊见乌氏兄妹走了过来，笑道：好了，别在这里看热闹了，吃西瓜去，再不吃都要晒得和外面的石头一样烫了。从家里出来的时候，窦德昌用冰镇了2个西瓜带上山。窦品仪和窦品书心中还有困惑，可在窦德昌几个人的说笑声中也没多想，大家或坐在石桌前，或坐在每人靠上等着吃西瓜。乌雅红着脸走到窦昭面前，小声地说了句：都是我不好，不该乱发脾气。窦昭惊讶地抬头，看见了乌善闪闪发亮的眼睛。少年的心宛若水晶，纯粹而透明，带着无畏的真诚与勇气，坦然奉献在窦昭的面前。窦昭感慨万分，突然间有些不敢去看。他站起来，微侧着身子挡住了那道目光，笑盈盈地对乌雅道：自家姐妹不用这样客气。然后和善地问他：你喜欢下围棋还是下双陆？我们不如来下盘棋吧。乌雅长长地透了口气，他刚才太失礼了，在场的又都是哥哥的知交好友，不要说哥哥的那番话打动了他，就是哥哥什么也没有说，为了挽回哥哥的颜面，他也应该给窦昭赔礼道歉才是。不过窦昭在他的心中一向是个得理不饶人的人，他也做好了被窦昭奚落或是冷嘲热讽一番而绝不回嘴的准备。我喜欢下双陆。他笑着点头，窦品书忙凑去似的叫丫鬟摆了棋盘，支肘托腮的在一旁观战乌善如释重负的松了口气，肩膀却突然被人重重的拍了一下。行啊，从前倒是我小瞧了你。他回头看见窦启俊站在他的背后。我说过我会把事情办妥的。乌善笑着，笑容越发的耀眼起来。他们直到掌灯时分才回到窦家。门外挑在竹竿上的大红灯笼将四周照得通明，戏台的戏班已换了一个，戏却依旧在唱，听戏的人潮把窦家大门堵得水泄不通。窦启俊等人从侧门进了府，乌善护送妹妹去了客房。乌太太坐在厅堂前铺着凉垫的罗汉床上等着他们。见一双儿女回来，笑着问他们：今天好玩吗？乌雅开心的点头。我在后山的凉亭里下棋，12哥还给我画了幅画像，然后让丫鬟将画像拿给乌太太看。像吧？她娇笑着挽了母亲的胳膊。画中的女子穿了件嫩黄色的夏裳，簪了朵雪白的玉兰花，亭亭如玉地站在太湖石旁。
乌雅指了那太湖石，道：“这就是六神审巫后的那块太湖石。”乌太太赞赏的点头，画得真好。12哥说：“等过2天得了闲，再帮我一幅春景，一幅秋景，一幅冬景画，正好凑成1年4季。”乌雅叽叽喳喳地说着，乌善直到走出客房也没能和母亲说上一句梯级的话，他郁闷不已。乌太太则是眉头紧锁，为了窦家4小姐，把自己的妹妹也教训了一顿。毕嬷嬷忙劝道：“当时窦家的几位少爷、小姐都在场，7小姐的声音也的确高了些，4少爷也这是顾全大局。”一句话没说话，乌太太已挥手示意他退下去。毕嬷嬷不敢多说，轻手轻脚地退了下去。乌太太辗转反侧的睡不着。虽说这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可天下的父母又有哪个不希望子女过得幸福美满？他想到儿子从小就喜欢往窦昭跟前凑，却直到得了暗手才跟他说这事，坚韧隐忍都是这了这一天。他这是铁了心要娶窦昭啊！又想到自己年轻的时候，不由得就长长的叹了口气。窦昭自然不知道乌善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回到家中，洗去身上的尘埃，他去给祖母问安。祖母早让人做了绿豆汤，用水桶浸在井里，忙吩咐红姑给窦昭盛一碗，并道：“那寒冰太冷了，吃多了不好，还是用井水浸过的温和些。”然后坐在窦昭的身后，帮他打着衫，问他：“乌家的7小姐也去了，你们有没有一起下双路？”窦昭知道祖母的心意，可他已立志不嫁人，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他不想祖母伤心，因而笑道：“我们玩不到一块去。”他和姨姐儿更对脾气些。祖母唉了一声，失望之意溢于言表。窦昭脑海里浮现出乌善的面孔，他摇了摇头，浮光掠影很快散去。窦昭躺在散发着青竹芳香的凉床上，很快的睡着了。第2天一大早，乌太太顶着2个黑眼圈出了内室来问定的乌善和乌雅吓了一大跳，忐忑不安地喊着娘亲。没事。乌太太揉了揉太阳穴，道：“外面太吵了，戏已经连着唱了3天3夜了。”乌善乖巧地给母亲按着太阳穴，母亲却道：“不用了，你有什么事就去忙吧，这里有阿七陪着我就行了。”乌善深知欲速则不达的道理，笑着应是，朝着毕嬷嬷使了个眼色，出了厅堂。乌雅笑嘻嘻地扑到了母亲的怀里，乌太太抚了抚她的头发，笑道：“你也去找你的小姐妹玩吧，娘要再眯一会。”乌雅带着丫鬟去找窦吕仪了。乌太太站起身来，对毕嬷嬷道：“走，我们去六太太那里坐坐去。”毕嬷嬷一惊：“您找六太太什么事？”乌太太看着又好气又好笑，道：“你害怕什么？我自己的儿子迷上了人家，难道我还要找人家理论不成？你们合着伙的算计我，难道就不能让我去探探六太太的口音？要是窦家4小姐已经定亲了，我们还请了媒人上门说和，岂不让人笑掉了大牙？”又道：“如果窦家4小姐的婚事太夫人能做主就好了，也免得我和那王氏打交道。”毕嬷嬷听着大惊，哪里还想到其他，连声奉承着乌太太。这也是我们4少爷知道，天底下最疼爱他的就是我们太太了，所以才敢这样胡来。要是换了别人，我们4少爷哪里会这样低声下气？行了，行了。乌太太挥手打断了毕嬷嬷的话，笑道：“你也不用帮他说话，我自己的儿子，我还不知道他给了你多少好处。冤枉啊，太太。”毕嬷嬷当然看得出来乌太太不是真的生气，嬉皮笑脸的和乌太太凑去，老奴哪里敢。家和万事兴，不过是想太太和少爷不要生气罢了，大家和和气气的过日子。两人说边去了季氏那里，季氏身边服侍的丫鬟婆子立了半院子。乌太太哎呦一声，喃喃地说了句来得不巧，转身就要走，却被撩帘而出的彩叔看见。他忙喊了声乌太太，笑道：“我们太太刚好说完事，我给您通禀一声吧。”乌太太说了声多谢，彩叔进去禀了一声。季氏出门来迎接乌太太，满院子的丫鬟婆子也都散了。乌太太自然不会去问季氏出了什么事，待丫鬟们上了茶点，两人寒暄了几句，乌太太委婉地问起自己来的目的来。昨天和秀三奶奶说起来才知道姨姐已经定了亲，4小姐比姨姐只小几个月吧，这侄女都定了亲，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喝4小姐的喜酒。季氏是什么人，立刻听出了乌太太的言下之意。他望着乌太太那隐隐含着几分期待的眸子，心里涌起古乌家有女初长成的骄傲境况。乌家是知根知底的，比远嫁到那几宁府不知道强多少。只是窦昭的情况特殊，不管乌太太听到了些什么，有些话却不应该从他的嘴里说出去。季氏立刻有了主意，他笑着喝了口茶，含糊地道：“您也是知道的，
寿姑的生母不在了，他的婚事恐怕还要问问他舅舅的意思，所以就这样耽搁下来了。乌太太得了准信，心中大定，端起茶盅来，连声夸好茶，和季氏说了几句闲话，就起身告辞，去了二堂嫂秀二奶奶那里，您想娶寿姑为媳。秀二奶奶听到乌太太委她给乌善说话，惊愕地睁大了双眼。乌太太微微有些不悦，窦昭固然有不好的地方，但她既然已经开口为乌善求娶窦昭，作为乌家嫁出去的女儿，秀二奶奶就不应该是这种态度。而秀二奶奶在看见乌太太坚定地点了点头的时候，激动得直打哆嗦。那可是西窦的一半产业啊！前几天他们几个妯娌在一起还说，不知道谁有福气娶了窦昭，没想到转眼间窦昭就要嫁到他娘家去了。念头闪过，他如同被淋了一瓢冷水似的，警惕地望着乌太太。婶婶，你可知道寿姑她？虽然觉得自己这个婶婶不会为了钱娶窦昭，但乌太太突然生出这样的念头来。他若问清楚，说媒的时候也能多点把握。乌太太想着，若是窦昭嫁了过来，就是自己的儿媳妇了，自己的儿子爱慕窦昭的话是万万不宜有说的，知道的说是两情相情悦，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授予不亲，如果窦昭的名声受损，乌家的脸上也无光。他笑道，是我这几天在你们家做客，见寿姑小小年纪，行事却十分的稳妥。你也知道，少儿性子柔和，我就想找个能管得住她的，那就以为这个为借口吧。秀二奶奶笑着点了点头，道，那我先问问太夫人的意思吧。乌太太闻言喜道，不知道跟王氏说吗？秀二奶奶笑道，寿姑毕竟是西府那边的，由太夫人出面问问七祖叔的意思更好。也是。乌太太笑道，这件事就拜托你了，能亲上加亲，我也高兴啊。秀二奶奶笑道，送走了乌太太，她去了太夫那里，而季氏则去了西府。关于男主的问题，我再也不说一个字了。窦昭上课去了，祖母笑着把季氏迎进了屋。季氏让红姑给他找几盆适合摆放在厅堂和客房的花草，也不拘什么名贵，好看就行。红姑笑着应是。季氏把祖母拉到了后院葡萄架下的石桌旁坐下。我是来找您的。他把乌太太来找他的事告诉了祖母。乌家人口简单，小有恒产，乌大人和乌太太也都是实在人，最难得是的乌善对寿姑用心良苦，这么多年来始终如一。乌太太又亲自来问，颇有诚意，我觉得这门亲事不错，若是您也觉得好，我思寻着要不要请寿姑的舅母回来看看人，到时候把婚事定下来。祖母在知道了季氏的来意时，已经笑得两眼眯成了一道缝，此时季氏问起，他连连点头，自然是要请寿姑的舅母回来看看孩子，他舅母是有眼光的人，看人不会有错的，又道，乌善这孩子算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寿姑若是嫁了他，不会吃亏的。我也是这么想的。季氏笑道，何况那乌太太亲自来问寿姑的事，挺有诚意的。不过您暂时可别跟寿姑说，还不知道寿姑的舅舅同意还是不同意呢。我知道，我知道。祖母笑眯眯地道，正好看见红姑指使着几个粗使婆子搬了几盆花进来，忙道，要是别人问起我，你就说你是来搬花草的。季氏笑道，您和我想到一块去了。窦昭最信任祖母，自然不会在祖母身边安插什么人，听说季氏来搬了几盆花树，还傻傻地问够不够，若是不够，让他们再来搬就是了。乌善却是时刻关注着母亲的动静，知道玉二奶奶去了太夫人那里，他欣喜若狂。母亲一回到客房，他就又是端茶，又是倒水，又是捶腿，又是打扇地奉承着乌太太，惹得乌雅在一旁道，无事献殷勤。飞间急道，哥哥又想向娘亲讨什么？娘亲，您不能太偏心了，哥哥有的我也要有。一席话把乌善说得呵呵直笑。乌太太啼笑皆非，一指点在了女儿的额头中间，你这孩子乱嚷嚷些什么？什么叫哥哥有的你就要有？都这么大的人了，怎么总像个不懂事的小孩子？以后你嫂嫂进了门，你也这么和你嫂嫂说话不成？有了嫂嫂，我当然不会这样和哥哥说话了。乌雅嘟着嘴道，这不是还没有嫂嫂吗？话音刚落，他突然睁大了眼睛，娘亲，难道哥哥要娶嫂嫂了？然后大声地叫起来，不行，不行，哥哥要是娶嫂嫂，一定要我喜欢的人，要不然他不让我回娘家怎么办？越说越不像话了。乌太太佯装愤怒地拍了女儿一下，乌雅吓得缩了缩肩，躲到了毕嬷嬷身后。屋里的人看了哄堂大笑，在二太夫人那里的玉二奶奶却笑得有些勉强。当初发生的事，你们都最清楚不过了。二太夫人拉着她的手叹着气，寿姑的婚事，只怕我们窦家也做不了主。
若是别人来求亲，我肯定怀疑他是想受姑的陪嫁。可求亲的既然是乌家，先不说乌大人的为人品性，就凭我们两家的交情，这也是门顶好的亲事，我是乐见其成的。可现在赵家防我们像防贼似的，我们若是还插手受姑的婚事，只怕到时后悔。说到这里，二太夫人颇为无奈地摇了摇头。玉二奶奶何尝不知，可那是西窦的一半财产，如果乌太太不提也罢，可现在乌太太分明是看中了窦昭，怎么都要争一争吧。她不愿放弃，道：那您说我应该怎么做才好？她把球抛给了太夫人，一副十分苦恼的样子，道：我之前不知轻重，已经答应了婶婶，总得把这话说圆满吧。二太夫人望着玉二奶奶那貌似无辜的表情，怒火中烧，不知道该怎么好，恐怕是早就打定主意了吧。原来看乌家还挺不错的，没想到也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想娶窦昭，那也要看看你们乌家有几斤几两才行。既然有一个动了，只怕接下来几家都会想心思，得想办法早做打算，防微杜渐才是。现在和玉二奶奶撕破了脸，打草惊蛇，恐怕会把其他几家都得罪了，到时候群起而攻之，自己未必能压得下去。二太夫人想到这里，深深地吸了口气，笑容多了几分温和，道：你也不要着急，这说亲说亲嘛，就是要说，没有几个回合哪能定下来？何况万源在京都，赵家舅爷在西北，那就更急不得了。说着语气一顿，好在乌先生不是别人，你七叔祖也认识，我先给你七叔祖写封信，等他答应了，再和赵家的舅爷商量。你既是窦家的媳妇，又是乌家的姑奶奶，乌太太那边，你好好向他解释解释，别把亲戚得罪了。这正是玉二奶奶来的目的。她欣然道谢，去了乌太太那里。二太夫人沉着脸，喊了窦氏榜过来，你给老五写封信。他把乌家求娶窦昭的事告诉了窦氏榜，他若是觉得这门亲事可行，我们再跟老七商量也不迟。窦氏榜听母亲这口气，并不看好乌家，他不由道：我看那乌善小小年纪，却学识过人，行事内敛又机敏善变，是个成大事的人，那就又何用？二太夫人苦笑道：等他有能力帮元吉的时候，元吉和那王行仪早已分出胜负。窦氏榜默然。二太夫人吩咐他：你派个梯级的人去送信，如果有人问起来，就说信是给京都七爷的，在信封外面再套个信封，写上万元的名字。窦氏榜应诺。玉二奶奶果如二太夫人所想，派了个人盯着送往京都的信，直到亲眼看到写着窦万元亲戚5个字的信封，这才放下心来。那边记事则托了记事铺子的伙计给赵思送了封信过去。而作为当事人的窦昭和乌善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风绝云诡却一无所知。窦昭这些日子跟着宋卫民在学弹琴，工商角语，认得他头大如斗。乌善则风春得意马蹄轻，看见谁都是一脸的笑，趁着还有几天逍遥日子，和窦正德几个去了趟保定府，并且给窦昭带回来了一个打着如意结的大红色琴穗。和窦昭一起跟着宋维民学琴的宋岩嘴角微抽，别过脸去，的确有些浮华，但乌善不以为意。他怀里兜着大红色缂丝的荷包，里面装了个小小的同心结金钗，仿佛燃烧着的火焰让他胸口发烫，那才是他想送给窦昭的。窦昭拿着大红琴穗，望了望站在自己面前笑得有些傻的乌善，又望了望陪着乌善一起过来却远远地站在水榭外面像个木头桩似的窦德昌，满头的雾水，感觉到好像有什么事发生了，大家都知道，却只瞒着他一个人似的。他把大红的琴穗交给了身边服侍的别素心，笑着向乌善说了声多谢，有小厮远远地跑过来：12少爷，4小姐，他满头大汗，6太太让你们快点回去，季家的表少爷来了。水榭的人都愣住，季家的表少爷谁呀？窦德昌茫然地道：季家和我同辈的有20几个呢。小厮擦着汗：是季家的16少爷。窦德昌吓了一大跳：什么？是季勇来了？他什么时候来的？和谁一起来的？那样子如同碰到了债主似的。这下轮到窦昭和乌善好奇了。怎么了？乌善问他。这个季勇和你有过节吗？没有。窦德昌咧着嘴，好像牙痛似的，我只是久仰大名而已。窦昭则道：我也要去吗？6伯母让我也去。小厮连点头。6太太是这么交代的。窦昭望着窦德昌，窦德昌拖拖拉拉的，一副不愿意回去的样子。窦昭感觉到有些不对劲，肃然道：到底怎么一回事？没事没事，窦德昌说着，不由挺直了身子，我们快点过去吧，免得让客人等。那表情如刺秦王的荆轲，带着一去不复返的悲壮。乌善不由和窦昭交换了个眼神。
我陪着你们一起过去。窦昭点头，窦德昌却连声道着不用了，对乌善道：你回来还没有去给伯母请安呢，你先回去看看伯母吧，等会我们再聚。乌善看了窦昭一眼，把窦德昌拉到了一旁，低声地道：你老实跟我说，你是不是酒了那个季勇的钱？我屋里还有400两银子，你如果要用，先拿去，不够我再想办法。没有，真没有。窦德昌有些哭笑不得，道：自从上次斗鸡我赢了那个姓何的王八蛋之后，就把养的铁将军送了人，这件事你是知道的，我不可能做出那种食言之事，你应该相信我才是。乌善将信将疑：斗鸡的事我相信你，可你为什么怕季勇？窦德昌脸然微变：我没有怕季勇，我只是不喜欢见这个人。乌善还有说什么，在旁边大大方方偷听的窦昭轻轻地咳了一声，就算是知己，也个人有个人不想说的秘密。他笑道：12哥，你等我一会，我去换件衣裳，和你一起回府。窦德昌点头，眉头却紧紧地蹙成了一个川字。窦家大门口依旧人潮汹涌，开了侧门的夹道却很安静，停了2辆黑漆平顶齐头的马车，挂着香妃竹的帘子，有几个面生的剑仆在卸香笼。那香笼呈琥珀色，半新不旧，却木纹流畅清晰，四角包青铜云纹，看上去古朴沉静，透着几分厚重。真是奢侈，竟然全部用的是花梨木。窦昭听见走在身边的窦德昌小声嘀咕着，他不由抿嘴一笑，多看了2眼。搬香笼的剑仆年长的不过27、8，年轻的18、9岁，神色肃穆，动作敏捷，偌大的香笼抬在手上，脸部红气不喘，一看就是习过武的。在外行走，身边带着习过武的随从，这在大户人家并不稀罕，可像眼前这样高矮胖瘦都差不多，衣饰打扮都一模一样的，却很少见，的确很奢侈。他难道不怕有人打劫吗？窦昭笑着和窦德昌、乌善绕过花厅，去了六伯母那里。黑漆如意门大开，青石甬道特别的干净，好像用水洗过了似的。挂在屋檐下的鹩歌扑哧扑哧地扇着翅膀，旁边的石榴树开得艳丽似火。丫鬟婆子屏气凝神地垂手静立在五廊里，动也不敢动，看见他们进来，朝着他们眨眼睛。看见没有？窦德昌在窦昭耳边道：我们家来的不是表少爷，是皇帝。窦昭扑哧一声，好不容易才忍住了笑，和窦德昌、乌善一前一后地进了厅堂。窦正昌垂手恭立于季氏身边，季氏和一个穿着月白色细布道袍的少年并肩坐在镶着云母石的罗汉床上，正笑容满脸地拉着那少年的手说着话。听到动静，2人都抬起头来，季氏的笑容特别的灿烂，仿佛从心底流淌出来似的，带着毫不掩饰的喜悦，与他平时的内敛低调截然不同，让窦昭很是意外。再看他身边的少年，不过15、16岁的样子，虽然身材高挑，相貌俊朗，却也寻常，只是他含笑而坐，表情恬淡宁静，一双眸子却流光溢彩，灿若星石，给人一种他虽然看起来性格温和，可你若怠慢了他也不是那么好说话的感觉。这种自相矛盾的气质，让人见之难忘，甚至有种想一窥究竟的好奇。窦昭暗暗心惊，这应该就是那个季勇了。他突然想到在法源寺见到的那个美少年，1个、2个，竟然比他前世见到的还要多。窦昭不禁瞥了一眼窦德昌，窦德昌和乌善都瞪大了眼睛望着季勇，显然没有想到季勇是这样出色的一个人物。那边季氏以热情地招呼他们，乌善也来了。纸哥、寿姑，快来见过你们的16表哥。季勇微笑着站了起来，举止优雅地朝着几个人行礼。在下一星期见明，季勇。季勇已经有表字，他不过和窦德昌差不多的年纪字，只有在举业上特别优秀的少年才可能有长辈或是师座提前赠予表字。难道这个季勇在课业上很出色吗？窦昭屈膝还礼，就见季氏笑盈盈地指着乌善道：这是乌翰林家的公子，今年北直隶院士的案首。然后指了季勇：我娘家的侄儿，乙卯年男直隶乡试的解元，当年他13岁。13岁的解元，他前世怎么没有听说过？难道这是有了什么变化？他虽嫁的是勋贵之家，但状元或是名臣的名字还是听说过的。或许是这个人长大之后资质平平。窦昭思忖着，感觉窦正昌和窦德昌的脸色都有点发青，就是乌善笑容也变得勉强起来。季建明好像一无所知，或者是他早已习惯了别人这样的表情，淡淡的笑道：姑姑过奖了，我不过是侥幸罢了。然后很快转移了话题，向窦正昌和窦德昌拱了拱手，笑道：早就听说窦家的表哥和表弟喜游历，见识广博，这次我倒真定，只怕要打扰2位了。窦正昌和窦德昌听了忙拱手还礼，但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季氏已笑道：
都是自家人，你也不用给他们两人脸上贴金，他们两个就是喜欢玩，你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只管问他们就是了。窦昭就看见窦正昌和窦德昌露出十分的尴尬神情，他心中一动，想到前世自己教训儿子时的口吻，也是这样，夸奖别人，贬低儿子，结果儿子不要说向别人学了，一听到那人的名字就会远远地躲开。窦昭心里隐隐有点明白，窦正昌和窦德昌都不是那心胸狭窄之人，看六伯母的样子，只怕没少在儿子面前夸奖季勇贬低两人，以至于两人还没见到季勇就先对季勇反感起了。以后一定要引以为戒。窦昭告诫自己。等季勇和乌善寒暄了几句之后，季氏把窦昭拉到了自己的身边，笑道：这是你窦家表妹，家里排行第4，在我身边长大的，如同慧哥指哥一样，和我最亲，你也见见。季勇大方地看了窦昭一眼，笑着喊了声4表妹。窦昭很感激季氏，他定是觉得自己没有嫡亲的兄弟，能结交些像季勇这样的姻亲，他以后也能有个依靠。窦昭很诚心地喊了声季表哥，大家坐下来喝茶。季氏继续和季勇说着话，听那口气，季家分内5房外8房，仅嫡系子孙就有近100人，不知道比窦家复杂多少。难怪季氏嫁到窦家后能举重若轻了。窦昭听得直啧舌，不一会就有小丫鬟过来禀道：太夫人在绿荫阁设宴，给表少爷接风洗尘，叫了几房的少爷小姐一起作陪。绿荫阁在窦氏正厅旁边，只有达官显贵来了，才会打开绿荫阁的阁扇。季氏红光满面，领着他们往绿荫阁去。路上，窦德昌小声地和乌善嘟囔：这么厉害，怎么不继续会试考个3元及第啊？跑到我们家来显摆什么？窦昭紧紧地抿了嘴，怕自己笑出声来。绿荫阁里，不仅昌字辈在家的人都到了，就是起字辈的，在族学上课的全都来了，用12扇黑漆罗钿丽屏隔着，女眷座到了西边的小厅，季勇由窦玉昌陪着，和其他人坐到了东边的大厅。热菜一上，赞扬季勇的话就不断地飘进西厅，相比之下，乌善的暗手好像变得轻飘飘的，不值一提。乌太太母女也在座，她不动声色，低声向玉二奶奶问着季勇，在得知季勇13岁救了中介元之后，她不得不对季勇另眼相看。等到季勇过来敬酒，在众女眷夸讲季勇人才出众时，她笑着看了女儿一眼，好奇地问同桌的季氏：这样的才情相貌，只怕说媒的人把门槛都踏薄了吧？季氏与有容焉地笑望着被二太夫人拉着不放的季勇，呵呵地笑道：家祖不想见明那么早成亲，委婉地承认了很多人跟季勇说亲。众人纷纷点头，秀三奶奶更是道：这样的人才，就是换成了我这个愚钝的，也要细细地给他挑门好亲事才是。大家笑了起来，话题转到了刚刚嫁进来的妻氏身上。她是窦启俊的妻子，父亲戚宝成是隔壁曲阳县的大地主，和窦秀昌是同窗好友，家里出了好几个秀才，也算是耕读世家。威氏相貌清丽，性情也温婉，进门就帮着秀三奶奶管着几个弟妹，颇有长嫂风范，得到了家中长辈的一致称赞。他家中有个小他5岁的胞妹，上次来家里做客的时候被广吴奶奶看中，想给自己娘家的侄保媒，大家少不得一阵问。乌太太静静地坐在一旁喝着茶，望着季勇走出西厅的背影，眼神微暗，轻轻地叹了口气。窦昭看在眼里，没有作声。接下来的几天，窦正昌和窦德昌兄弟带着季勇走遍了真定县，窦昭却忧心忡忡地在家里服侍着祖母的汤药，不知怎地，祖母染了风寒，咳得厉害，连吃几副药都不见好转。东窦那边的人听说了，都过来探病。季氏也带了季勇过来，他略通医理，他解释道，让他给崔姨奶奶把把脉，我们心里踏实些。窦昭连连点头，请季氏姑直进了祖母的内室。季勇给祖母诊了脉，看几个大夫开的药方，笑道：没事，就是普通的风寒，吃几副药发发热就好了。你们太急了，这个大夫的药刚吃了2剂不见好，就立刻换个大夫，反而把他老人家的病给耽搁了。现在这个大夫开的药方就很好，照着吃几副应该能痊愈。祖母被窦昭限制躺在屋里休息，好几天没下床，身子骨都僵了。听了季勇的话，和季氏开着玩笑，我说我没事，寿姑非不相信。我看那些富贵人家的老太太都是这样给折媒的。大家哈哈的笑。窦昭汗颜，他一直担心着祖母的寿元，只是这话却不能告诉别人。他低垂着眼睑。季勇就道：4表妹，这熬药也是很有技巧的，我来帮崔姨奶奶熬副药，你派个小丫鬟看着，以后就照我教的给他老人家熬药。窦家又不是那暴发户，怎么会不知道怎样熬药？不过季勇的话已经说出口了，
他也不好意思直接反驳，而且季勇是客，人家是看情面来给崔姨奶奶诊脉的，不能当寻常的大夫看待。他虽然说让他派个丫鬟跟着就行了，他怎能真的就派个丫鬟跟着？窦昭少不得亲自陪着他前往熬药的小耳房。进了耳房，吉勇却站住了脚。他温声地问窦昭：“我看你刚才欲言又止，可是有什么话不好当着我姑姑和崔姨奶奶说？”窦昭惊讶地望着季勇，没想到他这样的细心。吉勇促狭地笑道：“你放心好了，我一定帮你保密，绝不告诉我姑姑。”窦昭也笑起来，他斟酌道：“崔姨奶奶怕身子骨一向都很好，可2年前她去菜地里摘瓜，突然倒在了菜地里，要不是身边有人服侍，只怕是……”吉勇听了沉吟道：“你把当时大夫开的药方给我看看。”窦昭只好歉意地道：“当时崔姨奶奶住在田庄，等我们知道把崔姨奶奶接到县里来的时候，药方早就不知去向了。”季勇背着走在耳房里走了几圈，道：“我依稀记得有这样一个要点，说一个身体强健的农妇，没有任何征兆骤然暴毙，和崔姨病症很像，最后诊断是风热邪气侵袭肌表。”窦昭精神一振，道：“可有什么疗法？”“心境平和，饮食有度。”吉勇道：“要以养为主，食疗为辅。”然后道：“崔姨奶奶平日都喜欢吃些什么？太过油腻的东西对她不好，还有不要惹她生气，最忌大喜大怒。”窦昭一一答了。吉勇又和窦昭去了一趟厨房，把祖母不能吃的东西都挑了出来，两人忙了半个时辰才回屋。季氏望着他们空空如也的手，奇道：“你们熬的药呢？”糟糕，把这件事给忘了。两人面面相觑，但窦昭立刻想到了打翻碗之类的借口，只是还没有等他开口。吉勇已道：“那熬药的方法是我从书里看到的，一直没能派得上用场，这次好不容易找到机会用，谁知道还不如寻常的办法，药全都给熬糊了。”季氏和祖母哈哈大笑，窦昭却在心里嘀咕着：这样一个人，前世我怎么没有一点印象呢？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还是自己忽略了什么？一时间，他对吉勇为何没有继续参加会试好奇起来。季氏悄悄告诉他：“我这个侄儿，人还不会走就会说话了，没力气拿笔就已经会背文了。祖父爱若珍宝，亲自教他读书写字，他也不负祖父所望，小小年纪已有闻名。正因如此，他对世事却一窍不通，衣食住行都离不开身边服侍的人。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及文章。祖父说他这样的性子，读书还行，若是入仕，只怕连那小吏也不如。何况我们家既出过帝师，也出过阁老，已是人人侧目，这状元的名头不要也罢。让他出来历练历练，学会了人情世故，再去做学问，文章才会有豪情，才会有侠气，才是真正的好文章。”窦昭半信半疑道：“我看季表哥很好啊，就是对身边服侍的丫鬟小厮也很和气，还帮他给崔姨奶奶诊脉。”季氏却被这样一句话给问倒了，他期期爱半晌才喃喃地说了句：“你以后就知道了。”然后问起崔姨身体，把这件事给接了过去。窦昭越发对季勇感兴趣。就在这个时候，高兴兴高采烈地来禀告他，杜安说他明天就回京都了。杜安是奉王映雪之命回来帮着王家处理留在南洼的家产的。高兴当时就奇怪了，王大人如今已是封疆大吏，难道连个帮着管理产业的人也没有？强龙不压地头蛇，窦昭淡淡地道：“杜安生在真定，长于真定，8岁就到了府里当差，去京都时已是有头有脸的管事了，交际广，人脉宽，由他帮着，定能比别人多卖2文钱。”高兴最信服窦昭，过了几天派了个机敏的小厮打听，王家那几亩良田果然卖了个极高的价钱。高兴啧舌，四小姐真厉害，又提防着杜安为了帮杜宁向他使坏，每日战战兢兢，生怕闹出什么事来。还好杜安忙得很，偶尔帮杜宁支招，他有窦昭做靠山，没谁敢明面上和他对着干，那些招数都没什么用，西窦的一切事务依旧井井有条地掌握在他的手里。窦昭算着杜安也该回去了，再待下去，京都只怕没有他立足的地方了。高兴道：“大小姐，您看我要不要给杜管事送行？”“送什么行？”窦昭淡淡地道：“他来的时候给我们打招呼了吗？既然他用不着你接风，当然也用不着你送行了。”高兴连连点头。窦昭吩咐他：“你给我准备马车，我明天去田庄。”高兴笑道：“陈先生回来了。”陈曲水对外的身份是窦昭笔墨铺子里新聘的账房，平日住在田庄，每个月去趟京都和范文书账。窦昭因此常去田庄向陈曲水了解京都铺子的情况，实则是向陈曲水请教功课，询问京都发生的事。“是啊。”
窦昭笑着想起京都的铺子。范文书虽然没有开笔墨铺子的经验，可他有能力，到京都不过1个月，他就借着窦家的关系把各种关节都走通，开业3个月，铺子就扭亏为平。窦昭开铺子原不是为了赚钱，现在铺子的生意做起来了，他也不是小气的人，跟范文书约定，年终如果盈利，他可以分1成。范文书喜出望外，对铺子里的事更上心了。陈曲水每次去对账，他都热情款，对陈曲水感兴趣的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帮了陈曲水不少的忙。不知道这次陈先生又带了什么消息。窦昭思忖着，去禀了祖母一声，第2天一大早带着素卷、别氏姐妹和几个护院去了田庄。陈曲水早沏了一壶碧螺春在等他。窦昭捧着杯汤色碧绿清澈的茶水，忍不住赞了声好茶。陈曲水听着，笑着为他续了一杯茶，道：我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小姐。窦昭挑了挑眉。陈曲水道：月初令尊奉旨照对，得了嘉奖。不管父亲的为人如何，他的学问却是不错的。窦昭不以为意。陈曲水深深地看了窦昭一眼，到现在为止，他都看不清楚眼前的女子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你说他不懂事吧，他却能做出诸如给范文书分成、聘自己为西席等寻常男子都做不出来的事。你说他懂事吧，他却对父亲升迁、家族荣誉这些能提高他身份的事毫不关心。窦昭问起陈曲水功课来，我上次看书里写道，圣人之道，去智去巧，智巧不去，难以为常。圣人之所以称为圣人，不就是有着比常人更多的智巧吗？怎么反而说智巧不去，难以为常？他跟着宋维民学习琴棋书画，跟着陈曲水学习经史。陈曲水知道窦昭这是不想再谈论父亲的事，自然从善如流，笑道：圣人只需要谨修所事，待命于天即可，若是以机智和巧诈而失其要，则难以持续天道。他细细地给窦昭讲着什么是以法治国。窦昭支肘听着，兴致勃勃地和陈曲水讨论，这倒有趣。他和我们管理内宅是一个道理，府里有惯例，万事只要遵循惯例，就不会出什么大错，可偏偏有人仗着小聪明想自行其事，坏了规矩，结果上行下效，整个府里的风气都坏了。陈曲水听得额头冒汗，道：这怎么能与管理内宅是一个道理呢？这是治国之道，修身养性治家，齐国平天下。窦昭笑道：家不以治，何以治国？可见这道理是相通的。陈曲水想想，还真有点道理。不过窦昭的格局有点小，这与他是闺阁女子不无关系。他不由沈笑道：若是小姐拿了这套治家，倒也是极好的。不过法理不外乎人情，一味的讲究规矩而不通人情，也未必是件好事。可见还是在于应用之人。窦昭想到季勇，或者这自是季家老太爷让季勇出来游历的目的。两人越说越热烈，素卷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小姐，不好了，崔姨奶奶晕倒了。窦昭脸色大变，心慌意乱地站了起来，厉声道：出了什么事？刚才府里的刘万赶过来，说崔姨奶奶正和红姑说着话，不知怎地，两眼一闭就晕倒了。素卷说着，泪盈于睫，高管事忙派了他来给小姐报信，说让小姐快回去。怎么会这样？吉勇不是说只要好生静养，就不会有什么事吗？窦昭心神不宁，吩咐素卷让人套车，又叫素心喊了刘万进来说话。高管事可请了大夫。大家怎么说？刘万满头大汗，满身的尘土，一摸脸上一道黑印子。我来的时候，统领正奉了高管事之命去请大夫，红姑还支了秋葵去请六太太。窦昭心中微安，匆匆辞了刘曲水，带着丫鬟护卫往家里赶。别素心脸色发白，却握着窦昭的手，不停地安慰他：吉人自有天相，崔姨奶奶不会有事的，她老人家待人那么和善，菩萨会保佑她老人家的。窦昭有心结，听着这话，眼泪忍不住赖赖落下，眼前猝然一阵天翻的转，他被撞得七荤八素的，身下却始终像垫了个垫子似的，没有感觉到什么疼痛，只是耳朵嗡嗡作响。车厢外传来窦家领头的护院的惊恐之声：你们是什么人？这是北楼窦家的马车，你们想干什么？小心被官衙缉拿。有人拉着窦昭：小姐，小姐，您没事吧？窦昭头昏沉沉的，却听出那是别素兰的声音，心里更像明镜似的。他们的马车翻了，有人对他们意图不轨。拦的就是窦家的马车，有男子阴森森地道：被官衙缉拿，那也要你们有那个命去报官才行。马车外响起一阵打斗声。窦昭昏头昏脑的想站起来，耳边却传来素卷的痛呼声，他这才发现马车已经翻了个个儿，自己坐在车顶上，
别素心蹲在他的身边，正紧张地望着他，别素兰则趴在车窗朝外张望，身后是因为疼痛缩成了一团蜷在角落里的素娟。小姐，您没事吧？别素心又担心地问了他一句。我没事。窦昭听见自己的声音有些嘶哑。别素兰回过头来，忐忑不安地道：姐姐，怎么办？那2个拿3节棍的十分厉害，还有一个拿着刀，护院不是他们的对手。我看看。窦昭爬到了车窗前，围攻他们的7、8个人都是5大3粗的汉子，面目不善，除了2个拿3节棍的和拿刀的，其他人都被窦家的护卫砍翻在地，窦家的护卫也伤了6、7个人，只留领头的和另2个身手矫健些的还在苦苦支撑着，只是眼看着就力不能支，要被打倒在地。而给他们驾车的马车夫则被甩到了离马车不远的小沟里，脸扎在水沟里一动不动，显然已是凶多吉少。来给他们报信的刘万则哆哆嗦嗦地躲在路边的灌木丛中，不敢动弹。窦昭的脑子飞快地转了起来。此时正值太平盛世，真定县不要说土匪，好多年都没有出过人命案了。这群人点了名要劫窦家的马车，显然是有备而来，只是不知道他们要打劫的是窦家的马车呢，还是他窦昭的马车。如果是对窦家还好说，他不过正好撞在上，自有二太夫人和窦氏榜尽心周旋。如果是冲着他来的，他们又是为何而来呢？如果是为了财，舅舅不会害他，窦家也不希望他被害，那就只有一种可能，勒索。窦昭顿时大汗淋漓。如果这些人只是想发笔横财，管着窦家庶务的三伯父和常在外行走的三堂兄名声在外，他们要打劫，也应该打劫三伯父和三堂兄才是。怕就是怕这些人是受人指使，而知道他名下有大笔财产，而又能知道他行踪的，只有窦家的人。二太夫人不过是他的堂叔祖母，三伯父不过是他的堂伯父。这个人会不会影响二太夫人和三伯父放弃对于他的救助呢？这群劫匪已死伤过半，他们会不会一怒之下杀他泄愤呢？死亡的阴影第一次离窦昭这么近。他问别氏姐妹：你们有十足的把握能护着我杀出去吗？别素心和别素兰互相望了一眼，都面露犹豫。窦昭想了想，一咬牙道：素心，陈晓峰不是在给人家当护院吗？你立刻去找他，把这边的情景告诉他，我悬赏1万两银子，让他找人来救我们，然后你再回去看看崔姨奶奶怎样了。派人通知窦启俊，说我被抢劫了。素兰，你悄悄溜下马车，想办法追在后面，看看他们会把我藏在哪里。一路上只要他们没有伤到我的性命，你都不要出手，到时候你们在这里碰头。素娟，你连我都跑不过，让你走，可是害你，你就跟着我吧。素娟紧紧地抱住了窦昭的胳膊，别素心和别素兰却喊了声四小姐，齐齐地道：我们怎么能丢下小姐自己走？要是那些劫匪伤着您哪里了，可怎么办？还是让我们护着您杀出去吧，就算是丢了性命，我们也会保小姐平安的，还是照我的计划行事更有保障些。窦昭下了决心，趁着那3个人被托院缠着，你们快点溜走。别素兰还有些犹豫，别素心却一把拽住了妹妹，道：小姐，我听您的，可若您有个3长2短的，我们姐妹也绝不会独活。说完，不等窦昭开口，转身就溜了出去。窦昭叹了口气，但愿窦家的人和这件事没有关系。很快，外面传来2声凄厉的叫声，车帘被一把撩开，刀疤脸提着血淋淋的大刀朝里喝道：谁是窦家四小姐？给我出来！想的是一回事，亲眼见到又是另一回事。窦昭极其害怕，手脚发软，又被那鲜血刺激得恶心欲吐，恨不得有个地洞把自己藏起来才好。那个刀疤脸的目光已落在了窦昭的身上。你给我出来！说着，伸手就将窦昭拎下了马车，道：还有人呢。他的脚边，窦家的一个护院正抱着肚子在哪里呻吟，鲜血不停地从他的指尖涌出来。两世为人，窦昭还是第一次看见这样的场景，他忍不住哇地一声吐了起来。刀疤脸就吩咐那2个拿3节棍的，把马车扶起来，把我们的兄弟拉走。窦家领头的那个护院躺在地上吃力地道：你们是谁？还不快快放开四小姐，还能有个活路。那个拿3节棍的上前朝着窦家领头的护院就是一下，窦家领头的护院翻了翻白眼，晕了过去。窦昭发现窦家的护院都还活着。有个劫匪朝着车里看了一眼，道：没时间了，再拖下去会被官府发现的，只要窦家四小姐在我们手里就行了。说着，窦昭后颈一阵剧痛，他失去了知觉。窦家门前的戏已经散了，只留下满耳的余声。
乌善走进窦正昌和窦德昌的书房里，看见窦德昌和吉勇正在下围棋，窦正昌在一旁观战。吉勇直白，窦德昌直黑，两人势均力敌，各有得失，算得上棋逢对手。乌善一喜，就见那纪勇拿起桌边的折扇扇了几下风，淡淡的对窦德昌道：“再让你2子。”窦德昌的脸色顿时纠结了起来。乌善不由叹了口气，笑道：“12，我后天就启程去京都。”3个人都抬起头来，乌善就轻轻地咳了一声，道：“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我想请大家去法源寺赏花。”吉永奇道：“法源寺有什么奇花？不过是朱老桂树罢了，没什么稀奇的。”乌善笑道：“只不过去法源寺的话，我的妹妹、四妹妹、舒姐和姨姐都可以跟着去热闹热闹。”纪永点头：“那就算我一个。”乌善邀窦德昌：“我们去跟四妹妹说说吧，看她哪天得闲。”窦德昌早就不想下这棋了，闻言笑着起身：“好啊，我和你一起去吧。”窦正昌觉得自己没办法独立面对吉勇的强大，笑道：“我也一起去。”吉勇看了看窦德昌，又看了看窦正昌，眼底飞逝过一道狡黠，道：“那我也一道去吧，正好给崔姨奶奶把把脉。”乌善和窦氏兄弟面面相觑，只好带着纪勇去了西府。他们刚刚下了马车，乌善就看见窦昭身边那个叫素心的丫鬟神色慌乱地坐一辆雇佣的马车上跳了下来。他忙道：“素心，你怎么不在四妹妹身边服侍？”别素心回头抢笑着给乌善几人行了礼，转身就朝里走：“我还有事要去见崔姨奶奶。”站住！吉勇脸色一沉，大声喝道：“四妹妹到底出了什么事？你要是敢有一句谎言，我立刻叫人牙子来把你给卖了。”别素心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乌善瞪了纪勇一眼，温声道：“素心，你别害怕，我们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怕四妹妹遇到了什么麻烦，想帮帮你们。”别素心再坚强，也不过是个刚刚及笄的小姑娘，窦昭生死未卜，她早就六神无主。乍地听到乌善的温声细语，她的眼泪不受控制地落了下来。四小姐被人给劫走了。你说什么？乌善几个脸色大变。别素心索性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乌善等人。快通知三伯父，让他去救人。窦正昌脸色煞白的道，被乌善和窦德昌给拉住。这件事不能声张。乌善的目光如万年的寒冰，得找自己的人去救。别素心听着，心中稍安，那就用我的人吧。吉勇摇着折扇，笑吟吟地望着乌善等人。乌善和窦德昌交换了一个眼神，毅然地应了声好。吉勇叫来了自己的随从，一马当先地跃上了马背。乌善和窦氏兄弟愕然。吉勇睁大了眼睛，不解地望着三人：“难道你们不准备亲自去吗？”窦德昌嘴角微抽，道：“去，怎么不去？”在纪勇随从的帮助下，坐到了马鞍上。吉勇吩咐随从：“和表少爷共乘一骑，不然表少爷掉下来了，我唯你是问。”说着，扬鞭朝着城门外飞奔而去。窦德昌不由大声地抱怨道：“这家伙还有什么不会的？”吉勇的随从均垂下眼睑，装作没有听见。窦昭再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半新不旧的罗汉床上，身上衣饰完整，他不由长长的松了口气。素娟睡在他的身边，屋里没有其他的人。他坐起身来，头还有些晕，但没有大碍。他认真地听着周围的动静，只有阵阵风吹树叶沙沙的声。窦昭轻手轻脚地下了床，小心翼翼地将窗棂推开了一道细缝。外面是个小小的院子，青石铺地，种了一排杨树，树干已有9中粗细。院子东边放了个石碾子，一只母鸡带着几只小鸡正在石碾子旁啄着小石子，四周静悄悄的，不见人影，竟然是个典型的农家小院。窦昭寻思着要不要趴在门缝里看看，就听见隔壁的堂屋传来劫匪的声音。他奶奶的，没想到窦家的护院这么厉害，当初说好了只是把人打昏，现在却伤了人，我们的兄弟也都挂了彩，也不知道他认账不认账。另一个声音阴森森的道：“他要是认账，我们拿了银子就闪人，他要是不认账，哼哼哼，我们就把这件事告诉窦家，你就等着收银子好了。”窦昭的心砰砰乱跳，这个他会是谁呢？刀疤脸的呵斥声传过来：“去看看四小姐醒了没有。”窦昭吓了一大跳，忙爬上了罗汉床，在素娟身边躺下。那种娇滴滴的小姐，我那一记手刀至少能管2个时辰。有人一面嘀咕，一面朝这边走过来，你们放心好了，不会有事的。窦昭闭着眼睛，放松身体，装睡。视线在他的身上停留了片刻，屋里响起渐行渐远的脚步声，咔嚓一声，门又被锁上了。窦昭松懈下来，发现自己额头全是细细的汗。
不知道别素心找没有找到来救他的人，也不知道别素兰有没有把他跟丢或是被发现。他没有想到自己会被敲昏，若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只怕自己后悔也来不及。这次的决定太冒险了，千头万绪，让他心乱如麻。屋里突然响起一声轻轻的咯吱声，窦昭惊恐地循声望去，就看见窗扇被撬开一道缝，别素兰动作轻盈灵巧地从窗外翻了进来。他心里一阵激动，忙坐了起来。别素兰脸上露出灿烂笑容，低声道：小姐，陈大哥他们在外面，只等我们出去，他们就动手。他们要提前把自己救出去，是怕动起手来那些劫匪拿他做人质吧？窦昭犹豫地看了眼素卷，如果自己不见了，那些劫匪会不会对素卷下手呢？别素兰顿时没有了主意，悄声道：外面有2-3个劫匪巡守，我没有办法把素卷也带出去。窦昭想了想，一悄声道：我和素卷躲在屋里，你通知他们动手。别素兰不同意。窦昭道：你还有什么好办法？别素兰也无计可施。窦昭摇醒了素卷，素卷人是恍惚的，睁大了眼睛就要尖叫，还好被别素兰捂住了他的嘴。窦昭低声地把情况跟素卷说了一遍，最后道：我们躲到罗汉床下去。四小姐在生死攸关的时候都想着自己。素卷眼眶一红，鼓起勇气道：四小姐，您和素兰走，那些人不会为难我的，这可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窦昭不悦地道：若是因此而耽搁了时间，我们岂不都要陷于险境？素卷低下头去，眼泪却大滴大滴地落下来。素兰也不再说什么，推开窗扇四处张望，寻找溜出去的机会。窦昭和素卷躺到了罗汉床下，素兰又悄无声息地翻了出去。屋里静悄悄的，窦昭和素卷连呼吸都不敢大声，外面不时传来劫匪说话的声音，让屋里的气氛越发的紧张。窦昭感觉自己的双腿都在打战等候中，时间就变得非常漫长，或许已经过了几炷香的功夫，或许不过是一盏茶的功夫。窗扇吱呀的又被推开，这次翻进来的除了素兰，还有陈晓峰和一个身材健硕、双目炯炯有神的中年男子。小姐，素兰蹲在罗汉床旁，朝床下张望。陈大哥说，若是保不住您，就算是把那几个劫匪碎尸万段也没用。然后指了那个中年男子，这是段大叔，和陈大哥一起做护院的。段大叔的身手可好了，您和素卷就躺在罗汉床下，等林大叔他们把人给捉住了，您再出来。说完，站起身来护在了罗汉床前。陈晓峰和那个段大叔则一右一左地站到了门边。不一会，外面响起打斗声和呵斥声。刀疤脸惊恐地道：你们是哪条路上的？我们是灵寿县邢大爷手下的，不要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回应他的是更加激烈的打斗声。房门啪一声被撞开，刀疤脸提着刀冲了进来，看见一个面黑的陌生小丫鬟站在床前，他愣了一下。就这一下，那个段大叔已身如鬼魅般的勒住了刀疤脸的脖子，反手扭住了刀疤脸拿刀的手。刀疤脸哎呦一声，慢了段大叔一步的陈晓峰狠狠地踢在了刀疤脸的肚子上。刀疤脸脸色发白，刀哐当一声落在了地上，两腿无力，人就软了下去。要不是段大叔还勒着他的脖子，他只怕早就瘫在了地上。段大叔狠狠地呸了一声，嗡声嗡气的道：还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原来不过是些下三滥的东西。对刀疤脸的身手很不以为然，这北直隶有几个人比得上段大叔啊？素兰嘴巴甜得像抹了蜜似的，帮窦昭和素卷从罗汉床下爬了出来。多谢这位壮士了。窦昭朝着段大叔扶了扶，问陈晓峰：这是哪里？陈晓峰道：灵寿和真定交界的一个小田庄，离您的田庄有大约20几里地。灵寿县，王映雪的老家。窦昭心中一动。外面的打斗声渐渐停了下来，响起一阵时高时低的呻吟声。有人笑道：不过是几个小角色，亏陈晓峰还说的像是遇到了过江龙似的。有人笑着答道：慎重些总是好的。又道：把这些人都绑了起来，看雇主怎么处置再说。窦昭等人一直紧绷着的心弦这才松了下来。他对陈晓峰道：你派个人跟素兰去我的田庄找陈先生，让陈先生把我许诺的1万两银子先支付给你。他还有事要麻烦陈晓峰这些人，爽快些把酬金付了，别人干起活来也有劲些。陈晓峰听素心说只要救出了窦昭就有1万两银子的酬劳，他还以为是窦昭急得失了方寸，并没有当真，但想着要是把窦昭救出来，200两银子的酬劳肯定是有的，因此约人的时候也只许了100两银子。此时乍闻真的有1万两银子的酬劳，又惊又喜，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就是那段大叔也磕磕巴巴地问窦昭：
窦小姐，真的有1万两银子的酬劳。我年纪虽轻，说出来的话却有一句是一句，绝不食言。窦昭淡淡地道，眉宇间却透着刚毅之色，让人不能不信服。他们一共来了20几个人，就算是陈晓峰占大头，平均下来一个人也有几百两银子，他给人当护院，1年不过20两银子罢了。我去告诉兄弟们一声。段大叔激动地道，抽了那刀疤脸的裤腰带，将他像绑粽子似的死死地绑了起来。多谢小姐。刀疤脸仿佛这时才清醒过来似的，他愤然怒吼道，庞坤白这个王八蛋竟然敢坑我们。他说你不过是个被父母丢在乡下无人管束的小丫头，你竟然能拿出1万两银子来。他只许了老子100两银子的酬劳。老子要捅了他，拼命地挣扎着，想挣开段大叔的辖制，段大叔的手却刚劲有力，像铁箍似的，让他动弹不得。庞坤白，竟然是他！窦昭满脸的震惊。他请求陈晓峰，请陈护院再帮我个忙，帮我审审这个人，看看他和那庞坤白都些什么苟且。他们不过是出了身汗，就轻轻松松的得了人家1万两银子。现在人家不过是让他们再帮点小忙，不要说这种事对他们来说是举手之劳，就是有点为难，看在那1万两银子的份上，他们也不会拒绝的。陈晓峰立刻应了。那刀疤脸却大叫起来，窦小姐，我告诉您，只要您把我们放了，我把什么都告诉您。又道，我们也是上了那庞坤白的当，您大人有大量，看在我们也不过是拿人钱财给人消灾的份上，您就别和我们一般计较了。窦昭无动于衷，如果他们劫持的不是自己，而是其他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又会如何呢？他对陈晓峰道，还请陈护院帮我审审。陈晓峰点头。那段大叔却十分欣赏窦昭的干净利索，主动把刀疤脸给提了出去。素兰看着窦昭因躺在罗汉床下沾了满身的灰尘，要去打水服侍窦昭梳洗。窦昭道，素心呢？素兰道，姐姐怕误了舅小姐的时辰，把接头的地方告诉了陈大哥，自己先回了府。窦昭点头，有些担忧地道，也不知道祖母怎样了。素兰安慰他，他们是为了劫持您，肯定是在扯谎了，但愿如此吧。窦昭感慨道。素兰和素卷打水进来，服侍他净了面，重新梳了头。陈晓峰求见，他的神色有些奇怪，低声道，邢老六交代说是得了庞坤白的指使，把您劫到这里来，然后庞坤白再装作偶尔遇见的样子，把您救出去。事成之后，除了那100两银子，庞坤白还许诺把他们送到陕西行都司去当小旗。陕西行都司，王行仪的地盘。窦昭目露寒光，为什么不再劫持的当场救人，要把我安置在这里？邢老六也不知道。陈晓峰道，庞坤白只说让他守在这里，他自然会来救人，到时候邢老六装作不知的样子败走就行了。那庞坤白没有说什么时候来吗？窦昭蹙了蹙眉，没有。窦昭低头沉思，好一会才抬起头来，道，陈护院，一事不烦二主，这件事恐怕还是要麻烦你们，这属于扫尾，他们拿了人家的银子，自然要负责的。陈晓峰笑道，请小姐吩咐。窦昭就低声对陈晓峰说了一通话。陈晓峰先是愕然，然后神色见敛，表情严肃的不停地点头。暮色四合，位于灵寿县和真定县交界的一个普通农庄的正屋里，燃起了如豆的灯光。一个穿着宝蓝色织金团花直多，腰垂折扇香囊，手执马鞭的少年，骑着一匹高大的枣红色骏马，身后跟着6、7个孔武有力的随从，不慌不忙地穿行于田垄之上，如春日带着随从郊游的富家公子般悠闲自在，毫不在乎夏日的暑气。最后停在了农庄前。陆老四，你去问个路。衣饰华丽的少年高声喝道，声音里隐隐透着几分得意和兴奋。走了这么远的路，我口也渴了，你顺便帮我讨杯茶喝好嘞。一个张鼠目的中年男子高声应着，啪啪啪地拍着门。谁啊？穿着蓝色粗布短褐的断眉男子粗声吼着，打开门，探出了脑袋，随即脸色一变，满是惧畏。八哥。陆老四皱了皱，朝他使着眼色，高声道，请问这里是哪里？我们家公子迷了路，想讨杯茶水喝。又急促的低声道，装着不认识的样子。断眉男子半晌才回过神来，道，这里是王家庄。声音打着颤，脸色也有些发白，你们进来吧。说着，吱呀一声打开了大门，飞快地退到了一旁。陆老四奇怪地看了他一眼，一面低声嘀咕这个王小六见鬼了，一面屁颠屁颠地跑去向那少年禀告，公子，这里是王家庄，就在灵寿的东边，离县城不过40几里地。少年公子傲慢地嗯了一声，下了马。
几个随从簇拥着他进了院子，正好看见刀疤脸带着几个人从堂屋里走了出来。两帮人对了面，少年公子停住了脚步，刀疤脸却是一阵哆嗦，飞快地缩了眼身后的壮硕男子，急急地迎了上去。陆老四低声问他：人呢？见他身后跟着几个膀大腰圆、满脸正气的陌生人，不由微微一愣，狐疑道：这是你的人？刀疤脸胡乱地点头，指了指东边的内室，窦小姐在里面。声音打着颤。陆老四闻言一阵激动，心里的那一点点困惑早被抛到九霄云外，低声说了句依计行事，然后就大声嚷嚷起来：你们知道我们是谁吗？我们是灵寿县庞家的人，我们家公子就是庞五公子，你们竟然让我们在院子里喝茶，你们是不是疯了？然后对庞公子高声抱怨道：那个李秀才真不是东西，公子可怜他街上卖字为生，不能温饱，不时的接济他一二，谁知道他却不知道进退。这次明着是为了答谢公子大恩，邀您去家里饮酒，实则是想把妻妹许您为妾。要不是公子您坐怀不乱，只怕就着了那李秀才的道，可也把您一顿好气，骑着马一通乱跑，迷了路。要不是老师有机敏，我们哪里能找得到您？又怎么会受这嫌弃？叫嚷声中，少年公子退后几步，由一个护卫紧紧地跟着，坐到了石碾子上。东边的内室突然传来一阵拍打窗棂的声音。少年公子和那些跟着他的随从都精神一振，站在刀疤脸身边的陆老四突然从腰间拔出一把匕首，捅进了刀疤脸的胸口。刀疤脸怔怔地望着陆老四，所有的声音都戛然而止。喂，为什么？他咯咯地道，鲜血顺着他的嘴角滴落在衣襟上，留下点点污渍。你可是劫匪？陆老四得意洋洋地笑着，把捅进刀疤脸胸口的匕首使劲地搅了搅，这才飞快地退到了那些随从的身后。那些随从如狼似虎的朝着刀疤脸身后的人扑了过去，刀疤脸的随从中就有人喊着庞坤白，你竟然想杀人灭口，冲了过来。双方激斗在了一处。少年公子庞坤白冷冷地望着眼前的一切，这几个随从可是他从西北找来的亡命之徒，寻常人哪里是他们的对手。念头一闪而过，他很快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劲，可能是刀疤脸的死把他的那些随从吓坏了，自己的随从一上场就控制住了局面。但随着双方交手，刀疤脸的那些随从很快就清醒过来，开始强力的反抗，又仗着人多，两个打一个，一时间竟然和自己的人打了个平分秋色。其中一个身材特别健硕的还一拳打在了自己随从的胸口，发出一阵嘎嘎的骨裂声和悲惨厉叫声。刀疤脸的手下怎么会有这样厉害的人？庞坤白本能地感觉到不对劲，他吩咐身边的随从：快把窦小姐救出来。随从应诺，和陆老四绕过院子中激斗的人群，朝正房急奔而去。中间有人出来阻拦，随从仗着武艺高超闯了过去，陆老四却被两个人缠住打翻在地。窦小姐，随从见又有人拦了过来，索性跑到了正房的东窗棂下，咯吱一下扯下了半副窗扇。我们是庞公子的人，我们是来救您的。窗扇砸到了赶过来阻止随从的人身上，窗户里露出窦昭表情清冷的近乎冷酷的面孔。随从一愣，一只带着红缨的飞镖插在了随从的喉头，大红的缨穗随力颤抖着。随从睁大了眼睛，不敢相信地撑着窦昭，半晌身体才轰然一声倒下。院子里打斗的人都望了过来，庞坤白的随从都错愕地朝庞坤白望去。庞坤白咦的一声站直了身体，再也没有了刚才的悠闲自在。窦家四表妹，他脸色阴沉的大声道：我是庞家的庞坤白，我是来救你的。是吗？窦昭笑了笑，笑容在目色里有着说不出的讥讽和嘲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庞家是灵寿县首富，庞家的五公子怎么可能带着一群鬼魅宵小突然出现在这个偏僻的农庄？你分明是冒名顶替。段大叔，帮我把这些人全部都拿下，我要送到官衙去审讯。如果他们胆敢反抗，立刻打死，都了算我们窦家的。这些人身手非常的好，先前因为顾及到这些人是庞家的随从，段大叔等人并不敢全力反击，又怕被这些人砍伤，有些束手束脚的。现在有了窦昭的这句话，段大叔等人顿时感到全身轻松，高声的应了声是，毫不客气的揍了下去。局面立刻发现了变化，庞坤白的人开始左支右绌，连连败退。庞坤白看了一眼目露寒光的窦昭，认真一想他进门后刀疤脸等人异样的举止，立刻意识到事情败露了。他拔腿就朝门外跑去，却被段大叔一把揪住了后领。段大叔犹豫着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庞坤白杀猪般的大叫起来，我爹是庞银楼，我姑姑是陕西巡抚王大人的儿媳妇，你要是敢动我一根指头，
我杀了你全家，说着反手朝着段大叔的肚子就是一拳。当然，庞坤白的花拳绣腿打在段大叔身上也不过是挠痒痒似的，但段大叔却头皮发麻。破家的县令，灭门的府尹，像庞坤白这样的卑鄙小人，还就真干得出这样的事来。段大叔，你不必听他咋呼。窦昭清冷的声音远远地传了过来，他要是陕西巡抚王大人的亲戚，正好把他拿下后送到京都我武伯父那里，让王大人给我们窦家一个交代，我们可不能让人给骗了。是啊，怎么忘了这一茬？窦家小姐明明知道是谁，还敢让他们把人打得不能自理，肯定是有他的依仗。自己不过是个护卫，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最不济到时候拿了钱跑路，凭自己的身手，还怕混不到口饭吃。何况他早就瞧这些拿他们不当人看的富家公子不顺眼了。小姐，我们听您的。段大叔嘿嘿一笑，朝着庞坤白的肚子就是一拳。庞坤白惨叫一声，捂着肚子像虾米似的蜷缩着身子，黄胆水都吐了出来。站在窦昭身边负责保护窦昭的陈晓峰看了他一眼，有些不安地道：小姐不会是真想把庞公子打死吧？庞公子可是庞银楼的独生儿子，就怕到时候庞家绝不会轻易的善罢甘休。窦昭淡淡地道：这里有庞家五公子吗？我怎么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马车翻了，我借了这田庄落脚，遇到了劫匪，穷凶极恶，我的护卫失手把人给打死了。庞家要找我算账，那也得先把庞坤白为何要劫持我的事解释清楚吧。陈晓峰苦笑道：我只怕这件事闹腾起来会坏了小姐的名声。坏了我的名声？提起这件事，窦昭就满肚子的火，他冷笑着打断了陈晓峰的话：庞坤白让人把我掳到这里来，为何一定要等天黑后才佯装偶遇的救我脱险？不过是想借口天色太晚，让我留宿田庄，造成孤男寡女共处一室的事实，他在大张旗鼓的来求亲，让窦家不得不把我嫁给他而已。如果不是我身边有素心和素兰，只怕早已被他得逞。名声能诛杀庞坤白，名声算什么？正好给那些觊觎我的人一个警告。陈晓峰默然，如果窦昭真是13、14岁的满心羞涩的等着嫁人的闺阁小姐，她为着自己的名声，甚至又甚，也许会选择君子报仇10年不晚，暂时先放过庞坤白，伺机再学习前耻。可他两世为人，已决定不再嫁人，迟早会变成世人眼中性情古怪孤僻之人，他又何必忍气吞声的放过庞坤白呢？不过庞坤白有句话他非常的喜欢：我的姑姑是陕西巡抚王行仪的媳妇。窦昭不由露齿一笑，耳边隐约有雷鸣般的马蹄声传来。陈晓峰耳目却窦昭更灵敏，他当然也听到了。他脸色大变，马匹是军中管制之物，寻常的权贵人家养个几匹也就罢了，可像这样突然出现这么多，难道是庞坤白请动卫所的人自古以来民不与官斗？陈晓峰的脸色有些难看。小姐，恐怕我们有麻烦了，那庞坤白多半是悄悄从卫所借了兵来帮忙。做都做了，难道他们束手就擒，庞家就会放过他们不成？窦昭怒火更灼，道：你们可有把握把人留下？陈晓峰迟疑地说：我们都是白身。也就是说，他们有把握把人留下来，只是拘泥于那些人的身份而不敢。那就把人全给我留下来。窦昭杀伐果断地打断了陈晓峰的话，他们既然这样胆大包天，我们有什么可害怕的？如果能把那些人都留下，官匪勾结，王行仪就算是陕西巡抚也一样兜不住。他说着转身朝外走去，我倒要看看谁这么大的胆子，竟然敢调动卫所的人帮庞家做私事。看着窦昭胸有成竹的样子，陈晓峰心中稍安。也许对他们来说，陕西巡抚已经是遥不可及的大官了，而窦家根本就没放在眼里呢。窦家小姐年纪轻轻，遇事不退，就凭这份豪气，就值得他们帮着打这一架。只可惜窦家小姐是个小姐，若是个公子该有多好啊！他感慨着，跟窦昭出了堂屋。院子里，段大叔等人都面面相觑地站在那里，表情非常的凝重。庞坤白和他的随从全都瘫软在了地上，毫无还手之力的痛苦呻吟着。见窦昭走了出来，大家的目光都落在了窦昭的身上。大家不用担心。窦昭身姿笔直地站在台阶上，神色从容，不怒而威，淡淡地道：不管是谁来勾结劫匪，那都是流放3000里的罪行。我也说过了，出了事全都算窦家的。各位壮士等会只管把人留下来就行了。话虽如此，但窦昭是女子，年纪又太小了，还是有很多人面露踌躇。倒是那段大叔见此情景道：事已至此，只有一条路走到黑。大家越是犹豫不决，动起手来就越是畏惧，越是畏惧就越不可能把那些人留下来。
如此一来，只怕我等的性命堪忧，还请各位兄弟齐心合力，度过眼前的难关再说。大不了我们跑到关外去躲几年。然后调侃道，窦小姐既然都出了那么多酬金，我想也不会在乎再赏我们几两银子的安家费了。您说是吧？窦小姐，这个段大叔在他们之中好像很有威望。他的话音一落，大家都哈哈地笑了起来，表情也放松了。那是自然。窦昭笑着，把个人的反应都看在眼里。那段大叔见窦昭还挺重视他的话，自告奋勇地组织大家严阵以待。马蹄声风卷残云般的停在了门前，哐当一声，门板倒下来，数名青衣护卫闯了进来。窦昭一愣，这不是纪勇的那些随从吗？纪勇的随从也愣住，不是说窦家的小姐被人劫持了吗？可窦家小姐好生生地站在那里，身边站满了身强力壮的护卫，脚下趴着痛苦呻吟的伤者，这哪里像是被劫持了，反而像是仗势欺人的把人打了似的。窦昭忙喝住手，有人急切地分开青衣随从闯了进来。出了什么事？你们愣着干什么？四妹妹呢？声音虽然焦虑，却难掩斯文。那是乌善的声音。窦昭突然间觉得有些感动，乌善却如遭雷击，呆立当场。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抬起头来，茫然地望着安然无恙的窦昭，不明白为什么他身边突然出现了这么多面生的护卫，更不明白他一个弱智女子怎么能够毫发无伤地脱险。什么了？跟在乌善的身后的窦德昌和吉勇也挤了进来，看见院子里的情景也傻了眼。当时慌慌张张的，只想着要快点去搬救兵，怕素心和家里的人不熟，找人耽搁了时间。他的师兄又是做护卫的，这才让他去找的陈护卫。其他的倒没有多想。窦昭的对面坐着乌善和纪勇，左手边站着素心、素兰和素娟，右手边坐着窦德昌。事情已经过去大半个时辰了，院子已经打扫干净，还没有断气的庞坤白和他随从被关押在了堂屋。陈晓峰领着段大叔等人在院子里巡守，纪勇的随从去请大夫还没有回来。趁着这个机会，他把事情的经过讲给窦德昌、乌善和纪勇听，实在是恼火，这才吩咐陈护卫他们给这些劫匪一个教训的。谁知道庞坤白却与那些劫匪认识，他嚷着他是谁的时候，我自然是不信的，还以为是那些劫匪的阴谋诡计。谁知道竟然真的是庞坤白。他叹道，还好12哥、乌四哥和季家表哥及时赶到了，不然那庞坤白被打死了，事情就麻烦了。心里却抱怨他们为什么不晚来片刻，到时候只怕是神仙也救不了庞坤白，又埋怨段大叔等人为何不在时点进，索性将庞坤白打死算数。在外面巡守的段大叔却连着打了几个喷嚏，他不由在心里嘀咕，这是谁在骂我？还好自己听到庞坤白大嚷大叫的时候就留了个心，没有一拳将那个混蛋打死，不然现在可麻烦了。不过那个混蛋皮开肉绽，全身的骨头都断了，不养个3、5年休想能自己走路，更不要说去碰女人了。念头闪过，他又有些得意洋洋，总算能无所顾忌地教训一下这种色痞了。他揉了揉鼻子，昂首挺胸地继续巡着房。内室的窦德正和乌善想到庞坤白那面目全非的样子，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两人愣愣的，半晌没有说话。还是纪勇道，那些劫匪2死2伤，庞坤白的随从也死了6个，不知道窦家表妹有什么打算。他望着窦昭，目光闪闪发亮。窦昭心里奇怪，自己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怎么季家的这位表哥不是想着怎样帮他善后，反而流露出一副看戏不抬高、兴致勃勃的样子啊？他想到六伯母的话，难道他是个表里不一的人？窦昭斩钉截铁地道，自然是要交给官府处置了，出了人命案。吉勇连连点头，正色地道，窦家表妹说的对，这样大的事是得交给官府处置才是。不行不行！乌善像被火烧了尾巴似的跳了起来，厉声道，若是交给了官府处置，难道还让四妹妹出堂作证不成？而且窦家在真定，庞家在灵寿，如果交给官府处置，势必要去真定州去打官司，若是因此让四妹妹名声受损，还不如私了。窦德昌也反应过来，接着乌善的话道，不错，他们庞家怎什么东西，暴发户而已，绝不能让这只过街老鼠坏了四妹妹的名声。看来两位表弟对处理这样的纠纷没什么经验。吉勇笑望着窦德昌和乌善，说话的口气却流露出经验丰富、高两人一筹的优越感。窦家世代官宦，窦五爷又在吏部人侍郎，庞家一个白丁，凭什么和我们争？我们报了官，真定州的知府大人肯定会先把风声压下来，斟酌了窦五爷的意思再做决断。这样一来，我们既可以从人命案中脱身，
又可以和知府大人交好，我们毕竟是在知府大人的辖区，就算是没把他放眼里，这面子还是要给他的。至于窦家表妹的名声，我们只要一口咬定当时我们几个人在一起，难道他们还能硬生生地说窦家表妹是单独被劫匪掳走的不成？就算庞家想要栽赃陷害，难道我们不会辩驳吗？说的好像很有道理，可为什么听着就是有些不对劲呢？窦德昌和乌善点着头，两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狐疑，两人都想再仔细问问。吉勇已挥手道：你们听我的准没错，到时候我来给四妹妹作证。对呀，吉勇可是个举人，有纪勇作证，难道鲁知府还能不相信？两人在对身份的盲从中茫然地点了点头。那我们就这样说定了。吉勇说着，嘴角微翘，露出个愉悦的弧度，高声喊着随从王普：你拿了我的名帖去报官。窦德昌和乌善这才惊觉，他们还没有和大人商量这事呢。慢着！窦德昌脸色有些阴沉地大声喝道：季表哥，这件事关系到窦家的声誉，我看还是先跟长辈们说一声，再去报官也不迟。听我的准没有错。吉勇说话间已挥了挥手，那个叫王普恭敬地给窦德昌行了个一礼，立刻退了下去，根本没有给窦德昌继续说话的机会。我从前在家里时也曾帮家族处理过一些庶务，这关系到四妹妹的名声和窦家的声誉，我不会乱来的。说着，他开玩笑的道：若是真的出了什么事，不要说我祖父了，就是我姑姑都会揭了我的皮，你们就放心好了。真的吗？窦德昌和乌善怀疑地望着季勇，而因在心里抱怨了一通而平静下来的窦昭却惊讶地望着季勇。季勇要干什么？绕过家中的长辈，直接把这件事给捅破，让窦家为了自家的颜面不得不帮他收拾残局，让庞家就算搬出了王行仪也只能咽下这枚苦果，这本是他的打算。怎么季勇探好像知道他的心思似的？窦昭打量着吉勇，吉勇却对着他回头一笑，笑容温和，带着几分饱学之士的睿智，又带着几分小孩子天真的狡黠，茹毛语顿，怪异又那样的和谐，让人印象深刻。窦昭看不透季勇，吉勇却趁着须役们满头大汗的清点尸首、查看伤者的时候，低声问他：你是故意的吧？什么？窦昭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在等待官府来人的时候，他们已经将对外的说辞商量好了。窦德昌和乌善坚持要窦昭先走，有什么事由他们应对就行了。窦昭怕事情有变，把陈晓峰等人牵扯进来，坚持要留在现场，等官衙的勘状写好了再离开。看庞坤白那些随从的下场，陈晓峰等人肯定对庞坤白留了下手。庞坤白是死不了了，王家要是不帮庞坤白出面，他应当如何？王家要是帮庞坤白出面，他又应当如何？他去田庄的时间虽然有迹可循，却并不固定。听素心说，祖母一切安好，所谓的突然昏迷，不过是骗他出庄的荒话而已。是谁泄露了他的行踪？杜安与这件事有没有关系？王应雪知不知道庞家的打算？武伯父现在有没有能力和王行仪撕破脸？如果武伯父选择了继续隐忍，他怎么做才能把利益最大化？如果武伯父有能力抗衡王行仪，又会发生些什么？窦昭心里千头万绪，吉勇突然问他，他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季勇朝着他眨眼睛，若有所指地道：我说你是故意装作不认识庞坤白吧？原来是想问这个。窦昭眼也没眨一下，正色地道：他和我是姻亲，我若是认出他来，不管怎样也会留几分情面，怎么会一棍子把人打死？是吗？吉勇笑着，神色间明明白白的写着我不相信的，上上下下的打量着他，目光炯炯如夏日，仿佛能把人照得纤毫毕现。窦昭要不是两世为人，早就败下阵来。尽管如此，他还是感受到了芒刺在背的不安。有些事，就算彼此亲眼年见，宣之于言却是落人口实。窦昭打定主意，装聋作哑。季勇的神态却变得温和而谦逊起来。窦昭讶然，就听见背后传来乌善关切的声音：四妹妹，你怎么站在院子里面？夜深路重，你还是试到马车里歇会吧。今天的事你不必担心，我和12。他语气一顿，加上了季勇，还有建明会把这件事处理好的。马车里有点闷，我出来透透气。窦昭笑着转身，见乌善虽然和他说着话，目光却落在季勇的身上，眼底深入闪过一丝深深的戒备。他也感觉到季勇不可相信吗？窦昭思忖着，就看见季勇的随从护着一顶小轿匆匆朝这边走了过来，应该是大夫来了。季勇笑道，站在那里不动。乌善想了想，有些无奈地迎了上去。乌善还是太年轻啊。窦昭在心里感慨着，上了马车。素娟担心地问，陈护卫他们不会有事吧？会有什么事？
没等窦昭开口，素心已笑道：“陈大哥他们去灵寿县谭家庄给谭举人的父亲拜寿，因天色太晚，抄了小路，看到有人打劫，出手相助而已。难道到拔刀相助还做错了不成？”“是我错了。”素娟喃喃地道，面露愧色。“什么错不错的？”素心笑着挽了素娟的胳膊，“那是防着外人的，若是在家里，我们姐妹还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素娟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和素心靠得更近了。前世素娟也是这样的老实，所以窦昭让她管自己屋里的衣裳首饰，相拢库房。这一世有了素心，看样子她多了个能统管内宅的人，以后她就能少操些心了。窦昭满意的笑了笑，低声的问素心：“段大叔是什么人？”素心笑道：“段大叔上公下义，和陈大哥一起在郎家做护院。不过陈大哥是普通的护院，这段大叔却是领头的，身手很厉害的。那谭举人又是怎么一回事？”给谭举人的父亲拜寿的借口是段公义说的。灵寿县谭家庄的谭举人上旗下临，字云深，因与麒麟同音，又身形魁梧，性情豪爽，人送绰号做地龙。素心道：“谭家世居灵寿，据说家中子弟都有一身好功夫，前朝末年真定匪患连连，敢打劫谭家的人都有去无回，谭家庄很有名，江湖上的人路过真定都要往谭家庄投帖。后来天下太平，谭家庄渐渐名声不显，只有真定州的一些老派拳师才知道谭家庄。段大叔的祖上据说就是谭家庄出来的，他每年初一都会去谭家庄拜年，谭家老爷子做寿也给他下了帖子。”窦昭听得一愣一愣的，这谭家庄分明是以武传世的百年大族，他是真定的人，却从来没有听说过，可见有很多是未必重生的人就知道。窦昭想到了季勇，他以后到底会遇到什么事呢？马车外传来一阵喧哗声，素心将帘子撩开一道缝：“小姐，陈大叔，他的神色有怪异，他带着窦家的护卫，陪着三爷和秀三爷一起过来了。”窦昭微微一笑，他虽然有钱，每年却只能支出1000两银子，不要说1万现金，就是1万两银票他也没有，更不要说是陈曲水这个假账房先生了。他不相信窦家的人，所以让素兰带人去向陈曲水要那1万两的酬金。既然向陈曲水通风报信，也是想看看陈曲水的应变和办事的能力。现在三伯父和三堂兄出现在了这里，至少可以肯定那1万两银子的酬金有了着落。四妹妹呢？四妹妹呢？嘈杂鼎沸声中，三堂兄的声音显得格外的尖锐。素心撩了车帘：“秀三爷，我们小姐在这里。”秀三爷抖动着这几年越养越肥身体跑了过来：“你没事吧？”他擦着满头的汗水，行绸直多被汗水湿透，紧紧地贴在身上，露出身上一圈一圈的肥肉。是谁不长眼睛，竟然敢打劫窦家的人？怎么官府的人和季公子、乌公子、十二爷都在？窦昭只关心那1万两银票。他抬起头，就看见在了紧跟在三堂哥身后的陈曲水。陈曲水笑着朝他点了点头，示意一切顺利。窦昭松了口气，和季勇交头接耳了半晌的三伯父丢下季勇，满脸阴沉地走了过来。寿姑，他低声道：“你先回去，这里有我和你三堂兄就行了。”又惊又吓地忙活了半天，窦昭也觉得累了，反正这件事也不是一时半会就能解决的。他犹豫道：“只是我许诺给陈护卫他们的酬金。像陈晓峰这样的人，走正道就是护卫、镖师、教头；走歪道就是地痞流氓、闲帮打手，甚至是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既然已经许了1万两银子的酬金，又是从窦昭的钱，窦家犯不着为此而得罪人。我带过来了。”窦秀昌忙道，从怀里换出个黑漆描金的小匣子：“这是1万两银票。”他交给了陈曲水。窦昭道：“那就麻烦陈先生把银票交给陈护卫。”然后对窦氏榜道：“三伯父，陈护卫是行侠仗义，您是不是跟官府说一声，让他们先走？有什么事可以找我们窦家？”窦氏榜想了想，道：“也好，人多口杂的，先把这些走江湖的都打发走。”窦秀昌忙去和官衙交涉。窦昭招素拦上了马车，对窦氏榜道：“那我就先回去了。”目光却在陈曲水的身上停了停。陈曲水会意，等窦氏榜去安排护送窦昭的马车，他上前几步低声道：“等这边的事完了，我会和几位爷一起回窦家的。”窦昭点头，由吉勇的护卫护送的进了城。窦家另有管事在城门口等他，见到他的马车立刻迎了来，急急地道：“快去东府，太夫人还在等四小姐呢。”窦昭问素心：“崔姨奶奶知道我的事了吗？”“我只是抓着红姑问了一声，没敢跟她老人家碰面。”
素心道：红姑那里我也嘱咐了，只说你有事，太晚了，要在田庄过一夜，明天下午再回来。窦昭赞赏地看了素心一眼。马车咕噜噜，很快在东窦的二门口停下。柳妈妈和季氏身边的王嬷嬷都在二门口等，见了窦昭，纷纷上前拉着他的手打量，见他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神色自然，俱是齐齐地透了口长气，叠声催着他去见二太夫人。太夫人急得眼都红了，把三爷哭了个狗血淋头。三伯父管家，所以挨了骂，祖母和他住在一起，是长辈，恐怕也被骂了个狗血淋头吧。窦昭猜测着，说了声让他老人家担心了，和柳嬷嬷、王嬷嬷去了二太夫人那里。季氏正在太夫人门前失魂落魄地打着转，见到窦昭，一句话没说，先哭了起来。这是谁做的孽，要让你受这苦？菩萨什么不一道，把他给劈死。窦昭从来没有听到过季氏骂人，他顿时红了眼圈，喊了声六伯母，语气带着几分连他自己都诧异的委屈。季氏更是伤心，恨恨地道：庞家是个什么东西？以为攀上了王行仪，自己就是陕西巡抚了。说他们是暴发户，还抬举了他们，踩他们一脚，我都还嫌脏了脚的东西，竟然敢打你的主意。这次不好好收拾收拾他们，他们还以为我们窦家怕他们呢。说着，拉着他的手进了厅堂。看来大家都是明白人，一听说这是涉及到庞坤白，就知道庞家是什么打算。二太夫人阴着脸坐在临窗的大炕上，手里的沉香木念珠拔得噼噼直响。看见窦昭和季氏进来，他的脸又阴了几分，让了身边的锦物让他们坐下，沉声问窦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季氏听了，气得脸色发青，没等二太夫人开口，忍不住道：先前听三伯差了人回来报信，以为那庞坤白是个混人，所以想出这等的法子，竟然是想演出英雄救美的戏码，这分明是引诱两个字，他当着窦昭说不出口，道：分明是当欺负寿姑年纪小不懂事，要不是寿姑临危机变，岂不让庞家得逞了？说到这里，他这才惊觉二太夫人还没有说话，忙道：娘，这件事不能就这样算了，这太欺负人了。那庞坤白分明打着一箭双雕的好主意，从劫匪手里救下寿姑，借天色太晚留寿姑在田庄住一夜，然后借口为了寿姑的名节向窦家求亲。就算寿姑再不喜欢庞家，再不愿意嫁到庞家去，有了救命之恩，又有了借处一事的借口，寿姑也只好嫁过去。时间长了，有了孩子，庞坤白再小意服侍，寿姑自然会和他一心一意的过。到时候就算是窦家和赵家阻止，寿姑看在丈夫、孩子的面前，只怕也会把产业交给庞坤白打理，庞家也就能名正言顺地霸占寿姑的产业了。二太夫人脸色黑漆漆的，却道：你们怎么不先跟家里的人说一声就去报了官？当然是怕你们和王家私底下交易。窦昭对季勇说过的事情经过重新对二太夫人说了一遍，最后道：因出了人命案，季家表哥、12哥和乌四哥才决定报官的。你是说这件事与建明也有关？季氏瞪大了眼睛。反正季勇的背景深，窦家不敢随意得罪，不如帮窦德昌和乌善做挡箭牌。窦昭点了点头。季氏面露迥然。二太夫人有些意外，但如窦昭所料的，没再追问下去。窦昭现在装小姑娘，做出一副又惊又恐的样子，道：太夫人，我身边要不是有素心和素兰，要不是带了他们俩人出门，恐怕就回来不来了。你求太夫人一件事，请您无论如何也要答应我。说着拿了帕子擦着眼泪。如果是其他人这样冒犯窦家的人，二太夫人早就吩咐下去寻个里头丢到衙门里乱棍打死了。可涉及到王行仪，他有种把庞坤白就这样简单的就处置了，未免有些浪费的感觉。当初王映雪扶正条件之一，就是王家不得插手寿姑的婚事。庞坤白是王家的姻亲，就算王家想否认也不可能。他不由沉吟道：你说，求太夫人帮我查查，到底是谁泄露了我的行踪。窦昭把自己的怀疑告诉了二太夫人。二太夫人立刻答应了：就是你不提，我也会查的。这种出主求荣的东西，查到一个打一个，不管是谁的人都一样。他十分气愤地道：我还想多请几个护卫。窦昭道：我可是怕了，您都不知道庞坤白的随从身手有多厉害，要不然我怎么没认出他来呢？何况那庞家既然起了这样的心，难保其他人没有这样的心思，我可不想再遇到这样的事了。就算是威慑，我也想请几个高手护卫。二太夫人想到了乌家。行，他没有犹豫道：你到时候和你三伯父、三堂哥去商量这件事。窦昭起身向二太夫人道谢。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招兵买马了。柳嬷嬷进来禀道：三老爷那边有信过来。
看样子三伯父时刻将田庄发生的来报给二太夫人知道，难怪二太夫人很快就知道了事情的经过，让他进来说话。二太夫人道。一个12、13岁，看上十分机灵的小厮跑了进来，给二太夫人行了礼，禀道：太夫人，大夫说庞公子伤势严重，恐怕要送到真定州去医治才行。三老爷让我问您，是不是要通知庞家的人？通知他们。二太夫人果断地道，敲锣打鼓的让他们来领来，让真定州的人都知道他们生的这个儿子是个什么孽物。小厮飞奔着给窦氏榜报信去了。二夫人想着要尽快把这件事告诉儿子，打发了窦昭下去休息。太晚了，就在你六伯母屋里歇了吧，那边的事你不用担心，你三伯父自然会处理好的。窦昭也不想这个是时候回去吓着祖母，去了季氏那里。睡前季氏拉着窦昭的手，很仔细地询问着吉勇说过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句，显得有些紧张。窦昭不解，但还是不偏不倚地回答着季氏的话。季氏听了，表情松懈下来，吩咐丫鬟服侍窦昭洗漱，又在窦昭平时歇息的西厢房的内室里点了一炉安息香，让窦昭好好的休息休息，有什么话明天再说。或者是这炉香起了作用，或者是之前太过紧张，窦昭很快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季勇和窦德昌、乌善已经回来了，正要吃早餐。窦德昌和乌善顶着2个黑眼圈，一看就知道昨天晚上没有睡，而季勇却神采奕奕，容光焕发，好像刚从床上爬起来似的。他怎么这么好的精神？窦昭在心里嘀咕着。季氏向他说起之后的事来。庞家无论如何也不承认庞坤白打劫了你们，反说你们仗势欺人，把庞坤白打成了重伤。如今庞银楼护送庞坤白去了真定州求医，庞金楼去了京都，庞西楼则聘了胡举人做讼师，要和我们家打官司。说到这里，季氏冷冷地笑了一声，安抚窦昭道：邢老八还有个手下活着，那么个手下愿意过堂指证庞家，到时候我倒要看看那庞家还有什么话说。窦昭点了点头。打官司，那也要等窦世书和王行仪表明才行。他问：可查出来是谁泄露了我的行踪吗？还没有消息。季氏担忧地道：柳嬷嬷借口家里丢了东西，连夜带着人去了西府，怎么也得把这个人找出来才行，不然你处境堪忧。吉勇突然道：要不要我帮你查？没等窦昭说话，季氏已急急地道：建明，你是客人。吉勇不以为然道：我既然碰到了，怎么能不管？季氏的眉头紧紧地蹙了起来。窦昭忙打着圆场：多谢季家表哥了，柳嬷嬷既然已经过去了，还是让柳嬷嬷查查吧。若是柳嬷嬷今天一整天都没有查到什么，季家表哥再出手也不迟。吉勇点头，低了头，优雅地用着早膳。季氏好像很奇怪季勇的从善如流，有些奇怪地望了窦昭一眼。窦昭却想着陈曲水，一天一夜，不知道他能不能查些什么。他不想季勇插手这件事。用过午膳，窦昭打道回了西府。祖母还不知道这件事，但对柳嬷嬷过来盘查家里的仆妇有点不悦。毕竟西窦的事，就算是要查，也要等你回来再查才是。这也是怕时间拖久了失去了痕迹。窦昭安为了祖母办赏，出门就看见陈曲水站在门口。他朝着窦昭自信的一笑。窦昭知道他有所得，心中顿时一安。两人边走边说：报信的人是刘万，不过他已经死了。我查到杜安昨天在灵寿县一家叫平安的客栈歇脚，我已经让刘晓峰去请他了。柳嬷嬷要一个个的查，进展很慢，恐怕今天不会有什么结果。去京都又不经过灵寿，那我们就帮着柳嬷嬷指点指点迷津吧。窦昭笑道：这件事还是由二太夫人出面更好。行啊。陈曲水也很赞同道：我觉得小姐还是应该再多请几个身手高超的人当护卫才行，就怕有人再打您的主意。先生和我想到一块去了。窦昭笑着，把从此以后他每年可以领1万两银子的利钱告诉了陈曲水，不如请陈晓峰他们如何？他说了几个自己当时留意的人。陈先生笑道：四小姐的眼光真好，我这就去办这件事。很快，柳嬷嬷就从刘万的屋里搜出了50两雪花银。二太夫人很是不满，继续查，一定要把那个收买刘万的人给揪出来。晚上，陈晓峰把杜安带了回来。杜安见到窦昭浑身直打颤，嘴巴却闭得紧紧的，一副我不说你奈我何的模样。窦昭笑道：把人想办法交给二太夫人吧。杜安愣住道：你不审问我？我审问你，你会说吗？窦昭鄙视道：何况你说不说有什么区别？只要让二太夫人要相信你与这个事有关，王映雪与这件事有关就行了，你只管不说。杜安顿时傻了眼。
窦昭把杜安和选护卫的事交给了陈先生，以为自己可以轻松了，谁知道武伯父来信了。就在这时，武伯父来了信。他在信中说，非常的赞成乌窦两家的喜事，让二太夫人不要耿耿于怀，乌家门风清白，是正经的读书人家，窦昭嫁过去了不会有苦吃，并没有提到窦昭被劫持的事。很显然，2封信在路上错过了。二太夫人一时想不通，去了季氏地里诉苦。寿姑明明可以嫁得更好，为什么要嫁到乌家去？季氏人笑道，乌家的4少爷是我们亲眼看到长大的，为人敦厚朴实，总比嫁个陌生人好评多了。二太夫人叹了口气。有人困惑地道，窦昭要和庞家的4少爷定亲了多。季氏和二太夫人回头，就看见吉勇满脸诧异地站在门口。窦昭骇然，他以为窦家会先解决他和魏家的婚约，没想到他们就这样直接把魏家撇到了一边。嫁给乌善是谁的主意？他们不是一直想拿他的婚事做文章吗？怎么突然改变了卦？或者是乌松年的公职有了什么变化？窦昭问素心，这消息可靠吗？按道理，武伯父的书信不应该这样容易就打听到的。素心见窦昭听闻喜讯，既没有点头羞涩，也没有半点喜悦，表情一正，不解地望着窦昭，声音不由低了下去。这门亲事是乌太太亲自找的三奶奶，现在吴老爷也答应了，不离时，消息就传了出来。窦昭不由皱眉，是自己太大意了。从提前到许诺，应该有些日子，自己却一无所觉。他要找陈曲水商量这件事。窦昭起身，沉着脸去了书房。二太夫人也很不高兴，她向季氏地里诉苦，说什么危难之交，只要不是和王家亲近的人家就行了。可寿姑明明可以嫁得更好，为什么非要嫁到乌家去？武伯自有武伯的考虑，恐怕信中说不清楚。季氏知道的时候，脸上笑开了花，此时有些敷衍地应付着二太夫人。好在乌大人和乌太太品行高洁，乌家4少爷又是我们亲眼看着长大的，为人敦厚淳朴，和寿姑也算得上是青梅竹马，总比嫁个陌生人的好。而且武伯说的话也有道理，寿姑好歹嫁了个和我们家亲近的人，要是嫁了别人，难保不被王家给拉拢过去。二太夫人有嘴硬，寿姑从小就和王家的人不亲近，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几氏笑道，寿姑就算是在不喜欢王家的人，总不能忤逆丈夫吧？要不然庞家怎敢做出英雄救美事来？二太夫人沉默了良久，叹了口气，颇有些无奈地道，那你就去回乌家一声吧，趁着乌太太还没有回京都，把8字过了。屋里就响起个清朗的笑声，这是谁要定亲啊？不知道能不能讨杯喜酒喝。季氏和二太夫人回头，就看见季勇正笑吟吟地站在门口，事情既已如此，多说也没有用，反而让乌家知道了，心里不舒服，还以为自家瞧不起他们，平白让2家生气。二太夫人念头闪过，呵呵地笑道，是你4表妹和乌善，他们2个要定亲了。季勇愕然，脑子里立刻闪现出窦昭端庄飒爽的面孔和乌善温和无害的笑容，这2个人倒是很相配啊。不过相比这下，好像窦昭更像男孩子一些，而乌善更像女孩子一些。他想到当自己赶到田庄时看到的那满地呻吟的男子和面目全非的庞坤白，不知道窦昭和乌善在一起的时候是怎样一副景象。吉勇越想越觉得有趣，他问二太夫人，他们什么时候定亲？要不要我帮着关什么东西？我记得我姐姐出嫁的时候，就让我帮她搬的嫁妆，3天回门，也是我去接的。声音里隐透着一丝掩饰不住的兴奋。虽说已经是个举人了，可到底是小孩子，一听有热闹就有点按捺不住。二太夫人看着，眼神柔和了几分，笑道，那是迎娶和回门，现在他们只是对8字，暂时没什么让你帮忙的。你要是有心，过2年来真定喝他们的喜酒。寿姑还没有弟弟，到时候你这个做哥哥的帮着搬嫁妆也是一样。好啊好啊，吉勇高兴地道，到时候太夫人别忘了给我们家下个帖子，我人不管在哪里，一准赶过来。一定一定。二太夫人笑着，2人闲聊了半天，太夫人渐渐接受了窦昭即将嫁给乌善的事，心情好了很多，留在季氏这里用了晚膳才回去。窦昭约了乌善明天早上在季氏的院子里见面，他想要交换更帖之前好好跟乌善谈谈，若是能和乌善好说好散最好，若是不能，只好用些强硬手段。他实在不想让乌善恨他。陈曲水则劝窦昭，小姐还是三思而后行，乌公子这人实在是不错，如果能成就一番良缘，也未必不是件好事，至少乌善不会影响窦昭的决断。窦昭苦笑，
我实在是不想再陪着一个男孩子成长了，而且还不知道长大之后他会变成什么样子。陈曲水不懂，窦昭也不解释，翌日做了寻常的打扮，去给祖母问安。祖母可能也听说了这件事，笑盈盈的不住地打量他，还道：我们寿姑成大姑娘了，真是越长越漂亮。然后让红姑拿了个红漆描金的匣子给她，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套头面，现在送给你。窦昭暗暗在心里着急，还好自己快刀斩乱麻的约了乌善，这样是再拖几天，局面恐怕就不好收拾了。他装作不知道的样子，笑嘻嘻地问祖母为什么要送东西他，又做出一副非常喜欢的样子，将那套赤金镶着南珠的头面收了，还道：送给我了就是我的，您可不能后悔啊。祖母非常的高兴，笑得合不拢嘴。窦昭这才去了六伯母那里，他前几年就住在这里，即使到今天还将他曾经居住过的西厢房保持着原来的样，直到今他偶尔也会在这里过夜，这里就像他的第二个家似的。没有人诧异他的到来，和季氏聊了半天花草，又陪着季氏檐前屋后走了一圈。乌善过来了，窦昭大大方方要乌善帮他画幅扇面，就像上次你帮三堂嫂画的那幅一样。乌善红着脸看了眼季氏，季氏笑道：去吧去吧，慧根他们的书房有现成的笔墨。乌善敬意应是，去了窦正昌的书房。窦昭像从前一样跟过去瞧，季氏坐在炕上算着这几个月的账。彩叔低声道：您看要不要派个人跟过去？不用。季氏头也没抬，道：那样反而着了墨迹，不好。彩叔笑着应是，抬头却看见东厢房南面做书房的房间窗棂大开，不管是正房、厢房还是从院子中经过的人，都可以看见正埋头作画的乌善和在一旁帮乌善磨墨的窦昭。他们的神色是那样的坦荡，举止是那样的磊落，彩叔想到自己刚才说的话，顿时羞红了脸。季氏抬头看见书房里的两个，暗暗点头，笑着低下头去，继续算着他的账。来给季氏问的季勇啧了两声，两小无猜，青梅竹马，一个温文尔雅，一个英姿爽朗，看上去倒挺像那么回事的。他进了正房，给季氏请过安，笑着指了指书房的两个人道：姑姑你也不管管，君子当坦坦，小人长戚戚。季氏佯作不悦的样子训斥着他，他们光明正大的，我为什么要管？算了算了，横竖总是我的不对。吉勇说着摸了摸鼻子，笑着站在了季氏的身后，帮季氏捏着肩膀：姑姑您就这么看好四表妹和乌善啊？我瞧着那乌善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居家过日子比这些做什么？季氏不以为然地道：要紧的是适合我看寿姑和乌善就挺合适。吉勇点头，眼睛珠子却咕噜噜直转。那边窦昭正和乌善说着话，婚事我听说了，只是我不想这么早就嫁人。原来他知道了。乌善的脸火辣辣的，耳朵嗡嗡作响，只隐约听到什么不想早嫁人的话，忙慌慌张张的地道：我也不想那么早，我要参加乡试，贵榜提名了再，我不会委屈你的，你放心好了，你在家里多待几年，等想的时候再。她期期爱爱的，平时那样坦然的一个人，扭捏得像个小姑娘，让窦昭一阵不忍，原本想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中，半晌才硬起心肠低声道：我有婚约的。啊！乌善张大了嘴。窦昭道：我的事你应该听说过，我娘亲去世的时候曾给我定下一门亲事，信物还在我舅舅手里，但我伯父他们好像不满意这桩婚事，一直也没有和那家人走动，但我心里却惦记着这件事，我不能嫁给你。乌善脸上的红润一点点的褪去，最后变得和纸一样苍白，手里的笔啪的一下落在了扇面上，刚刚画好的一束球眉霎时留下了黑黑的一团墨迹。乌四哥，窦昭真诚地道：我把我当哥哥一样，以后的嫂子一定比我会贤惠100倍的。他干巴巴地安慰着乌善。乌善垂下了眼睛，一动不动，像个泥塑。窦昭在心里叹了口气，道：我先走了，乌四哥以后保重。你等等。就在他即将踩出门槛的时候，乌善声音嘶哑地道：要是那家人一直没来提亲，我等着你。乌善是他两世为人遇到过对他最温和的人，如果没有上一世的经验，他会义无反顾地嫁给乌善吧。可惜他的心已千疮百孔，这样轻柔如粉色的情谊他欣赏，却没办法冲动。窦昭轻轻地摇了摇头，道：乌四哥，多谢你，我已经决定了，不会再更改。乌善闻言身子一晃，扑通一声跌坐在了身后太师椅上。窦昭径直出了书房。窦昭从窦正昌的书房走出来，迎面碰到了季勇。他笑着问窦昭：怎么要走了？也不多待一会。说着眼角轻抬，朝书房瞥了一眼。
非礼勿视，非礼非听。这个人怎么这么喜欢窥人隐私？他的书都读到哪里去了？还是举人呢？窦昭心中不悦，淡淡的朝着点了点头，去了记事屋里。吉勇回头就看见乌善面色苍白的坐在那里，呆若泥塑。他喊了乌善一声，乌善却啪地一声关上书房的窗扇。吉勇皱了皱眉，想了想，跟着吉勇进了记事的屋子。窦昭正在向记事告辞，记事拉了他手，笑得十分慈爱。以后有空就来陪六伯母坐坐，好像以后看不到他了似的。窦昭心里涌起一股的愧疚，六伯母待他如母，他却辜负了六伯母的好意，只怕到时候要吵得你赶人。他和六伯母开着玩笑，季勇却笑吟吟地问他，不是说求了乌善帮着画扇面吗？扇面呢？他上下打量着他，不会是乌善不会画吧？要不要我帮你画一幅？我画画也还可以，师从江南名士周六一呢。窦昭只觉得头痛，看在六伯母的份上，却不好把话说得太僵硬，笑道，乌四哥说他画好了，让小厮送到西府去。是吗？吉勇还要说什么，既是以语带警告地喊了他一声，建明，你不是说过2天要去泰山看日出吗？东西都收拾好了没有？还有什么没带的？吉勇撇了撇嘴，不再说什么。窦昭看见季氏脸掠过些许的无奈，他忙站起身来，六伯母，那我先回去了。您要的茉莉花，黄昏的时候我让他们给您送过来，麻烦受姑了。季氏笑着，让身边的大丫鬟彩书送了窦昭出门，然后忍不住对吉勇道，祖父是怎么对你说的？让你少说多看，你可不要让祖父伤心才是。吉勇闻言嘟囔了声我知道了，但还是忍不住道，您不觉得那个乌善没有一点风度气质，根本就配不上受姑吗？这是谁做的媒啊？简直是乱琴弹吗？季氏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你胡说些什么？人家配不配得上，与你有什么关系？吉勇没有吭声。季氏表情缓和下来，柔声道，有时候事情不能看表面，你不要急着下结论。吉勇哦了一声，恭敬的季氏行了个礼，退了下去。季氏望着侄儿轻松般挺拔的身影，长长的叹了口气。窦昭这边则吩咐素兰，你这几天多往东府走走，一旦听到什么消息，就立刻来告诉我。素兰人小鬼大，十分的机灵，从前他不方便在东府安插自己的人，有了素兰，消息灵通多了。素心犹豫道，小姐，您这样要不要和崔姨奶奶商量商量，或者是和京都的七老爷商量商量也行啊。他也觉得乌家是门好亲事。窦昭只好找了个借口道，乌家和我五伯父的关系密切，而我五伯父却想着拜相入阁，要和王行一争。我只想安安逸逸的过日子，不想掺和到这里面去。素兰歪着脑袋，可是如果吴老爷能赢呢？外面的演绎都说有从龙之功就能做宰相，我们这个时候帮了吴老爷，吴老爷以后肯定会对小姐很好的。没等他把话说完，就被姐姐素心在头上敲了一下。要是吴老爷输了呢？我们不想别人的，别人也不想我们的。就像小姐说的，我们谁也不帮，踏踏实实的过自己的日子。再说这种投机取巧的话，小心我罚你站桩。素兰吐着舌头抱住了窦昭的胳膊。窦昭想到了女儿英姐儿被责怪的时候也这样抱着她的胳膊撇着娇，不由笑起来，揽了素兰的肩膀。素心嗔道，小姐，都是您把她给惯坏了。笑意却一直从眼睛里溢到了嘴角。窦昭哈哈的笑，突然发现自己竟然记不清楚儿女的五官了，记忆深处只有一个人或娇憨或恭谨的模样。他望着窗外，眼泪猝然而至。素兰和素心面面相觑，素兰更是缩了缩身子。窦昭擦着眼泪，没事没事，就是想起从前的一些事来。素兰就从怀里掏出个小小的荷包，拿了一块桂花糕出来，小心翼翼地道，小姐，这是姐姐买给我的，我想爹爹的时候吃块糕就好了，你也吃一块，就不会想从前的那些事了。窦昭含着眼泪放了一块桂花糕在嘴里，笑道，真好吃。素兰笑了起来，笑容像阳光般的灿烂，驱散了她心底的阴霾。素心则侧过脸去，抹了抹眼角的水光。窦昭打起精神来，道，我们去找陈先生去，我让他把陈晓峰和段公义请来给我做护院，也不知道他办得怎样了。这身边没几个人，出门总是有点不放心。还有那1万两银子的利钱也得早点要到手，免得到时候把人请来了没银子安置他们。素兰啧舌，还给银子？小姐不是给了他们一大笔酬金吗？那是那，这是这，怎么一样？3个人说说笑笑的回了东府。祖母正在整饰龙香，翻翻这个也摇头，翻翻那个也摇头。窦昭笑着问他，
您这是要做秋衣还是做冬衣？红姑在一旁抿了嘴笑。窦昭突然明白过来，祖母这是在给他准备添香的东西。他额头冒出细细的汗来，拉了祖母就去了外面的厅堂。祖母呵呵的笑，吩咐他，你帮我给你父亲写封信，让他想从江南找几个裁缝和绣娘过来，我们好好的做几件衣裳穿。不用这么大的阵势吧？看着祖母兴致勃勃的样子，窦昭还是应了，就当是逗他老人家高兴好了。祖母就和他说起哪家铺子的鞋子好，哪家铺子的甲基好，也不知道他老人家是从哪里打听来的，却让窦昭心里充满了浓浓的暖意。这样说了大约2展弓的功夫，甘露进来禀道，陈先生请小姐去趟书房。那你快去吧。祖母忙道，只怕是铺子里有什么事，应该是为了请护卫的事。窦昭也不点破，去了书房。陈曲水果然是为这件事找他，陈晓峰等人都是二话没说就同意了，不过都提出要做完这个月，等到东家找到了人才能来。只有段公义说这2天就可以过来了。我就打听了一下，说是当初段公义去郎家做护卫，是郎家的老太爷请过去的。后来郎家的老太爷去世了，郎家现在的当家人就觉得段公义的利钱有点高，几次想减下来，因碍着他是服侍过老太爷的人，不好开这个口。段公义早就想走了，只是他有个老娘瘫痪在床，既要他服侍，也要钱用药，他找不到比郎家护院更好的差事了，不敢开这口。我去找他，他大松了口气，主动提出来比郎家少拿5两银子。我看着他是个来了就能上手的，比郎家多开了5两银子，他无论如何也不肯要。窦昭沉吟道，他家里还有些什么人？他娘子前几年过世了。陈曲水道，没留下一儿半女的，这几年老娘的病花光的积蓄一直没取，那就买个丫鬟去服侍他老娘。窦昭道，这丫鬟的月例由我们出。陈曲水笑着应了。窦昭又问起案情的进展，庞西楼要和窦家打官司，鲁大人接了状纸没有？接了。陈曲水笑道，不仅接了状纸，还留庞西楼在后衙喝了顿酒，劝庞西楼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个庞西楼也好笑，听了鲁大人话，竟然说不是自己要打官司，是他二哥要他帮着打官司，让鲁大人不要生气。庞家的人比他想象的还要有意思。窦昭扑哧一声笑，拖了陈曲水，这件事就麻烦您帮着多留意了。陈曲笑着应了。接下来的几天，他给新来的护卫安排住的地方，打听庞坤白的病情，探听京都那边的反应，忙得不团团转。吉勇定下了去泰山的日子，挨着房头向窦家的人辞行，自然少不了和他同样住在窦家客房的乌太太那里。乌太太满面笑容地留了季勇喝茶，季勇也不客气，坐在了乌太太下手，问道，这几天怎么没有看见乌贤弟？他住在东府东边的客房，乌善跟母亲和妹妹一起住在西边的客房。乌太太笑道，我们过2天要启程去京都了，或是怕他父亲考他的功课，他这几天一直关在屋子里用功，挑灯学到半夜，谁也不让打扰。今天要不是纸哥，只怕是敲不开他的门，他和纸哥出去了，说是有几个同窗要给他送行。吉勇听了笑道，也不怪乌贤弟的人缘好，他倒是个豪爽的性子，那天要不是他，我们还找不到那个田庄呢。乌太太一愣，问，什么田庄？吉勇笑容微滞，但很快就恢复过来，笑道，哦，我们那天一起出去玩，迷了路，是乌贤弟帮着认的路。然后端起茶盅，像要掩饰什么似的，大口的喝了几口茶。乌太太心中生疑，送走季勇后，找了乌善身边的小厮盘问。小厮虽然得了乌善的叮嘱，但他不敢瞒着乌太太，很快就将窦昭被劫持细节如同倒豆子般的全交代了。乌太太闻言脸色大变，反复问那小厮，你们去的时候，那个庞坤白已经被打得半死，而四小姐却毫发未伤，身边还满是面生的护卫。小厮发誓，太太，我不敢骗您，我若是有一句假话，天打雷劈，不得好死。乌太太做了个不要再说的手势，低声吩咐小厮，以后不许再提这件事，否则乱棍打死。小厮打了个寒战，连连点头，连滚带爬的出了厅堂。原本定于6月底启程的乌太太将行程提前了几天。二奶奶给婶婶送行，提及乌善和窦昭的婚事，您看我怎么跟太夫人说好？当初是乌太太主动提的这门亲事，现在窦家答应了，按道理乌太太在离开真定之前应该把这件事定下来，不交换更贴，至少也要有句话。乌太太淡淡地道，当时也不过是问一问，这件事还得我们老爷同意才行。二奶奶愕然，乌太太回避般的垂下了眼睑，低头喝了口茶。二奶奶顿时气得脸色发紫，她虽然是乌家的姑娘，可更是窦家的媳妇。
当初他这个婶婶一片诚意，他这才去二太夫人面前讨了这个好，他婶婶却变了卦，这让他以后如何在窦家立足？婶婶，我们也不是外人。二奶奶半晌才强压下心中的怒火，哑声道：您有什么话直接跟我说，我总得给太夫人我婆婆一个交代才是。您大概还不知道吧？寿姑名下有西窦一半财产的陪嫁，不知道有多少人家盯着呢。要不是乌家和窦家是姻亲，要不是叔叔和五叔父是至交好友，窦家未必答应这门亲事。乌太太听得一愣，窦昭名下有西窦一半财产的陪嫁，难怪气焰如此的嚣张，敢把庞坤白要得半死了。这样的女子，那就更不能让她进门了，不然以后谁管得住？说不定还会背上个贪图媳妇陪嫁的名声。她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不满道：你叔叔和我是什么人？难道你不知道？窦四小姐有那多的陪嫁，您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难道是怕我贪她的陪嫁不成？还好你今天把这件事说出来了，要是等到两家过礼，我们乌家出得起聘礼吗？你这哪里是在做媒，你这是在丢你娘家人的脸。我实话告诉你吧，你们家的这位四小姐不过是被人打劫就把人往死里打，还是姻亲呢。这样的人我儿子可消受不起，我还怕哪天得罪了她，她连我这个做婆婆都不放过呢。二奶奶不知道细节，闻言非常的诧异，但还是强辩道：婶婶怎么这样说话？四妹妹和12叔他们被人打劫不反抗，难道还把脑袋伸过去给别人砍不成？乌太太只当她是为着婆家说话，冷冷地道：我也没说不让她反抗，可总有个底线吧。她一个女子，明明已占了优势，还得理不饶人。她正说着，竹帘哐当一声响，乌扇面如金纸的从外面走了进来。娘亲，四妹妹不是那样的人，不过几天的功夫，她眼窝深陷，如枯草似的，早没有了从前的熠熠神采。打庞坤白是我们几个的主意，他为人太猥琐，不教训教训他，我们实在是不甘心。你不是在看吗？跑出来做什么？乌太太看着儿子，目光前所未有的严厉。我正和你堂姐说话，这里有你插嘴的地方吗？你跟谁学的？一点规矩也不懂，还不快回房去。说着高声喊着毕嬷嬷，你们是怎么服侍少爷的？怎么让他到处乱跑？婶婶分明是指桑骂槐。二奶奶脸色大变，乌善也忍不住高声喊了声娘亲，道：您用不着责怪毕嬷嬷，全是我的错，我这就回房读书去。他说着并没有立刻就回房，而是踌躇片刻，突然扑通一声跪在了母亲的面前。娘亲，他眼角眉梢流露出异色，哀哀的求着乌太太，您就答应了我和四妹妹的婚事吧，我求您了。说着咚咚咚的给母亲磕起头来。乌太太和二奶奶都勃然变色，乌太太更是大声喝道：乌善，你要做什么？她要做什么？她不过是不死心罢了。四妹妹不是要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吗？如果窦家答应了他们的媒事，就算那家人来提亲，她也可以争取吧。乌善眼角模糊，不停地磕着头，好像只有这样，心里的痛才会少一点。二奶奶轻轻地叹了口气，上前去携乌善：你快起来。乌善却像抓住根救命的稻草似的抓住了二奶奶的衣袖。堂姐，您就帮帮我吧。她的话音未落，啪地一声，脸上被母亲狠狠地扇了一掌。男子汉大丈夫，跪天跪地跪君亲师，你竟然为了一个女人给你母亲和堂姐下跪，你还是不是个男人？给我起来。说着胡乱地拉着乌善。乌善一声不吭，目不转睛地望着二奶奶。二奶奶不忍看他的眼神，别过脸去，低声道：事已至此，就算四妹妹嫁过来，你觉得合适吗？乌善听着，眼神顿时一暗，全身的力气像被抽光了似的，呆呆地被母亲拉了起来。二奶奶不想再趟这趟浑水，起身告辞。不过半个时间，西客房发生的事就传到了季氏的耳朵里。他勃然大怒，道：乌家想干什么？以为我们窦家是他乌家下饭的一碗菜吗？想怎样就怎样，这件事我要去太夫人那里问个清楚才是。二太夫也很生气，正歪在炕上闭目养神，有柳嬷嬷用美人捶给他捶着腿，强扭的瓜不甜，不成也好。他劝着季氏，眼睛却寒光四射，刚才还把子君的媳妇臭骂了一顿，可那有什么用啊？乌太太既然瞧不起寿姑，寿姑就是嫁过去恐怕也讨不了什么好。你若有心，以后帮她多多留意，给她找门比乌家更好的亲事才是。季氏看着二太夫人眸中不时闪过的清冷，知道二太夫人这是恨上了乌太太，10之8九以后会找乌太太的麻烦，虽不再说什么，起身告退。想到前两崔姨奶奶还派人来问他能不能帮着从江南找2个绣娘来给窦昭绣嫁衣，他心里一阵楚酸，
吩咐采书，让人备车，我要去趟西府。窦昭也已得了消息，他以为是乌善在乌太太面前说了些什么，松了口气的同时，心里莫名的掠过一阵淡淡的怅然，但他很快就把这丝怅然抛到了脑后，和陈曲水说着刚刚得到了的消息。二太夫人已经认定杜安是受了王映雪的指使了。是啊，陈曲水笑道，三老爷不仅给吴老爷写了封信，还给令尊也定赶封信，刚刚派人快马加鞭赶往了京都。窦昭沉吟道，以我武伯父的为人，肯定会抓住这件事向王行仪发难。王行仪这几年虽然战功赫赫，但将在外，虽然君命有所不受，可这军饷粮草、抚恤行赏之事却少不了6部的堂官。武伯父在京都经营多年，根深蒂固，这个时候王行仪绝不敢和武伯父翻脸。如果我是他，肯定会低头认错，许诺武伯父些什么。他说着笑了起来，我担惊受怕的，好事总不能让武伯父一个人都得了吧。肉我们估计是吃不上的，可未必就没有汤喝，不如让庞家赔我们1万两银子算了，不，2万两银子吧。为了庞坤白，我可是拿出了1万两银悬赏，反正庞家的人走出去个个趾高气扬的，脑门顶上像写着我有银子似的，那我们就好好的敲他一笔好了。陈曲水呵呵的笑。窦昭吩咐素心，帮我磨磨，我要写封信给我父亲，这种事让他去跟武伯父开口最好不过了。素心笑盈盈的帮窦昭铺好了笔墨纸砚。窦昭给父亲写了信，然后说些段公益的事来。我已经跟三伯父说过了，以后段老太太需要什么药材，就让服侍她的丫鬟到窦家的生药铺子里去拿，记在我的账上就行了。昨天段公益正式成为窦家的一名护院。陈曲水笑着点头，如此甚好。窦昭又问了问笔墨铺子的生意，这才回了内院。祖母的眼睛红红的，好像哭过了似的，看他的目光也不时闪现出些许的怜悯。窦昭暗暗称奇，出了东快院，他问甘露，到底怎么一回事？甘露低着头喃喃地道，是六太太来过了，说乌家明天就启程回京都。这么说来，祖母是为他的婚事不成而伤心了。窦昭颇为无奈地吁了口气。乌善走的那天，下了一阵小雨，雨湿漉漉得把树叶冲洗得格外碧绿。窦昭在花房里给冬青树剪了一天的枝叶，直到傍晚窦德昌来拜他。乌四说，你曾托他画过一副扇面，让我帮他送过来。他洗了手，让素心把扇面收进了香笼。窦德昌惘然地道，你不看看画的是什么吗？画的是什么有什么关系？窦昭用帕子仔细地擦着手，淡淡地道，还是收起来的好。窦德昌默然。没几日，吉勇从泰山回来，听说乌善走了，他摇着扇子哈哈地笑了2声，吩咐随从备车，他要去西府。季氏紧张地拦着他，你要去干什么？吉勇睁大了眼睛，我给四妹妹带了一只成了形的何首乌，这也不行。季氏迥然地讪笑。吉勇扬长而去。见到窦昭问他，听说你和乌善的婚事告吹了，你也不用伤心，他这种人软绵绵的，实在是没什么意思，你以后一定能遇到更好的。我正好寻了只何首乌送你，你补补头发。他这是在安慰自己还是在打击自己？窦昭听了气得脑门直抽，咬着牙道，季家表哥是不是听错了？我怎么不知道自己和乌四哥定过亲？季勇张大了嘴巴，半天才闭上。窦昭觉得心里好受多了。到了6月中旬，庞坤白打劫的事终于有了一个结果。原本庞玉楼还想为侄儿说2句好话的，因为杜安的缘故，他和王映雪坐实教唆之名。王许氏自然不会承认这件事与王映雪有关，错的都是儿媳妇，他女儿不过是被骗而已，要休了庞玉楼。王之韶带着2个儿王谭、王山跪在王许氏的屋前为妻子求情，王许氏这才改了口，让庞玉楼在自己面前立规矩。庞玉楼一句话也不敢说，每天殷勤地服侍着婆婆，只盼着把这阵风头过了再说，哪里还敢提庞坤白一句。窦世英怒不可遏，他丢了一本女诫给王映雪，让她在屋里抄录，什么时候抄完了1000本，什么时候才能出房，然后将内宅的事务交给了高升的媳妇打理，变相是剥夺了王映雪管家的权利，并选了日子，准备把王映雪送回真定老家，交由二太夫人管束。许王氏大惊失色，王映雪膝下无子，是他的一块心病。如果王映雪被送回了真定，以王映雪的年纪，那岂不是一辈子都不可能再有儿子了？他亲自向窦世英求情，窦世英不为所动，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强硬。王许是没有办法去求窦世书。窦世书笑道，这是七弟的家务事，我一个做哥哥的实在不好插手，却又向王许是暗示，不要说是我了，就是寿姑给七弟妹求情，说只要庞家赔2万两银子就算了，
七叔都不予理会。王许是眼睛一亮，回去后就逼着庞家赔窦昭2万两银子。庞家哪里拿得出这笔银子？王许是冷笑，那就把你们家姑娘领回去，这样败家的东西我们家可供不起。庞玉楼气得跳脚，派了梯级的管事去游说3个哥哥，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没了王家这棵大树，我们就是有再多的银子也保不住。庞金楼怂恿庞父，家里的祖产自然是不能变卖的。2弟酒楼、茶馆，3弟的钱庄、当铺，怎么也值个2万两银子，若还不够，把我们家的杂货铺做抵押，再借些银子，有了杂货铺，那些才敢借银子给我们，我们还有东山再起的本钱。杂货铺子是庞金楼的产业。庞父不住的点头，也不管庞银楼和庞西楼同意不同意，直接找人盘了出去，凑了2万两银子，送到了西窦。庞银楼和庞西楼踢了庞金楼家的大门，追着他打。庞继修的妻子陈氏抱着肘在一旁嘿嘿的看戏。庞继修气急败坏，朝着陈氏吼道：你还不敢帮着把2叔和3叔拉开？要是我爹有个3长2短的，我立刻休了你。陈氏根本不怕，庞继修每天不说2遍休妻就不痛快。他拖着庞继修衣领回了屋。就庞坤白做的那点事，窦家没有把他打死，已是手下留情了。你还想让我帮你们打架，想得美。陈氏不耻地道，喊了丫鬟收拾香笼，你和我回娘家去住几天，等这件事了再回来。庞继修拂袖而去，却被陈氏一把抓住了他的后衣领，将他从门边拎到了堂屋中间。我和你说正经的，你要听进去才行。陈氏板了脸，一双铜铃似的大眼睛透着凶光，立刻跟我回娘家去住几天。我娘有些日子没见到你了，说挺想女婿的，打又打不过，骂人家不在乎。庞继修直跺脚。陈氏嘻嘻的笑，挟持着庞继修出了房门。庞银楼的老婆正躲在前院蹬仰窝。庞金楼，你这个王八蛋，你挑唆着爹把我们家的铺子卖了，我们拿什么给坤白看病啊？可怜我的坤白像个活死人一样了。庞继修急了，指着庞银楼的老婆道：你看，有什么看的？陈氏头也不回的往外走，死了就死了，他这种人活着也是占着茅坑不拉屎，白占地方。庞继修气得说不出话来。陈氏抬手将他塞进了马车里，他的丫鬟跳上车辕，扬着鞭，马车轱辘辘地驶出了庞家。窦昭自然是不愿意王映雪回来的，眼不见心不烦，他让素心给庞家的人传话，这2万两银子是赔给我们的，若是想让我在父亲面前帮他说好话，让他们再拿5000两银子来。庞家叫苦连连，却不敢不应，找放印子的拿了5000两银子送过来。窦昭写了封信给父亲，说内宅没有女主人会惹人说闲话，既然现在是高升家的主持钟馗，还是把王映雪留在身边，以后让他少在亲戚间走动就是了。而且自己实在是不想和王映雪共在一个屋檐下。窦世英却是铁了心把王映雪晾起来，他同意将她留在京都，却提出让窦明回真定，由窦昭管教。窦昭不答应，窦世英直接将人送了回来。10岁的窦明眉目清婉，身材纤细，已隐隐露出几分身弱腐柳般的软弱。只是此刻他雪白的小脸绷得紧紧的，大大的杏眼中仿佛有团火在烧，像朵带刺的玫瑰，而不是临水而开的水仙。你别以为我喜欢你回来。窦昭坐在正房厅堂的太师椅上，淡淡地道，你要怨就怨庞家好了，用不着冲着我发脾气。然后指了指栖霞院的方向，你以后住在西跨院，我把杜宁拔给你使唤，你想什么折腾都行，只要不闯到我正院和打扰到东跨院的崔姨奶奶就行了。说完，他站起身来，走吧，我带你去给崔姨奶奶问安。姐姐冷漠的眼神，从容的举止，还有那种事事尽在掌握中的绝对自信，让窦明霎间有种回到了小时候的感觉，让他不敢乱动的同时，也生出噬心的记恨。你凭什么指使我？他忍不住捏着拳头尖叫，口不择言地道，她不过是个姨娘罢了，你休想我去给一个姨娘问安。窦昭站定，冷冷地看着他，一言不发。一个嬷嬷打扮的妇人忙上前捂了窦明的嘴，四小姐，您不要见怪，五小姐这是气糊涂了。不，她不是气您，是气老爷。他额头上冒出细细的汗来。窦昭认得他，前世他是窦明去京都之后，王许氏给他找的管房嬷嬷，姓周，和许家有点拐弯抹角的亲戚。他对窦明很忠心，把窦明屋里的事管理妥妥帖帖的。没想到今生又见面了。他笑了笑，对在周嬷嬷怀里挣扎的窦明道，你不要自取其辱，这一次我只罚你花厅里跪半个时辰，如果还有下一次，我就让你北楼祠堂的院子里跪2个时辰。
你要是不相信，就试试看。窦明瞪着他。窦昭吩咐周嬷嬷，你把他放开，这可不是王府，这里是窦家，上有伯祖母，下有侄女，我如果不教训他，他这样张牙舞爪，只会坏了自己的名声，把自己弄得无人理会。周嬷嬷连连点头。窦昭就听见他低声地劝了窦明一句好汉不吃眼前亏，慢慢地松了手。窦明果然不再作声。窦昭和他去了祖母那里，都是他的孙女。祖母看见窦明很高兴，拉着他的手不住地问他路上吃得好不好，睡得好不好，让红姑把屋子里好吃的东西都搬出来给窦明吃。窦明压根就不喜欢窦家，更瞧不上祖母的吃食，可看见窦明笑盈盈地站在一旁，却目露威慑，他勉强地敷衍着祖母。祖母看着，在心里暗暗叹了口气，让窦明回去休息之后，对窦昭道：你父亲把他送回来，多半是不想王氏把他养歪了，有些事你这个做姐姐还要多多担待才是。又劝他，今生是姐妹，来世未必是姐妹，这也是你们的缘分。窦昭很想说他已经和窦明做了两世的姐妹了，但他不想祖母担心，还是恭敬的应诺。祖母就笑着抱了抱窦昭，道：我知道我们寿姑是个大度明理的好孩子，他也这么觉得，要不然他刚才说话就不会那么客气了。念头闪过，他哈哈地笑起来，心情突然好了起来。回到屋里，窦昭把家里的大小管事都叫到了花厅，把家里的人事重新分配了一下。家里的灶上的、浆洗房的、马房、轿房，甚至是职业的婆子，全都一分为三。东跨院的人服侍崔姨奶奶，正院的人服侍她，西跨院的人服侍窦明。东跨院和正院的人由高兴管，西跨院由周嬷嬷管，包括宫中的开支也是如此划分的。周嬷嬷非常的惊讶，犹豫地喊了声四小姐，就被窦明挡住了话题。你是祖母给我的人，有什么担当不起的？然后又对窦明道，算你识相。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和窦昭说话。满屋子的仆妇都露出惊恐地低下了头，一时间屋子里落针可闻。窦昭端起茶盅，用盖碗轻轻地扶着浮在茶盅上面的茶叶，手上的翡翠镯子叮叮作响，如同敲打在人心上的肋骨，气氛压抑而沉重。窦明，你的膝盖疼不疼？窦昭轻声问他，你是不是还能跪半个时辰？窦明脸上闪过一丝狼狈之色。给祖母请过问后，窦昭就让他去花厅里罚跪，他不以为然，却被窦昭身边的一个丫鬟强拽到了花厅里，跪了半个时辰，他到现在膝盖还隐隐作痛。窦明，窦昭道，我把你当妹妹，让家里的仆妇把你当小姐，可你若是不尊重这份尊重，我也可以把你当成是陌生人，家里的仆妇也不必敬着你了。窦明望了窦昭身后的素心一眼，噤若寒蝉。窦昭私底下摇头，以后还不知道要给他收拾多少烂摊子呢。这样的话，素心自然是不敢搭腔的。他服侍窦昭换了件衣裳，然后和窦明一起去了二太夫人那里。二太夫人看见窦明，只是淡淡的说了句来了。或者是小时候被二太夫人管束过，窦明在二太夫人，而且十分的乖巧，恭恭敬敬地喊着伯祖母，问二太夫人腰酸的毛病好没有好一点。他这次给二太夫人从京都带了一种膏药来，据说对腰酸特别的有效云云，硬是把冷着脸的二太夫人说得满脸是笑。窦昭在旁边看了撇嘴。窦明还是和上一世一样，只要他喜欢，能让小猫小狗都喜欢他，可要是脾气来了，就是天王老子也照样的闹腾。二太夫人就拉了窦明的手，问他这几年都读了些什么书，真知女工如何。跟着大舅母读了女诫、列女传、孝经。窦明笑容甜美，真只还没有开始学，但我喜欢弹琵琶，大舅母就请了个人教我，这次也跟着我一起回了真定。算他聪明，没有提外祖母。若是他敢提王许氏，二太夫人恐怕当场就要翻脸。说起来，二太夫人在窦家当老祖宗当的时候长了，嫉妒之心日强，听不得旁的声音，容不得旁的人了。窦昭思忖着，就听见二太夫人对他道，寿姑，你的针线好，明姐既然回来了，针线上的事你得好好指点指点她才是。接着又夸了那几本书选得不错，说了一大通妇德的重要性，让窦婴眼底的阴霾越来越深，直到脸上闪过一丝不耐时，吉勇来了。看见窦氏姐妹，吉勇有些意外；看见吉勇，窦氏姐妹也有些意外。只有二太夫人喜形于色，朝着季勇连连招手。这个时候你不和慧哥、芷哥在屋里歇热，怎么跑到我这里来了？来，到我身边来坐。不仅随手拿饼团扇亲自帮季勇打扇，还催着丫鬟快端碗冰镇的绿豆汤进来，像是自己的孙子来了似的，不由让窦明侧目，强忍着才没有问这是谁。这家伙实际上也挺会讨老太太喜欢的。他从泰山回来，给二太夫人带了块石头，
石头上的纹理乍眼一看像个寿星翁牵了头梅花鹿。二太夫人非常的喜欢，专程让人用紫檀木做了个架子，把石头供在了自己的小佛堂。窦昭望了一眼小佛堂的方向，二太夫人已指了窦明道：建明，你还没有见过明姐吧？这是我们家老七的次女，一直跟着老七在京都，今天才回来。又对窦明道：这是你六伯母娘家的侄儿，你就随着寿姑喊祭表哥吧。吉永大方地给窦明行礼，儒雅谦逊，如翩翩家公子。窦明曲膝行礼，显得有些惊讶。吉永是来辞行的，家族有个好友在保定府，这次出门，家族曾嘱咐我去拜访。二太夫人忙道：怎么不过些日子再去？这几天正是最热的时候。语气中满是关切。我准备过了中秋节和慧哥、芷哥一起去京都。他笑道：我有几年没见到伯父和父亲了，又正好可以随着慧哥和芷哥一道去拜访姑父。窦昭从季氏那里听说过，季家目前入仕的有6个人，除了季勇的伯父在工部任侍郎，父亲在通政司任右通政，还有几个堂伯和堂叔都外放各地，或是做知府，或是做按察使，或是做布政使，前程都不错。这本应该是窦家最大的助力，但因季窦两家政见不同，季勇的伯父也有意宣麻拜相，两家反而走得不太亲。但能有这样并驾齐驱的姻亲，颇此间却也不由高看一眼，并不影响两家私下的交往。去京都看看也好。二太夫人笑呵呵地说着，吩咐贴身的嬷嬷去拿些藿香丸、人丹之类的药丸给吉勇。天气太热，带在路上用。吉勇连声道谢。二太夫人还不放心，拉着他的手这样那样的嘱咐了半天。待到回去的时候，窦昭发现窦明悄悄地问二太夫人身边的丫鬟：季家表哥好像很得叔祖母的喜欢。那是当然了。那丫鬟满脸的艳羡：您别看季家表少爷年纪小，可人家是南直隶的界元郎呢，太夫人怎么能不喜欢？窦昭发现窦明的眼睛闪了闪，每当他想要什么的时候，就会露出这样的眼神来。重活一世，难道窦明的目标会从王楠转移到了吉勇身上？他一直认为窦明未必喜欢王楠，不过是王楠是人人称道的青年才俊，前程远大，最得王家的重视，却喜欢上了气质高华的高明珠，他心有不甘而已。窦昭前世王楠趴在高明珠棺材上无声痛哭的情景，如果窦明因为季勇的出现而转移了视线，未必不是件好事。相比王楠，季勇有主意多了。窦昭思忖着，和窦明在二门口分了手，一个去了东跨院，一个去了西跨院。只是他刚刚踏进院子，就看见3、4个被分配在了西跨院的管事嬷嬷正围着红姑说着什么。见窦昭进行，几个人互相交换了个眼神，不约而同地围了上来。四小姐，您还是让我们到东跨院来管事吧。是啊，四小姐，我们都想到东跨院来做事，就算是不管事当职也行啊。窦昭冷冷地问他们。五小姐是当着其他人的摔脸色给你们看了，还是不问青红皂白的惩罚你们了？几个管事嬷嬷都低下了头。这样的话，我再也不想听到。窦昭训道：你们万事只要照着规矩来，就没人能为难他们。可你们若是不守规矩，就是到哪里当差也是一样的。几个人战战兢兢应是。窦昭昂手进了祖母的屋子。红姑欲言又止。窦昭道：我知道你的意思，可不管怎么说，他也是这个家的主子之一，我要收拾他就收拾他，还用不着让这些迎高凤低的人作践他。他说着，语气微顿，继续道：而且这样最容易把家里的风气带坏。想当初他在济宁侯府管家的时候，好不容易才把这风气扭转过来。红姑想想也是这个道理，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道：是我想左了。窦昭揽了红姑的肩膀：不是你想左了，是你的心向着我，一句话把红姑说的眼泪都出来了。几个人笑嘻嘻的进了祖母的内室。窦明只带了10几个香笼回来，照他的想法，等这风头过去了，母亲自己会想办法让他回去的。他用不着带那么多的东西，因而栖霞院的陈设之类的都是从前的东西，没什么好收拾整理的。周嬷嬷带着人不过半个时辰就将院子布置好了。待到窦明洗漱一番后，周嬷嬷半空中只留太阳的余晖，五廊下凉风阵阵。他搬了个锦物放在了五廊，在五廊下帮窦明擦头发。窦家的景致可真漂亮。他委婉地劝着窦明，你一个人住一个跨院，可比在京都的时候宽敞多了。多好啊！在京都，窦明住在王许氏后面的暖阁里。京都居大不易，窦明是不允许任何人说一句他外家不好的，真定是乡下地方，自然的大院宽了。周嬷嬷顺着他的话说：是啊，你就当是来这里消暑的，闲着没事和婉娘弹弹琵琶，
读书，要不就到处走走，多逍遥自在啊。婉娘是教窦明弹琵琶的师傅。这个窦明道没有反驳。等周嬷嬷去给他张罗晚膳的时候，他悄悄地吩咐贴身的大丫鬟季红，你帮我打听打听季家表哥的事。季红笑着应了。窦昭立刻得了消息，他对素兰道，你留情他就是了，别做出什么乱七八糟让人笑话的事来。素兰笑嘻嘻的点头。窦昭就跟宋雨民商量，以后每天早上抽出半个时辰给窦明讲《论语》。在别人家做馆，通常要都2、3个，甚至是7、8个学生，给小的上完了课，再给大的上课。在窦家做馆，他只用教窦昭一个，又没有举业上的要求，早就闲得发慌，能再添个学生，正好打发时间。那就每天早上给4小姐讲完了，再给5小姐讲吧。宋雨民立刻就答应了。窦昭知道他每天还给宋妍讲1个时辰的课，道，会不会耽搁宋妍的功课？宋妍父母早亡，虽然吃百家饭，却囊硬硬血，一心向学。宋雨民可怜他小小年纪没了父母，又看重他家境贫寒，志气不乃，这才把他带在身边的。没事。宋雨民笑道，我下午给他讲课也是一样。说到这里，他迟疑道，有件事我倒想求求4小姐。窦昭忙道，求不敢当，您是我的老师，有什么事只管吩咐就是。尽管这样，宋雨民还是想了想才道，宋妍年纪不小了，一直跟着我读，画上有所造诣，这志意八股却是。他嘿嘿地笑道，自己都没能金榜题名，更不要说宋妍了。我想让宋妍到窦氏家学里上课，不知道4小姐能否帮着跟3老爷说一声。窦氏家学本就希望那天下英才教之，何况宋妍为人品行端正，就凭这一点，足以让杜夫人答应了。术业有专攻，宋先生喜欢诗琴书画，所以举业上没有花心思而已。窦昭公围了宋雨民几句，承诺明天一早就去跟3伯父说这件事。宋妍去了窦氏族学复学，宋雨民负责教窦昭和窦明，每月初1、15休息1天，先给窦昭讲完诸子，再给窦明讲《论语》。窦明倒也老老实实的跟着宋雨民上课，只是他底子薄，除了每天早上的功课，下午回去年还要练500个大字，几天下来就叫苦不迭。周嬷嬷不停地鼓励他，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您看4小姐，管事嬷嬷们还在打算盘，4小姐已经算出是多少钱了。窦明称着周嬷嬷，算账和写字有什么关系？周嬷嬷忙安抚他道，没什么关系，没什么关系，就是觉得4小姐什么都会，5小姐这么聪明，应当也能像4小姐一样，什么都会才是。窦明没有作声，但也没有叫写字苦了。因为庞坤白事件，陈曲水走到了明面上，他住进了窦府，帮窦昭管着生意上的事和新招进来的护卫，高兴管着西窦的事务和内院的管事嬷嬷等人。杜宁沦落到了给周嬷嬷打下手的地步。高兴自认为自己是窦昭的人，很快和陈曲水走到了一起。杜宁在杜安因盗窃被送官，没能熬住刑棍死了之后，早已是惊弓之鸟，哪里还管什么事？周嬷嬷又是新来乍到，独木难支。西窦虽然一分为3，但人人都得看窦昭的眼色行事。窦昭又有了每年1万两的利钱，手中有钱有人，行事反而比从前更加方便了。他的目光也从东西两窦转移到了京都的政事上。曾阁老今年应该快70了吧？他问陈曲水，不知道他还能坚持几年。前世他没有留心过这些事，不知道曾一芬到底是哪一年去世的。陈曲水道：4小姐料理真准，我昨天刚刚得到消息，说京都传出曾一芬身体不适，可能要致仕的话出来，就看5伯父能不能把握这次机会了。前一世，曾一芬去世前，王行仪已经回了京，好像是在兵部任侍郎。这一世，因为王应雪的关系，他被滞留在了西安巡抚的位置上。窦昭沉吟道：现在的兵部侍郎是谁？陈曲水道：顾燕京。窦昭思忖道：能不能给王家递个话，就说原来曾阁老是想提携王行仪为兵部侍郎的，但因为王氏的事被叶世培抓住了把柄，所以曾阁老只能妥协，支持顾燕京做了侍郎。在他的记忆中，叶世培和曾一芬是老对头，当年曾一芬致仕，就是他的手笔。要不是曾一芬去世后没多久他也去世了，叶世培又没有很强硬的子弟，王行仪和窦世书能不能入阁还难说。禁止马氏是文官和武将的争斗，所以叶世培不会拖曾一芬的后腿。但现在涉及到了2位阁老门下弟子的3品大员之争，王行仪的事就可以拿出来说了。陈曲水思考道：这话不能乱说，略有不慎还可能适得其反，那就试试从这方面打听打听。窦昭道：应该能找到些和这件事相关的说法。说着他笑起来，就算是没有，我们也可以让他有吗？那倒也是。
陈曲水笑道，如果王家的人认为是王映雪阻碍了王行怡的前程，我想就算是王许氏，也只怕会对女儿生出几分怨怼之情。何况王映雪嫁进窦家之后，一直没能在窦家站住脚跟，还惹出一大堆麻烦事来。釜底抽薪，我觉得这样比较干净利落。窦明笑着点头，问起了铺子里的事。陈曲水道，只有京都的铺子如何是收支平衡的，其他几个铺子都略有亏损，总计有200多两，这也算不错了。窦昭笑道，等到9月，伯宴的事也该忙完了，你要得准备些银子给崔十三放印子。早已经准备好了。陈曲水和窦昭说着自己的计划，素心隔着帘子禀道，四小姐，季少爷过来了。吉勇，他来干什么？窦昭和陈曲水把事情说完，去了花厅见吉勇。吉勇问他，我去保定府，你可有什么东西让我带的？保定府在哪里他都不知道，能有什么东西带？但窦昭还是笑着向他道了谢，没什么好带的，祝季家表哥一路顺风。吉勇听了笑道，那我就随便帮你带些东西吧。他的笑容温和有礼，可不知道为什么，窦昭总觉得他好像在打什么主意似的，让人理不踏实。不用了，不用了。窦昭连声推辞。季勇笑而不答，起身告辞。窦昭送他到花厅门口，却感觉有道视线紧紧地盯着自己。他回过头，看见了站在柳树下的窦明。窦明面无表情地转身离去，和一大群簇拥着他的丫鬟婆子消失在了柳树成荫的曲折幽静中。窦昭不由深深地叹了口气，去花房刺弄了半天的花花草草，见自己种下几株昙花都含苞待放，约了六伯母过来赏花。六伯母提议，不如办场赏花宴吧。祖母附和，对，难得昙花一现，把几位太太奶奶都请过来，反正家里多的地方，不能总让东府那边招待我们，我们也要回个礼吗？自从窦昭和乌家的婚事不告而终之后，窦昭的婚事就成了他的一块心病，生怕窦昭因此而被耽搁了，见到有机会让窦昭显摆，他极力的想凑成。窦昭见祖母兴致勃勃，想到他平日也没个地方去，笑道，好啊，那就开夜宴吧。六伯母听着也来了兴趣，3个人在那里嘀嘀咕咕了半天，终于把赏花宴的事定了下来。确定宴请的人，派人下帖子，清理库房的陈设，安排赏花宴的菜单和服侍的丫鬟婆子。西窦已经很多久没有这样的热闹过了，从管事的嬷嬷到下面的大丫鬟，大家都没有底。窦昭举重若轻，信手拈来，一桩桩一件件安排得井井有条，毫不费劲，让准备亲自过来帮忙的季氏看得目瞪口呆，只问他是谁帮你出的主意，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窦昭不以为意地道，每年过年那么大的动静，看也要看会了。有些人就是天生的聪慧。季氏笑眯眯的不住点头，道，你能这样事事用心就好，也免得我替你担心。说完又觉得这不是什么好话，打趣道，我要告诉你三伯母，说你说他是猪跑，想把这件事给岔过去。窦昭知道他的心思，笑着和他凑去，要是三伯母问起来，我可不承认。季氏哈哈大笑。到了赏花宴那天，还是忍不住提前跑了过来，见到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这才长长的松了口气。那天夜晚，花清酒醇，菜肴精美，请来的伶人唱的是《金钗记》中的钗园一折，就连不情不愿出席赏花宴的窦明也听得眼泪汪汪，不时落地和姨姐、叔姐交头接耳一番。而陈曲水听着远远传来的丝竹声，想着从京都传来的消息，直到天色发白才迷迷糊糊的睡了过去。待他醒来，已是日上三竿。他慌忙爬了起来，问随身服侍的小厮，四小姐到了花厅吗？窦昭上完课后会在花厅里待半个时辰，处理家务事。小厮一面打了洗脸水进来，一面笑道，四小姐早到花厅了。陈曲水心中一松了口气，可随即他一愣，早年他曾在福建府寻张凯手下任幕僚，就是对着张凯也不曾有过这样紧张的心情，难怪是因为昨天听到的消息吗？他在屋里呆坐了片刻，估计窦昭要回内院了，匆匆去了花厅。花厅外面遍植垂柳，盛夏季节，柳树葳蕤，碧枝千万，随风而动，让人看着心生清凉。透过四开的窗扇，陈曲水看见穿了件月白色条纹纱棉衫的窦昭正在和高兴说话。他的身姿笔挺，目光平和，光洁的额头和入鬓的长眉给人种睿智的感觉，就这样远远地看着，就知道他是个十分聪慧、意志坚强的人。就是比他大很多的男孩子，也不如他吧。陈曲水想着，进了花厅。高兴正兴高采烈地讲着昨天的赏花宴办得如何如何的好，东府的那些人是怎样称赞的。窦昭微笑地应着，夸奖了高兴几句，办事得力，高兴乐颠颠地走了。
陈曲水正了正色，沉声道：四小姐，可能事情真的如您所说。曾一芬原是想保王行仪做兵部侍郎的，可因为王行仪不能修身齐家，曾一芬只得答应叶世培让顾燕京帮了兵部侍郎。哦，窦昭来了兴致，我让你给王家递话的，可把话递过去了。事情虽然发生了偏差，可大致上不会太离谱，窦昭对未来更有信心了。已经把话递过去了。陈曲水道：王许氏把王氏叫过去，狠狠地训斥了一番，据说王氏是哭着离开王家的。不仅如此，连带着庞氏被旧事重提，王许氏尽了解他的足。窦昭展颜一笑。陈曲水忍不住道：四小姐，难道您从哪里听到了什么风声？要不然怎么知道顾燕京的事有内幕？不，我不知道。窦昭笑道：我不是觉得王行仪战功赫赫，却始终在陕西巡抚的位置上不能动弹，反而让声望、资历都不如他的顾燕京走到了前面，有些奇怪而已。窦昭的语气有些急促，这让陈曲水很怀疑他话的来源。难怪是吴老爷跟四小姐说了什么，但他立刻就打消了这个念头。这种关于庙堂之事，窦氏叔怎么可能跟自己还没有及笄的侄女说什么？他有些困惑。窦昭也意识到自己说话语气太急，敷衍的味道太浓，不由在心里长长的叹了口气。到底还是心太虚，底气不足啊。他只得言简意赅地道：人都说多智而近妖，有时候想的太多也未必是好事。陈曲水想想也对，要不然四小姐也不会向自己解释了。说起来倒是自己多心了。陈曲水在心里把自己嘲讽了一番，问起窦昭将来的打算。王家那边您还有什么吩咐没有？这件事暂时先放一放。窦昭觉得火已经点着了，要是扇得太急，说不定把火苗给扇灭了，不如放一放，让它慢慢的烧起来，再添点柴什么的，这把火可能会烧得更旺。因而道：留心一下曾一芬的身体，如果能把王行仪留在西安，就再好不过了。谁能入阁，虽然皇帝的意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那种越级提拔毕竟是少数。只有要王行仪一直留在地方上，他入阁的希望就很小，何况还有很多人在一旁虎视眈眈的盯着。如果这样还是让他顺利的入阁了，那只能说是他运气太好，是天意了。陈曲水道：您的意思是让我们联系上吴老爷？我武伯父肯定对件事早有打算。窦昭委婉地道：我们就是想帮他，也没这个资格和能力，主要还是多探听些情况。若有变故，我们不至于过于被动。明白了。陈曲水笑了起来，我也想办法让范文书和总店的人多接触的。窦昭笑着点头。陈曲水接连去了2次京都，带回来的都是好消息。先是有人告王行仪冒领军功，后又有人告王行仪贪墨军饷。坐在花厅里喝着冰镇的绿豆汤，他的声音中都透出几分惬意来。皇上虽然都留中不发，却派了心腹太监彭乾任陕西行都司监军，可见对这件事还是有些芥蒂的，以至于曾一芬前几日提前擢升王行仪为大理寺正卿，皇上都没有同意。看样子曾一芬最终还是最中意王行仪。窦昭道：我武伯父有什么动静没有？和曾一芬和从前一样。陈曲水道：不过和何文道走得更亲近了些。窦昭喃喃道：若是能让吉勇的伯父季颂提前出局，说不定季家那边会支持武伯父。陈曲水一愣，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想到四小姐已摸到了官场上的门槛，可知道是一回事，实施却又是另一回事。就好像那些封疆大吏门下的幕僚，想法再好，没有了那些封疆大吏的支持，不过是空中画饼罢了。他忍不住提醒窦昭：四小姐，就算是曾一芬和叶世培亲自出手，也未必能让季子荣这样的人提前出局。季颂，表字子荣。我知道啊。窦昭笑道：我就是想想而已，突然觉得自己有点像京都那些在常年泡在菜馆里闲帮，说起来一套一套的，做起来却是根本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时间就这样慢悠悠的到了8月初，期间窦世英来过2封信，问窦明的情况。窦昭一一作答。跟着宋先生读法大有长进，每天练1个时辰的琵琶，隔3差5的去东府给二太夫人问安，很得二太夫人的喜欢。中元节的时候，二太夫人特意叮嘱，让他也跟着一起去法源寺上香。舒姐定了亲，姑爷家姓吴，平山县人，祖上曾出过进士，比舒姐大3岁，在窦氏家学里读过书。窦明绣了对并蒂莲花的枕头送给了舒姐。窦世英很满意，他主盯窦昭，他若是不听话，你只管教训他，如果他敢顶撞你，你就告诉他说是我说的，不这话是谁说的，最后被记恨的也只会是他。窦昭没有理会窦世英。吉勇回来了。
他送给窦昭一个红漆描金的匣子，沉甸甸的，素心接过去的时候差点失手。窦明在一旁笑道：季家表哥送我姐姐什么东西？这么沉，莫非是金银宝石不成？姐姐快打开看看。季氏狠狠地瞪了季勇一眼，觉得季勇既然要送窦昭东西，就应该送一看就知道是什么的，也免得有人胡乱猜疑，说些不着调的话。季勇却哈哈笑道：我送你姐姐一件好东西，五小姐若是好奇，不如打开看看。窦昭听他那口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东西，想阻止窦明，转念想到窦明的任性，索性由着他打开了匣子。匣子里装着对铁球，明光铮亮，有婴儿的小手那么大。屋子里的人全都愣住。吉勇笑着将那对铁球拿在手里运转起来，铁球的声音时高时低，清脆悦耳，很有意思吧？他笑吟吟地望着窦昭，每天无事的时候这样转一转，可以强身健体，四妹妹就不用围着院子走步了。这是女孩子用的东西吗？窦昭气结，皮笑肉不笑地说了声多谢，让素心收了起来。季勇眼底闪过一丝落寞，但他很快又恢复了刚才的愉快，向季氏展示着他从保定府带回来的一匹蜀绣，青蓝色的织纹，带着几丝大红，过几天冷了，姑姑正好做件斗篷，肯定很好看。季氏笑盈盈地收下了，然后是给崔姨奶奶的桃木木簪，给二太夫人的金镶玉的镯子，给大太太的佛珠。窦明不由愕然道：季家表哥，我的呢？吉勇想了想，笑道：我也给五小姐带了东西回来。说着吩咐身边的小厮把那个梅花香笼里的大绒绢花拿出来。小厮应声而去。窦明娇嗔道：为什么我的就是大绒绢花？季家表哥真是偏心。吉勇笑道：我只带了这些东西回来，要不你和你姐姐换换。窦明想到那对铁球，立刻道：我才不换呢。季勇叹道：那就没办法了，我不知道你不喜欢绢花，下次我再送你点别的。很是无奈的样子。窦明瞥了眼季氏，不再说什么，甜甜的笑着向季勇道谢，让身边的丫鬟接了绢花。窦昭见那绢花虽是绒做的，却做得栩栩如生，花上面还歇了只蝴蝶，一对触胆颤颤巍巍的，十分有趣。窦明就笑着看了姐姐一眼，将让季红帮他把绢花戴在了头上。过了几天，窦昭和窦明来给二太夫人问安的时候，发现季家略有头脸的大丫鬟嬷嬷们头上都戴着绒布绢花，不过是颜色不同，歇在花上的东西不同而已。窦明脸上红一阵子白一阵子的，抓住一个丫鬟就指了他头上的绢花道：这是什么？声音非常的尖锐，把那丫鬟吓了一大跳，忙道：是季公子送的。说完又觉得这话不妥，惊慌地道：季公子在保定府买了很多的绢花回来，见人就赏一朵，奴婢给季公子端茶，季公子也赏了我一朵，还有二太夫人屋里的彩云，给季公子端瓜果，也得了一朵，脸色已吓得发白。窦昭见窦明气的嘴都歪了，忙将那丫鬟支走了。没事，五小姐就是问一问，你去忙你的吧。丫鬟如脱虎口般的一溜烟跑了。窦昭低声警告窦明：这是二太夫人的院子，你如果不想禁足，就把脾气压一压。窦明冷冷地哼了一声，脸色半晌才平静下来。窦昭说：吉勇，你没有给窦明带礼物就算了，也不用这样羞辱他。吉勇却理直气壮地道：我本来就没给他带东西，他当着我姑姑的面讨东西，我只好敷衍了事了，难道这也怪我？谁会当着别人要东西啊？窦昭无语。好了好了，吉勇笑道：我看在你的面子上绝不会和他计较，这样总可以了吧？然后道：四妹妹，那铁球好玩吗？我听人家说，凡是上京经过保定府的，都会买了那铁球送人。窦昭喊了声素心，素心笑眯眯地从腰间的荷包拿出了那对铁球，咕噜噜地转了起来，动作流畅自然，声音如低唱低吟的小曲。季勇讪然笑了笑，窦昭扬袖而去。窦明从此把季勇恨上了。8月15的家宴，季勇那桌头顶的大红灯笼自燃起来，大家都惊慌失措，唯恐避之不及，只在季勇稳当当地坐那里，没等管事小厮奔过来，就一杯茶泼过去，淋湿了灯笼。又过了几天，窦明身边的一个小厮不见了，窦明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晚上有人在西窦后巷的茅厕发现了他被人五花大绑，脸上抹上了墨，嘴里塞了臭袜子，被插在茅厕粪缸的角落里，头上还挂着不少黄白之物。窦昭脸色铁青，问窦明到底怎么一回事。窦明不作声。窦昭冷笑道：你不说也可以，下一次说不定就轮到你了。没等他的话说完，窦明尖叫起来：我不过是让人给他的马里下几颗巴豆，他就这样心毒手辣。
窦昭想到那几头矫健的骏马，这还不算什么吗？窦昭沉声道：谁告诉你王马料里不可以放巴豆的？窦明一愣，窦昭的目光以刀锋般寒光一闪，窦明不由退后几步，低声道：是谭根儿。窦明上一世怎么就没有嫁给王谭呢？这两个人倒是很相配。你不要以为人人都像你两个表哥那样让着你。窦昭把窦明教训了一顿，然后进了他的族。你这几天好好的在家里待着，什么时候想明白了，什么时候再去宋先生那里上课。或者怕了季勇的手段，或者是季勇的态度让他震惊，窦明一句也没有说，乖乖的待在自己屋里读书写字，哪里也没有去。窦明身边的丫鬟、婆子、小厮等人也都老实了几分。窦昭就说季勇，打一顿就是了，你这样也太过分了。你们女孩子家不都怕脏吗？季勇朝着他眨着眼睛，我觉得这样效果更好。窦昭不由皱眉，你好歹也是个读书人，怎么行事没有一点规矩？啧，季勇厌恶道，我最讨厌别人跟我讲规矩了。我看着你处置庞坤手的手法干净利落，还以为你是个清爽人，倒是我看错了你，反是他的不是了。窦昭懒得和他多说，转身去了季氏那里，直到季勇要和窦正昌、窦德昌兄弟一同进京的时候，他才露面和季勇说了声一路平安。季勇冷笑，没有理睬他，笑吟吟的和窦三爷等道别，坐着他那辆看似古朴实则奢华的马车离开了窦家。窦明立刻活了起来，去宋先生那里上课，跟着婉娘学弹琵琶，一闲下来就练字，常常跟着窦昭去给二太夫人请安，遇见姨姐和叔姐有说有笑，嘴巴甜甜的。本是堂姐妹，姨姐和叔姐都快要出嫁，待人也就比从前宽容多了。姨姐甚至和窦明去了一次大慈寺听法，遇到了郎家的八小姐。小时候不懂事，才会肆无忌惮地学着大人说话，如今都长大了，窦明笑盈盈地和郎家八小姐打招呼，郎家八小姐也就不提从前的那些旧事，和姨姐窦明打招呼。窦昭听了只是微微一笑，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窦明能控制住自己的脾气总是好的。转眼立了冬，窦昭和祖母忙着将家中的花花草草都搬进暖棚里过冬，窦明终于忍不住了，冲着周嬷嬷直嚷嚷：娘亲为什么还不来接我？我的好小姐。周嬷嬷只得不停地安抚她，这眼看着要过春节了，当着二太夫人、崔姨奶奶的面，总不能把您接到京都去吧？你别着急，我想等到开春的时候，太太就会来接您了。窦明这才安静下来，从衙门里领了新例回来，窦家开始准备过年。崔十一的事也完了，正式向窦启俊辞行。窦启俊很舍不得他，遗憾地道：可惜我没个前程给你，要不然你留在我身边我好啊。崔13是个很圆滑的，所以没有太多的原则，但这并不阻碍他对窦启俊的敬重。他笑道：那我就先祝您能金榜题名，到时候我来帮你做个门子。窦启俊哈哈大笑，豪气地道：做个门子岂不委屈了你？怎么也得做个刑名师爷或是谷梁师爷呀。那我还得回县衙去再读几年书才行。崔13和窦启俊说笑了几句，和一直在门外等他的素兰去了窦昭那里。窦昭给了他1000两票，范文书在京都经营的不错，你就代表我给京都那些常年照顾我们生意的主顾们去拜个年吧。崔13回去和父母聚了2天就启程了。他前脚刚走，吉勇、窦正昌和窦德昌回来了。窦昭奇道：季建明不回家过年，跑到真定来干什么？素兰笑道：管他回来干什么，他又不会到我们西府来过年。说的也是。窦昭笑道：我就是看见他就提心吊胆的，生怕自己多眨了2下眼睛没注意到，他就又惹出什么事端来。素兰哈哈大笑，低声问窦昭：四小姐，您说季家是不是因为这样才不让他去考进士，让他出来历练的？未必。窦昭笑道：像他这样读书好又好动的人多着呢，并不是什么大碍，只怕季建明还有什么事我们是不知道的，要不然我也不会这样担心了。素兰不住的点头。素心见他说起话来越来越没大没小的，呵斥他：还不去把小姐的热水提进来？窦昭道：有粗使的婆子，用不着他去，小姐你也惯着他了。素心道：他天生一把好力气，那粗使的婆子哪有他稳当？素兰一面去提水，一面嘀咕：可小姐说了，是什么人就做什么事，我可是小姐身边的2等丫鬟，凭什么要我去提水？素心不说话，瞪他一眼，他立刻低下头，乖乖地出了房门。窦昭忍不住笑起来，若是没有素兰的活泼，他的日子肯定会少了很多的欢笑。他问素心：别馆主的周年快到了吧？我放你们姐妹3天假，你们回去好好的祭拜祭拜别馆主，尽尽子女的孝心。素心眼圈一红，
哽咽着向窦昭道谢。等他们走出房门，却看见赵良弼和甘露说着话。他十分的能干，不过短短的1年，已经升了粮铺的掌柜。窦秀昌几年提出来让赵良弼回来给自己帮忙，窦昭还想让他窦家铺子里多待几年，不仅仅是学做生意，还要学着怎样做人，一直没有答应。赵良弼也沉得住气，脚踏实地做着他的掌柜。这一点也是前世窦昭最看重他的地方。见窦昭和素心走了出来，他脸色微红，迎上前给窦昭行礼。窦昭管耳，前一世赵良弼娶的就是甘露，你今天怎么有空过来？窦昭温声问他，铺子里年终盘点了，还要等2天。赵良弼恭谨地道，神色越发显得赧然，道：我想着过几年是别馆主的小祥，你当时嘱咐我要帮着别家的2位姐姐办好别馆主的后事，我就特意过来跟别家2位姐姐说一声的，我已经把小祥的祭品都准备齐全了，到时候我会帮着2位姐姐祭拜别馆主的。素心和素兰都眼里含着泪，屈膝行礼说着多谢，并道：四小姐放了我们姐妹3天假，不敢劳赵掌柜大驾。又道：祭品用了多少钱？我也好给银子你。没多少，没多少。赵良弼红着脸道，看也不看素心一眼。窦昭心中咯噔一下，他看了一眼素心，又看一眼赵良弼，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来。窦家的侧门排了一溜的马车，急勇的随从和香笼最为醒目，还有2个面色的大汉站在石鼓前，指挥着几辆堆着香笼的马车直接往里拉。也只知道这次季勇又买了些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回来。窦昭思忖着，去了季氏的院子。季氏的院子里只有几个小丫鬟在跳白索，见窦昭过来了，忙收了白索，笑嘻嘻地跑了过来。四小姐，您找太太吗？季家的表少爷和2位少爷从京都回来了，太太陪着几位少爷去给太夫人请安了。既然过来了，那自己也去凑凑热闹吧，免得二太夫人知道自己过却没有去看她，暗生责怪。窦昭转身出了季氏的院子，抬眼却看见前面家巷走出几个人来。他定睛一看，大吃一惊，走在前面的是季氏，他身后跟着个面如冠玉，穿着锦红色遍地金直朵，簪着碧玉簪，腰间坠着荷包香囊，奢华着透着金贵的少年。看见窦昭，他也很吃惊，眼睛微撑，眸子显得格外的清亮，竟然是在法源寺后面遇到的那位锦衣公子。可他怎么会在这里？再看吉勇和那少年并肩而行，穿了件真青色布袍，神采飞扬，自信从容，丝毫不见局促。倒是跟在他们身后的窦正昌、窦德正兄弟，原本也是个英俊挺拔的少年，却被这2个人硬生生地逼成了路人甲。窦正昌和窦德昌也太倒霉了。窦昭暗暗嘀咕着迎了上去，季氏一见他就欢畅地笑了起来，给他引荐锦衣公子，合阁老的幼子，名誉皆辈分，你还要称他一声小师叔。窦世英是何文道的弟子，何玉也就比窦昭高了1辈。窦昭讶然，他竟然是何文道的儿子，难道武伯父和何文道达成了什么协议不成？要不然他的儿子怎么会在将近年关的时候出现在了窦家？他屈膝行礼，喊了声小师叔。何玉微微一手还礼，笑道：当时法源寺的时候我就想，这是谁家的小姐，竟然能健步如飞，没想到竟然是窦师兄的女儿。一派长辈的气度，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他的人齐齐惊讶，异口同声地问着窦昭。窦昭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季氏呵呵笑道：这也是缘分。是啊。何玉应着，众人一起随着季氏进了院子，在厅堂坐下，丫鬟们上了茶点，季氏留何玉多住几天。窦昭这才知道，原来何文道的确老家在安阳，这次何玉是受父亲指派回乡祭祖，路过真定，2拨人在路上遇到，结伴而行，何玉就随到来给二太夫人问个安不派长子回乡祭祖，而是派了幼子，也不知道这其中有什么故事。窦昭想着，慢悠悠地喝了口茶，就听到季勇道：四妹妹，何兄在路上听12说大慈寺的摘菜是真定的一绝，很想去尝尝，你不如和我们一起去吧。季勇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一丝笑意都没有，窦昭甚至能感受到一丝的讥讽，他是对自己说他不规矩的话耿耿于怀吧。没想到他心眼这么小，是个眦牙必报的。窦昭笑道：你们要去大慈寺吃摘菜啊？我就不去了，快过年了，家里还有一大堆事呢。他得回答显然让季勇很不满，他脸上甚至浮现一丝冷笑。窦昭全当没看见，和窦正昌兄弟说着话。五伯父、五伯母、六伯父他们可好？我爹爹可有什么话带回来？窦正昌答着话。五伯父、五伯母安好，十嫂快要生了，五伯母盼着十嫂有生个女儿。
爹爹嫌武伯父那时太闹，9月分搬到了静安寺胡同和七叔同住。休沐时，爹爹去大相国寺蟠桃谷玩，七叔就去天宁寺听人讲佛法。我爹爹长胖了1圈，七叔还和原来一样。从兄弟中排行第6，窦伯昌是武伯父的长子，排行第10的窦继昌是次子。窦伯昌娶的是翰林院学士蔡璧的孙女，先后生了2个儿子。窦继昌娶的是太常寺少卿郭训的女儿。这2位堂嫂前世他见过几次面，没什么交情，今生则是一次都没有见过。蔡氏是进门就有喜，武伯母怕他受不了颠簸，动了胎气，接着他连生2胎，都不方便回乡祭拜祖先。郭氏进门4年都没有动静，他倒是能回乡，可有蔡氏在前面，他却不好回来。窦昭听了窦正昌的话，这才知道他有了身孕。想到前世生的是个女儿，之后再无所出，前面有强势的嫂子蔡氏，后面有连生了4个儿子的白姨娘。就算他的父亲最后升至督察院左都御史这样的正2品大员，他生平也没能在窦家大声地说句话，他心里顿时生股怜悯来，笑道：原来十嫂就要生小毛头了，那我给小毛头做几件小衣裳，让人带过去吧。好啊。窦正昌笑道：父亲让我们过了年之后和母亲再趟京都，到时候四妹妹和我们一起去吧。和六伯母一起吗？窦昭不由朝季氏望去，季氏眼角眉梢有着掩饰不住的喜悦之情，急急地问窦正昌：这是你父亲说的吗？窦正昌点头：是啊，父亲还让我给母亲带了封信回来，刚才急着去给祖母问安，还没有来得及给您。季氏闻言笑容更盛，朝服侍窦正昌、窦德昌进京的王嬷嬷瞥了一眼，王嬷嬷笑着点头。季氏止不住地欢喜起来，他对窦昭道：你也有些年没见你父亲了吧？这次就和我们一起进京吧，我们到时候住在季家在京都的4条胡同里，最多住上半个月就回来了。也就是说，用不着和王映雪见面，也可以不去拜访王家的人。窦昭不想回京都，济宁侯府离4条胡同不过3条街的距离，他无意再遇见旧人，我还是不去了。他笑道：窦明还在家呢。季勇突然冷冷地道：你是要照顾窦明，还是不想住到季家的宅子里去？他就算不想住进季家的宅子，也是理所当然的吧。窦昭只当没听见，继续笑着和几氏道：还有崔姨奶奶最喜欢吃五花肉了，我要是不盯着，谁也拦不住。季氏只当他是实在不愿意和王映雪碰面，心中怅然，不再为难窦昭，笑着把这话接了过去。京都物华天宝，你想要什么，我到时候帮你带。窦昭想到素兰喜欢吃窝丝糖，也不和季氏客气，笑道：那就带2包窝丝糖回来，还有富香斋的8大件，带上个8盒10盒的，我好送人。临记的蜜饯也要带些回来，梅子、杏子、橄榄、冬瓜瓤，每样都带2包回来。你也不怕把马车压坏了？季氏呵呵的笑，心中却掠过一丝困惑。窦昭从来没去过京都，他怎么对京都的土仪如数家珍？难道是窦明在他面前显霸过，所以他才特意点了这些？季氏心里淌过一丝心痛，拉了窦昭的手。不过你放心，我会一样不和的帮你把东西给拉回来的。除了冷着脸的季勇，大家哈哈的笑。窦正昌里是难得的和窦昭开着玩笑：四妹妹，你要不要衣裳首饰？我听人说京都东大街都是卖这些的，我还没去逛过。你不如也让娘给你带几件衣裳首饰吧，娘少了搬东西的人，肯定会让我们兄弟跟送一起过去的。屋里的气氛十分的温馨融洽。尽管如此，窦昭对季勇的置若罔闻，季勇对窦昭的冷峻面容还是给这份暖流平添了丝诡异的味道。何玉看了看窦昭，又看了看季勇，眼底闪过一丝盎然。13岁的介元，季家的嫡枝，父亲夸了又夸，知道他进京，还专程在家设宴款待他。学识渊博，谦和文雅，如冬日之日，温煦暖人，不管是学问还是风仪，都备受京都市林盛赞的季建明季勇，竟然会因为窦家的这位小姐对他视若无睹而气急败坏，说出去谁会相信？何玉嘴角微翘，低下头来喝了口茶，脑海里却闪过他第一次见到窦昭时的情景。晨曦照在他光洁的额头上，细细的汗珠晶莹剔透，如露珠般璀璨，脸蛋红扑扑的，眼神明亮有神，整个人像朵恣意盛放的花，比漫天的霞光还要耀眼。他心头不由闪过一丝恍惚。何玉不由自由地拿窦昭和家里的几位姐妹做比较。何家从前朝起就显赫一时，到了今朝更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煊赫一方。论起衣食住行，少有人能他家比肩家中的姐妹也都格外娇贵，春兰秋菊各有风采。可和窦昭相比，好像总少了些什么。认真的说起来，窦昭虽然漂亮，却也称不上是绝色，衣饰大方，
却也称不上匠心独具，甚至比不上季勇他身上那件看似普普通通的青色布袍纹里云系尖结，仿佛带着层绒，那是嘉定特产的斜纹布，寻常也要3两银子一匹，染成了真青色，只怕比他身上的这件遍地金还要贵，这才是那些家有底蕴的世家子弟惯常的打扮。只是他不喜欢这样的装腔作势，不屑为之罢了。可不知道为才能，窦昭身上却有股他那些姐妹没有的气质。就像他不想搭理季建明，他就可以不搭理他，不勉强，不敷衍，不佯装。可他的姐妹中有温婉的，有刚强的，有聪慧过人的，有善于审时度势。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就算是心中再不喜欢，怕被父兄责怪，怕失去母亲的喜爱，不管怎样委屈，也会应付一二。没人能像他这样理直气壮的坦诚率真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念头闪过，他心中微震。他的姐妹们更像一尊插花，一幅佳画，虽然让人赏心悦目，却始终少了几分生命力。窦昭却像一棵树，一丛竹，挺拔葳蕤，顺着四季更替，自生自灵，自逸自然，无人能撼。四小姐，何玉突然打断了窦正昌的话，很诚恳地邀请窦昭，你明天不如丢下琐事，和我们去大慈寺吃顿斋菜如何？忙里偷闲，更有乐趣啊。窦昭当然是婉言推辞，没有拒绝了季勇答应何玉的道理。季勇的脸色好看了很多，何玉脸上是过失望之色。窦昭想着窦正昌他们赶路辛苦，进了门帘和季氏说2句梯气话的功夫都没有，起身告辞。我去给二太夫人问个安，随便也看看九堂哥家的明哥。明哥是窦昌环的儿子。季氏想到家里还有何玉这个贵客，叮嘱了他几句有空就过来玩之类的话，让彩叔送了他出门，然后和何玉说了几句闲话，就各自散了，回房休息不提。他却和王嬷嬷关在内时说话，你看到韩家的小姐了？季氏难掩眉宇间的喜悦和好奇，性情如何？长得怎样？窦正昌今年17岁了，早过了说亲的年纪。季氏不大瞧得北直隶的姑娘，一心一意想从季家的姻亲中给他找门亲事。湖州韩氏是他的嫂嫂，也就是季勇母亲的娘家，也是世代官宦，不仅出过进士，还曾进出状元和榜眼，也是江南屈指可数的大户人家，而且和他们既是世代通婚，关系十分的亲密。他几次写信求嫂嫂帮着给窦正昌做个媒，他嫂嫂因没有见过窦正昌，每次都很婉转地拒绝了。这次窦正昌和窦德昌进门，实际上是去给韩氏相看。季氏乍听窦正昌说窦世恒让他开了春，带着2个儿子去京一趟，就知道这门亲事有着落了，这才迫不及待地拉了王嬷嬷问情况。王嬷嬷抿着嘴笑，屈膝插手给季氏扶了扶，恭敬太太就要做婆婆了。然后笑道，难怪您将这件事托付给了七舅太太，七舅太太办事真是没话说。介绍的韩家石小姐，性格温柔敦厚不说，长得十分端庄，待人处事更是4平8稳，让人挑不出一点毛病来。我还曾私下打听了一下，据说韩家石小姐自幼痴迷书法，一手管格题写的比韩家的公子还好，只是女工上不大精湛。可七舅太太说的也对，人无完人，金无足金，我们这样的人家会不会女工都不打紧，打紧的是能帮扶丈夫，教养儿女。季氏不住地点头，嫂嫂这话说的不错，人无私不真，我最怕那十全十美没有一点毛病的人，这样的通常都是装出来的。在回西府的马车里，窦昭显得有些沉默。素心和素兰都回真定州为父亲举行周年祭去了，跟在他身边的是比较活泼的甘露。他笑着问窦昭，四小姐您怎么了？哦，没什么事。窦昭心不在焉地道，我在想从前的一些事。四小姐这才几年，还从前的事呢？从前能有什么事？甘露学着季氏屋里的丫鬟抿了脚笑。窦昭根本没有注意到甘露的异样，想着自己的心思。上一世，六伯母就是在自己14岁的时候进的京，而且很快在静安寺旁的猫胡同买了个2进的宅子，给窦正昌成了亲。窦正昌娶的是六伯母嫂嫂娘家的侄女，姓韩，江南大户人家出身，主持中馈略有不足，学问却十分好。窦正昌每写一篇志异，都会和这位11嫂讨论。后来窦正昌成了闻名遐迩的志异大家，只要是他点评的实文，立刻畅销南北，夫妻2人志同道合，十分的恩爱。也正因为如此，六伯母为了照顾六伯父和窦正昌夫妻的生活起居，之后就寓居在了京都，直到他众生前都没有回真定。难道他这就要和六伯母分别了？想到这里，他的眼睛一酸，差点落下泪来。连着几天，窦昭的情绪都有些低落。祖母只当窦昭累了，嘱咐他多休息。横竖只有3个人过年，就是缺点什么，少点什么也不要紧。窦昭嘻嘻笑，趁机偷懒。
把事情交给回府的素心打理，自己躲在屋里做针线活。他这一世是绝不会再回京都了，六伯母若是寓居在了那里，两人以后恐怕再难有见面的机会。六伯母像母亲一样照顾他好几年，如今远行在即，他想亲手给六伯母做几件衣裳聊表寸心，家里就有了他身体不适的传言。窦明在窦昭门前徘徊了好一会，最后还是转身走了。窦昭轻轻地摇了摇头，心里涌起淡淡的失望。他从来觉得人本善，可惜窦明运气太不好。先是碰到了王映雪，拿着他来对付父亲，多了些许的功力，少了母亲的慈爱。后是碰到了王许氏，一个他当成个宠物似的养着，只知道溺爱不知道对他未来负责的人。现在跟着自己并不是个擅长教育人的，前世自己的3个女子就是佐证，他的苦就只能他自己咽了。东府那边听消息，季氏立刻赶了过来，窦昭只好安慰他，不过是天气冷，想多睡会。季氏见他面色红润，神采奕奕，知道他不是敷衍自己，笑着和他闲聊了几句，就打道回府了。尽管如此，二太夫人还是派了柳嬷嬷过来探望，二太太、三太太则亲自来了。二堂嫂、三堂嫂带着姨姐、叔姐、大太太的儿媳黄氏、窦繁昌和窦华昌的媳妇、窦启俊的媳妇妻是一起来的，热热闹闹，把内侍挤得没个落脚的地方。窦昭只得不停地解释自己无大碍，不过是偶感身体有些累，但窦世恒还是派了身边的管事送了药材过来。继续这样下去，窦秀昌、窦玉昌恐怕都要派人询问了。窦昭不得不好了，惹得别氏姐妹私低下笑个不停。素兰更是道，我可知道皇上不好做了，皇上若是哪天想偷懒不上朝，先不说后宫的那些嫔妃了，就是内阁的那几位相爷，也要把皇上吵得不得安生。素心也开他玩笑，可见这忙里偷闲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的。窦昭见她们姐妹都心情很好，开玩笑道，别管主的小祥，赵良弼到底有没有帮得上忙。别氏姐妹回去的时候，赵良弼拿着他从前给他颁发的鸡毛当令箭，说什么这原是小姐叮嘱过的，别氏族姐妹都是女流，外面的事交给他跑腿就行了，跟着别氏姐妹一块去了真定州。素心和素兰不知道是没有看出赵良弼的心思，还是压根就没有明白窦昭话里的意思，落落大方的笑道，怎么没有帮上忙？置办祭品，安置酒宴，招待来客，多亏了赵掌柜，反倒让窦昭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前世没有别氏姐妹，赵良弼和甘露顺顺利利地结成了夫妻，两人相敬如宾，倒也让羡慕。今生赵良弼却遇到了素心，还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变化呢？窦昭有些茫然，也有些期待。吉勇派了贴身的小厮子上给他送了2只50年的老参。我们家少爷说，将人参切片，每日临睡时含1片，能安神补气。季家真不愧是100年的豪门，别人有钱都买不到的圣品，他就这样随手送给了他。窦昭真心道了谢，跟你们家少爷说一声，多谢他的人参，我已经好了。想想这是能救人一命药材，并没有推辞，让素心收了起来，打赏了子上2个上等的分红。子上恭敬的道谢。窦昭就问他，季勇是在窦家过年，还是回宜兴？原来我们家老太爷是让我们家少爷在京都和2位老爷一起过年的，可我们家少爷说京都不好玩，就跟着表少爷来了。真定子上口齿伶俐，说起话来条理清楚。等开了春和，我们家姑奶奶一起回京都，那就过年的时候送他件回礼好了。只是这人什么也不缺，不知道送什么好。窦昭正为难着，吉勇派人请窦昭过去帮着写春联。我原本不过是闲着无事，帮个忙，也不知的这个那个的都说有事，500副春联全丢给了我。你既然好了，就过来帮帮忙吧，不然这春联要写到什么时候去？这是窦家弟子的责任，关他什么事？就算是写不出来，也轮不到他出头。可想到那2只人参，窦昭决定走一趟。正要出门，高兴来禀，何公子明天要启程回安阳了。窦昭问他，东府送了多少银子的程仪？500两。这么多？窦昭很是意外，他看窦家的账册，最大一笔程仪的支出也不过300两，他做侯夫人那会更少，200两。看样子窦家不遗余力的要巴结何家呀。他吩咐高兴，那就照着东府的也送500两的程仪好了。高兴高高兴兴，让人抬着银子跟着窦昭去了东府。他去客房给何玉送程仪，窦昭去了季氏那里。何玉正在内室看书，听见外面厅堂窦氏英家来给自己送程仪的人对着自己身边的管事一口一个4小姐说，心里不由暗暗奇怪，忍不住出了内室，问来人，你们府里是4小姐主持钟会吗？那是当然。高兴一向以窦昭为荣。
公瑾地道：七老爷和七太太在京都，家里的事全由我们四小姐做主。我们四小姐是很能干的，府里上下人等的吃穿用度，家里的买卖，各房的应酬，哪一个样能少得了我们四小姐？平时还要跟着先生读书写字，这不，季家表少爷的春联写不完，还特意请了我们四小姐过去帮忙。最后感慨道：要不我们七老爷怎么把五小姐送了回来，交给我们四小姐管教呢？听得何玉一愣，道：写春联是怎么一回事？语气有着他自己都没察觉的急切。高兴忙将窦家的这项传统说了一遍，还反复的强调，不分年纪，只要字写得好的窦氏子弟都可以帮着写。何玉哦了一声，让贴身的小厮打赏了高兴2个上等的分红，自己回内是发了半天的呆，这才吩咐贴身的小厮，给我换件衣裳，我去也应该去给季公子道个别才是。小厮忙恭敬的应了，给何玉换了件大红的菟丝直多，簪了根金簪，又帮何玉在腰间挂上香囊、荷包等物。何玉突然想到季勇，那家伙肯定又是一件布袍，他吩咐小厮，不用金簪，用那只青铜簪。小厮忙重新帮他簪了簪子，他满意地点了点，这才去了季勇客居的院子。季勇不在家，他的随从告诉何玉，我们家公子在姑奶奶那里。何玉失笑，自己怎么萌生出窦昭在季勇这里的念头？他去了季氏那里，进门就看见季勇正向窦昭抱怨，这是谁定的破规矩？我们季家传承100年也没有这样的事，写春联就能和邻里和睦了吗？我看还不如过年的时候打赏几个童子，更让他们感激涕零。打赏童子那是商贾之家干的事，好不好？窦昭没好气的道，各家有各家的规矩，我们家可曾有人说你们季家的不是？季勇没有作声，窦昭犹不解气，故作困惑的望着他，你真是季家的孩子，会不会是报错了？气得季勇直跳脚，你想帮就帮，不帮就走人，一个女孩子怎么这么多话？是说她搬动口舌吧？这可是七出之罪。窦昭自然不会让他给说过去，道，你是不是又在我们窦家人面前显摆了？要不然怎么大家都不约而同的有事？我们窦家每年都给乡邻送这么多的春联，却从来不曾听说过有人写不完的，可见这人再聪明再能干也不能犯了众怒。窦昭，季勇咬牙切齿地塞了一支笔给他，你写还是不写？不写。窦昭把干脆利落的把笔丢在了书案上，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两人不约而同的循声望去，不仅看见了一副傅公子派头正朝着他们微笑颔首的何玉，还看见了急匆匆赶过来的宋妍。四小姐，她擦着额头的汗，有些胆怯地道，我帮着季举人写春联，这合适吗？窦昭叫了宋妍来当枪手，而且还这样明目张胆，季勇和何玉都傻了眼。怎么不行吗？窦昭对他们的反应视若无睹，慢悠悠地道，反正都是代写，找谁不是一样？何况宋妍的字比我的字写得好多了，能帮着才高八斗的少年谢元济见名季勇先生写春联，宋妍早已激动得面色通红。此时听了窦昭的话，不由得朝窦昭投去一记感激的眼神，激动不已的大声道，季举人，我的字虽然没有四小姐说的那样好，但我会很认真的写的。谁知道季勇却毫不客气地道，既然没有四小姐说的那样好，你凭什么帮我写春联？宋妍非常难堪的僵在了那里。窦昭气得脸色发白，冷笑道，人家不过是谦虚，说些客气话，你倒当真了。他喊宋妍，既然季先生这里不需要人帮忙，我们就先回去吧。何玉在一旁眯着眼睛笑。季勇顿时脸色发青，对宋妍道，站住，你先写2个字我瞧瞧。宋妍望了望窦昭，又望了望季勇，显得很是为难。窦昭不由在心里暗暗叹了口气，秀才见到了举人都如同儿子见到了爹，何况是没有功名的宋妍？人是自己找来的，总不能丢下不管吧。窦昭笑着对宋妍道，那你就写几个字给季举人瞧瞧，然后做出富争强好胜的模样道，可别让季举人把我们给瞧扁了，把刚才的尴尬给掩了过去。何玉眼睛一亮，宋妍连声应好，有些怯弱地走到了书案前。季勇看着脸色微煦跟了过去，拿起笔，宋妍就完全镇定下来，像变了个人似的，眉宇间流露出刚毅之色，下笔稳健有力，一手颜楷写得庄重端正，颇有功力。连季勇都咦了一声，收起了一脸的不以为意，正色地在旁边端看。何玉看了窦昭一眼，也走过去观看。窦昭朝着季勇撇了撇嘴，宋妍放了笔，恭敬地站到了一旁，请季勇鉴赏。季勇站在原地，背着手很随意地瞥了一眼书案，问他会做对子吗？他神色端木，语气淡然，透着强者为尊的居高临下，
窦昭第一次觉得眼前的人有了几分少年得意的举人模样。请先生赐教。宋妍惴惴不安地严阵以待。吉勇朗声道：天寒梅谷坳。院子里的人均睁大了眼睛。这么烂俗的对子。何玉扑哧一声轻笑道：对个雪尽马蹄轻如何？眼底闪过一丝戏谑。季勇冷冷地瞥了何玉一眼。何玉不以为意地挑了挑眉。宋妍却低了头仔细地沉思起来。窦昭也不由端容以待。季勇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不应该出这样浅显的对子才是。对什么内容才符合他的心意呢？桃李尽芳菲，这也太简单了些。窦昭猜测着，就听见宋妍胆战心惊地对了句春暖万物苏。行了。吉勇道：你就用这张书桌写完200幅春联就可以完事了。宋妍长吁一口气，满脸欢欣的应是，快步走到书案前开始裁纸，生怕慢了一步就丢了这个差事似的。窦昭苦笑。何玉却错愕道：这对子是不是对得太平淡了些？吉勇不客气地道：又不是金銮殿上照对，我出个孔子孟子老子那些人能听得懂吗？渠街驴巷，过年图个吉利喜庆就行了。何玉脸色微红。宋妍连连点头，显然为自己猜对了季勇的心思而兴高采烈。吉勇趁机道：很多人平时文章写得花团锦簇的人，为何入场的时候屡屡落地？就是不知道主考官到底要考他些什么，要他写800字，偏要写上8000字，就算是字字珠玑又如何？所以说这天下最容易的就是致意了，照着套路写，绝不会出错，口气大得很。听得何玉迥然。宋妍则非常的震惊，看季勇的眼神裸得流露出崇拜。窦昭见这里没自己的事了，和吉勇、何玉几个打了声招呼，准备去季氏那里坐一会，刚走了几步，就看见东书房的窗扇开了道缝，窦德昌在窗后朝着他招手。他不动声色进了书房。窦德昌瘫在椅子上道：四妹妹，你平日那么精明的人，怎么也被季建明给诓来了？要不是你搬了宋妍来帮你，我只好出去帮你给他写春联了。季举人又干了什么事？窦昭调侃道：大家怎么对他一副避之不及的样子？也没什么。窦德昌沮丧地道：我们几个在那里写对联，启光开玩笑的对了福伯与子思子上，开元天顺张和，被季建明嗤之以鼻，说还不如对老子儿子孙子，启光给气跑了，我们都说不过他。伯与、子思、子上分别是孙子的儿子，孙子和玄孙开元、天顺，张和则是开国皇帝高宗和第2任皇帝高宗、第3任皇帝仁宗的年号。窦启光这幅对子不过是为了奉承皇家有千秋万代永保社稷之意，被季勇毫不留情地嘲笑一番，自然有些受不了。难怪吉永刚才说什么孔子孟子老子，原来还有这个典故。这个季建明说话也太毒了些。窦昭道：刚才他出对子考宋妍的时候，把何公子也嘲笑了一番，还好何公子没有和他一般见识，不然肯定要和他当场吵起来。又道：我先前看何公子求衣锦带的，还以为他只是个纨绔子弟，没想到他还挺沉得住气的。你别以为他是什么好东西。窦德昌不耐地道：你可知道他是如何找到我的？窦昭讶然：不是说你们在路上碰到的吗？什么呀？窦德昌有气无力地靠在身后的大营枕上，那是对长辈们的说辞。他就是那个在大方寺半夜唱大戏，后来窦姬又被我赢了500两银子的家伙，就为了那500两银子，他给黑白两道都递了话，要不是我那几个月在家读书，早就被他带到了。所以我一出门就被人盯上了，否则他不会和我们一起启程了。窦昭想到自己第一次碰到他的情景，并没有太多的意外，只是这情况与自己推测的很不相符。他之前还以为是武伯父想巴结何家，何玉和窦德昌等人才结伴而行的。他不由问道：他为何要找你？总不至于为了那500两银子吧？我看他不像是这样小气的人啊。他是不在乎那500两银子，可他丢不起这个人啊。窦德昌恼火地道：觉得败在我的手下没面子，要重新赢回去，一洗前耻。可我已经不斗鸡了，我明年还想参加乡试呢。他开始不信，后来倒是勉强相信了，可是他非要我把从前与和斗鸡的那只铁将军卖给他。我早送人了，拿什么卖给他？他就缠着我不放，非要我帮他养只和从前的铁将军一样厉害的鸡不可。偏生这件事又不能让爹爹和娘亲知道，他们要是知道我斗鸡取彩，非让我去北楼跪祠堂不可。这倒也是。窦昭道：那你准备怎么办？窦德昌叹道：可惜乌善不在这里，不然把这件事推到他的身上，爹爹和娘亲哪里还会责怪我？乌善啊，他们的关系一向很好，给窦德昌备黑货，想必他不会在意，也不知道他现在怎样了。
不过几个月没见，那个人仿佛已是远久的记忆了。窦昭漠然地喝了口茶。窦德昌讪然地道：我不是故意提他的。没事。窦昭道：亲事不成，也不至于就反目为仇。乌善为人很好，对你很好，前世还帮着你娶媳妇，什么坏事都一并承认。他不由劝道：十二哥不应该为了这些事就和乌四哥疏远才是，难怪乌善看重你。窦德昌不由动容道：四妹妹胸怀坦荡，巾帼不让须眉。窦昭大笑道：我最喜欢听好话了，不管十二哥说的是真是假，我都欢欢喜喜的收下了，十分的率真。窦德昌的心情顿时好了很多，他站起身来：走，我也帮着他们去写春联去，总不能让宋妍一个人在那里顶着季建明，他身子骨还单薄了些，只怕宋妍觉得是享受而不是苦难。窦昭笑着也跟着站了起来：那我去和六伯母说话去，我有些日子没见到六伯母了。窦德昌摇头：你们这些姑娘家，你昨天还差人给娘亲送了几盆腊梅来了，你忘了？我又没来。窦昭很珍惜能跟季氏亲近的时光，两人说说笑笑的出了屋子。晚上，窦昭和陈曲水商量这件事，只怕我们判断有误，说不定那何文道这个时候并不想太早的掺和到阁老之争里去，也有可能。陈曲水对这个消息也很看重，何文道虽然是曾一分推荐入阁的，可何家一向是自成一派，谁的事也不参与，这也是何家为什么这么多年都屹立不倒的缘故。窦昭点头道：何家的事也查一查才好。何玉是幼子，何文道怎么会派了他回乡祭祖？我知道了。陈曲水应着，下去安排人手查何家的事。过了腊八节，京都有消息过来，何文道少年及第，娶的是他师座的女儿。他对这位夫人十分的敬重，两人共生了6男3女，无一生之子。何玉乃老蚌生珠，比何家大爷小了22岁，何大人和何夫人爱若眼珠。这次回乡祭祖，本安排的是何家的大爷，只因何玉吵着要来，临时改成了他。窦昭有些讪然：我的疑心越来越重了。陈曲水不以不然，笑表扬他：不是小姐的疑心重，而是我们现在不过是依附在窦家这棵树上的藤萝，没有自己的力量去接触那些核心的东西，只能通过观察一些细枝末节来推测事情的发展，从而避免那些能影响我们的事情。说到这里，他语气一顿，面色端凝地道：四小姐，承蒙您的厚爱，家里的事没有瞒着我，我多多少少也能看出点您的困境。我知道您想自强自立，可您有没有仔细想过，这种事没有10年的功夫是不可能的。我不仅想过，而且还知道我们的路有多艰辛。窦昭点头：我是女流之辈，不可能自立门庭，必须依靠窦家，这是一难。我没准备出嫁，也不可能有子嗣，这就注定了我的直系里不可能出进士，没有进士，在政治上就只能依附别人，这是2难。我名下虽有大量的财产，每年却只有1万两银子的利钱，虽然开了个笔墨铺子，又有范文书这样的人帮忙，没有5年的功夫难以闯出名堂的。而且就算是做到了北直隶第一，他的收益相比我们的支出来说，简直是车水杯薪。我们要养一帮能随时帮我们打探消息的人，这是3难，这些我都看出来了。虽然先生比我看得更远更深，他真诚地道，所以陈先生答应帮我，我嘴上虽然没说，但心里是十分感激。陈曲水忙依了一手：惭愧惭愧，老佩才疏学浅，没能给小姐帮得上忙。先生不必谦虚。窦昭笑道：没有您老，我们也没有今天的局面。他目光坚定而明亮，语气平静而无畏，可我产能因为有难处就放弃，总要试一试才行。陈曲水肃然的点头，正是小姐说的这个理。他看中窦昭的正是这一点，不管遇到什么艰难都不放弃。他那颗早就心灰意冷也跟着跳动起来。一个人只要坚定不移的信念，勇往直前的勇气，不管过程有多曲折艰难，但最终等待他的必将是丰硕的果实。他就怕窦昭会中途放弃。两人的话题非常的严肃，屋里的气氛不免有些凝重。窦昭不喜欢这种气味，他笑着给陈曲水打气：你看现在我的年例不就从1000两涨到了1万两，还请到了像段公义、陈晓彤这样的高手来保护我，这要是放在从前，那可是想都不敢想的事。这人的一生还长着，谁知道会遇到什么事？我们要有信心才是。陈曲水大笑，放下心来：行，只要小姐有信心，我就是拖着这老弱残躯跟着小姐走这一遭又何妨？窦昭忍不住翘着起了嘴角，以茶代酒敬陈曲水。陈曲水一饮而尽，两人不由相视而笑。没几天，崔13从京都回来。好了，你说的那几个人我都去拜访过了，
他狐疑地道，你真的让我去京都的笔墨铺子当二掌铺啊？我可是什么也不懂。你是不是让我先在窦家的铺子里学2年？而且那我看那个范文书做得挺好的，根本不用再添个二掌柜。至于范文书对他热情中隐隐流露出来的戒备，如果是从前，他肯定会不服气的和他斗一斗。可自从跟着窦启俊看过那流民雇农的生活之后，他的心境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觉得范文书这样做是人之常情，他不仅能够体会，而且能够理解，不必大惊小异，在范文书没有任何错误的时候和范文书去较真。窦昭没有作声，白皙修长、骨节分明的指尖轻轻地摩挲着茶中青绿色釉纹，低声道：“13，您听说过我母亲的事没有？”崔13一愣，回避般的垂下了眼睑，轻声道：“没有。”“你说谎。”窦昭笑道，笑声清越悦耳。崔13很狼狈。窦昭悠然地道：“王家事大，我现在惹不起，可不代表我以后也惹不起。我让你去做二掌柜，不是让你插手笔墨铺子的生意，是想让你去京都结交一些能给我们提供庙堂之事的官吏。”他向崔13交底。崔13脸色大变：“你想报复王氏？”然后急急的道：“我不参与这事。”真是世事无常啊。窦昭自嘲的笑了笑，前世对他最忠心的人，这一世毫不客气的拒绝了他。报复王氏？他不紧不慢地端起了茶盅，你未必太看得起他，也太小瞧我了。崔13愕然：“我要报复他？”窦昭的瞎了口茶，冷酷地道：“我只要劝父亲那个妾生个庶长子由我教养，再找个人引诱窦明，他就完了，用得着我报复？那你要干什么？”崔13面白如纸的跳了起来。不错，他说的一点都不错。王氏进门嘛，这多年都没能给人丁单薄的媳妇生下男嗣，窦昭完全可以通过二太夫人甚至是崔姨奶奶向窦世英施压，让窦世英纳妾。而王氏因为失去了主母的权利，把年幼的庶长子交给端庄沉稳、大方持重的长女抚养，合理又合理。而现在西窦从上到下全是窦昭的人，想坏了窦明的名声，那简直是易如反掌，根本就需要动脑筋。念头闪过，崔13望着窦昭寒霜般的面孔，莫名的灵机一动，想到了另一种可能。他不由骇然地道：“难道你想自立门户？”话一说出口，他立刻又自己否认了自己：“不可能。”崔13一向都是那么的机灵。窦昭长叹了口气，问他：“为什么不可能？”崔13想也不想地道：“因为你是女人。崔姨奶奶不也是女人？”窦昭笑道：“不也过得好好的吗？”崔13脑子顿时有点糊，不禁低头思考。渐渐的，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的脑子里逐渐形成。你是说，在窦家占一席之地，让窦家不得不尊重你？你想不想跟着我一起干？窦昭笑而不答，邀请他，这样崔家就有能力培养子弟读书，说不定几十年上百年以后，会成为第二个窦家。崔13两眼发着光，不过片刻，他就斩钉截铁地说了句干。窦昭在心里暗暗赞许，低声道：“你这次去京都，最主要的是想办法悄悄地放印子钱。”他把自己的计划告诉崔13。崔13听着听着，眼睛越来越亮，到了最后已是热血沸腾。4小姐，您就看我的了。这是他第一次尊称窦昭为您。窦昭只当没听见，笑盈盈地点了点头。崔13却道：“那您为什么不用那些手段对付王氏？”窦昭沉默了半晌，沉声道：“做人要有底线。”崔13默然，静坐了好一会，起身恭敬地向他行了个礼，退了下去。窦昭一人个坐在临窗的大炕上，慢慢地喝着茶。王映雪，他做错了事就得受到罚款，王家不管，自己会管的。但不是现在，子嗣什么的只会让他伤心难过，但不会让他后悔绝望。窦明前世对不起他，这事却没有做错什么，自己不能因为他没做过的事而去报复他，这是自己做人的原则。他并没有骗崔13。窦昭侧过脸去，透过玻璃窗扇，他看见几个小丫鬟正在院子里堆雪人。小丫头们那欢快神色让他有些紧绷，神色徐徐地舒展开来。陈曲水由素心陪着，匆匆地走了进来。窦昭有些惊讶，高声地吩咐守在外面的丫鬟，请陈先生和素心直接进来。小丫鬟应了声是，不过几息的功夫，陈曲水和素心撩帘而入。见屋里没有其他的人，素心又撩帘出去了，陈曲水则面色沉凝地朝着窦昭依了依。出了什么事？窦昭的神色也不禁跟着沉重起来。何公子，不，何家正是向窦家提亲。陈曲水深深地吸了口气，道：“吴老爷和令尊都已经答应了。”窦昭心神俱震，大惊失色地道：“两家正式交换更贴了吗？”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东豆那边可曾得到了消息？还没有正式交换更帖。陈曲水脸色并不见轻松，此事是2天前发生的。何家请了翰林院学士蔡弼向令尊提亲。令尊虽然没有一口答应，但为了这件事曾和六老爷一起专程去商量吴老爷，之后令尊就答应了这门亲事。我们现在打着吴老爷的旗号，能利用军中的驿道传信，东府那边还不知道这件事。窦昭强忍着才没有腹诽父亲应几句，但他心里也明白，在这件事上父亲没有什么错触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何家门第显赫，何玉相貌出众，又是家中得宠的幼子，父亲答应这门亲事一点也不奇怪。只是等等，他道，何大人是我父亲的房师，按道理何玉德称我父亲一声师兄，他们怎么会向我们家提钱？武伯父正殚精竭虑地接拢何家，视而不见，装聋作哑倒有可能。父亲从来都没有什么主见，被武伯父说服也有可能，何家不应该会犯这样的错误才是。好像是武公子在家里吵闹不休。陈曲水道，望着窦昭的表情有些怪异，何大人和何夫人没有办法，只得答应。陈曲水言下之意是说何玉看中了窦昭，所以强求父母为他提亲。窦昭顿时头大如斗，自己和何玉也不过是数面之交而已，他怎么就突然非要娶自己不可呢？他对陈曲水道，先生如何看待这件事？陈曲水犹豫数息，斟酌道，何家虽然显赫，照我看来，若是小姐嫁人，何公子却不是良人。窦昭扬了扬眉。陈曲水很冷静地分析，何大人比吴老爷年长10岁，年事已高。何家的大爷是癸丑年的进士，如今正在工部官正，育有3儿1女，三爷是壬子年的举人，育有1儿1女。等到何公子要立业的时候，何家能留给他的也不过是个虚名罢了。对于窦家而言，何家的可贵之处在于何家的政治资源，可对于窦昭来说，何家的不足之处也在于何家的政治资源。何文道这个时候可以帮窦氏叔，却帮不了以后的窦昭他的长子和三子已举业有成。等到何玉长大成人，需要帮扶一把的时候，同是嫡子的大爷和三爷早已站稳了脚跟，瓜分了何文道的政治资源，他们又各有子嗣，到时候与其帮着自己的这个幼弟站稳脚跟，还不如把自己手中的政治资源留给自己的儿子。何玉现在看着风光无限，实则前途有限。而相比何文道，窦氏叔年富力强，曾一分死后，他很有可能入阁，而且窦昭和窦氏叔有着天然的血亲关系。不比在何家，窦昭不过是众多媳妇中的一个，他想出头就得讨好何夫人，可讨好了何夫人，就有可能得罪何家的大太太和三太太。想左右逢源，有这精力，还不如把功夫花在窦氏叔的身上。至少窦氏叔看在窦昭名下西窦的1/2财产的份上，现在就已经对窦昭另眼相看。他们何必扬短避长，放弃自己的优势呢？我也是这么考虑的。窦昭轻轻的颔首道，而且我还有点顾忌。何大人和何夫人明明知道何公子此举不妥，却还是不顾辈分之差向窦家提亲，可见何大人和何夫人对何公子的喜爱。我若是嫁了过去，未必能和何公子过得好。一旦何家觉得得不偿失，恐怕我的日子会更难过，实在是太浪费精力了。四小姐言之有理。陈曲水松一口气。窦昭虽然说过不想嫁人，可他作为一个经历沧桑的人，却并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觉得窦昭还小。没到情窦初开的时候，何家突然向窦昭提亲，他既担心窦昭一时迷失在何家的显赫名声中，又怕窦昭看中了何玉的好相貌。现在见窦昭依旧冷静理智，他老怀大慰，道：我有个主意，不知道可行不可行，说出来您参考参考。他慎重地道：吴老爷那边估计是指望不上了，可毕竟七老爷才是您的亲生父亲，只要七老爷坚决不答应，吴老爷总不能逼着七老爷应允了这门亲事吧。我觉得我们可以分2步走，一是请人到七老爷那里说相，让七老爷知道这门亲事除了对窦家一时有注意之外，对您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以七老爷这些年对四小姐的爱护，我想七爷肯定会仔细思量的。而这个说客的人选，最好莫过于六老爷了。六伯母马上就要进京了。窦昭笑道：您是想让我说服六伯母？正是。陈曲水道：六老爷一向敬重六太太，且和七老爷是知己，由六老爷这个和吴老爷一母同胞的兄弟出面，可谓是事半功倍。说到这里，他微微一笑，脸上闪过一丝狡黠。而且季家若是知道了何窦两家这个时候要结亲，恐怕也会有点自己的想法，说不定我们可以浑水摸鱼，全身而退呢。这就是第2步了，把季家也给拖下水。窦昭哈哈笑起来：你嫁从夫，
我六伯母不会这么糊涂的，您与其打我六伯母的主意，还不如从我们的寄举人身上下手，那也行。陈曲水自认不了解六太太，从善如流地道，那我们就给寄举人递个信好了。窦昭就沉吟道，先生的话也提醒了我想肯定不止一家希望阻止这个时候窦和两家联姻，我们不妨利用一下济宁侯魏府。济宁侯魏府，陈曲水有些不解，因为窦魏两家都没有把这桩婚事当回事，他并不知道窦昭和魏家的关系。窦昭把当年的事讲给了他听，陈曲水惊呆了，半晌才回过神。窦昭笑道，到时候我只说若想让我嫁到何家去，得先把我母亲当年给魏家的信物拿回来。我想这件事就算是和大人不在乎，也希望窦家能早日和魏家把话说清楚吧。陈曲水思考了一会，有些顾忌地道，照您这么说，魏家并不热衷于这门亲事，到时候令尊要求魏家退还信物，魏家肯定不会犹豫。窦昭笑道，您也不用给我脸上贴金，魏家何止是不热衷，根本就是不愿意。陈曲水尴尬的笑，窦昭倒毫不在乎，道，如果我们只是想要回信物，魏家自然求之不得，可我们要回信物却是为了和何家结亲，只怕魏家就没有这么好说话了。这倒是，陈曲水说着兴奋起来，如果我们谋划得当，说不定能很顺利地推了何家的亲事，而且还能要回魏家的信物，肯定能行。以他对魏廷珍的了解，魏廷珍会拿着窦家的这个把柄大闹一场，然后扬眉吐气地把婚事退了。这样还有一个好处，窦昭胸有成竹的微笑，我的婚事搞出了这样的风波，3、5年甚至是7、8年都可能没有合适的人家前来提亲，就算是有不知道内情的闯了进来，有何家在那里竖着，二太夫人识之也会觉得不合适，不了了之了。就照着四小姐说的行事。陈曲水来找窦昭时的沉重和担忧一扫而光，他高兴道，我这就去安排。窦昭亲自送陈曲水出了二门，回来的路上，素心一直悄悄地打量着窦昭。窦昭很喜欢素心的稳重与细心，笑道，怎么了？没事。尽管是这样回答的，素心还是忍不住道，四小姐，你以后会不会后悔？不会。窦昭笑道，我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自然就不会后悔了。素心稍稍心安。到了第二天，东西两府的人都知道何文道的幼子何玉看中了窦昭，回到京都后就央了父亲到窦家提亲，窦家五老爷欣然应允。崔姨奶奶极为后悔，就是那个漂亮的后生，早知道这样，我应该见上一面才是的。二太夫人一边派了人与京都的窦氏叔联系，一面欣慰地和六太太道，这才是门当户对的好亲事吗？还好当初没有乌家结亲，否则此时后悔也来不及了。六太太笑着应是，心里并不十分赞同二太夫人的话。她私底下对王嬷嬷道，我倒不求受姑嫁的多显贵，要紧的是夫家人口简单，家风清白，对受姑一心一意的爱护和公子太幼稚了，我有些担心。王嬷嬷道，那我们是不是该提醒七老爷一声？季氏迟疑道，可要是我看错了何公子呢？岂不是耽搁了受姑？说起来，这门亲事还是那何公子自己相中的呢，只觉得左也为难，右也为难，患得患失，2天都没有睡好。窦昭自然不知道季氏为他担惊受怕，早写了信让陈曲水连夜送给父亲，要父亲从魏家把信物要回来，又给远在西北的舅母写了封信，把这件事告诉了舅母，免得舅母不知道内情，到时候为人所成。想当初舅母听到他和乌善的事，知道这枚是六伯母保的，高兴得不得了，丢下舅舅和表姐们，收拾行李准备直接进京相看乌善，谁知道他还没有启程，他和乌善的事就黄了。舅母当时伤心了很久，连着写了好几封信给祖母和六伯母，过年的时候还专程差了人来给六伯母问安，一是感谢六伯母为他的婚事操了心，二来也是求六伯母继续帮他关留意一门好亲事。这些点点滴滴都藏在他心里，他只有找机会再报答了。吉勇来拜访他，窦昭有些意外，但仔细一想，却又是在情理之中的事。他在花厅招待季勇，吉勇一言不发，像头次见到窦昭似的，把他上上下下打量了个遍。窦昭早习惯了他的喜怒无常，大大方方地坐在那里任他打量，该干什么就干什么。等他打量完，还问他，你看完了？吉勇很认真地回答他看完了，然后皱着眉问他，你为什么要说我不规矩？没想到这件句话让他如此的耿耿于怀，是隔大半年还要问个明白。窦昭也就很认真地回答他，我觉得一个人可以标新立异，独立特行，那是名士风流，可若是因此打扰到别人，让别人觉得难受，那就是傻大憨的讨人嫌。你骂我，
季勇的脸立刻阴得随时可以下雨。你是这样的人吗？窦昭问他。他额头冒着青筋，阴森森地反问窦昭。我是这样的人吗？窦昭不是为了让他难堪才这样说的，因而真诚地道。你什么都好，就是有时候太霸道了。比如说那次写春联，启光一心想科举入仕，他是真心希望皇上千秋万代，盛世永昌，可你偏偏把启光嘲笑了一番。他又没碍着你什么事，你又何必这样咄咄逼人？窦昭的话让屋子里一片死寂，他不由轻轻地咳了一声，想再劝季勇几句，谁知道他还没有开口，就听到了季勇的一声带着不屑和轻蔑的冷嗤。有些人自己没什么本事，却总是责任别人对他不客气，我最瞧不起这种人了。语气虽然少了他讥讽人时的咄咄逼人，说出来的话却一样的尖酸刻薄。得，算自己说错了话，认错了人。窦昭决定以后自己再也不对牛弹琴了。他问季勇，你找我有什么事？态度就冷淡下来。季勇不以为然，摸了摸鼻子，悠悠地道，你是不是很不想嫁给何玉？窦昭心中一跳，不动声色地道，你何出此言？要不然你怎么会算计我呢？他慢条斯理地道。窦昭心中顿时掀起千层浪，好不容易才没有跳起来，但脸色已经控制不住，有些难看。季勇笑眯眯的点头，心情好像非常的高兴，悠然地道，不过呢，看着我们亲戚一场的份上，这次我就帮帮你好了。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窦昭骇然。季勇一起身出了花厅。窦昭不由抚额，这个季勇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是季家受长辈宠爱下辈敬仰精英，不要说像他这种能向到季家资源，享受季家昌荣的人了，就是六伯母也会在这个时候分清主次，坚定不移地站在他儿子赖以生存，他死后能得到祭祀他的窦家，而非生他养他的季家。他怎么可能舍弃了季家来帮他？这就好比是出卖自己的利益一样。可以他对他的了解，他言辞举止虽然常常让人气得很不得吐一口血，可他说出口的话却从不曾食言过。或者他只是来嘲讥自己的。窦昭仔细回忆着刚才的蛛丝马迹，除了提到窦启光时他讽刺了自己几句之外，其他的时候他表现的都挺正常啊。难道他是来向自己示威的？那他又何必说什么要帮他的话，也不像啊。窦昭坐在那里摇头。季勇突然去而复返。对了，他咧了嘴笑，笑容十分的灿烂刺眼。我还有件事忘记跟你说了，你的那个账房真不错，不过呢，比起我来就差多了。你以后有这种事不妨和我商量，我准备比他好用。窦昭绷不住脸色铁青。季勇却像看到了什么久盼的奇观，满足的哈哈大笑，扬长而去。窦昭忙高声喊着素心，请陈先生过来，我有要紧的事和他商量。乌家在京都的寓所位于城北安定门附近的崇敬坊方家胡同，它北边是国子监和文庙，南边有座开元寺，西边是安定门大街，闹中取静，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外地来京的士子喜欢在这附近租赁寓所，崇敬坊的房价一直居高不下。乌家的这座宅院却是早年前祖宗买下的，二进的小小宅院，种着西府海棠和石榴树，庭院中间是架葡萄藤，青花大鱼、缺里鸡尾金鱼正摆着尾巴在水草间游曳，处处洋溢着富足安逸的居家气氛。乌太太和女儿坐在五廊下的美人靠上做着针线活，听着西厢房传来的朗朗读书声，眉头不由得蹙成了一个川字。乌雅抬头，又看见母亲满脸的惆怅，不解地道：娘亲，您这些日子到底怎么了？为何总是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然后和母亲调侃道：我这么听话，是不是哥哥又做了什么错事？您告诉我，我保证不告诉爹爹，帮您把哥哥教训一顿。傻孩子。乌太太不由摸了摸乌上乌黑的青丝，翻过了年，女儿也有14岁，到了该说亲的年纪了。儿子自从经历了那件事之后，就不怎么说话了。原本和他总是有说有笑的，现在母子之间的对话全是一成不变的饿不饿，不饿，有什么想吃的没有，没有，睡得可好，好。她和丈夫说起儿子的异样，丈夫却觉得这是好事。事儿长大了，持重沉稳起来，她只好把在窦家发生的事告诉了丈夫，却不敢提儿子一句，只说是自己相中了窦昭。荒唐，荒唐！丈夫听后勃然大怒，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早商量我？他们家的四小姐不比其他的闺阁小姐，当初王家的那个女儿扶正、窦赵两家曾有言在先，四小姐的婚事王家不得插手，生怕四小姐受了王家或是窦家的委屈。你以为原籍就很好插手不成？他能答应你，背后还不知道是怎样周旋的，你一句不适合就推了，你早干什么去了？你这样让原籍情何以堪？竟然到了这个时候才告诉我，我得去给原籍赔个不是才行。
然后瞪了他一眼，高声道：“你也给二太夫人写封告罪信？人家为了你的一句话，只怕腿都跑断了。”想到这些，乌太太就觉有个榔头在她脑门上钉似的，嗡嗡作痛。早知道这样，就应该咬紧牙关不答应儿子才是，也免得闹出之后的那些事来。窦元吉虽然一副毫无芥蒂的样子，他却不相信他们真的没有一点想法，倒不像从前那样去窦家走动了。他正思索着，小丫鬟来禀说乌大人下了衙。乌太太整了整衣襟，和女儿迎了上去。乌松年50来岁，身材高大，面容冷峻。看见年幼的女儿，他眼中不由流露出暖暖的笑意。事儿呢？书生停了下来，院子里就安静下来。刚才还在读书呢。乌太太的声音刚落，西厢房的门吱呀一声打开，听到动静的乌善走了出来。爹爹，他恭敬地给乌松年行礼，举手投足间已少了年轻人的锐气，多几分沉淀后的内敛。乌松年不住地点头，笑着问起他的功课来。乌善一一作答，两人就这样站在院子里讨论起学问来。乌雅拉了拉母亲的衣襟，乌太太找了个机会打断了父子俩的话，笑道：“等会用了晚膳，有的是时间。”乌松年对儿子的功课很满意，笑着进了正房。乌善嘴角虽翘，眼底却没有一丝笑意，跟着父亲进了屋。乌太太不由叹了口气。服侍丈夫梳洗过后，她不由问起丈夫来：“你不是说今天蔡大人请喝酒的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乌松年笑着摇头：“别提了，老蔡去给人做媒了。”做媒？乌太太不由大为诧异，他怎么会去给人人帮媒人？谁这么大的面子，竟然请得动他？蔡璧的学问是一等一的好，可为人也是一等一的势力，若不是蔡璧和窦氏叔是亲家，他们家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和蔡璧来往的。即使是这样，没有什么事，乌松年也不会轻易登蔡家的大门。是何大人？乌松年道：“他想为他们家幼子求娶窦家小姐，请了蔡璧做媒人。”说完又道：“听蔡璧那意思，好像是何大人怕窦家不答应，所以请了他出面，让他无论如何也说成这门亲事。”乌太太眼角直跳，窦家的小姐排行第几？我怎么那打听？乌松年道：“原籍从兄弟7个，家中应该有好几个侄女才是。”侄女？乌太太错愕，那岂不是差着辈分？是啊。乌松年皱了皱眉，要不然怎么请了蔡璧出面？一来他和窦家是姻亲，有什么话好事；二来除了蔡璧，又有几个人能想得出那些鬼点子？引经据曲的把这件事给说圆了。随后颇有感受地道：“看样子何家对这门亲事是志在必得，这也是原籍的运气。如果曾阁老致仕，有了何阁老的鼎力相助，原籍入阁已无悬念。”乌太太心里霎时像沸了的水似的翻滚起来。丈夫不知道窦家有几位小姐，她却一清二楚。窦家适龄的侄女只有窦昭一个人。她念头闪过，就听见儿子失声惊呼道：“难道是受姑不成？”夫妻俩不禁朝乌善望去，看见儿子一副失魂落魄的呆立在那里，夫妻不由交换了一个眼神，却听到女儿乌雅大声驳斥道：“怎么可能是受姑？她在真定乡下长大，何家怎么会知道她？肯定是窦明。窦明不管怎么说也是王大人的外孙女。”不错，不错。乌善像回过神来似的，额头间虽沁满了汗珠，人却像突然鲜活了起来般喜出望外地道：“受姑和济宁侯府的魏家有婚约，肯定不是他，肯定不是他。”乌松年却脸色大变，他凝声喝道：“非礼无视，非礼无听，别人家的事我们不要在背后议论了，你们都先下去吧，我还有话和你们的母亲说。”乌善和乌雅退了下去。乌松年的脸色更凝重了，问乌太太：“你说的4小姐是不是就是这个受姑？”乌太太点头：“何家要娶的恐怕就是这个受姑了。”乌松年沉声道：“今天蔡大人就是去了济宁侯府。”你说什么？乌太太震惊地道：“这不可能，那窦昭都已经和别人家定亲了，何家怎么还会娶她？难道没有了窦昭，何家就娶不着媳妇了？”心里却酸甜苦辣，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何家门第显赫，不可能为了巴结原籍给去娶他的侄女。乌松年说着，自己也觉得可笑，背着手在屋里打着转。何玉是幼子，娶妻娶得，只怕那位4小姐不简单。乌松年想到这里，语气里不由平添了几分埋怨：“当初的事，你应该先和我商量商量的。妻好一半福，我们家人丁不旺，窦家子侄众多，如果能娶了窦家的小姐，我们事儿也有个帮衬。”乌太太脸上白一阵红一阵的，半天都没有说出一句话来。躲在父母窗前偷听的乌善却像没有了力气般，顺着叼着西莲花的裙墙滑坐在了地上。
跟在乌扇身后行事的乌鸦咬唇望着哥哥，眼里一片阴霾。窦昭听到何家委托了蔡璧帮着窦家去济宁侯府拿他定亲的信物时，非常的惊讶。按理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何家就算是不愿意放手，也应该保持沉默才是，为什么会冒着名誉受损的危险帮窦家出面呢？他们是看中了自己，还是看中了窦氏书？或者何文道和窦氏书已经达成了什么协议，急需这桩婚事做掩护？毕竟在上一世，窦氏书是得到了何文道的支持才进的内阁。他大胆的假设，会不会是何玉和他的大哥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陈曲水眼睛一凝，肃然道：您别说，要是真得如此，那这件事就解释得通了。何文道知道自己死后何玉不可能得到家族的鼎力支持，正好他又看中了窦昭，何文道所把这个最宠爱的幼子托付给窦氏书，然后力挺窦氏书入阁，而对于何文道来说，不过是在阁老之争中提早表面了态度，虽有风险，但却不足以动摇根本，又解决了几个孩子之间的矛盾，可谓是一举数得。他担心道：只怕这件事会有麻烦。哪件事能没有麻烦？窦昭乐观地笑道，神色轻松，我们想朝着这个方向把何家的事打听清楚了再说。再就是魏家那边也要派个人盯着。蔡璧这个人，他很想说我是知道的，但考虑到他现在的身份，他语气顿了顿，这才道：我好像听说他的口才非常了得，就怕何窦两家宁愿补偿魏家也要拿回信物。魏家的大姑奶奶比较势利，我们要防着他一手才是。陈曲水没有疑心，窦昭兄有沟壑，事关他的终身大事，他想办法打听到魏家的情况，这很正常。我这就去安排。陈曲水做事雷厉风行，让窦昭非常的欣赏。他喊住了陈曲水，道：季家那边可有什么消息？窦昭没有把吉勇那句看在我们是亲戚的份上，这次我就帮你的话告诉陈曲水。他下意识地认为这句话太荒唐，就是自己说出来，陈曲水恐怕也不会相信，或者是只把他当成热血少年的一时冲动。陈曲水道：暂时还没有什么消息，心里却琢磨着自己要不要亲自去趟钦都。何家的事要不是四小姐看出了点什么，只怕他们到现在还摸不着边，更不要说有所发展了。每当这个时候，陈曲水就深深地感觉到没有人手的痛苦。他正要和窦昭商量，素心表情有些怪异地走了进来。四小姐，有2位公子自称有事路过真定县，特来拜会七老爷。其中1位公子自称姓魏，是济宁侯府的世子爷，另1位自称姓汪，是平安侯府的四爷。魏廷瑜和汪清海、窦昭睁大了眼睛，陈曲水也被吓了一大跳，看了一眼有些发呆的窦昭一眼，急急地道：人在哪里？他不知道七爷在京都吗？我们说了。素心的表情越发的怪异了。可魏公子说，若是七老爷不在家，何季家中哪位长辈都可以。他只是过来问个安而已。素心也猜到了魏公子的身份，他踌躇道：您看要不要请崔姨奶奶出面帮着招待招待？怎么把他给招过来了？他就知道，如果他们之间的婚事若是风平波静则罢，若是闹出点什么热闹来，第一个跳出来瞧热闹的就有可能是魏廷瑜。不用了，以他对魏廷瑜的了解，他要是看不到自己，肯定会想办法赖在魏家不走的。与其到时候让魏廷瑜闹出什么笑话来，还不如由他出面打发了魏廷瑜。窦昭吩咐素心，你请2位公子到花厅里坐，我换件衣裳就过去。这不大好吧？陈曲水婉转地道，家里的庶务不全由三老爷打点吗？我看不如请了三老爷过来陪客。不管怎么说，这位济宁侯世子爷也有可能成为窦昭的丈夫，他就不能让窦昭在魏廷瑜面前坏了形象。窦昭知道陈曲水在想什么，他根本不在乎。魏廷瑜就算是瞧不起他，只要他愿意，就有办法嫁给他。他就是在看重自己，只要他不愿意，就能把这桩婚事搅黄了。他对他比对任何人都有把握，魏廷瑜根本就不是问题，但他不想表现太明显，引起别人的怀疑。那就请陈先生陪我去见见客人吧。窦昭道，他若是没什么事，请陈先生作陪，设宴款待他们一番，送上若干诚意，把人送走就行了。若是有什么事，还请陈先生领了他们去三伯父那里，让他们和三伯父商量去。这样也行，总比让崔姨奶奶出面的好。就怕他老人家像孙女婿似的，越看越满意，最后把四小姐糊里糊涂的嫁了四小姐的婚事，这2年都快成崔姨奶奶的心病了。他老人家昨天还跟乌他那里去，问四小姐到底嫁给何家还好是嫁给魏家好。四小姐既然不嫌弃老朽人寒酸，老朽就陪四小姐走一趟吧。陈曲水谦虚道，和窦昭去了花厅。魏廷瑜正和汪清海打量着花厅里的陈设，看见没有？
汪清海用手肘拐了拐身边的魏庭瑜，指着长案上插着迎春花的天青色花菇道：“是乳瓶。”又指了多宝阁阁子上放着的一对通体洁白无瑕的珊瑚盆景，有2尺高。只怕京都的玉宝轩也没有这样好品相的珊瑚，你岳家可真有钱啊！胡说些什么？魏庭瑜正盯着花厅外的那几丛珠子看，除了他认识的紫竹、方竹、斑竹、南竹之外，还有好几种竹子他闻所未闻。听了汪海清的话，他转过头来，想到窦家派人去向他家讨要当年的定亲信物，狼狈地道：“我们还是小时候见过人家，认不认识我还两说呢。”汪海清就打趣他：“哎呦，还是青梅竹马的。”陈曲水见这2个少年都长得一表人才，行为举止这雀样的轻佻，心里很是失望，轻轻地咳了一声。2人不由端容回头，就看见一个穿着青布长袍的清瘦老者陪着个身材高挑的少女走了进来。那少女看上去不过13、14岁的样子，肌肤胜雪，长眉入鬓，一双眼睛寒星般熠熠生辉，透着胸有成竹的自信从容，把2个见惯了温柔乡里柔弱美人的魏庭瑜和汪海清看得两眼发直。汪海清更是在魏庭瑜羡慕地道：“真漂亮啊，你走狗屎运了，还不快把人娶回家，千万别把那玉佩还给了窦家。”魏庭瑜身子一抖，清醒了过来似的，他急急地朝着窦昭作揖行礼道：“在下魏庭瑜，我们小时候见过一面，不知道窦家妹妹还记得我不？我有事路过真定，特意前来拜访，既然长辈们都不在家，那我就打拢了，来日再给看望窦家妹妹。”说着推搡着汪海清就要走。汪海清和陈曲水都被魏庭瑜突如其来的举止弄得摸头不知脑。陈曲水瞥了一眼表情依旧很平静的窦昭，汪海清却是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在地。他只得匆匆地朝着窦昭行了个礼，跟着魏庭瑜出了花厅。陈曲水望着汪海清歪歪斜斜的背影，很是不满：“四小姐，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位汪四爷举止轻佻，谈吐粗俗，绝非什么沉稳持重之辈。”他不好评价魏庭瑜，只好说汪海清把当年定亲的信物从魏家拿回来也好。窦昭却是早就习惯了魏庭瑜的貌式，他在想魏庭瑜，这是他重生后第一次见到魏庭瑜，他还以为自己此生再也不会见到这个人了。相比他刻印中的魏庭瑜，他还是个面带稚气的少年，他很难把他和那个英俊的中年男子联系起来。他还沉浸在再见面的震惊中，说话来有些漫不经心。您放心好了，我要是想把信物拿回来，多的是办法，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过些日子再说吧。陈曲水却觉得事情不像窦昭说的这样简单，窦昭好像对魏庭瑜有种别样的情愫，好像特别的包容，特别的忍耐似的。他隐隐有种不好的感觉，但更明白此时不是和窦昭说这的时候。陈曲水选择了徐徐图之，他笑道：“这样也好，我们先解决了何家的事再说。魏家人口简单，总比何家要容易对付得多。”窦昭点头，他也是这么认为的。什么事情和政治挂钩，就会变得扑朔迷离起来。魏家是闲散的公卿，没这个资格，也不敢参与其中。而魏庭瑜和汪海清一走出窦家的大门，汪海清就拽住了魏庭瑜，说：“来看看窦家小姐有什么能耐，让何家不要名声也要娶进门的是你，见到人一声不吭的跑了出来的也是你，你到底要干什么？你今天要是不给我一个交代，你以后休想我陪你出门。”魏庭瑜朝四周看了看，见窦家的门子都坐在门后说闲话，巷子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行人，他这才拉着汪海清朝前走了2步，低声道：“我姐姐说，如果何家愿意帮我姐夫早点得到世子之位，他就同意将玉佩还给何家。何家已经答应了，就是不知道这件事成了没有。我姐姐说，朝廷的封告下来，他就将玉佩还给何家。景国公张佩的夫人袁氏生长子张元明的时候，差点难产而死。张元明生性木讷，长大以后又吃又肥，袁夫人看着就觉得心烦，更喜欢次子张继明和幼子张旭明，因而张元明已经20有6，景国公府还没有立世子，这不仅让魏廷珍很不安，而且让张继明和张旭明也很不安。景国公府看着花团锦簇，表象之下却是暗流涌动。汪清海是廷安侯府的4公子，又和魏庭瑜交好，自然知道这其中的来龙去脉。他闻言沉默下来，轻声问魏庭瑜：“那你准备怎么办？”魏庭瑜道：“所以我要快点回去找我爹啊。”汪清海精神一振，道：“你是说？”魏庭瑜的面孔霎时涨得通红，总不能让窦小姐被退婚吧？到时候她可怎么活啊？他磕磕巴巴地道，神色有些扭捏。汪清海哈哈大笑，使劲地拍了拍魏庭瑜的肩膀，把魏庭瑜拍得一个趔趄，差点跌倒。我就知道魏兄是个顶天立地的好男儿，
不会就这样畏畏缩缩地跑回去的。走，我陪你去跟老侯爷说。魏廷宇点头，揽了揽汪青海的肩膀，两人上了马，扬鞭而去。花厅里，窦昭还在和陈曲水说话。您可曾仔细想过，窦家和魏家退亲，为何自己不出面，却让何家出面？陈曲水也想过这个问题，他慎重地道：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六老爷和七老爷都极力反对这门亲事，吴老爷不想为此破坏了兄弟间的情分，只好把这件事丢给何家。对六老爷和七老爷可以说是为了让何家知难而退，对何家又可以有个交代，两边都不得罪。而最大的原因实际上是因为吴老爷此时正是角逐阁老的关键时刻，容不得有半点的闪失，特别是在德性上不能有任何的污点被对手抓住。吴老爷之所以能和王行仪争，就是因为吴老爷这些年来行事端方，急公好义，备受同僚称赞。窦昭不住地点头，笑道：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才是。机会？陈曲水不解道：什么机会？事情已经闹开了，魏家总不至于把信物还给何家吧？那他们成什么了？卖妻求荣，魏家以后还能在勋贵圈子里立足啊？什么事都不要说得这么绝对。窦昭道：别的事我可能不知道，魏家的事我却一清二楚。这个时候的济宁侯府早已远离庙堂和皇家良久，落魄为了二三流的贵勋之家，不仅需要权臣支持其得到优渥的差事之应门庭，而且还需要钱支撑日渐窘迫的用度。说着，他语气顿了顿，提起了张元明。他既是嫡，又是长，而且早到了请封世子的年纪，这件事对何家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有了魏廷珍帮着说项，以魏老侯爷和夫人对他的疼爱，10之89会魏家会同意魏廷瑜拿了张在明请封世子的事和何家讲条件的。陈曲不禁扬眉，心中更是瞧不起魏家，道：四小姐的意思是，我想请先生您亲自去趟京都，找魏老侯爷好好的说道。窦昭笑道：不管是为了颜面还是利益，把信物留在魏家都是最好的选择。毕竟我武伯父也有可以有成为阁老，我又有大笔丰厚的陪嫁。说完，他又调侃地道：还可以趁机帮我武伯父证明，不是我们窦家要退这门亲事，完全是因为这么多年以来魏家对这门亲事不理不睬的。低头娶媳妇，抬头嫁女儿，窦家总不能自己找上门去吧？陈曲水却有些犹豫，道：把你名下有多少产业告诉魏家吗？那倒不用。窦昭笑道：我怕到时候脱了不身，我毕竟是窦家的女儿，陪嫁比一个班人家丰厚些也是正常的。他想到前世自己嫁入魏家时，魏廷珍看到他嫁妆时满意的表情。陈曲水会意，笑道：我一定把这过错扣到魏家的头上去。窦昭嘻嘻地笑了2声，季勇望着手中的便条也在笑。魏家提出何家如果能帮着张元明请封世子之位，他们就将定亲信物还给何家。还不错，窦昭好逮着个世子的爵位。他不由翘了翘嘴角，吩咐贴身的小厮子上道：你带上我的名帖，我们去趟济宁侯府。语气显得有些高兴。子尚一儿大着胆子笑道：我们去济宁侯府干什么呀？我们和那些贵勋之家又不熟。季勇冷冷地瞥了他一眼。子尚忙叫了丫鬟服侍季勇更衣，自己去季勇的书房拿了张名帖，差人套了马车，陪着季勇出了门。他们住的是季家在京都宫中的宅子，位于京都最中心的南薰坊，6部衙门、翰林院、詹事府都在这里。3间5进3路的宅子，占了1/3的御河胡同，十分的气派。在正院，他们遇到几个世子打扮的年轻人，看见季勇，他们远远的就给他让出条路来。季勇眼角也没有抬一下，视而不见的扬长而去。子尚却认出了领头的是12老爷家的闵少爷，其他的几个都不认识，应该是闵少爷国子监的同学。他朝着闵少爷笑了笑，算是打了个招呼，就听见那群人中有人不满地道：这就是你家那位少年得志的谢元郎，也太倨傲了些吧。我等虽学识不如他，可也未必就没有金榜题名的那一天。子尚听见闵少爷笑道：介元兄您误会了，我这位从弟不是倨傲，而是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不懂这些人情世故。莫说你和他是初次见面了，就是相识已久，有些日子没见，他也会立刻忘了你长得什么样。为此我这位从弟没有少闹笑话，我们家里的人都习惯了，你和他交往久就知道了，他从小就不会认人。还好是遇到了闵少爷，这要是遇到了于少爷，别说帮公子解释了，他不挑唆着别人找公子的麻烦就是好的了。子尚快步追上了季勇，出了大门，正想在季勇面前为闵少爷说2句好说，却看见一辆围着青布的黑漆马车停在了他们的面前。车上下来的是季勇的父亲季琦。
他40来岁，穿了正四品缀云燕补紫的绯色官服，相貌英俊，神色温和，显得很文雅。纪琦笑着问儿子：建明，你这是要去哪里？吉永眼也没眨一下，道：我要去玉宝轩看看有没有好一点的砚台，钱够吗？吉永理也没理，直接上了马车。子尚忙帮他答道：够了，够了。纪琦不以为忤，点了点头，嘱咐着他们小心点。子尚连连点头，匆匆给纪琦行了个礼，爬上了马车。纪琦看着他们的马车驶出了岱桥胡同，这才进了大门。济宁侯府在城西的裕民坊，延安侯府、长兴侯府、兴国公府都在这里开府，前朝的开国功勋多在那里开府，那里也被京都的人戏称为富贵坊。纪永在济宁侯府门口碰见了从济宁侯出来的陈渠水，他很意外，陈渠水更惊讶，上前给纪永行礼。纪永却道：你怎么来了？四小姐呢？陈渠水笑道：四小姐在真定，差了我来济宁侯府办点事。纪永眉头直皱，拉了陈渠水一边说话：四小姐派你来办什么事？陈渠水笑而不答。纪永望着他眼角眉梢的喜悦，心里隐隐有种不妙之感。他冷哼一声道：你别以为我打听不到，你告诉我不过是让我少费些功夫罢了。陈渠不笑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还请纪公子不要为难我。纪永啧啧的冷笑道：没想到福建巡抚张凯是个软骨头，他的幕僚却是忠勇之士。福建巡抚张凯是在倭寇攻打福州的时候弃城而逃，被福建总兵定国公蒋梅孙斩于剑下，头颇挂在福州的城墙上示众3日，朝野皆知。陈渠水脸色大变，神色顿时变得非常冷峭。那就只有烦请纪举人自己去打听了。说着甩着袖子登上了旁边的一辆马车，咕噜噜的走了。子尚惴惴不安望着面色阴沉的纪永，心里不住的嘀咕：公子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被人这样无视过，恐怕气坏了吧。也不知道公子会怎样整治这个陈先生。不过这位陈先生好像是窦家四小姐的人，窦家四小姐也很厉害，装聋作哑，硬生生把那个庞坤白打得半死。要是公子把他的人给整了，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来找公子算账。公子的个性虽然强悍，可每次遇到了窦家四小姐却像火碰到了水，任你的火势有多旺，他3言2句就能把公子淋个透心凉，让公子半天都缓不过气来。若是窦家四小姐和公子起了争执，会不会殃及这个小鱼小虾呀？子尚痛苦地琢磨着，听见纪永咬牙切齿地说了声我们回去。公子不去济宁侯府了。他微微一愣，忙扶侍纪永上了马车。晚上帮纪永打听消息的子熙回来，纪永在屋里气得暴跳如雷。这个女人她就不能安分点吗？我说了会帮她，自然会把事情办得妥妥当当，她自己出什么风头？骂完他又无力地瘫坐在了太师椅上，望着头顶绘着的蓝绿色缠枝纹的程晨咧着嘴笑了笑。不过真是聪明能干啊。说到这里他跳了起来，问子尚：京都什么酒楼最好？我要请何玉喝酒。第109章来迟济宁后听了脸涨得通红，色厉内荏的辩道：看陈先生的样子也是个读书人，怎么能听风就是雨呢？那几年不过是孩子们年纪都还小，我们家又只有于哥这一根独苗，不要说去真定了，就是去西山，他母亲也不放心，因而疏于走动而已。哪有你说的那些事？却始终不提魏窦两家的婚事。陈渠水如果说来时还对魏家抱着什么希望，那此刻也如石沉大海，连个水泡都不曾冒了。他不用装目光，也如利剑般寒光凛冽。侯爷恐怕言不由衷吧？我可是听说了，若是何家帮您的女婿请封了世子，您就把和窦家的定亲信物交给何家，我们家吴老爷可是吏部侍郎，内阁大学士不过5品，6部尚书正2品。为了提高这些大学士们的品阶，通常都让这些大学士们兼6部尚书衔，而且谁任哪一部的尚书，就分管哪一部的事务。但这些大学士们又不可能天天在6部坐班，于是各部的左侍郎就成了实际上具体管事的人。赏封勋爵则由吏部积勋清史司管。济宁侯闻言心里一颤，心里把蔡壁骂了个狗血淋头，说什么外面的人绝不会知道的，窦家的这个账房先生怎么就知道了？既然窦家的账房先生都能知道，张继明和张旭明断然没有不知道的道理。张继明和张旭明原先不过是在他们的老子张佩面前佯装兄友弟恭罢了，现在张元明首先打破了家丑不外扬的规矩，借助外力请封世子，只会让张继明和张旭明找到借口，明目张胆的和张元明争夺世子之位。就是张佩也无话可说。张继明娶的是长兴侯的侄女，张旭明娶的是宁德长公主的外孙女，哪里是小小的一个济宁侯府可比？这话要是传了出去，
济宁侯府丢了面子是小，若因此而鸡飞蛋打，岂不是两头落空？他只能硬着头皮矢口否认，绝没有此事。陈先生如果不信，我们可以去何家对质。你堂堂一个侯爷，竟然想和我一个如同仆人的账房先生对质。陈曲水一想到窦昭竟然和这样的人家有过婚约，就不禁为窦昭抱不平他好不容易才压下心头的怒火，佯装出负面色大忌的模样，感叹道：我也觉得不可能，不过大家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连何家请的什么人到府上说相，府上用的是什么茶招待他都一清二楚，由不得我不信啊。济宁侯强忍着才没有从衣袖里掏出帕子擦拭额头的汗，而陈曲水已话锋一转，语气真诚又略带几分歉意地道：不过呢，这件事也的确是我欠考虑了。景国公府的大爷和您再亲，那也是女婿，别人家的儿子，难道还能祭祀魏家的祖先不成？您自然是要多替世子爷打算，只有世子爷好了，济宁侯府才能兴旺发达，贵府的姑奶奶才能借助娘家的力量帮姑爷请封世子，这岳父帮姑爷，不管说到哪里都是名正言顺，堂堂正正的。就是张家的两位爷有什么不满，那也怨不得别人，谁叫他们的妻族不得利呢？侯爷，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是啊，何家想帮着张元明请封世子，是绝不可能绕过窦家的。既然如此，何不就和窦家结了亲？以现在的形势来看，既可以得个耿直守诺的名声，又可以堂而皇之地插手张家的事，一举两得，可比和何家打交道风险少很多。他不由点头，先生说的有道理。倒也不是我说的有道理，是侯爷当局者迷，我们这些旁观者清。陈曲水一改刚才的犀利，谦虚地道：侯爷可曾仔细想过，那景国公精明强干，如果贵府的姑爷如此的不堪，为何景国公府直到今日也未请封世子？他想到窦昭跟他提及张元明时说的一些话，顺势而用。几年后却是心中一动，如果老朽猜得不错，景国公心里肯定还是属意贵府姑爷为世子的。陈曲水娓娓地帮几年后分析，不过是爱着夫人和几个儿子，找不到合适的机会罢了，否则哪里还用这样拖着？贵府的姑爷若是已经制动，什么也不做，说不定事情还会有转机。可若是借了外人之势强行插手景国公府的事，景国公肯定是容不得，那些亲族也会不服气，甚至会有人有样学样，不择手段的各显神通，到时候景国公府可就乱成一团麻了。几年后再也坐不住，一下子跳了起来。不错不错，景国公经常跟我说过，我们家姑爷是孝至纯，就凭这一点就足以担当景国公的世子爷了。不过是袁夫人常和国公爷吵闹不休，让国公爷避无可避，躲无可躲。若是国公爷和袁夫人一样的心思，景国公府早就立了世子爷了，哪里还用等到今天？姑爷不动则罢，若敢私谋世子爷之位，以国公爷的性子，是绝容不下姑爷的。书房后面就传来妇人嘤嘤的哭泣之声，陈曲水只当没听见。几年后则朝着陈曲水躬身行了个揖礼，多谢先生教我，大恩不言谢，侯爷折杀老朽了。陈曲水低头还礼，嘴角却高高的翘了起来。位于京都最中心的南薰坊，与六部衙门、翰林院、詹事府等比邻而居的妓宅，从外面看上去不过粉墙灰瓦开两扇黑漆广亮门，寻常的很。可走进去了才知道，三路三间五进的宅占了玉河胡同的1/3。坐在妓宅东南角那座玉兰花飘香的书房中，季勇望着手中的便条，嘴角不由得高高翘起，弯成了个愉悦的弧度，用景公国世子之位交换与窦昭的定亲信物。还不错，窦昭好歹值个世子的爵位。他吩咐贴身的小厮子上道：你带上我的名帖，我们去趟济宁侯府。子上难得见到纪勇这样高兴，就大着胆子笑道：我们去济宁侯府干什么呀？我们和那些勋贵之家又不熟。纪勇立刻翻了脸，冷冷地瞥了他一眼。子上吓得一个哆嗦，再也不敢多说一句，忙叫了丫鬟服侍纪勇更衣，自己去纪勇的书房拿了张名帖，差人套了马车，陪着纪勇出了门。路上他们遇到几个世子打扮的年轻人，看见纪勇，那些人远远的就给他让出条路来。纪勇眼皮也没有抬一下，视而不见的扬长而去。子上却认出了领头的是12老爷家的闵少爷，其他的几个都不认识，应该是闵少爷国子监的同学。他朝着闵少爷笑了笑，算是打了个招呼，就听见那群人中有人不满地道：这就是你家那位少年得志的谢元郎，也太倨傲了些吧。我等虽学识不如他，可也未必就没有金榜题名的那一天。子上听见闵少爷笑道：谢元兄您误会了，我这位从弟不是倨傲，而是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不懂这些人情世故。莫说你和他是初次见面了，就是相识已久，有些日子没见，
他也说不定会忘了你长得什么样。为此，我这位从弟没有少闹笑话，我们家里的人都习惯了。你若是和他交往久了就知道了，他从小就不会认人。还好是遇到了闵少爷，这要是遇到了于少爷，别说帮公子解释了，他不挑唆着别人找公子的麻烦就是好的了。子尚快步追上季勇出了大门，正想在季勇面前为闵少爷说两句好话，却看见一辆围着青布的黑漆马车停在了他们的面前。车上下来的是季勇的父亲季琦，他40来岁，穿了正四品缀云燕补紫的绯色官服，相貌英俊，神色温和，显得很文雅。季琦笑着问儿子：建明，你这是要去哪里？季勇眼也没眨一下，道：我要去玉宝轩看看有没有好一点的砚台，钱够吗？季勇理也没理，直接上了马车。子尚忙帮他答道：够了，够了。季琦不以为忤，点了点头，嘱咐着他们小心点。子尚连连点头，匆匆给季琦行了个礼，爬上了马车。季琦看着他们的马车驶出了岱桥胡同，这才进了大门。济宁侯府在城西的裕民坊，延安侯府、长兴侯府、兴国公府都在这里开府，本朝的开国功勋多在那里开府，因此裕民坊也被京都的人戏称为富贵坊。季勇在济宁侯府门口碰见了刚从府里出来的陈曲水，他很意外。陈曲水更惊讶，上前给季勇行礼。季勇却道：你怎么来了？四小姐呢？陈曲水笑道：四小姐在真定，差了我来济宁侯府办点事。季勇眉头直皱，拉了陈曲水一边说话：四小姐派你来办什么事？陈曲水笑而不答。季勇脑海里浮现窦昭平静的近乎睿智的面孔，心里隐隐有种不妙之感。他冷哼一声道：你别以为我打听不到，你告诉我不过是让我少费些功夫罢了。陈曲水客气地笑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还请季公子不要为难我。季勇啧啧的冷笑道：没想到福建巡抚张凯是个软骨头，他的幕僚却是忠勇之士。福建巡抚张凯在倭寇攻打福州的时候弃城而逃，被福建总兵定国公蒋梅孙斩于剑下，头颇挂在福州的城墙上示众3日，朝野皆知。陈曲水脸色大变，神色顿时变得非常冷峭。那就只有烦请季举人自己去打听了。说着甩着袖子登上了旁边的一辆马车，咕噜噜地走了。季勇望着远去的马车，脸色阴沉。子尚心里直打鼓，公子长这么大从来不曾被这样无视过，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法子整治这位陈先生。不过这位陈先生好像是窦家四小姐的人，窦家四小姐也很厉害，装聋作哑，硬生生的把那个庞坤白打得半死，庞家不能喊痛不说，最后还倒赔了窦家四小姐2万两银子。要是他知道公子把他的人给整了，不知道会不会找公子算账。公子的个性虽然强悍，可每次遇到了窦家四小姐就像火碰到了水似的，任你火势有多旺，他3言2语就能把公子浇个透心凉，让公子半天都缓不过气来。如果窦家四小姐和公子起了争执，会不会殃及他这只小虾米啊？子尚正痛苦地琢磨着，有个管事模样的人匆匆从侧门走了出来，他朝着季勇行礼：季举人，我们家侯爷请您到花厅奉茶。季勇倨傲地朝他点了点头，背着手率先进了济宁侯府的大门。那管事一愣，急急地跟上，赶在了他的前面带路。魏家的花厅绿意盎然，窗外有数干碗口粗的紫荆花，正开得如火如荼，屋里的陈设却像个过了花季的少妇，涂脂抹粉也掩饰不住陈旧沧桑。季勇撇了撇嘴，挑了张看上去比较新的太师椅坐下。丫鬟们上了茶点，管事陪着济宁侯走了进来，互相见过礼，分主次坐下后，济宁侯呵呵笑道：季举人真是少年有成啊，不知道季举人找我有何事？他态度亲切，笑容和蔼，如同一个对下辈关爱有加的长者。季勇心里却已打了几个转，他原本是想利用窦家的沉默说服魏家留下当年和窦昭定亲的信物，改和窦家谈条件，这样既可以达到为张元明请封世子的目的，又可以在道义上站住脚，让魏家名利双收。没想到在济宁侯府门口遇见了陈曲水，别人可能会被陈曲水唬弄，以为他不过是窦家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账房先生，却瞒不过他这2年他一直被窦昭所用，窦家的人别说指使他了，就是想请他帮着出个主意，以陈曲水的傲气，那都是不可能的。他来济宁侯府肯定是奉了窦昭之命来解决信物之事的。自己虽然不知道陈曲水是怎样和魏家说的，但看陈曲水的表情，以他的能力显然已经达成了目的，自己再来见济宁后就根本没有必要了。可不知道为什么他很不甘心就这样离开。
甚至不愿意回家等探子的消息，就这样贸然地闯了进来。他想知道陈曲水都和济宁后说了些什么。魏家是决定像他想象的那样把信物还给窦家，然后等到风头过去的时候再悄无声息地和窦昭把亲事退了，还是突然发现窦昭不仅能干，而且还有大量的陪嫁，完全可以支撑起这个落魄的鬼侯门，临时改变主意，决定向窦家提亲。或者是还有什么他没想到的事情发生，就像他压根也没想到窦昭会派陈曲水来拜访济宁侯府，因而也没有派人注意真定那边的动向。如果他今天没有遇到陈曲水，恐怕还在为一切尽在自己掌握中而沾沾自喜吧。他很不喜欢这种失控的感觉。吉勇忍不住心里抱怨了一句，窦昭不是应该乖乖地坐在家中等着他为他把这件事摆平的吗？他怎么一声不吭地跳了出来，把他的安排部署都破坏了不说，还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差点栽了个跟头。他好多年都没有遇到这种事了，他为什么要这样？难道他们不是一个阵营的吗？他早说过了，这件事会帮他解决的。他是不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还是压根就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想想都让季勇心浮气躁，对济宁侯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好颜色。他淡淡地道，我刚才在贵府门口碰到了窦家的账房陈先生，他一向在真定照顾窦家的四小姐，突然出现在了京都，想必是为了当年贵府和窦家四小姐的婚事。我也听说贵府准备用当年定亲的信物和何家交换景国公世子的爵位，所以来拜访侯爷，想知道侯爷最终是准备将信物还给窦家还是交给何家。济宁侯的脸霎时就黑了，魏家是准备把信物还给窦家还是交给何家，关他屁事。自己不过是看在他是季家子弟的份上才好心招待他的，他倒好，给他几分颜色就开起染房来了，小小年纪就窥人隐私，有才无德，就算是中了状元也只能在宦海里挣扎做个穷翰林罢了。季公子是不是管得太宽了些？济宁后毫不客气端起了茶盅，高声喊着送客。吉勇自然不会等到有人来撵他，济宁侯端起茶盅的时候就站了起来，没等济宁后喊出送客两个字，已冷冷地道，我家和窦家本是姻亲，承蒙窦家的二太夫人看得起，今年留了我在窦家过年，又见我要回京都与父亲团聚，怕窦家的几位伯父让窦家四小姐受了委屈，特意托付我仔细地留意京都的动静，若是窦家的几位伯父力所不及，家中的几位长辈又瞒着不让他老人家知道，嘱咐我悄悄跟您说一声，如果您这个时候把信物留在魏家，等风声过了，他老人家愿意出重金购回。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济宁侯的嗓子就像被堵住了似的，目瞪口呆的半天也没有说出一句话来，心里却飞快地盘算起来，他的确是看不上窦家那位丧父长女窦四小姐，如果照着这位祭举人所说的，用信物换一大笔银子，魏家就立刻能摆脱目前的窘境，也就有银子打点宫中的那些内侍为儿子谋个好差事，魏家很快就能振兴起来。只是女儿，如果照着那位陈先生所言，就得娶了窦家的四小姐。虽说能得笔嫁妆，也能帮衬女儿，可到底受制于人，真是左右为难啊。要是有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就好了。念头闪过，他心中一动，何必这么急着做决定呢？现在何家想要那块玉佩，窦家想要那玉佩，甚至是窦家的二太夫人也背着儿子私底下有自己的打算。常言说得好，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他为何不等一等，拖一拖再说，指不定能卖个更好的价钱呢？只是不知道这几家是不是真的和窦家是姻亲，得好好打听打听才是。拿定了主意，济宁侯精神一振，吉勇一看就知道他打的是什么主意，心里闪过一丝鄙视，猝然间为窦昭难过起来。他母亲都给他说的是门什么破亲事，这要是嫁过来了还能有个活路啊，不管怎么说都不能让窦昭嫁进来。吉勇在心里暗暗下定决心，听着那济宁侯装腔作势地道，我们魏家是跟着太宗皇帝南征北战，这才在太庙中挣得一席之地。我们子孙虽然不才，却也从不曾忘记老祖宗的功勋，不敢做下那有辱祖先的事。窦家既然和我们家交换过信物，这桩婚事岂能说变就变？他口若悬河之际，先前领季涌进来的那个管事探头探脑地出现在了花厅的门口。济宁侯微皱眉头，打住了话题，不悦地道，什么事？那管事忙低眉顺眼地走了进来，点头哈腰地道，侯爷，大姑奶奶回来了。济宁后一愣，那管事就凑在济宁侯耳边说了一通话。季勇不屑偷听，壳子上支着耳朵却听了个明白，也不知道是谁给大姑奶奶报的信，说您决定把玉佩留下。大姑奶奶抱着孩子哭了回来，说活不下去了，夫人正和大姑奶奶抱头痛哭，谁劝也不听。
世子爷在一旁看着，让我赶紧来找您，说您要是再不去，夫人和大奶奶就要哭得闭过气去了。济宁侯非常疼爱自己的妻子和一双儿女，而且现在出了这样的变故，也应该好好女儿解释一番才是。他顿时坐不住了，匆匆和季勇说了几句客气话，再次端茶送客。季勇也不多说，起身出了花厅。济宁侯急匆匆去了内院，子商就把刚才听到的话告诉了季勇。季勇道：我在马车里等你，你跟着济宁侯去看看。我瞧着他那样子就是个软骨头，就怕被女儿一哭一闹的，又改变了主意。子商张大了嘴巴：去内宅。你怕什么？季勇鄙夷地瞥了他一眼，济宁侯府这么大，他们家现在连平日的嚼用都捉襟见肘，不可能有足够的仆妇打理庭院。你只要绕开那些主要的庭院，就能顺利的进入内院。就算是被人认出来了，你就说是我还有事找侯爷，结果你一路上都没有碰到个人，迷迷瞪瞪的就走到了那里。子商还能说什么？照着季勇的吩咐，偷偷的尾随着济宁侯溜进了内院。路上果然没碰到什么人，还看到一些偏僻点的宅院野草丛生，显得很荒凉。又被少爷说对了，他嘟囔着，畅通无阻的到了正院，从后院翻了进去。丫鬟婆子都在正房的五廊下立着，他贴在后窗户上听，济宁后的声音时断时续的传了过来。手心手背都是肉，我顾着你弟弟，也不可能丢下你不管，这件事你听我的，准没错，我还能害你不成？子上悄悄地折了回去，在垂花门的时候遇到了麻烦，一个婆子拦了他。你是干什么的？我怎么没见过？我是外院扫地的。子上急中生智地道，刚才看见垂花门前没人，就在这里晃了晃。怎么会没人？婆子百思不解。子上以一溜烟地跑出去，叫嚷着我要回去当值了，出了济宁侯府。季勇问他怎样了，子上把听到的话一五一十地学给季勇听。季勇点头，问子上京都什么酒楼最好，我要请何玉喝酒。何玉整了整身上月白色竹叶纹的行绸直多，这才下了马车。抬头看见黑漆烫金底的醉仙楼三个字，右脚一个小小的印章，刻着清溪散人四个古例，那是前任翰林院掌院学士林观澜的别号。随身的护卫走了过来，小声的示下，公子要不要我跟着？不用。没等护卫的话说完，何玉就打断了他的话，季建明不是那样的人，他要是想害我，多的是办法，用不着找这样一个人来人往的酒楼。是。护卫应声退下，和其他几个人一起帮着将马车停放在了酒楼旁的广场上。何玉带着贴身的小厮进了醉仙楼。吉勇的随从子熙正在大厅里等着何玉，见他进来，上前笑着行礼，请他上3楼。我们少爷正在沧海阁等着何公子。沧海阁是醉仙楼最好的雅间，占了整个醉仙楼的1层，想在那里吃顿饭，没有200-300两银子不能启齿的，而且还要预定。何玉轻笑，这个季建明摆这么大的排场，到底要干什么？有人过来给何玉打招呼，他也是这里的常客。何玉心不在焉地应酬着，想到那天写春联时，季勇看窦昭的眼神炯炯发亮，仿佛燃烧着一把火。他心中闪过一丝异样的感觉，但很快他就把这丝让他觉得不安的情绪抛在了脑后。娶为妻奔为妾，姻缘之事自然是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何玉心中微安，含笑踏上了楼梯。吉勇背着手站在窗扇大开的窗前，窗扇上镶嵌的掐丝珐琅彩绘玻璃映衬着他一身青莲色的细布直多，越发显得身材高大挺拔。说起来，这个季建明也是个人物。何玉在心里嘀咕着。吉勇已转过身来，英俊的脸上没有一丝笑意，神色冷漠地朝着他打了声招呼。你来了。何玉淡淡地点了点头，闲庭信步般潇洒地走到了窗边，唰的一声打开了折扇，虚摇了2下，然后笑着指了醉仙楼对面一间人头攒动的铺子，道：季兄是第几次来醉仙楼？对面那家姚记炒货的糖炒花生很不错，来醉仙楼喝酒的人都要买上1包。醉仙楼怎么做也不如人家的好吃，几次想把人家的方子买过来也都没能如愿。京都的人都说是醉仙楼成就这家姚记炒货，他语气里带着本地人特有的优越感，想把季勇的气势压下去。吉勇闻言嘴角一撇，露出个似笑非笑的笑容，吩咐子上去给何公子买包姚记炒货的糖炒花生来。子上应声而去。吉勇转身挥拳打在了何玉的面门上，何玉避之不及，哎呦一声捂住了脸，趔趔趄趄地撞在了一旁的太师椅上。太师椅纹丝未动，茶几上摆着的茶盅茶壶却叮铃哐啷地落在了地上。何玉又哎呦一声去扶被太师椅扶手顶得快要折断了的腰，也顾不得脸了，
大家这才发现他满脸是血，让人看根本看不清楚伤在了哪里。早在季勇挥拳的时候，跟着何玉上楼的2个小厮已大叫着公子朝季勇扑过去，一旁突然窜出了7、8个大汉，不仅伸手就将何玉的小厮给制住了，而且还早有预谋的拿出2块白布将2个小厮的嘴给堵了起来。私人恩怨，你们不许插手。季勇很不厚道的对2个小厮喝道，挥拳又朝着何玉击过去。飞鹰走马久了，何玉的身手也变得比较灵活，他一个翻身躲在了太师椅的后面，高声的喊着自己的护卫，却并没有撕破了喉咙喊救命之类的。吉勇在心里冷笑，世家公子就有这点好，就是生死关头还要顾着面子。他追上去抓起何玉的衣襟，朝着何玉的腹部就是一拳。此时何玉已经反应过来了，刚才季勇打在他脸上的那一拳让他的鼻子剧痛，眼睛发酸，视线有些模糊。季勇抓着他的衣襟时，他本能的屈膝朝着季勇的下身撞去。2人同时闷哼一声，跌跌撞撞的倒在了地上，又不约而同的爬起来朝对方扑过去，扭打在了一起。季勇和何玉年纪相仿，一个奉行君子动口不动手，一个身娇肉贵锦衣玉食，打起架来倒也旗鼓相当，难分伯仲。好在最先楼的客人都是些有身份有地位的，3楼打得叮铃轰隆，也没人出来瞧热闹，最多有几个奉了命的小厮在楼道口探头探脑的。等到何玉的护卫哗啦啦闯进来的时候，2人都已是强弩之末。何玉的护卫要救主，吉勇的护卫早得了吩咐，不许有人插手，自然要拦。双方噼里啪啦的也打了起来。紧跟着何玉护卫赶过来的大掌柜一看，也不知道该拉谁好，2人都是世家子弟，季公子是举人，是读书人，斯文人，肯定不会是他先动手。何公子看上去有些纨绔，为人却十分的豪爽，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人。再一看，双方的护卫打得火热，9楼的保镖想插手也插不进去。得，他索性吩咐2掌柜的把门关了，他们叫我们再进去。2掌柜会意，亲手关上了沧海阁的大门。何玉见自己的人到了，心弦一松，推开季勇，一屁股坐到了地上，这才开口说话。季勇，打人不打脸，你这王八蛋竟然打老子的脸。季勇也打累了，且达到了目的，不再追打何玉，和何玉一样坐在了地上，喘着气道，你能打别人的脸，我就不能打你的脸。我打谁的脸了？何玉胡乱擦着脸上的血，愤愤不平地道，你不要含血喷人。我含血喷人？吉勇刚刚因打了何玉2拳而平复的心情立刻又激动起来。窦家4小姐和魏家都已经有婚约了，你却从中插一脚，弄得人家窦4小姐现在里外不是人，被人指指点点的，差点就抹了脖子。窦家4小姐抹脖子？这不可能。何玉直觉的这样认为，可见季勇言之凿凿。他毕竟和窦昭不过只是见了几面，又有些不敢肯定起来。吉勇见状趁胜追击，你不就是想找个靠山吗？好男不吃分家饭，好女不穿嫁11，你就不能有出息点？要靠这个女人和你哥哥们斗？何玉霎时羞得耳朵都红了，强辩道，你胡说什么？窦家4小姐人很好的。那是，季勇鄙夷地道，国子监门前2株古柏也不错，你怎么不搬回家去？你，何玉恼羞成怒，窦家的事什么时候轮到你季家帮着出头啊？我可不像你，除了是何阁老的儿子就没有其他什么身份了。吉勇傲然的道，我是宜兴季建明，季家关我什么事？我想过问一下就过问一下，我不想过问，他们也就是个路人。真是狂妄。何玉张口结舌，却不知道怎地突然对季勇起了结交之意。他喃喃地道，我要是想靠女人，多的是，犯不着一定是窦家的4小姐，我没有为难他的意思，那魏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季勇见何玉言辞诚恳，知道他服了软，口气也就和缓下来。我也知道，我不是过气气你罢了。那魏家的确不是什么好东西，破破烂烂的窦昭要是嫁过去了，只怕先就要做牛做马的帮他们家填补亏空，比起你们家来是天壤之别。可问题是窦昭一心惦记着王母的遗命，你总不能忘顾他的意愿吧？说着，他长叹了口气，怅然的道，他幼年失母，战战兢兢的在继母手下讨生活，还要看东府那些长辈的眼色，已经很不容易了，你再这么一闹腾，你想想他还能有个好啊？不说别的，就是那些内宅妇人的唾沫星子都能把他给淹死。何玉低了头，半晌无语。他是舍不得放弃窦昭吧？季勇看着，在心里把何玉骂了1000遍，心头的无名之火这才略减，道，你倒是说句话啊。现在魏家决定既不把信物还给窦家，也不交给你们何家，价高者得，你是不是还嫌闹得不够热闹啊？到时候你爹觉得划不来，拍拍屁股走人了，窦昭怎么办？他做了什么？
不就是他爹做了你爹的门生，就惹了个瘟神不能脱身了，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啊？大不了我以后帮你对付你的几个哥哥好了。何玉一咬牙问吉勇，要是我退出来，窦家四小姐就会嫁给魏廷瑜吗？语气里犹带几分不甘，没有询问吉勇会怎样帮他对付哥哥，只想知道窦昭的将来。吉勇没来由心的里一阵不舒服，道：她自然是嫁给魏廷瑜了，难道还会嫁给别人吗？好。何玉大声地道，这件事我认了，倒也干脆利落，颇有男儿的豪气。此时陈曲水已回到了真定，他站在窦昭花房里，望着眼前一株含苞欲放的牡丹花，有些担忧地道：如果魏家来求亲，难道小姐真的要答应这门亲事吗？窦昭用喷壶洗了洗山兰细长的叶子，答非所问地道：我让您给济宁侯送的药材，他们收下了吗？收下了。陈曲水道，不过我看那济宁后的样子，好像很平常似的。窦昭临行前让他带了2株30年的人参送给济宁侯，他以为这2株人参大有深意，结果济宁侯不过是笑着道谢，让人收了起来。他还以为济宁侯没有意会到窦昭的用意，特意提了几句，反而让济宁侯露出几分不屑。带到了就行了。窦昭放下了喷壶，漫不经心地道，至于用不用得上，那就是他们的事了。关于3尺童子不进内宅，大家可以参照那些人烟很少的公园，管理人员不到位的时候，就很容易钻空子。至于季勇的行为是否符合世子公子的准则，大家以后就知道了。窦昭的画像是在打哑谜似的，陈曲水猜不出来是什么用意，自尊心又不允许他不认真思索就去问窦昭，这个话题也就接过去了。送走了陈曲水后，窦昭却站在正屋的五廊下发了一会呆。前世济宁后是承平13年的5月初9突然病逝的，他是在承平15年的8月19日，也就是济宁侯除服之后，田氏去开元寺给丈夫做法事的时候偶遇田氏的，现在已是承平13年的3月，如果没有什么意外，1个多月后济宁侯就会病逝，魏廷瑜需守至3年，这桩婚事自然就会拖下来。3年以后，谁知道又会是怎样一番光景呢？他并不担心。接下来的几天春雨绵绵，窦昭忙着照顾他那几株牡丹花。陈曲水给他带来个消息，曾一芬病逝了，内阁终于空出个位置来了。窦昭笑请陈曲水在花暖的石桌旁坐下，亲自沏了碧螺春，笑道：不知道谁会成为首辅，也不知道哪位侍郎能入阁。京都这几天注定有人夜不成寐啊。陈曲水笑着接过窦昭递过来的茶水，分析道：叶世培和姚时中的可能性比较大，不过代见有司礼监的秉笔太监汪渊支持，也有可能。窦昭惊讶道：原来那代见是有汪内侍支持的。陈曲水听窦昭称汪渊为汪内侍，比他还要惊讶，道：您怎么知道汪渊？他怎么会不知道汪渊？前世辽王夺宫，汪渊是先帝的心腹太监，最后竟然安然无恙。辽王登基后，他虽然没再做秉笔太监，却成了慈宁宫的大总管。皇上最宠爱的妃子姜氏据就说是因为得罪了汪渊，被皇上所厌恶，最后姜氏的2个儿子也被养在了他的死对头衔妃齐氏的名下。汪渊又最不喜欢别人称他为公公，所以不管是内命妇还是外命妇，只要遇到了他都会尊称他一声汪内侍。窦昭也是叫顺了口，他只好故作不知地道：我看书上都说这些人是内侍，就用了这个称呼。又怕陈曲水继续追问下去，忙转移了话题：叶世培不是次辅吗？现在曾一芬去世了，他应该接任首辅才是，您怎么说他只是有可能？那姚时中和代见又是什么人？这些都是陈曲水很感兴趣的话题，而且窦昭的解释也说管通，他也就不再多想，笑道：按道理说，曾一芬走后理应由叶氏部接任首辅，不过曾一芬在世的时候对他打压得很厉害，因此在几件比较重要的政事上他都背了黑锅，威信受损，加上他年事已高，精力有所不济，这些都有可能让他与内阁首辅失之交臂。姚时中是从户部给事中做起来的，是有名的迹象。皇上这几年为自己大修陵寝，借了户部不少银子，江南又发了2次大火，税少税减，南边角窝的军饷粮草却是1分也不能少。国库吃紧，也许皇上会让姚时中任首辅，解决国库空虚之事。至于代见，汪渊能把从前底之时就服侍皇上的大太林丁谓赶到陕西去做督军，你就可想而知这个人有多厉害了。据说代见让自己的侄儿娶了汪渊的养女，和汪渊做了儿女亲家。这个人有才学，有能力，还不要脸，说不定会爆个冷门呢。如果是别人，肯定会怀疑陈曲水的推断，可窦昭是知道汪渊厉害的，倒觉得陈曲水的话有道理。庙堂看似威严，实际上什么样的荒唐事都有可能发生。
辽王做了皇帝之后，还曾封龙善寺的主持圆通法师为礼部侍郎，专司他礼佛之事。龙善寺也因此被敕封为大龙善护国寺，从此香火鼎盛。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寺一跃成为第一大古刹。有一次，他无意间听到皇后娘娘向太后娘娘委婉的抱怨，说圆通法师怂恿着皇上把金銮殿上的金瓦赐给大龙善寺盖作大殿宝殿，皇上竟然没有反对。太后娘娘当时气得大骂圆通法师是计贼。想到这里，窦昭心中一惊，顿时脸色大变。圆通法师俗姓纪，字明鉴，号不二。难道纪勇？不可能。圆通法师他曾见过2次，他身材高大，面容白皙，五官俊逸，不仅笑容亲切温和，而且言谈举止谦和大方，与他交谈，让人有如春风拂面之感，哪里像纪勇，说话尖酸刻薄，行为举止倨傲无礼，一脸的精明外露。可若是除去这些，纪勇装模作样的时候，还真就和那圆通法师还有点像。窦昭腾的一下站了起来，打翻了手边的茶盅。四小姐，您怎么了？陈曲水勃然变色，他以为窦昭是在想谁能入阁的事，您是不是想到了什么？窦氏书能否入阁，关系到王行仪的升擢，也就关系到他们之后在京都的部署。没什么。窦昭喃喃地道，我想起从前的一些事，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说到这里，他猛地问陈曲水，您可知道季建明的号是什么？他实在没办法把纪勇和那个和尚联系在一起。陈曲水一愣，道，这个我还真没有注意到，要不要我帮着打听打听？纪勇不声不响的就把他给摸了个底朝天，他却一无所知。当时他虽拂袖而去，可若说他心里一点震荡也没有，那是自欺欺人。他也很想知道纪勇小小年纪怎么就有这样一副让人心悸的手段。窦昭连连点头，心中五味俱全。您最好还能查查他在宜兴的事，或许能发现些蛛丝马迹。陈曲水颔首。窦昭想到了六伯母的欲言又止，又想到纪勇的肆意妄为，难道纪勇真的就是那个圆通法师？一时间，不管是陈曲水还是窦昭，都没有了继续谈话的心情了。而远在京都的窦世英却脸色有些难看的大步从窦氏书的书房里走了出来，驻足在书房外的葡萄架下长长的吁了口气。窦世恒跟了出来，笑道，怎么舍不得受姑？是啊。窦世英又长长的叹了口气，道，做了别人家的媳妇，不仅侍奉公婆，还要操持家务，她还那么小，哪里会这些啊？刚才魏家请了媒人，正是向窦世英提亲。窦世英有些犹豫，难道就这样把女儿给嫁了？他跑来商量窦氏书，窦氏书却笑道，那你想怎样？来个雀屏中选，你可别忘了，何家知难而退，全是因为窦魏两家有约在前，现在何家不再提前结亲的事，你该不会准备和魏家一拍两散吧？到时候我们怎么跟何家交代？我也不是那个意思。窦世英道，我就是不想这么早把寿姑嫁了，也不知道那个魏廷瑜是个怎样的人。当初你们不是去打听过了吗？不管是六弟还是六弟妹都觉得不错。窦氏书忍俊不禁道，再说了，定亲又不是成亲，定了亲还要准备嫁妆，过2-3年再出嫁也是常事，我想魏家那边也想得到，你总不能把寿姑一辈子留在家里吧？话虽如此，可他心里就是觉得别扭，哼哼哧哧的和窦氏书说了2句话，见窦世恒过来了，他就起身告辞了，没想到窦世恒却追了出来，走，去我那里喝酒去。窦世恒约摸着了，猜得出窦世英的心结，拉着他往自己家里去。家里冷冰冰的，窦世英也不想回去，他和窦世恒去了猫胡同。路上，他问窦世恒，你找五哥什么事？是不是和入阁的事有关？他有点担心，因为窦昭的婚事让何窦两家反目。没什么大事。窦世恒道，我听说五哥回来，过来看看他。这几天窦氏书都在增加帮忙。又道，你也不想多想，这路的自己走，靠谁也是靠不住的，我想五哥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要不然当初五哥也不会答应让何家出面去魏家把玉佩拿回来了。窦世英点头，两人进了垂花门。几世正指挥着丫鬟婆子摆饭，见两人进来，忙叫了丫鬟打水服侍他们净莲娴手，又叫了婆子去通知厨房夹菜。窦世英也不客气，换了件窦世恒的衣裳出来用午膳。见窦正昌和窦德昌都不在，他笑道，他们两兄弟去哪里了？季氏帮窦世英盛了碗汤，笑道，去了玉桥胡同。湖州韩家来了几个人相看窦正昌，住在玉桥胡同的季家。窦世英就问起窦正昌的婚事来，什么时候定亲？季氏满脸笑容，看了几个日子，都在6-7月间，已经让人拿去韩家的人商量了，应该这几天就会有回信了。窦世英就怅然的道，
还是娶媳妇好啊？窦世恒就朝着季氏使了个眼色，季氏立刻明白过来，想到寿姑就要出嫁了，他心里何尝好过。魏家虽然落寞了，可好歹是堂堂正正的侯府，魏家又只有魏廷瑜这一个儿子，早早就请封了世子。他劝着窦世英，田氏脾气又好，那孩子相貌英俊，性情开朗，待人厚实，虽说现在还有些浮躁，可现在的年轻又有哪个不浮躁的？我们寿姑是个聪明人，等以后成了家慢慢的教，她也就渐渐的也就会稳重起来。窦世英慢慢的点头，两人都没有提到魏家的经济，窦昭名下的财产足够他们挥霍了。雨点如豆，哗啦啦倾盆而下，瞬间让真定县成了水泽之地。窦昭站在五廊下，大雨落在青石砖上溅起的水花很快浸湿了她的裙摆，披着蓑笠，穿着木屐的素心穿过重重雨帘走了进来。小姐，您还是回屋歇着吧。她一面劝着窦昭，一面小心地将蓑笠脱下，交给了身边的丫鬟，生怕一不小心让蓑笠上的雨水打湿了窦昭的衣裳。外面雨太大，暖房那边我照您吩咐的收拾好了，还派了2个老成的嬷嬷在那里值夜，您就放心吧。窦昭怎么能放心？春雨贵如细，可这春雨要是总这么下去，刚刚种下去庄稼只怕就要被沤死了。他抬头望了望乌压压的天，蹙着眉头进了屋。陈曲水冒雨而来，小姐，我看天气不对，田庄那边是不是要派个人去看看？他的脸色很沉重。先生和我想到一块去了。窦昭说着，天空一亮，划过一道闪电，传来轰隆隆的雷声。我看这雨一时半会停不了，东跨院和正房这2年都翻修过，西跨院和贺寿堂那边只怕还要派个人去看看有没有哪里漏雨的。陈曲水见窦昭心里明白，放下心来。红姑撑了桐油纸伞，扶着崔姨奶奶过来。陈先生也在这里啊。他和陈曲水打着招呼，眼里满是深深的担忧。寿姑，这雨太大了，怕是田里的庄稼要受不住，我得回去看看。那怎么能行？窦昭和陈曲水不约而同地道，要去也是我们去，怎么能让您去？把大家逗得笑了起来，气氛突然间变得温馨。你们去能有什么用啊？祖母道，你们又不懂农事，去了也不过是走马观花，还是我去吧。然后吩咐寿姑，你给我准备辆马车，要是田里的庄稼真的遭了殃，等雨停了，还要想办法让大家抢种点什么，不然今天颗粒无收。就是我们免了他们的租子，这日子只怕也过得十分艰难，还得准备些粮食借给他们过冬，不然要饿死人的。窦昭是没有经过荒年的人，陈曲水荒年的时候也过得很好，都没有祖母体会深刻，自然也就没有祖母那样的迫切，因而一个劝导，这么大的雨，你要是受了风寒怎么办？我派个管事去看看就是了。一个道，崔姨奶奶不必担心，真定这几年风调雨顺，如果真的遇到涝灾，县里、州里都会想办法的，再不济，朝廷也会派人赈灾，你不必太担心。崔姨奶奶直摇头，坚持要回田庄看看。窦昭没有办法，道，那我亲自去一趟吧。崔姨奶奶自然不同意，你一个小姑娘家去了能顶什么事？窦昭这几年是如何对待崔姨，陈曲水是看在心里的。他笑道，如果您不放心，我陪着4小姐走一趟吧，说不定这雨马上就停了。您车马劳顿，只怕4小姐在家里也不安生。这样也好。窦昭在心里思忖着，和陈曲水左一句又一句，说的祖毫无招架之力，只得同意让陈曲水陪着窦昭去田庄看看。素心忙通过陈晓峰和段公义等人护送，素兰则督促马夫套好了马车，甘露和素娟一个准备着路上的茶水吃食，一个准备着雨具，不过半炷香的功夫，就什么都准备好了，等服侍陈曲水的2个小厮赶过来，他们一行人披蓑打伞走进了雨中。在垂花门前遇到了去给二太夫人请安回来的窦昭，2个护送窦昭回来的婆子忙屈膝给窦昭礼，谄媚地喊着4小姐，殷勤地问着，这么大的雨，您这是要去哪里？要不要老奴们护送一程？窦昭认出他们是二太夫人身边服侍的人，没想到窦昭能讨了二太夫人的欢心，他有欣慰地瞥了窦明一眼，让素心赏了2个婆子各一个分红。2个婆子谢了又谢，窦明却被窦昭那一眼瞥得满脸通红。他想到自己冒着这么大的雨过去给二太夫人请安，二太夫人也不过是对自己比平日颜色略好些，不像窦昭说是雨太大，派了个婆子给二太夫送了些莲子粉、茯苓膏什么的。二太夫人脸上顿时像笑开了花似的，还对柳嬷嬷道，这孩子虽然没了母亲，到底是个有福气的，没了乌家有何家，没了何家有魏家，还是圆了他母亲的心愿，做了世子夫人。就是柳嬷嬷那个老东西还在一旁讨好地道，以后就是侯夫人了，正一品呢，是我们家姑娘里面头一份啊。
窦昭又听不见，犯得着这样巴结奉承吗？他一口气忍到进门，又看见到了前呼后拥窦昭。不像他们，不过带着几个丫鬟婆子，而是护卫开路，丫鬟贴身服侍，旁边还跟着个跑前跑后的账房先生，像是哪家的公子出巡似的。不，一般人家的公子出巡也没有这样的派场。窦明忍不住讥讽道：姐姐马上是做侯夫人的人了，有什么事怎么不吩咐身边的护卫管事，再不济也可以指使丫鬟婆子，怎么还要亲自出马？莫非是和魏家的婚事又黄了？可姐姐也不至于使唤不动家里仆妇啊，我们家的仆妇不是一向敬畏你的吗？这是窦氏姐妹之间的事，还论不到外人论长短。陈晓峰等人静默如山。二太夫人屋里的两个婆则是倒吸了口冷气，心里直道倒霉，怎么就摊上了这样一件差事？难道东府的人都说西府的五小姐沾不得？以后再有这样的事宁可被柳嬷嬷责骂，也要躲得远远的。窦明身边服侍的吓得战战兢兢，大气也不敢吭一声。周嬷嬷更是满头是汗，也顾不得尊卑了，压着窦明向窦昭赔不是。哪有这样和姐姐说话的？窦明梗着脖子不低头。窦昭轻笑，没想到我们家还出了个强项令，我不成全你岂不可惜了？说着出了垂花门。陈晓峰等人一声不吭，尾随着窦昭从窦明面前目不斜视地走了过去，好像他是个毫不相干的人。窦明气得满脸通红，等窦昭的人都走了，他小声问周嬷嬷：强项令是什么人？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周嬷嬷也不知道，迟疑道：要不您问问宋先生。窦明点了点头。马车里，甘露好奇地问窦昭：小姐，您难道要扣了五小姐的月例？窦昭要身边的丫鬟都跟着读书，素心几个都知道这典故。强项令董宣为人耿直清廉，而且家境贫寒，月例是府里的规矩，他犯了哪条哪款是要扣月例的。窦昭淡淡地道：不过是府里有规定，姑娘及笄还没有出嫁的，每月有15两银子的香粉钱，未及笄的只有2两银子的香膏钱。他对素心道：你以后要记得跟高兴说一声，五小姐今年才11岁，哪里就用得上香钱了。还有教五小姐琵琶的婉娘，她既不是我们府上请的，高生又没有特意嘱咐过，婉娘的束修4季的衣裳也不应该由我们出才是。他现在关心的是雨事，是田里庄稼的收成，是那些农户的生计，哪里有空理会窦明的挑衅？我发现这样的小事还很多，素心，以后这些事你要多留意才是，免得坏了府里的规矩。五小姐这样当着众人的面不给四小姐面子，四小姐不小乘一下四小姐，以四小姐的性子，以后还不知道要惹出怎样的大麻烦来。四小姐看上去对五小姐很严厉，实际上对五小姐还是很爱护。素心笑盈盈的应是。窦昭把这件事抛到了脑后，撩了车帘朝外望。刚刚耕好的田里白茫茫一片，只看见几根草随风摇摆，风吹着树枝哗啦啦响着，雨点打在车顶上啪啪像是落冰雹。等到了去田庄的路口，路已经泥泞不堪，马车走上去恐怕就会陷在其中。段公义毫不犹豫地道：解了马，我们几个把马车推进村去。又对陈曲水道：委屈先生在这里等会，我进村去借头骡子驮您进村。陈曲水摇头：不用了，我走着进去就行了，我还有行李在田庄里，到时候换双鞋就成了。大风大雨的，段公义也不和陈曲水客气，折了根酒中粗细的树枝递给陈曲水：先生用来做拐杖吧。然后和陈晓峰他们前拉后推地把马车拽进了村。村里各家的劳力都站在屋檐下望着越下越大的雨发着愁，看见窦家的马车进了村，都欢呼起来，随便抓了个什么东西顶在头上就围了过来。咦，是四小姐啊，崔姨奶奶怎么没有回来？四小姐，这可怎么办啊？这玉米才刚点下去。是啊，四小姐，我们要不要挖口子放水呀？大家七嘴八舌的。四小姐就是为这事来的。段公义见状大吼一声，这又是风又是雨的，等四小姐安顿下来，会叫大家来商量这件事，你们不要急，先让四小姐进屋歇会。众人立刻让出一条道来。窦昭在素心等人的簇拥下进了正屋，留在田庄的几个婆子烧的烧热水，抱的抱干净的被褥坐垫，不一会窦昭就干干净净地坐在了临窗的大炕上，喝着热茶，和几个村中年长的农户讨论着怎样度过难关。窦家的田庄地理位置极好，它东边是条由北至南的小河，西边是片比它低势低些的良田，雨水少的时候可以引河灌溉，如果遇到这样的涝灾，把最南边的口子挖开，积水就会顺势顺到郎家的田庄去。不能挖口子。窦昭想到来时看到的情景，道：整个真定都成了水泽之乡，
就算是挖了口子，也不能解决什么问题，何况这种断人口实的事，为之不善，容易引起两家的纠纷，远亲不如近邻。我们和郎家的田癌在一起，这么多年都没有起过争执，不能因为这件事被郎家的人指着脊梁骨骂。能坐在这里的都是村中年长且有威望又懂农事的老人家，之前大家还怕窦昭年幼，为了给祖母一个交代，强行让他们挖口子或是抢冬苗，此时听了窦昭的话，不由齐齐松了口气。冬小麦肯定是颗粒无收了，现在就看怎样善后了。几个人默默无语地望着窦昭，窦昭也明白他们的心思，道：我来的时候，崔姨奶奶曾反复地叮嘱我，说大家都是跟了他老人家10几年的庄稼把式，不管这雨什么时候停，能不能赶种上玉秋，今年的租子免了。大家回去后也跟各家各户说一声，不用太担心。大家的表情俱是一松，纷纷地称赞崔姨奶奶菩萨心肠，称赞窦昭心底醇厚，不停地说着些感谢的话。窦昭看着时候不早了，端茶送客。陈曲水急匆匆地走了进来。四小姐，京都那边有消息过来，皇上下旨任命梁继芳为内阁首辅。窦昭微微一愣，他对这个人有印象。辽王宫变之后，他撞死在了金銮殿上。他当时只是个内宅妇人，关心的是家中的柴米油盐。事后听人说起，也不过是叹爱了2声，对这个人并不了解。但他能撞死在金銮殿上，应该是个风骨正正之人吧。他请陈曲水一旁坐下。陈曲水叹道：没想到最终是他做了首辅，这下可爆了冷门，打了大家一个措手不及。窦昭道：他是什么来历？如果和武伯父有些关系，武伯父入阁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陈曲水颇有些唏嘘地道：他是壬辰科的进士，考中术及士之后在刑部官正，之后一步一个坎，从刑部给事中一直升到了刑部侍郎，是前督察院左都御史潘图昌的门生。潘图昌和叶世培不和，曾一芬被叶世培逼得不得志士，为了恶心叶世培，他力挺梁继芳入了内阁。梁继芳有自知之明，虽然入阁10几年了，却唯唯诺诺，从来不曾拿过什么主意。这次他能入阁，也是因为叶世培年事已高，姚时中和戴建斗的你死我活不可开交，让皇上心中不悦，索性让梁继芳做了首辅。说到这里，他怅然地长叹了口气，这就是运气啊！窦昭心中一动。梁继芳是壬辰科的进士，算算年纪也应该是5、60岁的人了。陈曲水和他差不多的年纪，他落魄成了他的幕僚，而梁继芳却贵为首辅，怎不让他感慨？想到这些，他就想安慰安慰陈曲水。我看未必。窦昭挑了挑眉，道：别人我不知道，就说你给我提到这几个人，叶世培自不必说，能把曾一分逼的致使，可见其手段谋略非比寻常。戴建后面有汪渊支持，而姚时中竟然能和他斗个旗鼓相当，可见也不是等闲之辈。那梁礼芳手下有这么多厉害人物，他能不能镇得住还是两说。陈曲水听了，脸色果然好了很多。窦昭微微一笑，两人又闲聊了几句。陈曲水起身告辞，素心检查了门房，素兰则在屋里点了驱虫的艾香，甘露放了帐子，服侍窦昭歇下。雨下得越发大起来，哗啦啦像水从天下泼下来。窦昭躺在床上，有种置身小舟的错觉。他想季勇，怎么也睡不着。他到底是不是那个圆通法师呢？心里却隐隐觉得，像他这样惊才绝艳的人物，除非要不，否则不可是无名小卒，10之8、9就是那个连汪渊都要礼让3分的圆通法师。可他为什么要出家呢？他那么的倨傲自大的，甚至有些狂妄的人，不可能是被迫出家。是喜欢佛法，还是他想到圆通法师的那个？如果季勇就是圆通法师，他还就真做得出这种事来。想到这些，窦昭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不禁窸窸窣窣地翻了个身。外面隐约有什么动静，他心中一惊。自从被庞坤白劫持，窦昭对这种事就特别的敏感。如果庞坤白不是想人财两的引诱他，他又怎么能全身而退？素心，他起身撩了帘子，你去看看，我好像听什么声音。素心也听到了，所以窦昭喊他的时候，他已经推醒了躺在他身边的素兰。待窦昭开口时，他已经披衣下床。小姐，您别担心。他安慰着窦昭，我这就去看看。窦昭点头。素兰坐到了床边，打着哈欠道，小姐，有段大叔和陈大哥他们不会有什么事的。他的话音刚落，素心折了回来。小姐，是有人投诉。有人投诉。窦昭皱了皱眉，看了看长案上的系着时辰的漏斗，这个时候来投诉，对方有几个人？是做什么的？素心迟疑道，一位少年公子，说是行商，带着个账房先生和4、5个随从。他说着，窦昭仿佛听到有婴儿的啼哭声。
他不由毛骨悚然，道：那是什么声音？声音绷得紧紧的。有段时间，窦昭经常无缘无故地听到婴儿的啼哭声，直到生了阴姐儿，他的全副心思都放在了女儿身上，那啼哭就再也没有在他的耳边响起。在素心的心里，窦昭冷静、理智、坚韧、顽强，不管什么时候都大方得体、淡定自若。他从来没有看见过像现在这样的窦昭，如同一个受惊的孩子，满脸的惶恐。他忙抱住了窦昭，声音情不自禁地变得温柔起来。是那位公子还带了个襁褓中的婴儿，说是他的庶弟，庶母病逝，他奉父亲之命顺路送庶弟回家。窦昭立刻镇定下来，他坐直了身子，想了想，道：你服侍我穿衣，我去看看。素心有些犹豫，窦昭立刻敏锐地感觉到了，他沉声道：出了什么事？素心略一踌躇，道：段大叔说，那位公子年纪虽轻，却脚步轻盈，看悠闲却端凝坚定，举手投足更如那高山流水般流畅自然，分明是习过什么特殊的武技。而他身边的几个护卫看似寻常，却个个沉稳内敛，进退有度，滂沱大雨中丝毫不显混乱。其中一个更是如宝剑藏匣，一眼瞥过来，眸子都透着森森杀气，绝对是个顶尖高手。这样的人在京都做个禁军练头都绰绰有余，又怎么会委身做了别人家的护卫？还有那么个婴儿，不到100日，头都抬不起来，却随兄远行，难道他家里的人就不怕他经不起颠簸夭折了？再就随行的乳娘，年纪不过18、9岁，皮肤白皙，双手柔弱，一看就是从来没有做过重活的。这些人穿着打扮看似平常，可那气度却骗不了人，处处透着诡异。段大叔让我们小心点，门户紧闭，不要随意进出。今天晚上由他和陈大哥亲自巡夜。窦昭神色微凝，素兰却打着哈欠调侃道：说不定人家是对私奔的小夫妻呢。段大叔也太小心了些，又胡说八道。素心呵斥着妹妹：你心使得万年船，像段大叔这样才能让人放心。素兰吐了吐舌头，窦昭心里却像有什么东西被触动了似的，有种抑制不住的冲动。他下了床，我要去看看，语气非常的坚定。素心思索了半晌，反复地对窦昭道：那您一定要跟在我身后。窦昭点头，素心服侍他穿了衣裳，又拿了件蓑衣给他披上，这才撑了桐油伞，陪着窦昭穿过回廊，到了前院。2辆黑漆马车和几匹马停在院子中间，陌生的护卫正冒着大雨将油布搭在马顶上，那么大的雨，那几匹马却纹丝不动地站那里。段公义正陪着个少年站在东厢房的舞廊里，望着庭院中忙活的护卫说着话。那少年背对着他，天色太暗，看不清楚穿了件什么颜色的衣服，中等个子，略显清瘦的身材挺拔如松，圆背丰腰，线条十分的优美。他身边那个文士打扮的男子却对着他，他年约40，相貌平常，一闭眼睛却比星子还要明亮，闪烁着睿智的光芒。看见窦昭，他低头对那少年说了句话，少年和段公义纷纷扭头朝他望过来。天空中突然炸起一道闪电，把院子照得亮如白昼。少年那乌黑的眉毛，深邃幽静的眸子，略显苍白的面孔，精致到无瑕的五官映入他的眼帘。窦昭觉得自己好像被那道闪电击中了似的，脑子里轰隆隆巨响，不知道身在何方，有人慌乱地喊着他的名字，用一双温柔而坚定的手扶着他的肩膀。宋墨，他喃喃地道：我怎么会遇到了宋墨？此时的宋墨虽然年纪尚轻，身形面貌也都还很青涩，可他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那个时候宋墨已经名满京都，妥娘病逝，他已经在济宁侯府站稳了脚跟，可莫名的，他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只带了5岁的女儿悄悄前往真定奔丧。回京的途中遇到大雨，马车陷在了泥泞中，轮毂断了，他们只好歇在村里的一户乡绅家中。他当时疲惫不堪，身上的某一部分好像也随着妥娘的死而消失不见了，一点点风吹雨打就让他无力抵抗，靠在主人家腾出来的内室的临窗大炕上闭目养神，一睁眼却不见了阴姐儿。他心急如焚，连骂人的力气都没了，披了件披风就出了门，一路寻到前院的抄手游廊，正好遇到了同样遇到大雨来投诉的宋墨。他正蹲在前院的舞廊下认真地听着阴姐说话，他就叫狗尾巴草，你看他像不像狗尾巴似的摇来摇去。大雨倾盆下，如一道道水帘，将舞廊和抄手游廊分划成了2个世界。他穿着了件玄色的粗布深衣，衣上的四周镶了白色的粗麻，通身不见一件饰物，古朴典雅。细致白皙的面孔如上了釉的白瓷，在暗淡的光线中散发着雍容淡雅的光泽，幽默的眸子仿佛明亮的宝石，熠熠生辉。
重甲在身的护卫林立在院子里，沉默如雕塑般一动不动地任雨水涮洗着身上的盔甲。殷姐稚嫩的声音如叽叽喳喳的小麻雀，清晰地回荡在院子里面。她亲耳聆听着殷姐的童言稚语，仿佛天下间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了。不仅如此，她还不时地点头附和着，是吗？我从来不知道还有这样的事。她当时就惊呆了，想也没想地做了手势，制止了丫鬟婆子的呼叫声，静静地站在那里，望着女儿因激动而两颊通红的面孔，因快活而闪闪发光的眸子，不忍发出半点声响，仿佛那样都会破坏了眼前唯美的画面，会让她遗憾不已。我和娘亲去给妥嬷嬷奔丧，你为什么也会在这里？女儿眨着大眼睛问她。她笑着用手拨了拨女儿手中举着的狗尾巴草，狗尾巴草像喝醉了酒似的左右摇晃。我去祭拜我妹妹，你为什么不带着你的女儿？我娘亲走到哪里都带着我，我没有儿女。你为什么没有儿女？每个人都有儿女，我就没有儿女。她轻轻地抚着殷姐的头发，动作是那样的轻柔，仿佛殷姐是个易碎的瓷娃娃，眼底却闪过浓浓的悲怆，并不是每个人都配为人父母的。她说着，突然展颜一笑，笑容如夏日般璀璨夺目，让院子都亮了几分，然后站起身来，拍了拍殷姐的肩膀，温柔地道：好了，快回你娘亲那里去吧，小心她找不到你，该着急了。殷姐用力的点头，噔噔噔地沿着五廊朝后院跑去。她静立在那里，目送着殷姐的身影消失在了五廊的转角，这才转过身去，面对着满院的护卫背手而立，肃杀之意顿时弥漫整个庭院，让窦昭不由打了个寒战。有身着大红色正三品锦衣卫蟒服的男子神情敬畏地疾步穿过重甲林立护卫，卑微的单膝跪在他的面前，低眉顺眼的低声禀着话。他这才惊觉自己看到了不该看的，连忙轻手轻脚地往后院退去。他感觉有道视线落在自己身上，如芒刺在背，却不敢回头，只是加快了脚步，逃也似的朝内院疾行。直到第二天早上，乡绅的太太战战兢兢地告诉他，昨天晚上神机营都指挥使宋大人曾在他们家做短暂的停留，他这才知道那个形貌毅力的美男子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宋默。从此以后，他再也没见过他，但他倾听女儿说话时的认真表情却深深地刻在了他的心底。他有时候也会想，难怪那么多女人明知道他声名狼藉还心甘情愿地跟着他，他也有对人好的一面。有时也会猜测，那天他到底发现了自己没有，还会想他去祭拜的那个妹妹是谁。英国公只有2个儿子，没有女儿，想不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又遇见了他。窦昭揉了揉因一夜没睡而显得有些僵硬的脸，问素心，现在是什么时辰了？他先是惶恐不安，然后是惊慌失措，接着一夜未眠。素心看着心里像被猫抓了似的坐立难安，也跟着一夜没合眼。听到他问话，素心立刻起身看了看漏斗，道，才寅时，小姐您再睡会吧。窦昭坐起身来，反正也睡不着，还不如起来。然后问起投宿的客人，他们走了没有？哪里走得了？素心说着，帮窦昭撩了半边的帐子，用丹凤朝阳的流银挂钩勾了帐子。雨越下越大了，院子里都能游鸭子了。窦昭竖了耳朵听，雨点依旧像撒豆子似的噼里啪啦地敲打着屋瓦。他想到自己有一次路过英国公府，合抱粗的古树树冠如伞，郁郁葱葱地从斑驳的墙头舒展开来，虽然败落，却依旧古意盎然，浓郁匝地，静若千古。他吩咐素心，你去跟段公义、陈晓峰说一声，那些人想干什么就让他们干，尽量做到礼数周到，不要和他们起什么冲突，恭恭敬敬地把人给送走。素心一愣，窦家可是豪门大户，四小姐也不是怕事的人，可四小姐此时的口吻却透着退避三舍的惧意。他想到昨天晚上窦昭煞白的面孔，难道四小姐看出了什么？这帮人的来历连四小姐都不敢得罪。窦昭自然看出了素心的困惑，可他不能说。英国公府位于城北的教中坊一条胡同，占据了整个一条胡同。英国府在那里开府100余年，盛眷不衰，老京都人都称那里为英国公胡同，反而很少知道它的原名一条胡同。宋末是覆杀地之后，附近2条胡同和剪刀胡同的人据说常常在半夜3更听到哀嚎声，有点家底都纷纷搬了出去。明明是京都颇为中心的一处地方，却渐渐荒芜，成了那些下九流之人居住之地。就是这样，也没人敢往空无一人的英国公府里钻，大家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昔日轩赫一时的英国公府一日日败落坍塌。窦昭自认自己惹不起这样的人，你别问，只管照我的吩咐行事。他反复地叮嘱素心，素心肃然应诺，出去告诉段公义。回来的时候面露犹豫，低声道，
四小姐，陈先生好像也一夜没睡，刚刚我出去的时候，他贴身的小厮还问我您醒了没有，说是陈先生已经让他来看过好几次了。窦昭有些意外，难道陈先生也看出什么来了不成？陈先生对自己的过去虽然讳莫如深，但通过这2年的接触，听他点评起朝堂人物头头是道，他也知道陈先生为人不简单。窦昭忙道：请陈先生到厅堂里奉茶。素心应声而去，甘露过来服侍他梳洗穿衣。素兰一面在旁边帮忙递着汗巾袜子之类的小东西，一面低声和窦昭说话。四小姐，您说来我们家投宿的那位公子是什么人啊？他长得可真漂亮，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人，也不知道他家在哪里，是去什么地方做生意。窦昭望着素兰盛满向往的眸子，扑哧一声笑，调侃道：我把你送给他做侍女好了。不要，不要。素兰立刻跳了起来，不满地嘟囔道：小姐又拿我开玩笑，我就是觉得她很漂亮，让人看了挪不开眼睛，可也不能因为这个就去给她做侍女呀。我又不知道她是谁，也不知道她是好人还是坏人。窦昭只觉得有趣，京都不知道有多少贵妇人喜欢在私底下议论宋墨，可如果大庭广众之下谁提起宋墨，他们一个个又正襟危坐，如同从未听说过这个人似的，还不如素兰大方坦然。甘露笑着骂素兰：你也知道小姐是在和你开玩笑啊，那你管她是哪里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素兰嘻嘻的笑，讨好的递了根簪子给甘露，由甘露帮窦昭插上。窦昭微微的笑。自从庞坤白的事之后，甘露、素娟和别氏姐妹的隔膜立刻消除了，她们现在说话做事亲如姐妹般亲密，窦昭屋里的气氛也变得温馨而热闹。陈先生眼下有重重的青色，神色凝重，面容显得格外的憔悴，看得出来他昨天夜里也辗转反侧，没有休息好。他请窦昭遣了屋里服侍的丫鬟。四小姐，我们恐怕惹上麻烦了。陈曲水沉声道：那群人来历不简单，我怀疑那少年公子是英国公府的世子爷宋墨。他一语道破天机，窦昭吓了一大跳，凝声道：您怎么看出来的？陈曲水沉默半晌，低声道：承蒙小姐错爱，一直未曾问我不再真定的那几年去了哪里。他说着，眼底露出几分凄苦之色。那几年我在福州给福建府巡张凯做幕僚。他猜到窦昭可能不知道张凯是什么人，强忍着羞耻感解释道：13年前，倭寇围攻福州城，张大人弃城而逃，被福建总兵定国公蒋梅孙生擒，斩于剑下。按例，像我们这些张大人的幕僚司隶是要一并处死，以儆效尤的。可蒋国公说，大敌当前，当京城团结，一致对外，只要不是主犯，都有戴罪立功的机会，把我等放了，要我等和巡抚衙门正式官吏一样，戴罪立功。窦昭闻言，脸色渐渐苍白起来。陈曲水苦笑：弃城而逃，不顾黎民死活的懦夫，罪人。任何人知道了他的经历，都会对他嗤之以鼻吧。他不由低下了头，喃喃地道：小姐，我年事已高，每逢刮风下雨，膝盖都会酸痛难忍，恐怕不能再侍奉小姐左右，等着雨停了，我就回真定去。厅堂里静悄悄的，没有声音，窦昭既没有出言挽留，也没有顺水推舟的让他离去，压抑的沉静让屋外的落雨声就越发的清晰可闻，厅堂显得更加静谧。陈曲水惊讶地抬起头来，看见窦昭呆呆地坐在那里，两眼发直，他不由心中骇然，高声喊着：四小姐，您这是怎么了？窦昭心神恍惚，根本没听清楚陈曲水说了些什么，他正努力地回忆着从前的事。前世蒋家出事没多久，英国公夫人就病逝了，还在校期，宋墨被赶出了英国公府，不知去向，这些他都没有经历过。宋墨比他小1岁，他那个时候满心只想着如何嫁入济宁侯府，对除了济宁侯府之外的人和事都漠不关心。直到他嫁入济宁侯府，进入了京都的勋贵圈子，这才断断续续地听说了当年的一些事。定国公府以军功立府，子弟通常一满14岁就会被丢到军营中去历练，因此升官发财、手握重兵的不在少数，可默默无闻死在战场上的更多。为了保证子嗣昌盛，蒋家有广纳姬妾的习惯，而且嫡庶之间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都一起跟着师傅学习武艺，到蒋家族学里读书，只看谁有带兵的本事，这一点颇受京都豪门诟病。可也正因此如此，蒋家名将辈出，姻亲遍布大江南北。蒋梅孙是第6代定国公，他有兄弟12人，成年的只有5人。永明3年，他奉命镇守福建，除了5弟蒋伯孙因年幼留在京都之外，2弟蒋竹孙、3弟蒋兰孙、4弟蒋松孙都跟着他南下。永明8年，蒋竹孙战死沙场，
皇上追封他为青海侯。在蒋梅孙任福建总兵的18年里，他战功显赫，几乎把沿海的倭寇剿灭一空，以致福建、浙江一带的私船白天都不敢下海，弄得南边那些贩私货的大商行、富绅都叫苦不迭，因此得罪的人不知凡几。可他偏偏又和几位内阁大学士都交好，不管督察院的御史们怎样弹劾他，他都能安然无恙，胜券不减。渐渐的，也就没人去触这个眉头了。可那次却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御史弹劾蒋梅孙杀良冒功，养寇自重。皇上接到折子后，不仅下旨问罪，还要锦衣卫把蒋氏兄弟押解到京都的大理寺审讯。更蹊跷的是，蒋梅孙、蒋兰孙兄弟在回京的途中受刑而亡，蒋松孙刚被关进大理寺就畏罪自杀了。蒋家之后也被满门抄斩。据说蒋家太夫人梅氏在接到圣旨之后，趁着锦衣卫抄家的时候，带着蒋家的女眷，包括一个3岁、一个2岁的孙女，全都服毒自尽。菜市口问斩的时候，只有蒋家的男人而没有女人。之后的10数年间，福建倭寇在无人能抗，屡屡出现上岸屠城之事。京都人每听到这样的事，都会摇着头叹息一声，如果定国公还活着就好了。辽王登基后，为蒋家平了反。蒋梅孙的画像进了宗祠，被先帝赐给大长公主宁德的定国公府也被收了回来。辽王还特意招了宋末去问蒋家还有没有什么人活下来，宋末却回答说蒋家再无后裔。坊间却一直有传闻说蒋梅孙的幼弟蒋伯孙有一姨父子尚在人世，当年蒋家出事，被蒋家的中仆悄悄地抱走，养在了渠街驴巷。宣宁侯夫人郭氏告诉他这件事的时候，还曾笑道，既然是满门抄斩，锦衣卫的人肯定是要清点人数的，不要说蒋伯孙的儿子了，就是贴身的小厮，有头有脸的管事也不会少一个。那些市井之徒就是喜欢编造这些，让人觉得好人就一定有好报。算算时间，宋末是承平14年被赶出家门的。再往前推，英国公夫人应该是在承平14年夏天，也有可能是春天或是承平13年的冬天去世的。蒋家应该是在承平13年出的事，现在是承平13年的4月。窦昭跳了起来，也就是说，蒋梅孙被下旨问罪，有可能就在此时。窦昭想到那个还不满100天的婴儿，他顿时满头大汗，问陈曲水：“陈先生，您说会不会是定国公出了什么事？”陈曲水被窦昭问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思忖道：“应该不会吧？定国公这个人看似粗犷，实则细腻，什么事都在他的心里。他是镇守一方的大将军，若是出事，应该有消息传出来才是。现在我们可什么也没有听说，而且定国公和曾一芬私交非常的好。”他说到这里，不由神色一僵，朝窦昭望去。窦昭也正朝着他望过来，两人四目相对，不约而同地惊呼道：“现在曾一芬死了！”是的，现在曾一芬死了。内阁正是新旧交替之时，几位阁老自暇不顾，哪里还有空理会远在福建的蒋梅孙？如果谁和蒋梅孙有积怨，此时正是下手的好机会。难道定国公真的出了事？陈曲水额头也冒出细细的汗来。那个孩子，托孤窦昭说着，长长的透了口气。只有托孤才可能行事这样隐秘，才可能让英国公世子宋末轻车简从，亲自带着高手一路护送。他努力让心绪慢慢的平静下来，冷静地道：“现在我们只有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的。”随后抬头望了一眼屋顶，喃喃地道：“希望这雨快点停下来，就是不停，也下得小一点。他们为了赶路，就会早点启程。”陈曲水的脸色却变得非常难看，他一副难以启齿的模样，望着窦昭，轻声地道：“恐怕事情没这么简单。”窦昭眉头紧锁，认真地听他说话：“你注意到宋世子身边站的那位青衣文士没有？”陈曲水艰难地道：“他姓严，名云，字朝清，曾是定国公麾下最得力的幕僚之一。我离开福建的时候，听说他被定国公的妹妹英国公夫人瞧中，要去给自己的儿子做了西席，我就是认出了他，才猜测那少年公子是英国公世子爷宋末的。”窦昭明白过来，忙道：“那人认出了你没有？当年严朝清是定国公前面的红人，而我不过是张凯的众多幕僚之一。但此人心思缜密，有过目不忘的本领，曾因此而受命掌管总兵府文书。”陈曲水坦诚的道：“我当时一看见他就急急的退回了房间，不知道他看见了我没有。”宋末也没有睡，屋里没有点灯，他站在窗扇大开的窗前，望着窗外倾盆大雨，表情平静。一阵风刮过，如线的雨水被吹散，空气中弥漫着湿润的水汽。从黑暗中悄无声息地走出一个瘦小的身影，他在离宋末3尺的地方停住了脚步，躬声道：“公子，你小心别淋着雨了，要不要我把窗子关了？”
宋墨没有理会他，问道：严先生还没有回来吗？那人正要回答，突然侧着耳朵倾听，接着露出一个笑容，道：公子，严先生来了。宋墨点头，回身坐到了旁边的太师椅上。严朝清和一个相貌有些憨厚的男子浑身湿透的走了进来，衣角的水珠滴滴答答的落在铺了青砖的地上。公子。两人朝着宋墨行礼，宋墨指了指身边的太师椅，示意他们坐下说话。瘦小的身影丝毫不受夜色的影响，手脚麻利的为两人各斟了杯茶，然后又无声无息的退到了黑暗中。宋墨语气淡然的问：查到了什么没有？严朝清和同来的男子对望了一眼，不由都露出了带着几分苦涩的笑容。公子，这次只怕我们有麻烦了。宋墨神色安详的望着两人，和严朝清同来的男子道：我们遇到了张凯手下的一个幕僚，然后把蒋梅孙和张凯的恩怨说了一遍。此人姓陈，名波，字曲水，号月川。他通晓文书典章，善于识人断人，兼之言辞锐利，有张仪之才。当年张凯出兵攻打渡边50郎，就是此人出面说服浙江府巡安道员出兵相助的。他如今在这户人家做账房先生。你们能确定吗？宋墨脸上第一次流露出肃然之色。能。严朝清很肯定地道，徐青带着我在他的门外趴了快半个时辰，而且他一直很不安，不停地派小厮打探窦家四小姐醒了没有，好像有什么话要和窦家四小姐说似的，想来也认出了我们。宋黑沉默了半晌，轻声地道：有个外家功夫练到了登峰造极的护卫，还有个做过张凯幕僚的账房先生，加上10几个身手不凡的随从，这位窦家四小姐还真不简单。徐青，他笑着吩咐和严朝清同来的男子：你好好盯着这宅子，不要让人进出。又对严朝清道：明天我们恐怕还要在这里滞留一天，先生早点歇了吧。严朝清和徐青神色一紧，他们的行踪已经泄露，公子此言就是要杀人灭口了。徐青犹豫道：他们一共有20几个人，就更要慎重了。宋墨不为所动，语气清淡。两人不再说什么，齐声应是，退了下去。宋墨是黑夜如无物，从容地穿过屋子里的陈设，撩帘进了后面的暖阁。暖阁里只点了盏如豆的油灯。五官柔和的乳娘和衣躯深躺在婴儿的身边，听到动静立刻就警惕地坐了起来，看见是宋墨，她松了一口气，柔声喊了声公子，就要起身下床。宋墨做了个手势，示意他不要吵醒了孩子，然后弯腰轻轻地摸了摸孩子乌黑的头发，笑道：孩子还好吧？笑容十分的温和，在灯光下是如此安宁祥和，让人看了心立刻就踏实起来。乳娘点头，笑容绽放。小公子很听话，不哭也不闹。说到这里，他想到为了保守秘密而投环自缢的孩子生母，眼中不禁噙满了泪水。不用担心，宋墨安慰温声他，我们很快就到了。乳娘用力地点了点头，看他的目光充满了信任。宋墨身姿挺拔地走出了暖阁。窦昭和陈曲水坐在厅堂黑漆棚牙4方桌前用早膳，绿油油的小白菜，黄灿灿的鸡蛋，还有一碟10香酱瓜，一碟蒸鱼干，一碟炒双冬，一碟什锦菜，2碗精米粥，大白馒头，鲜肉包子，葱油烧饼都有用小竹篮装着，满满一桌子。两人却相对无言，毫无食欲。段公义大步走了进来。四小姐，他表情凝重，我发现宅子四周能进出的地方好像都有人看监视似的。他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是察觉到不对劲，会不会是那位投诉的客人惹了什么麻烦？您看我们要不要和他们说说？这要真是打起来，我们总得知道为什么吧，否则岂不是成了被殃及的池鱼？陈曲水望向窦昭，这件事或是由他引起的，他原想趁着事情还没有闹大之前向窦昭请辞。窦昭却道：只怕已经晚了，就算他们之前没有认出您来，您一直派小厮来询问我的动向，恐怕也引起他们的注意，猜出了您的身份。您与其积极的撇清，还不如就待在田庄里。他们的目的是将那孩子悄无声息地送到安全的地方，我们能看出他们身边有高手护卫，想必他们也能看出我们的护卫身手不弱。如果双方起了冲突，他们虽然身手好，但我们人多，这里又是我们的庄子，他们未必就能全身而退，你待在田庄里更安全些。为此就要请辞，实在是没有这个必要。谁这一生不会碰上个坑坑坎坎的，我们一起迈过去就是了。还有句话他怕说了让陈曲水更内疚。事已至此，就算他走了，以宋墨的性格，只怕是宁可杀错，不可放过，未必就能把他们撇清。陈曲水却被窦昭的一席话说的语塞，或者是说感激更贴切。若论辩才，有几个能说得过他，可在窦昭盛情之下，他觉得说什么都显苍白而无力。
他深深地给窦昭行了个一礼，不再说什么，和窦昭一起静观其变。听了段公义的话，窦昭心中一惊，难道真的有什么人追了过来？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了。照理说，连他们都发现有人窥视，宋墨不可能不知道才是。他问段公义，梅公子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宋墨投诉时自称姓梅，这是他外祖母的姓氏。段公义迟疑道，奇怪就奇怪在这里，梅公子一共带了1个账房、1个管事、2个车夫、4个护卫，再就是乳娘和孩子。乳娘和孩子还有梅公子，账房、管事、车夫都在，4个护卫却不见了踪影。您说会不会是梅公子也发现了什么，把人给派了出去？窦昭和陈曲水脸色大变。如果宋墨真的发现了强敌，应该想办法祸水东引，让他们帮他挡一阵子，他带着孩子和护卫趁机开溜才是。怎么会主动迎敌？双手难敌4拳。他身边的护卫身手再好，毕竟人数有限，他不可能和那些人强拼，除非窥视他们的就是宋墨的4个护卫。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窦昭的心砰砰乱跳，脑海里浮现出杀人灭口4个字。陈曲水则失声道，我们不过是恰逢其事，他们不会这么狠吧？他就是这么狠。窦昭在心里暗暗腹诽，他连他爹和胞弟都能杀，我在他眼里又算得上什么？段公义虽然听得一头雾水，但却能感觉到窦昭和陈曲水的紧张情绪。他迟疑地问了一句他不应该问的话，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如果监视这座宅院的人真是宋墨的人，他们的处境就很危险了，动手是在所难免的。与其让段公义他们懵懵懂懂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不如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他们。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大家一起未必就不能商量出个脱险的好办法来。想到这些，窦昭把宋墨等人的来历和陈曲水之间的恩怨一一告诉了段公义。段公义目瞪口呆，好半天都没有回过神来。4小姐，你们会不会弄错了？他喃喃地道，定国公那可是抗倭的大英雄，江湖中谁人不知谁人不晓，福建要不是他镇守，那些倭官早就上了岸，福建那一带的百姓家家户户都给他老人家立了长生牌，早晚给他老人家烧香，求菩萨保佑他老人家出入平安，长命百岁呢。朝廷怎么可能把他老人家给捉起来？这不是陷害贤良吗？福建沿海一带的倭寇怎么办？他说着，在厅堂里打着转，连道了几声不行，然后很认真地对窦昭道：4小姐，那个孩子如果真是定国公的后人，我们不能和梅公子作对，这会被江湖人戳脊梁骨的。要不我们护送这孩子离开真定吧，这样梅公子就会怀疑我们了，您觉得如何？窦昭张口结舌望着他，没想到段公义是这样的反应。要是他的护院都是这么想的，他还怎么和宋墨对抗？与此同时，他又不由暗自庆幸，还好自己提前把这件事告诉了他，要不然两军对峙，他中途反伐，那可就有的瞧了。窦昭强忍着太阳穴传来的隐隐阵痛，提醒他，梅公子要是真的这么好说话，他只需悄悄地找到陈先生就行了，何必把整个宅院都监视起来了？段公义朝陈曲水望去，一向果断的陈曲水竟然也踌躇起来。4小姐，要不我去找梅公子谈谈。定国公虽然杀了我的主翁，可民族大义当前，他却是没有错的。我虽庸碌，是非却是分得清楚的。这个想法太天真了，也许对别人有用，对宋墨却是绝对没用的。窦昭不由打断了他的话，道：我们拿什么取信于梅公子？陈曲水默然。梅公子是堂堂英国公府的世子爷，而他不过是一个浪迹市井的落魄文人，人家凭什么相信他说的话？他的保证对英公国世子爷来说又有什么分量呢？窦昭见状又问，如果梅公子只相信死人才能保守秘密呢？段公义和陈曲水都低下了头，屋子里一片死寂。我看这样好了，窦昭语气微缓，过了好一会才道，我们礼后兵，陈先生去和梅公子谈谈，如果谈得好，那自然是皆大欢喜。段护卫那里还请对梅公子的身份暂时保密，你是忠肝义胆之人，其他人却未必，若是因此走漏了消息，岂不是害了定国公？如果陈先生那边谈不拢，我们也不能引颈受禄，任何人宰割不是。你跟大家提个醒，让大家打起精神来，防着梅公子他们先动手。如果是别人，他有的是办法脱困，可这个人是宋墨，他只要一想到他上一世的狠，心里就如同一阵凉风吹过，冷飕飕的，不敢和他翻脸。他就怕自己一时赢了他，若是坏了他正事，他事后会和他算账，他自认为自己没有英国公的脖子硬。窦昭长长地叹了口气，既不能把他的身份和此行的目标泄露出去，又要保全自己，那就只能和宋墨徐徐图之，
想办法取得他的信任。段公义不住地点头，觉得这样他们在道义上也对得起定国公了，道：小姐放心，我这就去安排，千万别把他们的身份说出去。窦昭再次嘱咐他：我一定把这话烂在肚子里。段公义保证了又保证，这才退了下去。陈曲水没有动，窦昭的话如一瓢冷水淋在他的头上，他平静下来，反复地想着这件事，觉得窦昭的话很有道理。等段公义走后，他沉声道：小姐，只怕梅公子不会相信我们。他肯定不会相信他们，但这却是一种友好的姿势。窦昭道：我们做了我们应该当的，梅公子领不领情，那就是他的事了。陈曲水明白过来，心情顿时轻松起来，道：我这就去见梅公子。窦昭点头，送了陈曲水出门，却并没有立刻进屋，而是站在五廊下深深地吸了口气。潮湿的空气卷进胸腹，带来丝丝的凉意，让他的脑子也变得清醒几分。如果他要动手，应该会在雨停之前吧，要不然雨一停，村民都出来了，他的行踪就会暴露。他应该不会屠村吧。宋墨饶有兴趣地看着乳娘给孩子喂水，等孩子喝完了水，他伸出手去，来，给我抱抱。乳娘小心翼翼地将孩子放在了宋墨的怀里，告诉他怎样拖着孩子的头。颜朝卿走了进来：公子，陈曲水要见您。那你就和他谈谈吧。宋墨头也没抬，照着乳娘告诉他的姿势抱住了孩子，然后笑着挨了挨孩子的小脸，轻轻地拍着孩子的。颜朝卿立刻明白过来，公子已经做了决定，不会再更改。谈不谈，谈什么，已经没有必要了。他恭敬的应是，退了出去。宋墨期末的眸子温柔地望着孩子，轻声地道：你放心，你会安安稳稳地长大，然后娶妻生子，繁衍生息，平安顺遂地生活下去的。他的声音如春风轻柔和煦，孩子仿佛感受到了什么，打了个嗝，沉沉地睡了过去。陈曲水看见颜朝卿走了进来，心里一阵失望。颜朝卿彬彬有礼地还了礼，两人分宾主坐下，一个身材瘦小的男子轻手轻脚地给他们上了茶。陈曲水见这男子虽然模样极其普通，举手投足间却沉稳大方，不由多看了两眼，这才笑着和颜朝卿寒暄道：不知颜先生还记得老朽部？在下姓陈，名波，字曲水，曾承定国公大义，有不杀之恩。如今年迈，跻身北楼窦氏七老爷府上任了一名账房先生。没想到真定县久雨不晴，我们家七老爷在京都游宦，家中的太夫人担心田里的庄稼，我们小姐视孝至纯，不忍太夫人大风大雨的出门，好说歹说，这才把太夫人劝住，说服了太夫人带她老人家过来看看。太夫人见我年纪最长，就指了我陪小姐一起过来，有事也有个能使唤的人。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了颜先生，当时真是吓了我一大跳，想着自己落魄至此，哪里还有脸再见故人。但又想到当年定国公对我的恩重如山，我却一直没能报答他老人家，心中又十分的不安。如果能和当年的故旧说说心里的羞愧，也是个缘分，因此冒昧前来，打扰之处还请颜先生多多见谅。他这话里表达了好几层意思，一是说自己并没有忘记定国公的不杀之恩，并对此十分的感激；二是告诫颜朝卿他们，窦昭是北楼窦家的小姐，他来田庄是给家里的长辈打过招呼的，示意颜朝卿不要乱来，否则会惹上北楼窦家的。三是说他现在穷困潦倒，为了糊口，只好在窦家做了个账房先生。他之所以能陪着窦家的小姐来田庄，完全是因为他的年纪最长，不用避嫌，并不是窦家对他另眼相待，暗示颜朝卿窦家并不知道他的身份来历。四是说明了自己很满足现在的生活，希望颜朝卿不要揭穿他的身份，他也不会对窦家的人提及他们的身份来历。颜朝卿一个字也不相信。当初倭寇败退，定国公新辞，除张凯的手下选择去留，这个陈曲水是第一个离开福建的人。既然田庄上的这位四小姐这样受窦家太夫人重视，大风大雨的，派个管事来田庄里看一眼就是了，何须他亲自走一趟？陈曲水自称只是个普通的账房先生，他又为何在见过窦家四小姐之后才来拜会公子？他所谓的不会将公子的身份来历透露给其他人，那就更是个弥天大谎了。窦家四小姐若是对公子一无所知，他又怎会说出这样的一番话？他根本无意和陈曲水多说，反正公子已经做了决定，说什么都不过是浪费口舌罢了。陈先生言重了。颜朝卿因此笑得十分宽容，亲切和敷衍，都是些陈年旧事，你不必放在心上。说起来，我们异地相见，的确是缘分。说起来，当年的事我还历历在目。我记得那年的秋天特别的热，过了8月15还摇着扇子。
倭寇围攻福州城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我和定国公正在院子里吃新上市的秋梨。他10口不提今天的事。陈思水的心如被水浸过似的，慢慢沉了下去。半个时辰之后，严朝清送走了陈思水，他去了宋墨的内室。宋墨正坐在临窗的大炕上，低头在看一张舆图。给陈曲水奉茶的人此刻正低眉顺眼地站在宋墨的身后，安静的仿佛旁边多宝阁架子上的一尊木雕。听到动静，他抬起头来，淡淡地问道：人走了？走了。严朝清把两人之间说了些什么一一禀给宋墨听。宋墨微微颔首道：不用管他们了。然后问身后的人：陆明，你去看看施安回来了没有？陆明应声而去。严朝清目露困惑。宋墨笑道：我准备今天晚上亥时动手。严朝清目光一明。相貌憨厚的徐青走了进来。公子。他朝宋墨抱拳行礼。窦家巡行的护卫突然都被叫到了前院，整装待发，好像要离开的样子。哦。宋墨挑了挑眉，笑着瞥了严朝清一眼，倒没想到那位陈先生的动作这么快，审时度势，倒也是个人才。说着，他想了想，下了炕，走，我们去看看他们到底准备怎么离开。能进出宅院的地方，他都派了人把守。两人齐齐应是，陪着宋墨出了厢房。雨势丝毫不见，噼里啪啦地落在屋瓦、树叶、地面，空气中弥漫着阵阵水汽。窦家的护卫披蓑戴笠，正簇拥着个同样披蓑戴笠，不过脚上比他们多一双木屐的少女，匆匆地往外走。那位称号绝不把他们行踪告诉任何人的陈曲水，则打了把桐油伞，紧紧地跟着那少女的身边。丫鬟、婆子一个不见，显然是丢卒保车，准备全力护送这位窦家的四小姐离开田庄。宋墨不由嗤笑一声，喊了声窦四小姐。少女扭头望过来，斗笠下一张雪白的面孔，长眉入鬓，目光璀璨，柔美中透着几分英气。她微微一愣。严朝清已做了个手势，四周的屋顶如鬼魅般各冒出了一个男子，他们腰着背着重重的剑带，手上拿着只有军中才有的弓弩，牢牢地对准了庭院中的人。陈曲水头皮一阵发麻，这种弓弩能把100丈之内的人射个对穿。小姐，他提醒窦昭小心那些弓弩。段公义也嗡声嗡气地道：小姐，您快躲到我的背后来。窦昭点头，却朝着宋墨站的东厢房走了几步，朗声问宋墨：梅公子，您寓意何为？窦家的护卫哗啦啦移动着脚步，重新把窦昭围在了中间。宋墨见窦家的护卫进退有序，不由露出几分赞赏的目光。窦小姐，风大雨急，他笑道：我只想请窦小姐回房去。声音温和，说出来的话却让人寒彻入骨。窦昭仿佛气急，大声道：梅公子，我好心好意让你们投诉，你却恩将仇报，要置我于死地，岂是君子所为？宋墨不由冷笑，这位窦四小姐看上去挺漂亮的，没想到竟然会说出如此愚蠢的话来。她想干什么？这不是明霸着的事吗？真是可惜了那样一副好相貌。窦四小姐此言差矣。她突然间意兴阑珊，道：我不过是请窦四小姐回屋，何来生死之说？还请窦四小姐不要误会才好。说着做了个手势，天空中响起刺耳的裂帛之声，几支弓箭枪锵锵地定在了离大门最近的几个护院的脚下，惊吓几个护院连连后退，挤兑着身后的人也跟着朝后退，簇拥着窦昭的队形被打散，场面显得有些混乱。要不是有段公义护送，窦昭差点被撞得跌倒。梅公子，你太过分了。窦昭气得面颊通红，大声道：你怎么能乱杀无辜？声音中已带几分哽咽。宋墨懒得再多看一眼，他冷冷地道：窦四小姐既然有一副菩萨心肠，又何必多羞无辜，白白让那些护卫送了性命，还请窦四小姐回屋？你……窦昭气得直跳脚。宋墨却不为所动。将至间，院子里突然响起一阵婴儿的啼哭声。小姐素兰突然从一旁的冬青树后面钻了出来，一溜烟地跑到了正屋的五廊下。奴婢姑不辱命。她抱着个孩子，冲着窦昭抿了嘴笑。宋墨等人大惊失色，冲出了东厢房的五廊。窦家的护卫已如重重风峦，隔在了他们和正房之间。窦昭也在段公义和陈曲水的护卫下跑回了正房的五廊。他接过孩子，轻轻地耸着，嘴里发出轻柔明快却不知道所谓的音调。孩子很快就安静下来。宋墨站在雨中，人与水打在脸上，脸色铁青，跟在他身后的严朝清等人更是一片灰败。乳娘从屋里冲了出来：公子，有人抢走了孩子！她撕声裂肺地喊着，脸上满是泪水。宋墨做了个噤声的动作，乳娘闭上了嘴巴，无声地哭泣着，抬头却看见了对面正房五廊下正哄着孩子的窦昭，
惊骇地张大了眼睛。窦四小姐，宋墨盯着窦昭，声音一如刚才般温柔中带着几分慵懒，我们不如坐下来好好谈谈，您看如何？窦昭微微地笑，眸子仿佛比刚才又璀璨了几分。梅公子，我也觉得我们应该坐下来好好谈谈。厅堂里点着百合香，淡淡的漂浮在空中，和湿润的空气混合在一起，有种沉闷的感觉。宋墨换了身干净的莲青色素面直多，带着颜朝清和陆明，不慢不缓地走了进来。窦昭抱着孩子坐在厅堂上首的太师椅上，身后一左一右的站在陈曲水和段公义。窦昭朝着来者点了点头，客气地笑道：梅公子，请坐。宋墨瞥了一眼孩子，孩子好像睡着了，很安静。他坐在了窦昭的下手，颜朝清和陆明立在他的身后。素心手脚敏捷地给他们奉茶。宋墨不禁看了素心一眼，就是这个婢女进屋抢走了孩子。真没有想到，窦家四小姐身边毕竟还有这样的人。他抬起头来，第一次认真地看着坐在自己对面的这个女孩子。眼前的女孩子不过14、15岁的样子，肤光如雪的秀美面孔上，一双入鬓的长眉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豆青色素面，交领右刃袈衫沉稳大方，黄绿色缠枝花的镶边又透着几活泼。乌黑的头发很简单的挽了个纂，耳朵上戴了赤银玉兰花坠粉色珍珠的耳环，小巧而精致。乍眼看去，这不过是个格训有方的大户人家小姐，可她眉宇间流露出来的那种镇定从容、洒脱坦荡，却绝不是一般的格闺女子所能拥有的。她长这么大，只在当今的皇后万氏和母亲蒋氏身上见到过，可她又怎么能和母仪天下及贵为定国公唯一胞妹的母亲相比呢？宋墨想到她身边高手如云的护卫，想到堪比张仪的幕僚，还在那个能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抢走孩子的婢女，心里隐隐又有些明白。窦昭微笑着任他打量，心里却在琢磨着他带来的两个人。自己带了陈曲水和段公义，是因为前者是自己的智囊，后者身手最好。他带了颜朝清和这个身材瘦小的男子，颜朝清自不必说，难道这个身材瘦小的男子是他那边身手最好的一个不成？他还以为是段公义说的那个所谓的匣中藏剑了。看来他得重新评估宋墨的实力，不知道这个身材瘦小的男子和段公义谁的身手更好一些。如果他要是冲了过来，也不知道段公义能拦他几招。想到这里，窦昭用眼角的余光朝旁边瞥了一下，见素兰手抱着托盘，神色戒备地站在他身边。他不由心中微安，听到宋墨笑道：这百合香浓而不腻，要是我没有猜错，这应该是京都大相国寺秘制的天府宣宝吧。既然是谈判，友好亲切的气氛必不可少，从恭维对方开始，从来都是个不错的选择。当你有求于一个陌生人的时候，从他身边的值得称道的小事情开始，找一个让对方感觉到愉快的话题，很容易拉近彼此之间的关系，为接下来既提出来的要求做铺垫。窦昭在做侯夫人的时候就已经练就了这桩本领。他打起精神，微笑着和宋墨寒暄：梅公子真是见多识广，这正是大相国寺的天府宣宝，是家父特意从京中捎回来的。这几天天气潮湿，西木、茉莉香味清雅，百花香重后，用西木或是茉莉香更好。只是我常年住在城中，偶尔才会陪着家中的长辈来田庄小住几天，家里只上次过年时来用剩的半盒百花香，只好暂且先将就将就。地方简陋，还请梅公子多多包涵。这就开始告诫自己了。这个女子果真十分的聪明。宋墨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在窦昭的脸上打了个转。窦四小姐如此谦逊，倒让我羞愧得无地自容了。他笑道：说起来，这全是一场误会。贵府的账房陈先生曾在弃城而逃的福建巡抚张凯麾下任过幕僚，之后定国公念其不是主犯，任其去留。陈先生又是第一个离开福建的，之后他又将我们的行踪告知给了窦四小姐。们等不知其意，不免惴惴不安，却也不曾想过要伤害窦四小姐，不过是不想暴露行踪，想在离开之后把窦四小姐留在田庄一些日子。我也知道江湖之中藏龙卧虎，远非我的这些护卫可比，只是我们随身带着军中的弓弩，几个护卫又都是使奴的好手，好歹也能占些优势，否则刚才的那些羽箭也就不可能准确无误地落在了贵府几位护卫的脚下了，我也不会下命让他们射奴了。语词十分的恳切。段公义听着不住的点头，窦昭却在心里腹诽，难怪你被赶出英国公府之后，很快就在辽王府混得风生水起了，就凭着这手睁眼说瞎话的本领，颠倒是非的本领，已是无人能及了。的确是场误会。他不仅脸上丝毫不显，而且还很认真地点了点头，顺手拍了拍熟睡的孩子，道：陈先生既然泄露了公子的行踪，自然是宁可杀错也不可放过的了。可若是雨停了，
久雨逢晴，村中的老老少少都会出来晒太阳。公子人手不足，屠村之事只怕有些吃力。而且这么大的案子，不仅会惊动县衙和州衙，还会惊动布政司、按察司、都指挥司，甚至是大理寺，这对公子来说太不利了。还不如趁着下雨，杀人灭口更干净利落，简单可行。不过公子的话也提醒了我，您为什么不把我们强行留在田庄日子，等你们走远了再放了我们？京都南下，通常都会经过侦定，等我们去报官，您已飞龙在天，如鱼归大海，等官衙找到您家中时，只怕您早就什么都安排妥当，就是锦衣卫也查不出个所以然来。宋墨开始还悠然的微笑，听到这里，笑容渐敛，眼角眉梢慢慢透出几分凛冽。窦昭却犹不解恨，索性妙目圆瞪，哎呦一声，佯作骇然的失声道：难道公子托孤之人就在这真定附近不成？说话间，眼底已闪过一丝冷意，皇上挑选顾命大臣还要考虑再三，窝藏朝廷侵犯之子，那也不是普通人敢做的。既然这托孤之人不能换，那就只能把我等斩尽杀绝罗。纵然像陈渠水、严朝清这样老谋深算、经历丰富、七情六俗等闲也不会上脸的人，闻言都忍不住露出惊骇之色，更不要说段公义和陆明了两人望着窦昭，呆若木鸡。屋子里一片死寂，宋墨则像被一拳击中右面，终于裂开了一道细纹。他脸色铁青地瞪着窦昭，刀锋般寒气逼人，让窦昭头皮发麻，可他已无路可走，只有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后生。我想想，他故作轻松地笑道：公子带了一位账房先生。账房严先生已经在这里了，两位管事，一位面目憨厚，刚才还在公子的身边，一位应该就是站在严先生旁边的4个护卫。刚才拿着弓弩威胁我的就是他们，一个乳娘，现在应该在公子内侍后的暖阁无声的哭泣，一个襁褓中的婴儿正睡在我的臂弯，人都到齐了。可是你们是坐着马车来的，而且还是2辆马车，虽说赶马的车夫最为卑贱不过，通常都睡在马棚里，可不管怎样，他们到底是公子的人，这2个如今都去了哪里呢？宋墨鬓角冒着青筋，望着窦昭的目光平添了几分毫不掩饰的犀利。窦昭一副视若无睹的样子，高声喊着素兰：你刚才去抱小公子的时候，可曾见到公子的车夫？是不是车夫我不知道。素兰配合着窦昭，大大咧咧地道：他们不知道那暖阁的后窗是能从外面打开的，我翻窗进去的时候，有个傻大个子正背对着我守在暖阁的门口，我舞一记手刀打昏了乳娘，悄悄拿出段大叔给我的那个进了麻沸散的什么暴雨梨花针，给了那家伙一桶，把他打的满身都是针，他瞪了我2声就倒在了地上。说到这里，他冲着段公义抱怨道：段大说，你不是说若被你的那个针射中了，就是大象也会一声不吭的倒下去？那家伙倒下去的时候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我抱着小公子跳出窗的时候还吭了2声，您这什么针也不太好使啊。大家的目光全都落到了段公义的身上。段公义霎时觉得自己好像被千万盏明灯照着似的，骤然间大汗淋漓，又想到自己对付的是定国公的遗孤，掩饰不住心虚，惊慌失措，抓起衣袖，一边胡乱地擦着汗水，一边喃喃地解释道：是祖上传下来的东西，只说是子孙防身保命的，几10年都没用过，可能是不太灵了。素兰嗔怪道：段大叔，您怎么能给我那么不靠谱的东西？要是那东西失效了，我岂不是要被那傻大人给捉住了？我被捉住是小，要是坏了小姐的大事，我们恐怕都会性命不保。那是。段公义的汗流得更多了。严朝清却深深地看了笑容安逸、神态悠闲地坐在那里的窦昭一眼，原来这个计谋是他想出来的，他还以为是陈渠水的主意呢。素兰这样一番拨科打诨，肯定让宋墨气得够呛。窦昭自然乐于相见，但也不能让素兰把话给扯远了。他适时地继续道：素兰，你看到的应该是2个马车夫里的一个人，那还有一个去了哪里呢？窦昭猜测道：难道他去给托孤之人报信去了？话音一刚，他立刻惊恐地道：段护卫，我们的人都去了哪里？梅公子白天之所以占尽优势不动手，肯定是派了那马车夫去请求增援，并早已和那托孤之人约定了动手的时间，这可就麻烦了。刘渠水、段公义、严朝清等人都大惊失色，只有宋墨端起茶盅，微低着头静静地喝了几口茶，可他端着茶盅略有些颤抖的手却泄露了他愤怒的情绪。窦昭所示的不过是怀中的这个婴儿，他曾是个母亲，又怎么可能真的去伤害这个婴儿呢？他所示的不过是镜中月水中花而已。想要让宋墨正视他，他只有继续挑衅宋墨。哎，
窦昭叹了口气，公子在明我在暗，就有这点不好。我知道公子带了几个人，公子却不知道我们有几个人，不知道我的另一个婢女走到了哪里。要是有大批人的冲进田庄烧杀抢掠的时候，他能不能从真定州赶回来？宋墨抬起头来，表情严肃而端木，目光冷静而理智。窦昭望着刚才还气得手都发抖的宋墨，转眼间就控制了自己的情绪，心里五味俱全，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成大事者都有大毅力，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繁华面前不迷失，在孤独的时候能坚守。宋墨今年只有13岁，正是出生牛犊不怕虎，壮志凌云，睥睨天下的年纪。他不仅让他铩羽而归，颜面尽失，而且还故作姿态地狠狠嘲讽了他一番。换成个成熟稳重的中年人，恐怕都受不了。他却能在短短的一盏茶的功夫里，抛开荣辱得失，审时度势，重新正视自己所面临的一切。这样一个可怕的人，自己在与他为敌之后，还能全身而退吗？这个孩子的行踪，就是宋墨的软鞋。宋墨之所对他们动了杀心，也是为了保证这个孩子的去向不被人泄露。他若是道破他们的身份，宋墨还有何顾忌可言？鱼死网破，以段公义等人的心态，他们又有几成胜算呢？何况在上一世，定国公府虽被抄家问斩，夺了爵位，可英国公府却一如往昔，胜券不衰。除非他能悄无声息地杀死宋墨之后，消灭所有的证据，否则杀人偿命。他相信英国公认很愿意为宋墨报仇。他有这个能力吗？所谓的让素心报官，不过是一威慑宋墨的手段，而不是秉能攻击他的利刃。他知道，他相信他也是知道的，要不然他也不会很快就冷静下来了。可也正因为如此，宋墨又让窦昭心中多了几分说服他的把握，以他的理智，应该能判断出他们之间是合则两利，分则两败的局面。而现在，他已经向他展示了自己的能力和实力，他也开始重视他，到了他们坐下来好好谈谈的时候了。窦昭脑子飞快地转着，没等宋墨开口，已肃然地道：“梅公子，我有话想单独和您说。”宋墨微微有些惊讶，厅堂里只有8个人，都是彼此的最信任的，他还要单位和他谈，他觉得哪些人不合适继续待在这里呢？颜朝卿还是赵明？念头闪过，窦昭已抱着孩子站了起来，他一面朝西屋的书房走去，一面吩咐段公义：“段护卫，还请您和素兰守在门口，不管是谁，也不允许靠近书房一步。”他接下来要说的话，要做的事很重要，越少人知道越好。而且这件事很冒险，他表面看上去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实则心里七下八下的，很是不安。陈曲水和颜朝卿都是在封疆大吏身边做过幕僚的，特别是颜朝辽，原是定国公的心腹，又有陪着宋墨一同护送那个孩子，得到蒋宋两家人的信任，可见很不简单。他想的再好，毕竟只是纸上谈兵，宋墨再厉害，毕竟还少了些见识。如果能得到这两人的相助，成功的几率将更大。宋墨毫不犹豫地站了起来，吩咐赵明要留在这里帮段护卫守门。他觉得这样和窦昭对峙下去，对他是很不利的。出门时，母亲曾经反复地告诫他，江湖之中藏龙卧虎，让他千万不要大意，凡事多和颜先生商量，他却自认算无遗漏，没有把母亲的话放在心上，这才大意失荆州，不仅被这位大家闺秀的千金小姐困在真定县这座小小的田庄里，而且还让孩子和这些跟随他的壮士陷入了险境。更重要的是，他已经让施安去搬救兵了。按原来的计划，亥时他们将一起动手。如果对方没能察觉到田庄的异样而动起手来，这位窦四小姐为了保住性命，肯定会把官府拖进来。若是侥幸对方察觉到田庄的异样而等候观望，万一雨停了，那些村民出来走家串户了，他们的行踪就更难掩饰了。难道他还真的下令屠村不成？那和那些倭寇又有什么区别？何况这位窦家四小姐明明知道他是谁，却一直称他为梅公子，分明留有一丝余地，不想和他们翻脸。他不如趁着这个机会好。陈思水和颜朝卿一前一后的进了书房，4人各据一方，面对面的坐下。素兰上了茶水，悄声退下，关上了书房的门。窦昭开门见山地道：“定国公我一向很敬仰，我父亲和2位伯父都在京都为官，却不曾听到定国公出事的消息，现在定国公怎样了？”语气真诚又坦率。宋墨再次对窦昭刮目相看。孩子的去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定国公府的未来。如果定国公府能逃过此劫，孩子自然会安然无恙；如果定国公府大祸临头，作为定国公府唯一的血脉，孩子的行踪自然也就关系到了孩子的生死。这位窦四小姐的确不简单，开口就抓住了事情重点。可她值得信赖吗？
宋墨不禁望着窦昭的眼睛，他这才发现窦昭的眼睛很漂亮，黑白分明，清澈明亮，仿佛夜空中最璀璨的星子，任那云雾阴霾，谁也无法遮挡住它的光芒，让人看着顿时勇气倍增。他稍作停留，沉吟道：有御史弹劾我大舅杀良冒功，养寇自重。我们得到消息，皇上勃然大怒，要把我舅舅押回京都大理寺审讯。我们却找不到幕后推手，我母亲觉得事情有些不妙，正巧我五舅偷偷新收的一个外室有了身孕，快要临盆了，母亲就擅自做主把她藏了起来。3天前，宫中有旨下来，我的大舅、三舅、四舅都被问罪，五舅被锦衣卫审讯。母亲进宫，却什么事都打听不到。母亲怕事情会一路坏下去，命我将这个孩子交给五舅的一个好朋友收养。难怪他们都没有听到任何的风声。窦昭道：也就是说，圣旨刚刚下来，英国公还在福建，这只是未雨绸缪罗。说的他母亲好像在杞人忧天似的。宋墨不由道：皇上这个人，对你说话越客气，心里越是气愤；对你说话越是随意，心里越是不在意。颜朝卿怕窦昭听不懂，委婉地解释道：我们夫人和皇后娘娘、太后娘娘的关系一直都很好，这次夫人进宫向皇后娘娘求情，皇后娘娘却对此事一无所觉，还特意去问了皇上，皇上却说定国公在福建时间长了，又位高权重，难免会有人眼红。福建海丰时人，这次把定国公叫回来，定国公正好休养生息几年。在所有的公卿贵勋之家中，英国公府有点特别，他的祖上宋武和太祖皇帝是结拜兄弟，后来又跟着太祖皇帝起兵，战死在了沙场。宋武的姨父子宋公被太祖皇帝收为了养子，还被赐了国姓。建国后，太祖皇帝论功行赏，封宋公为英国公，想到宋武只有这一个儿子，这恢复原姓，因而英国公府和皇家的关系特别的密切。太宗皇帝想要废太子的时候，是英国公劝的太宗皇帝；仁宗皇帝想废了皇后，改立自己的宠妃王氏的时候，是托了英国公说服的太后。武宗皇帝穷兵黩武，折腾光了国库，又折腾光了自己的小金库，也是英国公碑的骂名，在淮安都转运盐使司运使的位置上一坐就是10年，让武宗皇帝终于可以开始修建自己的陵寝。可以说，在辽王登基前，历任的英国公都是皇上的心腹、宠臣，甚至比那些皇亲国戚更受皇上的信任。如果英国公侯夫人进宫都打听不到任何事，那这件事有多严重就可想而知了。前世也证明，英国公夫人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但窦昭想到前世宋墨说蒋家再无后嗣，不由道：谭家靠得住吗？宋墨和颜朝卿惊骇地称着窦昭，宋墨更是失声道：你是怎么知道的？窦昭不由讪笑，早就决定不把自己陷得太深，结果还是把话说了出来。他实在是太为怀里的这个婴儿揪心了。我毕竟是真定本的人，窦昭只得硬着头皮道：仔细想想，有这个实力收养这个孩子的，也只前谭家庄了。宋墨赞道：窦四小姐果真是冰雪聪明。又道：如果谭家都信不过，那就没有信得过的人了，是吗？可窦昭怎么听着宋墨的语气里带着一丝对他若隐若现的含义呢？他不由弱笑，把话题重新转移到了定国公身上。英国公怎么说？宋墨和颜朝卿话里话外全是英国公夫人讲事，却没有提到英国公。他想到前世所发生的一切，留意起英国公的态度来。宋墨含蓄地道：是家父让家母去打探的消息，现在情况不明，家父不好出面，让妻子去试探皇家的口风，丈夫在见机行事。仅从现在看来，窦昭能理解，可从后续来看，英国公显然少了些什么。两世的怀疑在他心中激荡，却不是说话的好时机。他肃然整容，缓缓地道，加重了说话的质感。我想脱疑应该只是令堂计划的一部分，关键是怎样让定国公脱险，不知道令堂对此有什么打算。陈曲水皱眉，有点担窦昭担心。她毕竟只是个没出过真定的小姑娘，涉及到庙堂高层的之争，一不小心就会血流成河。窦昭不应该涉及期间的宋墨抿着嘴，却和颜朝卿交换了一个眼神。颜朝卿笑着窦昭，不知道窦四小姐有何高招，望着他的目光却显得有些闪烁。窦昭微微一笑，眼角眉梢尽流露出来的自信让他顾盼生辉，光彩照人。我看史书的时候，觉得皇上最怕大将拥兵自重了。他淡淡地道：定国公被弹劾杀良冒功，养寇自重，这罪名应该很重吧？这个读史书的人都知道吧？颜朝卿笑道：的确是有点麻烦，语气敷衍。窦昭仿佛没有感觉到似的，缓缓地道：寻常的人受了冤枉，都会向青天大老爷哭诉，
讲事实，摆证据，或找了左邻右舍的来给自己作证。颜朝卿一愣，朝宋墨望去，就看见原本正用指头摩挲着茶盅盖子的宋墨突然停了下来，而窦昭清悦的声音继续在耳边响起。若是官吏明断，自然很快就能水落石出，若是官吏糊涂，只怕是吃了板子还要受委屈。何况皇上并不是那断官司的人。两人不由侧耳聆听，天子在圣明，也有自己的私心。窦昭淡淡地道，往往说你忠君爱民，你就是忠君爱民，说你包藏祸心，你就是包藏祸心。这话说的，颜朝卿不由用衣擦了擦额头，宋墨却悄然间坐直了身子，看着窦昭的目光骤然间闪过一道耀眼的光芒，目光都明亮起来。窦昭的注意力全放在颜朝卿的身上，他对此一无所知，依旧不紧不慢地道，韩信居功自傲，兵权尽失，已经没有了谋反的可能，吕后就杀了他。萧何一手掌控汉王的钱粮政务，却求田问舍，汉王就不疑有他。王翦领倾国之兵出征，屡屡派使者向秦王索要财物田产，秦王就哈哈大笑。可我却听说定国公勤政爱民，廉洁奉公，是国之栋梁，朝中股肱，不知道可有此事。颜朝卿望着窦昭，满脸的震惊。定国公被问罪，大家都觉得定国公很冤枉，夫人已联系定国公从前的一些部属，准备为定国公喊冤。也有人提出来过和窦昭一样的建议，只是夫人觉得这样既有辱定国公的名誉，而且万一圣上真的相信，那可怎么办？这个提议很快就被其他的声音淹没。难道他们真的想错了？皇上在意的根本不是御史弹劾了定国公些什么，定国公又做了些什么，而是定国公声誉日隆之后会对皇上怎样，对朝廷怎样。如果那些为定国公喊冤的奏折递了上去，想到这些，他像3九寒冬喝了碗凉水，浑身都透着寒意。宋墨却低头沉思起来。小时候，母亲常带他回娘家，他最早的记忆是自己站在蒋家的练武厅，和表哥表弟们一起推石碾子玩。大舅被问罪，母亲心急如焚，不仅奔走在内宫深院，而且还频频联系各勋贵之家。因他最为敬佩大舅，母亲怕他参与其中，让人误会这是父亲的意思，连累父亲被皇上问罪，让大舅连个遮风挡雨的人也没有了，这才决定让颜朝卿陪着他护送五舅的孩子南下。他们以为他什么都不知道，实际上他心里很清楚，他原来准备把孩子交给了五舅指定的人，就回京山洞朝野为几个舅父鸣冤的。宋墨望着被窦昭夺去的孩子，却有些犹豫起来。大舅年轻的时候曾做过皇上的贴身侍卫，大舅是什么人，难道皇上还不知道？怎么会听信御史的弹劾就对大舅问罪呢？或者他应该仔细琢磨琢磨这事。陈曲水望着窦昭含笑不语的面孔，满是错愕。在宋墨和颜朝卿来之前，他曾为了这件事和他商量过，说解决僵局的唯一途径就是向宋墨低头明状，这一点他是认同的。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他们想向宋墨低头明状，那也得看宋墨接受不接受，需要不需要啊。所以他当时提出为互为人质，我代表小姐去京都，他们可以派个人跟在小姐身边，到时候冒充护卫就行了。反正这些护卫都是您请的，多一个少一个东斗也不知道。只要小姐能顺利回到窦家就安全了，他们总不至于对窦家动手吧？就算是跟在小姐身边的那人想伤害小姐，那也要看小姐身边的护卫答应不答应。窦昭却道，如果定国公府被满门抄斩了呢？那个孩子就成了蒋家唯一的血脉，只怕他就是躲到天涯海角，宋墨都会杀了他。他愣住，半晌才喃喃地道，应该不会吧？心里却明白，如果不是到了生死关头，英国公夫人又怎会将蒋武老爷的骨肉送给他人抚养，而且还派了自己的儿子亲自护送。可窦昭的这样假设也太惊人了。他不禁道，就算如此，定国公府高手林立，谋臣如云，英国宫禁的宫廷，出得朝堂，他们都无能为力的事，我们又凭什么力挽狂澜呢？窦昭笑笑没有作声。陈曲水却知道他已经打定了主意，想到窦昭做事偶会冒进，却不失缜密细致，他没有追问。没想到他打的却是这样的主意。虽然这的建议简单，大家也都想得到，可关键却是应该怎么选择。能让定国公这样的镇定一方的封疆大吏问罪，已不是单独的有罪没罪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上上下下的关系，甚至连英国公府也找不到幕后的推手。可见其水之深，就是他这个在权谋中浸透了大半生的人都不敢启齿，他一个从未曾走出过真定县的小姑娘。想到这些，他就不安地挪了挪身子。但愿四小姐是对的，不然这阵腥风血雨的，只怕连他自己都要卷进去，性命堪忧。
沉默中，恐怕只有窦昭是最笃定的那一个。前世，每当人们提及定国公时，就会提起福建百姓在定国公死后为蒋加上的万言血书。既然这种方法都行不通，那就只能换一种方法了，也许会有所改变。而颜朝卿觉得自己一刻也待不下去了，得把这种可能尽快的告诉夫人，让夫人尽快地府中的幕僚好好的商量商量，拿个主意才行。他有种时不待人的恐慌，不由急急喊了声公子。只是颜朝卿的话音还没有落，沉默不语的陈曲水突然站了起来，跟着高声跟着喊着公子，依礼道：现在我们还能对外说小姐看着你们行踪可疑，以为你们是拐了哪家大户人家的孩子出逃的，而公子见我们人多势众，个个身手不凡，还以为落入了贼窝。小姐要救孩子，公子要逃离，这才生出一场误会。可要是等增援的人来了，这件事只怕就不好遮掩了。不如我随您进京，您再派个人跟着我们小姐回真定，等接孩子的人来了，我们把孩子直接交给对方就是。虽然不知道原因，但他敏锐地感觉到了宋墨和颜朝卿的变化。既然有了变化，那就快点把四小姐送回窦府。他决定往这件事上再添一把柴，适时地站了出来。窦昭有些惊讶陈曲水决断，只是他话已经说出了口，他不好再说什么。可宋墨不是普通人，他到底会不会接受，他心里没底，不由朝宋墨望去。一时间，大家的目光都落在了宋墨的身上。大雨如注，天空黑沉沉的，仿佛随时会坍塌似的。离窦家田庄不远的树林里，两个戴着斗笠、穿着蓑衣的男子正朝站在坡顶远眺。他们一个身材魁梧，一个身材匀称，身后静默30几个穿着黑色水铐、用黑包蒙脸的精壮男子，远远的望去，像一个个木桩。一个12、3岁的男孩子像诈马似的跳到了那个身材匀称的男子身边，恭敬的禀道：六爷，我联系上公子的人了，不过情况有些不妙，孩子被劫持了，公子颜先生正在和对方交涉。怎么可能？身材魁梧的男子惊愕的抬头，露出张周正但毫不出奇的面孔。是谁劫持了孩子？是屋主。男孩子道：听说看护孩子的人被梨花暴雨给打中了，大家正帮他拔针的呢。身材匀称的男子很感兴趣的咦了一声，奇道：现在还有人手里有这东西？那屋主是谁？男孩子瞥了身材魁梧的男子一眼，低声道：是窦家的田庄，好像是遇到了四小姐，声音越来越大。身材匀称的男子吓了一大跳，急声道：怎么会是窦家四小姐？这么大雨，她不在家里，跑到这里来做什么？男孩子被问得有些哭笑不得，道：这就是四小姐的田庄啊，下雨，四小姐担心田里的庄稼。然后身材魁梧的男子就发现身材匀称的男子脸上白一阵红一阵的，他不由道：你们和那窦四小姐有救？不认识。身材匀称的男子脸色有些发青，声音嘶哑地道：不过窦家四小姐侠肝义胆，道上有兄弟被人诬陷，就是窦家四小姐帮着洗脱的罪名，后来那兄弟伤势过重死了，也是窦家四小姐出钱出力帮着安葬的，还收留了那兄弟的家眷。我们道上好多兄弟都冲着窦四小姐的侠义去窦家做了护院，还有一个是我师门的人。他说着咬了咬牙道：我们事先说好的，你们有什么恩怨你们自己解决，我们只在外面你们看场子，可现在关系到窦家小姐，还烦请您给公子禀一声，就说我谭某人不才，想给窦家四小姐做个和事佬。身材魁梧的男子傻了眼。施安一走进田庄，就看见自己的人蹲在屋脊上，端着弩，神情紧张地注视着下面的动静。窦家的护卫则团团将正屋围住，如人肉城墙似的挡住了通往正房的路。他们神色同样很紧张，有个家伙还不安地握了握手中的齐眉棍，却没有一个人退缩。看见施安，陈晓峰上前几步，喊了声站住，抬着下巴逆视着他。梅公子的人，语气中带着些许的嘲讽。施安不由低低地骂了一句，也不知道是在骂谭家庄的人临阵倒戈，还是骂这事太窝囊，他连个动手的机会都没有就输了，还得恭恭敬敬地给窦家的护卫抱拳行礼。在下是梅安，还请这位大哥帮着通传一声，在下有要紧的事禀告梅公子。梅安是他对外的称呼。陈晓峰打量了施安一眼，这个人应该就是那个去搬救兵的家伙了，看样子已经知道屋里的情况了，没有头脑发热的强攻，而是单枪匹马的来请梅公子示下，也算是个忠肝义胆的好汉了。施安给了陈晓峰一个好印象，陈晓峰对他的态度自然也就和缓了很多。想着窦昭无意和梅公子为敌，他略一思忖，道：你在这里等着，我进去通传一声。施安忙说了声多谢。陈晓峰并没有靠近厅堂的门扇，而是站在台阶上禀了一声。
不一会，素兰撩了帘子，小姐说，请梅安进来。施安闻言心中一跳，难道公子失去了自由？想到来时谭家庄的那个家伙扯了身边一个护卫的黑巾，把自己的脸给包上了，还说什么我们家和窦家世代为邻，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我实在是不想和窦四小姐的人碰面之类的话，他心里就一阵烦躁。进屋的动作不免就大了些，谁知道却惹来了那个小婢女的一阵白眼。这都算什么事？想当年他在江湖中排名也能排前100，不，前50了。后来虽然投靠定国公做了贴身侍卫，可也是响当当的一名总旗，现在却被个丫头片子瞧不起，当贼看。想到这里，他压下心头的无名火，停在了书房门外，隔着葱绿色镶着宝蓝色蓝边的杭绸软帘，恭谨地喊了一声公子。进来吧。公子的声音如往昔般温和中带着几分冷清，但这不仅没能安抚施安，反而让施安更加忐忑，越是事情紧急，公子就是越从容镇定，情况肯定非常的糟糕。施安打起精神来应了声是，挺着腰杆走了进去。公子坐在临窗的太师椅上，严先生坐在公子的下手，对面是个年逾花甲的儒雅老者，屋里还有个女孩子，14、15岁的样子，肌肤胜雪，长眉入鬓，目光湛然，抱着个孩子，嘴角含笑地坐在那里，柔美中透着几分端庄，表情娴静，竟然有种莫名的庄严之象，把他吓了一大跳。这位应该就是窦家的四小姐了，难怪谭家庄的人不想见她，要是自己恐怕也不好意思向这样一个女孩子下手吧。念头闪过，就听见公子提醒般轻声地喊了他一声，他忙收敛了情绪，上前几步，附耳低语把谭家庄众人的反应说了一遍。宋墨难掩心中的惊讶，谭家庄可不是普通人家，桀骜不驯，自成一派，要不是蒋家和他们有几辈子的交情，五舅既和谭举人交好，又得了谭老太爷的青睐，如何不是这孩子可能是蒋家唯一的血脉，谭家庄绝不会出手帮他的。窦四小姐能得到谭家庄的敬重，恐怕不仅仅是扶危济困，收留孤幼这么简单吧。他望着窦昭的目光中划过一道流星般璀璨的光芒。窦四小姐，宋墨突然站了起来，左手负背，右手攥拳弯肘置于腹间，态度随意而优雅，一向冷清的面容也露出几丝笑意，像冰雪消融，春回大地般的温煦。既然如此，就烦请陈先生跟我们走一趟吧。赵明，他喊着身材瘦小的男子，你这段时间就留在窦家，负责保护窦四小姐。谭家庄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公子怎么立刻就改变了立场？严朝清和赵明俱是一愣，但都很快掩饰住了心中的震荡。赵明更是躬声应是，走上前来，规规矩矩地给窦昭磕头，行了大礼。让你留个人监督我，你倒好，把身边身手最好的一个留了下来，这是保护我，还是随时准备杀人灭口呢？窦昭在心里把宋墨骂了个千八百遍，脸上却不显不露，笑着请赵明起来，喊了段公义进来，让他领了赵明下去安顿食宿差事。你不让他保护我吗？总不能白吃粮食不干活吧？窦家的护卫干什么，他就得给我干什么。窦昭在心里腹诽着，笑着把孩子交给了宋墨。这孩子长得可真好，这才抱了一会，手都软了。宋墨望着他，目光迥然，一语双关的笑道，这孩子是有点成熟，也不怪窦四小姐抱不动。窦昭很想回他一句，但想到他那睚眦必报的性格，立刻改为了奉承，笑盈盈地道，所以这孩子还是梅公子抱着更合适些。宋墨眼神闪烁，将孩子交给了严朝清，步履轻快地走了出去。严朝清等人忙给窦昭行礼，匆匆地出了门。窦昭这才长长地吁了口气。素兰不理解窦昭的畏惧，瞪着眼睛道，枉费我还觉得他是个好人，谁知道他竟然连小姐都要杀，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金玉其外败絮其内，道貌岸然，以后还不知道有多少人被他那副好皮囊给欺骗了。陈曲水忍不住笑出声来，好了好了，有这力气骂人，还不如快点去跟我的小厮说一声，让他帮我收拾行囊，看样子接孩子的人来了，他们应该很快就会出发了。反正该知道的都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也知道了，我就跟着他们一起走了，说不定能多看出些什么，等到翻脸的时候也多几张底牌。又叮嘱窦昭，您看段公义他们就知道了，定国公这一问罪，只怕众多侠客义士都会出动，真定是北上必经之路，我会跟段公义说一声，让他管好这些护卫，小姐不管有什么事都忍一忍，不要出门，免得无端端惹了什么麻烦。崔姨奶奶那里您也不用担心，有红姑服侍着，好生静养，不会有什么大事的。济宁侯府这门亲事虽不尽人意，可也不是全无可取之处，小姐聪慧过人，想必早有了对策，事事都想到了，一副交代后事的口吻。窦昭眼眶一红，
打断了他的话。您放心，我这法子定然会奏效，您也会平安回来的。他不想让这份伤感蔓延，笑着和陈曲水商量。他派了好手监视我们难道就没有人了？您去京都，让段护卫从这些护卫里挑个身手最好的人给您做随从。那梅公子若是敢克扣您的吃穿用度，您就让他给我送个信，我们让那赵明也缺衣少食，绝不让这位梅公子专美于前。一番话说的陈曲水哈哈大笑，既欣慰又怅然地叹了口气。欣慰的是窦昭把他当成自家人一样，怅然的是窦昭被自己连累，不得不卷入营救定国公的风波里。如果他的计策没被采纳，这投名状也就算是白递了。该来的总归还是要来。如果他的计策被采纳了，奏效了，宋末也不过是不再追究彼此间的恩怨，没有奏折，定国公府的遭遇恐怕会算在窦昭的身上，他作为人质肯定是性命不保，窦昭也将面临危险。不管怎么算，他们都是吃亏的一方，他又怎能不感慨万千？窦昭望着宋末的车马消失在雨帘中，也感慨万千。终于把这尊瘟神给送走了。之前奉命趁着窦昭佯装突围，把宋末等人吸引过去时，悄悄溜出田庄的素心看见了信号，从藏身的草垛里钻出来，梳洗打扮一番后，从妹妹叽叽喳喳的话里中已了解了事情的经过，他却笑不出来。他很想问问陈先生是不是真的会平安归来，可看着窦昭微带几分疲惫的面色，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素兰几个只知道自家小姐打败了那个梅公子，哪里知道这其中的凶险，闻言捂了嘴笑。窦昭就拍了拍手，笑道：我们也该走了，还不快去收拾东西去。几个小丫头笑嘻嘻的散了。素心却忧心忡忡地问窦昭小姐，真的有人敢在半路上害定国公？梅公子临走时，他听到小姐反复的嘱咐，让梅公子派人暗中保护定国公，免得定国公被宵小所害，还提到什么矫治矫诏。当时梅公子脸色微白，急急地上了路。但愿没有。窦昭长叹口气，心情变得低落起来，但愿是我杞人忧天。素心不由抬头望了望天，他这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雨势已小，一片金光透过黑压压的云层照亮了天际，太阳仿佛要破云而出了似的。窦昭叫住了正指使着马夫套车的段公义，回到府里后，你去账房支500两银子，买些人参、燕窝之类的，带我去拜访谭家老太爷，只说多谢他老人家维护4乡安宁，以后乡亲间若有什么事我能帮得上忙，定当鼎力相助。如果谭家庄参与进来，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局面。谭家庄的人没有露面，段公义并不知道这其中的内幕，但窦昭备了重礼拜访谭家老太爷，他这个做徒子徒孙的也觉得脸上有光。他高声应了一声，亲自将那皮枣红色的大马套上了缰绳。窦昭望着正屋前2株高大的玉兰树，恍如隔世。他笑着对素心道：走，我们去看看崔姨奶奶去。素心一颗紧悬着的心也落了地，他笑着拉住了窦昭：好小姐，您还是先梳洗再去吧。您看看您现在这个样子，只怕崔姨奶奶看见了又要担心了。窦昭低头看见丁香色的绣鞋上沾了好几个泥点子，他不禁失笑，由甘露服侍着洗了个热水澡，搅干了头发，这才换了身衣裳去了祖母那里。红姑早得了信，撑着伞在门口等，见着窦昭，笑盈盈的屈膝扶了扶，问起田庄的事来。怎样？庄稼还有救吗？只能指望秋玉米了。窦昭说着，和红姑进了正房。祖母坐在临窗的大炕上，听着话音，已经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问了各家受灾的情况，怎么处置的，村里人都说了些什么。窦昭一一作答，宋末的事自然是只字未提。祖母把窦昭夸奖一番，没想到你在农事上这样有天赋，这件事也处置得很好，等雨停了，你记得跟陈先生说一声，每家每户发10斗玉米面，先把这几个月度过去了再说。陈先生有急事去了京都，这是和陈曲水事先商量好的说辞，他老人家年轻的时候受过一个朋友的恩惠，如今这朋友遇到了难事，陈先生赶了过去帮忙，恐怕要到秋天才能回真定。祖母不疑有他，只是担心陈曲水走得这么急，看来这件事非同小可。寿姑，你应该给你父亲写封信，就是帮不上忙，有个熟人，胆子也大些。又问他，你送陈先生诚意了没有？陈先生身边是谁在服侍？他也是一把年纪的人了，您要多照应着点。祖母待人真诚实在，没有一丝虚伪。窦昭在心里感叹着，笑道：您就放心好了，一切都安排妥当了，不会委屈了陈先生的。实际上的确走得急，又因为是和宋墨一起走的，陈先生孤身上路，身上只带了窦昭等人七拼八凑的10两碎银子和20两银票，还好留了几件衣裳在田庄，要不然连换洗的衣裳都成问题。
宋末理应承担起陈先生的吃穿嚼用才是。窦昭气愤地想着，还是担心陈先生受了委屈。段公义去账房支银子的时候，他吩咐段公义想办法给陈先生送1000两银票去。他在京都住了10几年，深知京都居大不易。段公义应了，听了窦昭的吩咐，按照谭老太爷的喜好买了些补身体的药材之外，还买了几幅字画、几本古籍送到了谭家庄。谭老太爷已年逾古稀，听说窦昭派了人来看望他，扶着齐胸的雪白胡子，呵呵直笑，对孙子谭举人道：“这位窦四小姐有点意思。”谭举人只在一旁陪着笑。谭老太爷就问起那孩子：“孩子我让人连夜抱去了保定府，乳娘我让梅公子带了回去，到时候只说18家的生了对双生子就是了。”谭举人道：“如果蒋家能度过这一劫，把孩子要回去了，就说那孩子夭折了。要是渡不过这一劫，我让18他们过2年再回来，到时候孩子都2、3岁了，就算是差几天也看不出来。要是真有人看出什么来，就拿一个顺产一个难产说事，也能搪塞过去，并不是所有的双生子都长得一模一样。”谭家老太爷满意地点了点头，手捻胡须感慨道：“你们总怪老祖宗立下来的规矩挡了你们的前程，可你看蒋家倒是荣华富贵，烈火烹油，结果怎样？还不是一锅给人端了，连自己的骨血都保不住。”谭举人顿时老脸一红，低声道：“爷爷，蒋家的事我们真的不管，世间万物一浊一饮，皆由天定。”谭老太爷叹道：“我们就算想管，能管得着吗？若是能死了他一个，换来全家的性命，倒也死得不冤枉。”谭举人想起那个大碗喝酒、击剑纵歌、逆视天下的身影，觉得视线突然有些模糊。窦昭也在想孩子，不过他是在想潜意识这个孩子到底是生是死。如果当初多留一些宋末的事就好了，他也好决定和谭家交往到哪种程度。有这样一只猛虎比邻而卧，又有几个人能安生睡觉？无知者无畏，要不是宋末，他怎么知道谭家？真是伤脑筋。窦昭狠狠地朝手中的李子咬去，李子咔嚓一声被咬走了一半。素兰蹦蹦跳跳地跑了进来：“四小姐，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她眨着不大的眼睛问窦昭：“您想先听哪个？”窦昭递了个李子给她，道：“先听坏消息，再听好消息。”素兰嘻嘻笑道：“坏消息是王大人被弹劾，说他什么强买强卖，不修私德，纵容子女仗势欺人，他还为是定国公被人弹劾了呢。”窦昭有点失望道：“都说他们干了些什么了吗？”没有。素兰笑道：“不过听说被骂得挺惨的，连皇上都下旨问话了。”窦昭撇了撇嘴道：“那你所谓的好消息就是我武伯父做了内阁大学士罗，您怎么知道的？”素兰睁大了眼睛：“这还不容易。”窦昭意兴阑珊地道：“如果是其他人弹劾王行仪，肯定会把他的罪状一条一条的列下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扣些大帽子，说些笼统的话，肯定是怕把窦家也牵扯进去。既然连皇上都下旨问话了，不管这些事是真是假，内阁为了避嫌，肯定不会让他入阁了。你又说有个好消息，不是我武伯父做了内阁大学士，还能是什么？小姐，你好厉害啊！”素兰满脸的佩服：“什么厉害不厉害的？”窦昭不以为然地道：“你要是像我这样，也会和我一样厉害的，可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小姐这样的呀。”素兰羡慕地望着窦昭道：“小姐怎么晒也晒不黑，我就是躲在屋里也养不白。”窦昭一愣，随后哈哈大笑起来。素心端着一碟洗好了的桃子撩帘而入，呵斥着妹妹：“你又胡说了些什么？”“没有，没有。”窦昭摆着手让素兰吃桃子：“这2个消息你是听谁说的？”素兰道：“是六老爷差人回来报的喜，东府那边已经开始打赏了。扫地、擦桌子的小丫鬟、小厮每人10个承平元年的铜钱，3等的丫鬟、婆子、媳妇子每人100，2等的200，1等的300，有头有脸的管事和管事嬷嬷是1两银子。我亲眼看见3老爷的随从抬了银子回来。在官场上，早1天中进士，晚1天中进士，早1天入阁，晚1天入阁，都是论资排辈的重要依据。这的确是件值得庆祝的事。”他吩咐素心：“等东府的人给我们报了喜，我们也照着东府一样的打赏。”素心笑着去准备铜钱、银子去了。东府那边报喜的人过来了，去给五小姐说一声。窦昭叫了甘露和素娟进来帮他收拾打扮，我们的过府去给二太夫人道个喜。素兰主动跑去通知窦明，回来悄悄地跟窦昭道：“我跟五小姐一说，五小姐就哭起来了。我就说这大喜的日子，您要是红着2个眼睛，只怕二太夫人心里会不高兴。”五小姐气得朝我丢了一个茶盅，我一闪，
茶盅落在地上摔了个粉碎，我就跟周嬷嬷说，这茶盅是官窑新出的斗彩，一套茶具12两银子，这摔碎了一个，这套茶具就用不成了。只怕库房的管事嬷嬷不好交代，您不如在外面买一套补上。甘露和素娟就在一旁捂了嘴笑。窦昭无奈地摇头，他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是很喜欢与人争斗的，何况是素兰这个活泼到有点唯恐天下不乱的小丫头。你们都比他年纪大，和他争这个气做什么？窦昭教训他们，以后再不许说这样的话。甘露和素娟齐齐应是，素兰却做了个鬼脸，一溜烟地跑了。过了大约半个时辰，梳妆打扮好的窦明由周嬷嬷陪着走了过来。窦昭见他脸上光洁红润，看不出任何异样，暗暗点了点头，一起去了东府。每个人脸都上都洋溢着掩盖不住的喜气，见着窦昭和窦明不停地道喜，奉承的话像流水似的往外直淌，比过年的时候还热闹。等进了二太夫人的厅堂，窦昭这才发现窦家的人都到齐了。二太夫人正和二太太商量着怎样庆祝，见窦昭过来了，忙招了他到身边坐，问他这大戏是唱10天好还是唱15天好？上次家里出了3个秀才，连唱了10天的大戏。窦昭笑道，我看家里人围着吃顿饭好了，唱戏未免太喧嚣了些，不过是刚刚入阁就这样大肆庆贺，不免有些张狂，像那鲍夫人家似的。大家俱是错愕。二太夫人沉思了片刻，一抚掌道，还是我们受姑通透，就这么定了，家里人一起庆贺庆贺就算了。二太太也反应过来，在看窦昭的时候就多了几分郑重。你六伯母去了京都，家里就少了一个帮衬的人，受姑你在家里也没有什么事，这几天就过来再帮我整几桌酒席吧。这对别的闺阁女子来说是一次难得的锻炼机会，可对她这个可以指导别人怎样主持钟馗的人来说，那就是去帮忙。她才不做这吃力不讨好的事呢。我什么也不懂，还是让几位堂嫂帮您吧。窦昭笑着拒绝了，这雨刚刚停下来就出了大太阳，我那边的花房可遭了殃，这几天要盯着那些丫鬟婆子把我的花房整理出来，不然今年成活的那株双色牡丹只怕是难逃一劫了。二太夫人不懂养花，可她知道能养出一株双色牡丹意味什么，毫不犹豫地放窦昭回了府。等窦家吃过庆祝宴，京都那边传来消息，王行仪被调任云南巡抚。陕西中原腹地，陕西巡抚，统领8府21州95县，辖陕西都司、行都司49位25所。云南西南边陲，云南巡抚，统领19府40州30县，8个宣慰司，4个宣抚司，5个安抚司，辖云南都司20位24所。能一样吗？窦昭笑盈盈坐在临窗的大炕上地吃着樱桃。舒姐儿过来看他。窦昭忙叫甘露沏壶碧螺春来，过些日子新茶上市，到时候再请你过来喝茶。新茶年年有，舒姐儿对此不感兴趣，目带希冀地望着他。您说11书定亲，我们能不能趁着这个机会去京都看看？窦昭不感兴趣，却鼓励舒姐儿去见识见识，她明年就要出嫁了，以后出去的机会更是微乎其微。家里有谁去？他问舒姐儿。舒姐儿忙道：4哥、5哥、6哥、7弟，他们都去。有窦启俊在，没有什么不放心的。窦昭笑道：只要3哥和3嫂同意，你去京都的费用都算我的。舒姐儿欢天喜地，拉着窦昭的手不放。4姑姑待我最好了，又闲着脸非要他一起去不可，我一个人，爹爹和娘亲肯定不答应，又没个说话的人，行程投店也不方便。窦昭摇头，你要是担心3哥和3哥不同意，我去帮你说项。4姑姑也没有去过京都吧？我听人说京都可好玩了，禅院又多，每隔几天就有庙会，白云观那边专卖古董，大相国寺前门多是卖个式首饰，还有条街叫什么来着，我不记得了，卖江南的鞋袜。4姑姑，您就和我一起去吗？就当是陪我的，态度十分的殷勤了。窦昭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眼睛。舒姐儿讪然地笑，不过一盏茶的功夫，终于绷不住了，娇笑道：好吗好吗，我说就是6伯母11书定亲，他老人家很想您去，说是邀请了您几次，您都拒绝。季家表叔就和11书、12书打赌，若是他能把您请去，11书就把宫头那个碧玉荷花的笔玺让他季家表叔，12书则把那幅赵伯驹的山水图送给季家表哥。窦昭又好笑又好气，你又得了他什么好处？舒姐赧然，季家表叔送幅裘英的仕女图给我，感情我就值1幅图。窦昭和他开着玩笑，哎呦，我不是个意思。舒姐急起来，我也想4姑姑去京都见识见识吗？说着
突然间有些伤感起来，我以后恐怕再也没有机会去京都。胡说！窦昭笑道，人的一生还长着，什么时候都不要把话说死了。要是哪天伯彦他们中了进士，像五伯父、六伯父那样留在了京都，你难道不能去串门？两人正说着话，甘露冲了进来，见舒姐在，忙收敛了情绪，笑盈盈的给舒姐儿屈膝行个礼。舒姐知道甘露有话对窦昭说，可她哪能就这样无功而返呢？借口要挑2盆花带回去，领着身边服侍的出了门，想着等会再好好劝劝窦昭。季家表叔的话是小事，把六叔祖母看着四姑姑肯定很高兴，就留了个丫鬟在正院。四姑姑的事一忙完，您就来告诉我。小丫鬟是常随舒姐在西府走动的，笑着应是，找窦昭屋里的小丫鬟去玩去了。舒姐去了窦昭的花房，自有婆子殷勤的给她介绍，她挑了一盆大红镶白边的仙客来，一盆含苞待放的夏绢，又喝了2杯茶水，吃了几样点。那小丫鬟还没有来，她催了身边的大丫鬟去看看，出了什么事。大丫鬟去了半炷香的功夫才折回来，她看了一眼花房里服侍的人，舒姐会意，出了花房，和她站大柳树下说话。是京都王家的2公子来武小姐捎了封信，说王大人调任云南。王家老太太一听，急得避过气去，又把七太太叫去狠狠地训斥了一通，把七太太气得直哭。武小姐就嚷着要去京都探望外祖母，陪七太太，谁也挡不住。武小姐没有办法，让人守在七霞院，说这就写信给七老爷，只要七老爷同意，立刻送他回京都。舒姐祈祷王大人的官运不好，与七太太有什么关系？御史弹劾只说王家，却没提王映雪扶正的事。窦氏叔又借着这次机会入了阁，有心人仔细想想就会会心一笑。舒姐儿长在深闺，自然不知道这其中的门路，丫鬟就更不知道了，笑道：或者是心里不痛快，叫了闺女回去呵斥2句。舒姐直皱眉道：四姑姑此时只怕也没心思和我说什么了，我们先回去吧。然后去了窦昭那里，窦昭正在给父亲写信，和舒姐儿寒暄了2句，把他送到了2门。舒姐回到家里，母亲正和裁缝商量给她做去京都的衣裳。她想到窦昭伏案疾书的样子，心里突然酸酸的。待裁缝走了，她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三奶奶听着心里不喜，道：这件事原是七叔父做的不对，寿姑也不过比明姐大2岁，再沉稳，也是个小姑娘，又不是一个母亲生的。这几年真是难为寿姑又吓又哄的，没出什么大事。想想又怕那边闹出什么事来，打发了女儿去了二太太那里。二太太拉着她往二太夫人那里去，那边只有2个还没有及笄的小姑娘在家，这件事还得老夫人拿个主意才好。祖母从来都不是正经的长辈。二太夫人听了冷笑：我们窦家原来是在给王家养闺女，她想回去也使得，让她和她那个娘一个回去。这话就说得很重了。二太太忙出来打圆场，怪只怪家里没有个主事的人，七叔到今天也没个继承家业的，我看不如帮七叔找个清白人家出现的女儿过去服侍，让那王氏回来主持中馈，这倒也是个主意。二太夫人思忖道。二太太忙道：我看这人还得在亲戚里头找才好，知根知底的，这相互间也好走动。二太夫人颔首，二太太就和二太夫人讨论起谁家的女儿合适起来，那模样倒像是有备而来。三奶奶坐在旁边一声不吭的喝茶。这几年他们帮着寿姑管理产业，日子渐渐宽裕起来，眼红的人不在少数。七叔父那边没有儿子，就算是分了一半给寿姑，那也是一大片产业。何况寿姑出嫁不用再备嫁妆，窦明最多也就照着宫中的惯例多给一点，也不怪有人惦记。两人正说得热闹，柳嬷嬷沉着脸走了进来。太夫人，西府的四小姐派了人过来传说济宁侯病逝了。啊！屋里的3个人都目瞪口呆。还是二太太最早反应过来，毛遂自荐地道：寿姑是没有过门的儿媳妇，照理应该送份祭礼过去，她一个小姑娘家哪里懂这些，我过去给她帮帮忙。前所未有的热忱。二太夫人考虑到这些从前都是三太太的事，也没有多想，道：你和老三媳妇一起过去吧。三奶奶想着三太太也去，再多自己一个，想必二太太也不会多心情，意道：我也跟着一块过去瞧瞧吧。行。二太夫人道：济宁侯府只有魏廷瑜这一个儿子，老侯爷一走，他就在当家理事了，府上少了主持中馈的人，魏家派事会派人来商量婚期，你们把老三叫来，这件事还得他去应付。两人齐声应诺，一面派了人去请窦世恒，一面回去换了身衣裳，叫上三太太一起去了西府。和济宁侯病逝的消息一起传来的，还有陈曲水的一封书信。
他已随宋墨平安抵达京都。宋墨是英国公府的世子爷，宅院在英国公府的西路，3间5进，出门就是英国公府的侧门，通往剪子巷。剪子巷朝南是英国公府胡同，朝北就是因坐落着顺天府学而得名的府学胡同。走过了府学胡同，就是安定门大街了，进出十分的方便。他被安置在了宋墨宅院花园东北角的一个3间带退步的宅子里。宋墨派了2个小厮服侍他的日常起居。他没事的时候常和2个小厮聊天，知道宋家人丁不兴，英国公宋宜春是独子，一个堂兄宋茂春，2个堂弟宋逢春、宋同春都没有出5服，其中逢春还是一个祖父的。宋宜春和宋茂春都只有2个儿子，宋逢春有1儿1女，宋同春只有1个儿子。或者是嫡长孙的缘故，宋墨生下来就很得长辈的喜欢。老英国公夫人，也就是宋墨的曾祖母原两广巡抚陆宗元的女儿，越过了儿子，把自己的陪嫁全赠给了宋墨。宋墨在广东有13间商行，1万多亩良田。最后委婉地告诉他，前几天英国公夫人进宫给定国公求请之后，现任通政使的陆宗元次子陆复礼上书为定国公喊冤。窦昭心火蹭蹭直冒，啪地一下把按上。到底还是人轻言威。定国公死了不要紧，要紧是定国公死后那些倭寇怎么办？福建的黎民百姓怎么办？宋墨有权有势还有钱，和他算起账来什么办？所以当魏家人提出让他100日之内出嫁时，他不禁呵斥道：我们窦家又不是破落户，没有拿了自己姑娘去给别人家贴金的道理。济宁侯府来传话的妇人40来岁，穿了件鹰背色装花被子，头上簪着鎏金簪子，手上戴碧玉镯子，白白胖胖，看上去像殷实人家的主母。窦昭记得他夫家姓金，大家都称她金嬷嬷，是魏廷珍的乳娘，也是魏廷珍最信任的人。在前世的时候，他就看着魏廷瑜的脸色行事，这事自然也不会例外。想必这是魏廷珍的主意了。窦昭冷笑，说起话来就更不客气了。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济宁侯府不是请了媒人去和我父亲商量，却派了个下人来告知我们家的长辈，莫非是瞧我家不起，或是觉得我们窦家女人都没见识，软弱可欺？他大声地吩咐陪着金嬷嬷过来给他问安的柳嬷嬷，你去告诉魏家的人，他们不要脸，我们窦家还要娶媳嫁女，可丢不起这个脸。这门亲事他们想结就结，不想结就把当初我母亲送给侯夫人的玉佩还回来，从此男婚女嫁，各不相干，断然没有100日内成亲的道理。看也没看金嬷嬷一眼，仿佛这屋里没这个似的。金嬷嬷看着心头一紧，大奶奶就是担心窦氏叔入阁，窦家身份地位跟着水涨船高，怕窦家4小姐嫁过去吱吱做张做桥，这才提出孝礼结亲的。没想到窦家4小姐这样的泼辣，先是派了丫鬟去二太人那里问是不是魏家来人了。既然对了面，她不好不来给窦4小姐问安。可刚进门，连句话都没来得及说，窦4小姐就骂开了，让她措手不及，进退两难。看这位窦4小姐的行事，难怪大奶奶会担心，这要是真嫁过去，只怕就是大奶奶也管不住啊。她不禁道：4小姐误会了，我们家夫人大奶奶并没有轻瞧窦家的意思，只是侯爷病逝，家里乱糟糟。素闻4小姐有贤名，这才想早日把4小姐娶进门，早日为4小姐请封夫人，家里的事也好早点交给4小姐。我们世子爷又没有其他的兄弟，这家产还不全都是世子爷的，这家里的开销嚼用还不是用的世子爷和4小姐您的。只是他的话没有说话，就被窦昭不屑地打断了。这位是谁啊？怎么一副能当家做主的模样？金嬷嬷何曾被人这样轻待过，脸色涨得通红，解释道：老身姓金，是景国公府大奶奶的乳娘，正是因为知道才的理不饶人，要是别人，我还不和他一般见识了。打了狗自然会惊动主人。窦昭腹诽着冷哼了一声，道：这就奇了，怎么景国公府的大奶奶管起济宁侯府的事来了？这济宁侯府的规矩呢？还是景国公府规矩？怎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一大顶帽子扣下来，金嬷嬷也有些吃不消。她便道：我们家大奶奶也是关心娘家的兄弟，柳嬷嬷可看清楚了，感情4小姐这是要给魏家一个下马威啊。金嬷嬷既然能奉了魏家之命来给窦家传话，不管是济宁侯府还是景国公府的人，在魏家都是数得着的体面人，4小姐迟早要嫁到济宁侯府去的。她开始还以为窦昭把金嬷嬷引来是想笼络金嬷嬷，没想到4小姐根本就没有把魏家放在眼里。这样也好，免得魏家还以为窦家没人了呢。效期结果也亏他们想得出来。如今吴老爷入了阁，虽然去管刑部了，可吴老爷在吏部为官多年，人脉却没有断。
济宁侯府的那位世子爷，不管是想成爵还是想谋个好点的差事，都离不开吴老爷的提携。就算是四小姐厉害了些，难道他们还敢给四小姐脸色看不成？不过他实在是没有办法把平日里落落大方的窦昭和此时横眉怒目的窦昭联系起，愣了半天才回过神来，一言不发的在旁边装聋作哑，听窦昭把那金嬷嬷狠狠地羞辱了一番，这才朝跟来的丫鬟使了个眼色，示意那丫鬟找个借口把他们叫走。能跟在柳嬷嬷身边的自然都是人精，不动声色的悄然退下，在外面转了一圈，然后神色匆忙穿过正院，请窦昭的丫鬟帮着通传一声，二太夫人还有话要问魏家来的那位嬷嬷，特意让我过来请那位嬷嬷过去说话。金嬷嬷这才灰头土脸的退了下去，拉了那小丫鬟问，不知道二太夫人有何事要我过去说话。小丫鬟望着柳嬷嬷嘻嘻的笑，柳嬷嬷含蓄的笑道，金嬷嬷去我那里歇歇脚吧，用过了午膳再去给二太夫人请个安也不迟。金嬷嬷恍然，连声道谢，悄悄地塞了2个大分红给柳嬷嬷。柳嬷嬷毫不客气地收下了。金嬷嬷窦昭这里受了一肚子的气，回去不提。宋默安置在窦家的陆明听说窦昭和济宁侯世子有婚约，忙写了封信，悄悄地送回了英国公府。宋默拿着信去了严朝清那里，您怎么看？他把信递给严朝清。严朝清一目十行，看过信后长长的松了口气。既然是为家父，自然要为济宁侯府做打算。言之意是窦昭为了夫家，不可能与英国公府作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宋默颔首，这样一来，事情倒好办了。他脑海里突然浮现窦昭雪白的面孔，入鬓的长眉，不禁道：有谁认识济宁后世子吗？严朝撩目露赞赏。窦四小姐既然要嫁到济宁侯府去，如果世子爷能和济宁侯世子交好，这对窦四小姐也是威慑，她肯定不希望自己的丈夫知道在田庄里发生的一切。济宁后前2日病逝了，所有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事都是从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开始的。他随时关注着京都各种消息，现在宋默问起来，他立刻就能答得上话。我们家和他们家早几辈还有些交情，这几辈已没有走动了，并不曾接到报丧。济宁后只有一儿一女，儿子是世子魏廷瑜，老侯爷的七过后，魏家应该就会申请成爵的事了，有窦家吴老爷帮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女儿嫁给了张宗耀，可以通过张家认识魏廷瑜。张元明，表字宗耀。宋默突然又有点不想见魏廷瑜，他沉吟道：这件事到时候再说吧。严朝清也觉得这件事不能及济宁侯，不过是个勉强支撑的破落户，英国公府却是胜券不衰的煊赫之家，两家一个地上一个天上，原本毫无交结。宋默突然和魏廷瑜亲近起来，只怕会引起很多人的猜疑，得制造个水到渠成的机会才行。两人说起朝中的事来，陆大人的折子被皇上留中不发，真是让人有些担忧。陆家和蒋家没有什么关系，和宋家是姻亲。陆宗元的三子陆之礼上了宁德长公主，外孙女嫁给了景国公三子张旭明娶，让陆副理上书，有头是问陆之意。现在皇上什么也不说，留中不发，倒让他们不好继续让人上书了。宋默顿时心中有些烦躁，道：不如兵分两路，也找人弹劾大舅，看看皇上的反应。只怕夫人不会同意。这是最稳妥的法子。严朝聊面色一暗，夫人不忍定国公白玉有瑕。宋默皱了眉头。严朝清贴身的小厮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见宋默在，竟然连理都忙记了行，满脸是泪的直嚷嚷：定国公他老人家说是受刑过重，不治身亡。你说什么？宋默脸色顿时煞白，一把抓住了小厮的肩膀。小厮只觉得肩膀像被铁钳给夹住了，马上就在碎了似的，痛彻心腑，却不敢吭一声，忙道：刚刚从福建传来消息，说国公爷被锦衣卫行了刑，又连夜赶路，无人治疗，国公爷伤势过重，已经不治身亡。锦衣卫不过是负责押送国公爷回京，跟过来的严朝清以失声斥喝道：国公爷又没有被定罪，他们凭什么动刑？徐清呢？施安呢？不是让他们俩人带人暗中保护国公爷的吗？他们在干些什么？徐清他们赶到的时候，国公爷已经受了刑。小厮道：这次锦衣卫出动的全是卫中精锐，等他们和三老爷联系上的时候，国公爷已经第二天就去了。三老爷说，是因为有江湖中的人来劫狱，所以锦衣卫才有借口对国公爷下死手的，让我们千万不要喊冤，雷霆雨露都是君恩。还说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宋默觉得胸口好像有团火在烧，让他全身的血液沸腾起来，耳朵中全是咕噜咕咕的沸水声，就是严朝清和小厮的对话也变得模糊起来。他慢慢放开了小厮的肩膀，深深地吸了口气，道：我娘亲可知道？声音冷静而理智，从容而镇定。
小厮望着宋墨，眼底有掩饰不住的惊骇，直到颜朝清严厉的目光落在他的身上，他这反应过来，急急地道：我们没敢跟夫人说。宋墨伸出手，手掌白皙细腻，指腹间却有薄薄的茧。拿来。小厮茫然了片刻才明白宋墨指的是什么，忙将怀中的锦囊拿了出来。我去跟我娘亲说。锦囊被宋墨紧紧地攥在了手心，他不紧不慢，步履悠闲地走出了颜朝清的厢房。颜朝清突然间有种撕心裂肺的痛。英国公府的上房位于英国公府的中路，是个5间4进的宅子，前面是英公国府的前院、正厅、花厅，后面是个带佛堂的小花园，从宋墨居住的仪制堂出来，穿过一道种着翠竹的斜巷就到了。他走进院子，看见身材高挑、秀雅端丽，眉宇间若有若无的透着刚强和傲气的母亲，正神色有些茫然的站在台阶上，望着院角的香樟树发呆。宋墨手中的香囊霎时如团燃烧着的火焰，灼热9人。这株香樟树是母亲30岁生辰时大舅从福建送来的，当时不过人高，现在已经齐颜了。你来了。蒋氏笑着和儿子打着招呼，坐到了葡萄架下的石凳上。葡萄藤才刚刚抽芽，春日明媚的阳光透过稀疏的枝蔓照在他的脸上，原本乌黑亮泽的青丝里竟然有了几根银丝。宋墨心头酸楚，趁着丫鬟给他们端茶倒水的时候，走出到了母亲的身后，笑着按住了母亲的肩膀，亲昵地道：娘，您都有白头发了，我帮您拔了吧。蒋氏抿了嘴笑，望着儿子手中长长的银丝，半是感慨半是欣慰地道：您都要娶媳妇了，娘也该老了。任宋墨再沉稳内敛，也不过是个13岁的少年，他顿时脸色通红，赧然地喊着娘。儿子难得的窘迫取悦了蒋氏，他笑着问宋墨：你在真定遇到的那个姑娘有多大？能让儿子吃瘪，可见是个胆大心细、聪明伶俐的丫头。您问这个干什么？宋墨的脸更红了，不依地嚷道：人家已经定了亲。话音一落，母子2人俱是一愣。风吹过葡萄架，嫩绿的芽儿在春风中颤颤巍巍地晃动。宋墨尴尬的不行，母亲不过好奇问问，他怎么就鬼使神差的说出这么一句话来。想到这些，他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烧，更不自在了，道：严先生建议我和魏廷瑜结交，我也觉得这主意不错，正想着怎么跟宗耀说一声，想办法和这个认识认识。蒋氏意味深长的笑，他心里有点可惜，却知道再说下去不免有辱姑娘家的清誉。宋墨脸上却挂不住了，左顾右盼地道：爹爹呢？怎么没有看见他？他去了三公主府。他顺着儿子转移了话题，你爹不敢请太子出面，怕连累了太子，想请三公主去探探皇上的口气。说到这里，他情绪低落下去，皇上既然对保你大舅的折子留中不发，我已和闵先生商量过了，那就请那些从前跟过你大舅的人上折子弹劾你大舅，只是平日里走得太的不好出面，免得皇上起了疑心，怕皇上已经有了主意。不管我们怎么做，也是徒劳无功的。三公主恩荣是元后沈氏所生，皇上的嫡长女，备受皇上的宠爱。驸马石穗兰是长兴侯石端兰的胞弟，和英国公是发小，关系非常的好。这样有用吗？还不如打点皇上身边的大太监汪渊呢。宋墨想着，胡乱地点了点头。气氛突然间就变得沉闷起来。宋墨捏了捏掌心的锦囊，半晌才鼓起勇气喊了声娘，低声道：我有话有跟您说。什么？蒋氏抬起头来，眼底还有残留的茫然，显然没有听清楚儿子刚才说了些什么。宋墨吸了口气，正想把刚才的话对母亲重新一遍，谁知道母亲已精神一振，正色地道：我想为你求娶你二舅家的韩珠表姐，你觉得如何？他睁大了眼睛，然后慢慢抿紧了嘴唇。蒋氏在心底暗暗地叹了口气，声音因为理智而显得有些淡漠。我知道你从小和你四舅舅家的协秀表妹玩得好，可你协秀表妹却是庶出。我们家虽然不在乎，你父亲却是个极重嫡庶的人，首先你父亲那一关就通不过。你二舅走得早，只留下了你表姐这一个，别的人好歹还有父兄照拂，只有他自幼失户，孤苦伶仃没个依靠。宋墨微垂着头，韩珠表姐喜欢的是大舅母家在蒋家习武的族侄尹志，外祖母、大舅母都知道。大舅母为此把尹志丢到了大舅的军营，还跟他说，我们蒋家的姑娘不嫁孬种，你想娶韩珠就拿军功来做聘礼。尹志走的时候送给韩珠表姐一只金簪，就是央她递给韩珠表姐的。可生死面前，这些儿女情长又算什么呢？阳光投在他的脸上，长长的睫毛在眼睑处投下一层阴影。婚姻大事本就应该父母做主。他轻轻地道，柔和的如佛面的春风，我听母亲的。
从小就有主见，从不听人摆布的儿子突然说出这样一番话，深深地刺痛了蒋氏，让他都戛然而止，若有所失。感受到蒋氏的伤感，宋墨握住了母亲的手。娘，我没觉得委屈。他安慰着母亲，韩珠表姐也很好，上马能弯弓，下马能行书，她要是嫁过来，母亲也有个作伴的，我会跟爹爹说，是我看中了韩珠表妹的，这样她就不能反对了。他说着，朝着母亲展颜一笑，那笑容璀璨而明亮，仿佛初升的太阳，不带一丝的忧虑。蒋氏的眼泪赖赖落下，这些都不值得掉眼泪。宋墨抿了抿嘴，把一直攥在手心的锦囊拿了出来。母亲，这是徐青刚刚送来的。他的话还没有说话，蒋氏已急急地抓过了锦囊，薄薄2指宽一张条纸，却重若千斤。蒋氏看了一遍，擦了擦眼睛，又看了一遍，这才抬头望着儿子，脸色已是一片苍白。是真的吗？声音嘶哑，显得有些目光涣散。宋墨狠心地点了点头。蒋氏觉得天旋地转，有些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一阵嬉闹声渐行渐近，次子还有些稚嫩的声音清楚地传了过来：快点，快点，我要给娘亲看看。他定下神来，接过长子递来的帕子，慌忙地擦了擦眼泪。宋墨也坐直了身子。等拿着把弓箭的宋汉跑过来的时候，母亲和哥哥正优雅地坐在葡萄架下的石桌旁喝茶。他拉着母亲的手撒着娇：娘亲，娘亲，您看，您看。跟过来的小厮跪在地上，将手中大红的漆盘高高的举起来，漆盘里放着一只肥硕的锦鸡，剑斜斜地插在锦鸡的背上，露出雪白的剑羽。我比哥哥还在厉害吧？宋汉得意洋洋地望着哥哥，哥哥10岁的时候才跟着五舅去狩猎呢，他今年才8岁，比宋墨小5岁。蒋氏勉强露出个欢颜，称赞着小儿子：我们天恩比哥哥厉害多了。天恩是宋汉的乳名。尽管心中很是悲伤，但宋汉有些天真烂漫的话，还是让宋墨心中里轻快了不少。这应该是家中后花园里养的那只锦鸡了。弟弟连给他特制的弓都拉不满，怎么可能射得这样深？多半是被那帮小厮赶到他面前，然后对着锦鸡射下去的。还有可能是那帮小厮早就把这只锦鸡射杀了，等到弟弟朝着草丛里乱射一通，他们再屁颠屁颠地跑去，把这只已经藏在草丛里的锦鸡给揪了出来。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他都无意让弟弟失望，是挺不错的。宋墨笑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宋汉更加得意了，他指着漆盘中的锦鸡，大声地吩咐小厮：把它丢到灶上去，让灶上的婆子今晚夹菜。小厮点头哈腰地捧着漆盘退了下去。他紧挨着母亲坐下，小大人般的伸了个懒腰。今天可真累啊。蒋氏和宋墨都露出个淡淡的微笑。宋汉眼珠子转身，猛地跳下了石墩，道：娘，我要回去换身衣裳。去吧。蒋氏还有大事和长子商量，笑着吩嘱了宋汉身边服侍的媳妇丫鬟几句。待次子的身影消在了门口，他的笑容也慢慢消失。天赐。他开口眼就水光闪动：闵先生知道了吗？等会我去你那里，和闵先生、罗先生、严先生一起商量商量该怎么办。声音平静无波，已经冷静下来。闵先生是大舅的幕僚，大舅出事后他从福建赶过来的。罗先生却是大舅留在家里的幕僚，帮着五舅处理家中的庶务。严先生虽然曾经做过大舅的幕僚，早年跟了他，算是英国公府的人了。大舅的事还是以闵先生和罗先生为主。母亲没有崩溃，宋墨很骄傲。他恭敬的应是，和母亲说定了时候，退了下去。蒋氏手脚发软地坐在那里，脑子里一片空白。宋墨却看见弟弟躲要门口荷包粗的跪摆下，朝他招手。他笑着走了过去。哥哥，宋汉忧地望着宋墨，小声地道：大舅是不是要下诏狱了？虽然自己和母亲都瞒着弟弟，但大舅的事已经闹得满城风雨，弟弟又十分聪颖，想必已经知道，再瞒下去只会让弟弟觉得被愚弄，不如告诉他实情，少听人胡说八道。宋墨略一思忖，道：大舅现在只是被问罪，说清楚就没事了。然后笑道：可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下诏狱的，想调节一下气氛。宋汉子细打量着哥哥的神色，哥哥挑了挑眉，目光中带着几分兴味。他不由脸色一红，一溜烟地跑了。我知道了。清脆的声音飘荡在上空，让宋墨露出一丝微笑。一场大雨让整个真定州都有不同程度的受灾，其中受灾最严重的是真定县和灵璧县，几乎颗粒无收。知府鲁大人专程上门拜访窦世恒，商量着真定州救灾的事。窦家自然义不容辞。原来决定去京都参加窦正军定亲仪式的窦启光、窦启俊等人都留了下来，
听后鲁大人的派遣，帮着处理灾后事宜，没有亲人陪着，舒姐儿当然也去不成京都了。她嘟嚷着运气真不好，去了窦昭那里。天气已经渐渐热了起来，窦昭换上了白纱对金衫和胶布比甲，耳朵上戴着小小的银紫金，干净利落。他让甘露给舒姐沏了狐眉乌龙井。舒姐闭上眼睛，感受着茶香在肺腑间萦绕，满足地道：明前的龙井啊，四姑姑这里都是好东西。窦昭大笑，问他想不想我去田庄这几天，田庄里播种玉米，我要去看看，有剩于无吗？舒姐性格开朗，立刻就被转移了注意力，她兴致勃勃地站了起来。走，我们去田庄。窦昭忍俊不禁，却也喜欢她这性子，两人一前一后上了马车。田庄的人都在忙着播种，牛在哞哞地叫，小孩子在田埂上叽叽喳喳，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芬芳。舒姐儿撑大了眼睛四处张望。窦昭想到她即将嫁入的吴家是平山大地主，笑着问她要不要我找几个熟悉农事的妇人来陪你转转。说起自己的亲事，舒姐儿有些不好意思，不过她在窦昭面前向来坦诚，想了想，不仅落落大方的应了，还让窦昭给她推荐几个人。她是家里的老四，嫁过去虽然不会主持中馈，可也不能一问三不知，让公公公婆和妯娌们笑话。娘让我带2房陪房过去，一房要会管铺子，一房要会管田庄的。管铺子的爹爹那里有知根知底的，管田庄的却拿不定主意，偏偏他们家又是耕读传世，还是四姑姑帮我介绍妥当点。窦昭最喜欢他的坦诚，有什么事大家敞开了说，能帮就帮，不能帮就说清楚，彼此省事。我回去问问红姑。他笑道，田庄里的人他最熟了。舒姐红着脸道了谢。下午他们正准备和2个妇人在村里转转，上前下雨的时候，被窦昭请来问话的几位老者求见窦昭。那你先去转转。窦昭打发了舒姐儿，在堂屋里见了几位老人家，大家都感念崔姨奶奶的恩德。几位老人恭敬的窦昭行了礼，七嘴八舌地道，虽然他老人家捡了大家的租子，可也不能尽占便宜，大家都卯住了劲想种好这季玉米，到时候多多少少也能给东家补点粮食，这就是庄户人家的朴实了。窦昭笑着问了问田里的事，见事情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不由暗暗点头，然后和舒姐儿一起逛了逛，趁着天色还早，一起回了真定县城。他留了舒姐儿用晚膳，舒姐儿也不客气，用过膳去给崔姨奶奶请安，听崔姨奶奶讲了半天的农事活，这才起身告辞。窦昭把她送到了侧门，回去的路上素心低声禀道，今年下午又接到了陈先生的一封信。知道了。窦昭怅然的道，加快了回城的脚步。5月中旬，定国公的死讯传来，朝野震惊，接着弹劾定国公什么欺男霸女、私吞军饷之类的折子像雪片飞。蒋兰孙和蒋松孙以最快的速度押解进京，和哥哥蒋梅孙一样受了重刑的蒋松孙在途经保定府的时候死了。蒋兰孙回到了京都，双腿双臂都被打断，已是奄奄一息，进气多出气少。据说皇上勃然大怒，但蒋兰孙和蒋伯孙还是被关进了诏狱。接着收到父亲的来信，他呵斥窦明，如果他不好好听自己的话，就让他跟着二太夫人学规矩。窦明偷偷地哭了好几天，悄悄地给外祖母许氏写信，请许氏向父亲说相，允许他回京都。5月底，许氏给他回信，说家里的人都在为王行仪的出行做准备，让他好好的待在真定，等把家里的事忙完了，再去帮到父亲面前说相。窦明像霜打的茄子似的，人一下子蔫了。6月初，新任云南巡抚的王行仪平了2小股苗乱，得到了皇上的嘉奖。窦明又精神起来，走路脚步都轻快了不少。这真是一个乱糟糟的初夏。窦昭叹着气，坐在内室临窗的大炕上拆了陈曲水的信。蒋家被夺爵，5岁以上的男子被流放铁岭尉，女眷和5岁以下的男童贬为庶民，除了保留原籍的祭田和祖宅外，其他的财产均被抄没。最后附带了一个小消息，魏廷宇很顺利地成了爵，如今是新的济宁侯了。窦昭没有放在心上，他在想蒋家的事。流放铁岭尉，那是辽王的藩地。从今生所发生的一切来看，蒋家的男子或是被关押起来，或是跟着蒋梅孙在福建。蒋家的幕僚只好找身份地位最高的英国公夫人蒋氏求助，蒋氏也确实尽己所能地为蒋家四处奔走。前一世，蒋家被满门抄斩，蒋氏很快病逝，宋末被赶出家门。这一世，蒋家5岁以下的男童和女眷都活了下来，而且还能回到老家休养生息，蒋氏应该不会那么早的病逝，宋末也就不会被赶出家门了。可现在没有了宋末，却送去了一个蒋家，难道这就是命运？
窦昭头痛欲裂，也不知道蒋家到底有多少男子在这场浩劫中活了下去。他将陈曲水的信收在了床头当板的一个黑漆匣子里，至少现在在谭家庄的那个孩子不是蒋家唯一的血脉了。宋墨对他的警戒应该也能消除了吧？不知道那个陆明什么时候走，陈先生又什么时候能回来？到了中旬，庄稼都种下了，满地绿油油的玉米苗，长势喜人。鲁大人老大魏怀说要奏请朝廷给窦家表功，二太夫人忙让窦世恒到府里打点，窦昭却在家里接待了魏廷瑜的乳娘田氏。上次的事，侯爷觉得很对不起四小姐，她满脸的歉意，态度十分的恭训。大姑奶奶原本是一片好心，却不曾想办错了事，侯爷特意让我带她给您赔个不是。我们夫人也呵斥了我们大姑奶奶，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事了，还请四小姐不要放在心上，原谅我们大姑奶奶的无心之举。窦昭非常的惊讶，他没有想到魏廷瑜会替姐姐向他道歉。这一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魏廷瑜变得和上一世有了这么大的改变？窦昭满心困惑，客气地打发了田嬷嬷，百思不得其解。陆明前来求见，窦昭高兴地见了他，谁知道他却道：四小姐，我们公子投宿田庄，想见小姐一面。窦昭吓了一大跳，还见他干什么？他不是已经表了忠心吗？而且那孩子也不是蒋家唯一的血脉了呀，还有他什么事啊？窦昭笑道：我不方便出门见客，但你们家公子远道而来，我也不好慢待了你们家公子。这样吧，我让素心去见你们家公子，有什么事你们家公子直接让他转告我就行了。陆明站在那里不走，还请四小姐去见见我们公子吧。我们家公子原本想登门拜访的，就是怕四小姐为难，这才悄然在田庄投宿的，怎么忘了这一茬？现在蒋家的事尘埃落定了，宋家没有受一点影响，他要是公然登门拜访，他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向二太夫人解释宋墨的来历。既然如此，我就找个机会去见见你们家公子好了。窦昭笑着应了，却让宋墨等了2天。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他进门就朝着宋墨道歉，眉宇间却毫无歉意。没关系，田庄安宁静谧，我正好在这里休息几天。穿着月白色细布道袍的宋墨负手站在东厢房的五廊，望着他淡淡的笑，眉梢眼角有着掩饰不住的疲惫，却让他看去多了些许的亲切，少了初次见面时的冷漠，显得更加俊朗。他一面说，一面和窦昭进了正房的厅堂。一个眉目清爽的小厮指使着4个5大3粗的汉子从东厢房搬了一大堆东西进来。他这次带的不是同一批人，窦昭一个也不认识。这是他不解地望着宋墨，家母特意命我来向窦四小姐道谢。宋墨微微的笑，有月光般的柔和。这次要不是窦四小姐鼎力相助，蒋家恐怕连这点根基也保不住。他唏嘘着，眼中带着一闪而过的伤感。窦昭很是讶异，他没想到蒋氏会让宋墨来给他道谢，不过他怎么敢这样的大功？梅公子言重了。窦昭忙道：我不过是照本宣科，纸上谈兵罢了，没有令堂的决断，没有贵府幕僚们策划，还应该把这位杀神也给带上。他想着，又加了一句：没有梅公子相助，蒋家怎么可能脱险？令堂太客气了，倒让我羞愧不已。宋墨笑了笑，好像在说，你尽管客气好了，我一句也不相信。窦昭不免觉得无趣。宋墨这才道：本来应该早点来的，我外家的事想必陈先生已经都告诉您了。这些日子我一直忙着帮外祖母收拾行李，3舅、5舅和几位表兄流放到了铁岭卫，那里是辽王的藩地。从前我和他也有几分交情，只是他离京已久，这关系要续上，也还要人帮着从中说项，就耽搁到了现在一些薄礼，是我母亲的一份心情，还请窦四小姐笑纳。笑纳？窦昭当然要笑纳。他不笑纳，如果让宋墨误会他不识抬举，从而把他记在了心里，他觉得他睡觉都会不安稳的。恭敬不如从命。他笑盈盈的起身，朝着宋墨扶了扶，还请公子代我向令堂说声多谢。窦四小姐不用客气。宋墨微笑，白玉般的面孔在微暗的厅堂里越发显和是明净润泽，难怪有那么多人喜欢看他。窦昭在心里嘀咕着，笑着看宋墨的随从捧着东西进进出出，他到底带了多少薄礼来啊？看着堆着小山般高的礼盒，窦昭忍不住在心里嘀咕，但他打定主意不和宋墨多说一句话，不说不错，多说多错，谁知道哪句话会触了他的逆鳞。他觉得自己完全没有必要，也不用去伤脑袋猜测宋墨的反应，反正他们一个在京都，一个在真定，等这件事平息了，他们之间也就没有任何关系了。窦昭从容不迫地坐在那里喝茶，宋墨忍不住用眼角的余光瞥了一眼窦昭，
能在他面前这样镇定自若的人还真是很少见。他想到了那个阴雨天，他璀璨的眸子，胸有成竹的自信笑容，他是怎样办到的？自己又成名师，他不过比自己大1、2岁的样子，养在闺女阁，从未曾出过真定县，还在大舅，他为什么会选择自污？不要说外祖母、母亲了，就是父亲和家中的幕僚也不敢肯定哪条计策能凑效。宋墨突然间对眼前的这个人充满了好奇，他跟着谁读的书？陈曲水真的只是他的账房吗？还有，他的父亲和继母在京都，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却跟着他生活在真定。他的继母真的像对外界宣称的那样，因为身体不适，无法主持钟馗，所以才把他和妹妹托付给东窦的二太夫人照顾的吗？他身上好像有很多的谜团，他有点迫不得已的想要知道他的一切。宋墨不由道：我来的时候，我外祖母就是梅夫人，他老人家让我代他向你说一声多谢，谢谢你救了蒋家的女眷。窦昭讶然，他猜到宋墨回去后会跟他母亲商量这件事，可他没有想到蒋家会知道。宋墨看着，莫名就觉得心里很高兴，好像小时候回答对了先生的话，得了母亲的赞扬似的。他笑道：母亲看着你的计策奏效，心里非常的高兴，跟我外祖母说，发现了一个女诸葛。他说着，笑容渐渐淡了一去。我外祖母说，本应该好好谢谢你的，但他老人家是无福之人，怕连累了你，否则请到家里喝杯薄杯。想必也是一段佳话，他语气一顿，神色变得有些苦涩起来。你可能不知道你都做了些什么。外祖母一听说大舅去世了，就让人准备了毒药，如果家中的女眷被流放，最后不是做了官妓，就会成为军妓，想死都死不了。而且那些人还会嚷着这是谁谁谁家的女眷来招揽客人，越是地位卑贱的人越是喜欢。说到这里，他有些说不下去了，语气再次顿住。他们可能从来没想过会被满门抄斩吧。辽王登基后，有好几家曾经显赫一时的勋贵之家被满门抄斩，这种事情还是太祖皇帝的时候发生过。京都的人都跑去看热闹。他曾听那些仆妇说过，人太多，刽子手砍头砍到最后，刀卷了，手也没劲了，有时候会砍好几刀才能把人砍死。被砍的人自不必说，在旁边等着行刑的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年幼的女儿，甚至是怀着身孕媳妇这样悲惨的死去，大多数人都会崩溃。有些还会不停地惊刑刑官磕头，甚至会嚷着要揭发自己父兄的罪行，只求能给个痛快。人的负面情绪全表现出来，不要说尊严了，就是起码的道德底线也没有。如果她是梅夫人，也会领着全家的女眷自尽的。你别说了，一口浊气堵在窦昭的胸口，他瞪着宋墨，你和我说这些做什么？我不喜欢听。是啊，自己和他说这些什么什么，她还是个未出阁的小姐的呢。宋墨骇然，或者是因为自己心里也有一口气，忙着外祖母、舅母、表姐、表妹们收拾行囊的时候不觉得，等闲下来了，就再也忍不住了。他望着窦昭嫌弃的表情，突然觉得他瞪着他的样子非常的漂亮，大大的眼睛明亮又有神，长眉微蹙，一副很不耐烦的样子。是的，是不耐烦，不是害怕，不是惊恐，也不是怀疑，是正如他所说的，因为不喜欢而不耐烦听这些。坦然、率真，毫不畏惧，所以在形势那样恶劣的情况之下，他还能冷静理智的谋划，还能算无一策，逼得他束手就擒。难道在他的心里，他早就认定了他是个不会被自己吓倒的人？宋墨看窦昭的目光变得异样起来，窦昭顿时心里砰砰乱跳。宋墨为什么这样看着他？难道他发现了什么？又或是想到了什么与他有关的事？不管是哪一种，他真心不想再和他有什么瓜葛。窦昭问他，你吃过午饭了吗？宋墨微微一愣，这个话题转得既生硬又突兀，他不禁抬头望了望外面的太阳，好像晌午还有2个时辰。他想到和他说话的是窦昭，倒没有觉得这句话问得很蠢，因而语气委婉地道，田庄里的饭菜都很好吃，管它好吃不好吃，他只是不想陪在这里听他继续说蒋家的事了。知道的越多，就越不容易脱身。窦昭笑着起身，梅公子是贵客，难道来一趟？真定比不得京都物产丰富，却难得食材新鲜，我去跟厨房里说一声，做几件时令小菜梅公子尝尝鲜，正好可以问问他们什么时候把人质交换回来，如果陈先生在这里就好了。他叹了口气道，也可以陪着公子说说话，或是下下棋，免得公子一个人在这里无清。宋墨不知道是没有听懂他的话，还是压根就没准备把陈曲水放回来的意思。闻言目光闪了闪，笑道，无妨，这田庄的风景秀丽，入目皆化。
可观赏的地方很多，不愧是以后胜券20年不衰的权臣。从正厅望去，院子里一左一右的植的2株高大的银杏，除此之外再无他物。这也叫风景秀丽，这就是所谓的睁眼说瞎话吧。窦昭腹诽着，面上却不动山不嫌水，笑着说了几句客气话，转身去了厨房。他在厨房里磨蹭了到快要午膳的时候，才回到厅堂。厅堂的一角堆满了宋墨的钵里，宋墨正站在书房临窗的琴案前，逗着琴案上养的一缸金鱼。你回来了。他拍了拍手，坐在了琴案前的太师椅上，悠闲自然的，好像是在自己的家。真是自大呀。窦昭在心里嘟囔着，笑着招呼他，可以吃饭了。宋墨哦了一声，甘露打了水进来给他净手。素卷不住。他看了一眼甘露和素卷，问窦昭，上次那个从于捡走里抱走孩子的丫鬟叫什么？叫素兰。窦昭道，很想问问那个鱼桶身上的针都拔出来了没有。宋墨点了点头，坐到了桌前，剑指一副碗筷，奇道，你不用午膳吗？那岂不是找罪受？窦昭笑道，我在厨房用膳即可。言下之意是2人不方便同桌吃饭。宋墨笑道，不用这么麻烦吧。窦昭坚持。宋墨不再说什么，见一道汤翠绿可有，舀了勺。只是汤一入口，既有种怪怪的味道，他不由皱了眉头。这是什么？是黄秋葵汤。窦昭笑道，田庄山上的野菜能清热解毒，可以治恶疮、痈燎。天气热，你又风尘仆仆的从京都赶过来，吃点这个，对身体有好处。宋墨点头，一口一口的把汤喝了，乖得像个孩子。窦昭迥然，他原来是想整整宋墨的。窦昭落荒而逃，在厨房旁的小耳房用了午膳，喝了茶，定了定神，这才去了厅堂。宋墨手边放着杯茶，正望着窗外的银杏树发着呆。听到动静，他抬起头来，笑道，院子里为什么要种2株银杏树？窦昭的目光就顺着望了过去。我也不知道。他笑道，好像从我第一次到田庄的时候，这2株银杏树就在这里了，也不知道是谁种的。我们家也有很多这种说不清楚的事。宋墨语气轻松，一副和窦昭长亲的样子。我们家花园里有小山，叫翠云岭，翠云岭不远处有座假山，叫垂青岳。翠云岭和垂青岳之间竟然建了一堵城墙，叫什么鱼关，看上去奇奇怪怪的，也不知道是我们家哪位老祖宗心血来潮干的事。是吗？窦昭敷衍他。宋墨凝视着他，一双幽静的眸子波澜不兴，仿若千年的古井。窦昭心里发寒，抢笑道，怎么了？宋墨沉默了一会，低声道，你很怕我吗？窦昭直觉醒，想说不怕，但他立刻意识到这是个和宋墨划清界限的好机会，略一沉思，坦然地道，是的，我有点怕你。是因为我要杀你吗？不是，是因为你杀了你父亲和你的胞弟。可现在这一切都还没有发生，他没办法作为证据。是，他只得这样回答。宋墨垂下了眼睑，声音显得有些低沉，我很抱歉，语气非常的诚恳，如果是这样，我向你道歉。他抬睑，表情严肃而认真，我郑重地向你赔不是。宋墨毅力俊朗的面庞还带着几分稚气，窦昭甚至能看清楚他唇上细细的绒毛，眼前的人远非他记忆中那个身材高大矫健、气度大放雍容、表情沉稳内敛的男子。他脑海里浮现出他拿着勺子喝汤的样子，先抿一抿嘴，然后一口气喝下，再不喜欢也不抱怨。他现在还只是个少年，一个13岁的少年，自己对他是不是太苛刻了些？那就放下心中的芥蒂，像对待一个普通的少年那样的对待他吧，不要让他为了那些他没有做过的事负责，那对他也是一种不公平。放下心里包袱的窦昭笑得坦然，我原谅你了，但他也不会因此就忘记他是个怎样的人。那你能不能把陈先生先回来？他年纪大了，经不起太多的颠簸，而且我身边也需要他帮着打点，需要一个做过3品封疆大吏幕僚的人帮着打点。他的笑容平和而宽容，隐隐带着几分温柔，让宋墨的心也跟着温和起来。他喜欢这种说话的氛围，因而笑道，看来这件事很麻烦，你不如说给我听听，我也很会帮人出主意的。那就不用了吧，我开了间笔墨铺子。窦昭半真半假地道，多亏有陈先生相助，陈先生去了京都，我这边都乱了套了。你想攒嫁妆吗？宋墨笑道，我帮你介绍一笔生意怎样？做好了可以长期合作，而且账期很好。窦昭睁大了眼睛，宋墨好像不是那种热心肠的人吧？他怎么突然想到给自己介绍生意？他们之间没有这个交情吧？可显然宋墨不这么想。
他的笑容更盛了。顺天府学国子监每年都会印很多识文帷墨，我家正好有个放了级的家伙在顺天府学里做杂役，到时候让你铺子里的掌柜去找他就行了。他要和他桥归桥，路归路，从此老死不相往来，而不是和他继续牵扯不清。窦昭哭笑不得，直接拒绝了他。我看还是算了，这件事太麻烦了，我的铺子只卖些现成的笔墨，既然做了，就要做得最好才行。宋墨一副教训的口吻，而且不容他辩驳，径直走到了书案前面，道：我给你写封信，你到时拿着我的信去找他就行了。然后将那人的姓名、长相都告诉了他。窦昭只得道谢，叫了甘露进来帮他磨墨，却被宋墨拒绝了。不用了，我自己来就行。那你就自己来好了。他可没为陌生人劳心劳力的习惯。窦昭坐在一旁喝茶，屋子里就响起磨墨声来，不轻不重，不急不缓，仿若石墨推碾，悠然自如，丝毫没有滞涩之感。这得多大的力气才啊！窦昭不由轻咦一声，望了过去。宋墨轻松地站在书案前，捏琢墨定的手白皙细腻，指节修长，手腕轻轻地转着圈，滴在砚台里的清水渐渐染上了颜色。窦昭想到了他走路的样子，也是这样，带着几分随性，却又那样的自然。他到底是像段公义说的那样习过什么特别的武技呢？还是从小培养出来的礼仪呢？窦昭越看就越觉得他举止优雅，赏心悦目，心里止不住地好奇起来。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会是富杀地呢？这样一个明珠般的人物，怎么就沦落为辽王的刽子手呢？宋墨前世那句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配作为父母的话，久久地回荡在他的心间，渐渐凝成了一根刺。拿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宋墨已经写好了信，他拿着已经封好的信在他面前晃了晃，笑道：在担心什么呢？没担心什么事。窦昭忙收敛了心绪，忙拿了信封仔细的端详。他写的是馆阁体，敦厚凝重，透着古厚实感。窦昭把信封拿近了看，没错，就是敦厚凝重，给一种踏实的感觉。一个人的字和他的品性怎么会相差得这么离谱？他望着宋墨，心里乱糟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宋墨对他的异样却视而不见，自顾自地躺到了书房里的醉翁椅上，闭上眼睛，双手自然地放在腹部，吱呀吱呀地摇了起来。夏日的午后，四周静谧无声，风吹过树枝的哗啦声和醉翁椅摇动的吱呀声唱和着，显得安静祥和，让人昏昏欲睡。室内却突然响起宋墨的声音：我来之前刚刚安葬了我的表姐。窦昭一个机灵，完全清醒过来。我表姐闺名叫韩珠，是我二舅的姨父女。她依旧闭着眼睛，声音很轻，带着一丝温柔的暖意。她比我年长3岁，性情最是温柔敦厚，不仅做得一手好针线，而且还习得一身好武艺，家中的姐妹都爱戴她。她常常笑着对我说：天赐，你长大了千万不要仗着自己长得漂亮就欺负女孩子。窦昭不由坐直了身子，看见宋墨眼角泛起一滴水光。我大舅母娘家的族侄尹志武艺高超，为人豪爽，最难得的是并不鲁莽。他的声音里隐约带着几分哽咽，他们互相爱慕。我外祖母和大舅母都乐见其成，只是我表姐自幼失户，由我大舅母养大。我大舅母怕委屈了我表姐，把尹志丢去了福建，想他能谋个一官半职，到时候也能让我表姐风光大嫁。尹志走的时候，托我送给我表姐一只并蒂莲花的金钗。窦昭紧紧地揪住了自己的衣襟。大舅被问罪，我母亲只怕表姐没人照拂，想让我娶了表姐。我父亲本不同意的，但看着蒋家好像要满门遭难的样子，拧不过我母亲，勉强答应了。6天前，我3舅和5舅他们被押往铁岭卫，皇上恩旨，允许我外祖母去探望。我们这才知道，尹志为了保护大舅，2个月前已经被锦衣卫打死了。当天晚上，他就用尹志送给他的那枚金钗伺候自尽了。窦昭牙齿打着颤，只觉得脸上凉凉的，一摸竟然全是水。他忙背过身去，掏了帕子擦着眼泪，不由暗暗庆幸自己平日不怎么敷粉，否则这样子只怕不能见人了。好不容易把自己收拾干净了，回头却落入一双深沉如水的眸子里。宋墨是什么时候睁开眼睛的？他也有很多心思无处可说吧。窦昭叹息着，真诚地道了声节哀顺变，忍不住问起梅夫人来。老家那边的祖宅还能住人吗？蒋家功勋赫赫，只怕得罪的人也不少。就算是能平安无事的回去之后怎么办？只怕还要拿出个章程来才好。现在蒋家已贬为庶民，如果有人要寻仇，满门妇人，那可真是一拿一个准。我就是为这件事忙了好几天。宋墨向梅看见窦昭眼圈发红似的，聊家常般地道：
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我外祖母深知这道理，所以在他老人家当家的这几十年，买了不少祭田不说，把祖宅也翻修了好几次。老家但凡官府要乡绅出钱出力的事，蒋家从来都不曾推诿。圣旨下了之后，外祖母松了口气，说不仅家中的嚼用够了，若是紧一紧，还可以往铁岭卫送些银子。我也是担心有人寻仇，把身边几个贴己的护卫都送了过去，让他们以后就在蒋家当差。以他们的身手，就是遇到了土匪打劫，一般的土匪只怕也没那么容易得手。遇到了雷霆一击，再多的计算又有什么用？窦昭不禁为上一世的梅老夫人感叹道：土匪有什么好怕的？怕就怕是锦衣卫冒充土匪。宋墨只是笑，眼睛却比外面的日头还要耀眼，一看就早有安排。窦昭在心里暗暗叹了口气，果然还是不能把他当成个13岁的少年看待啊。不过两人之间的气氛却融洽起来，说了几句话，窦昭就起身告辞了。时候不早了，我要回府了。您走的时候我就不送了。那些帛礼也不敢带回去，让人锁在了田庄的库房里。宋墨倒也没说什么，送窦昭到了大门。窦昭上了马车，心里还在嘟囔，这到底是我家还是你家呀？回到家里这才记起来，自己怎么就忘记和宋墨说定陈先生回来的日子。正后悔着，留在家里的素兰急匆匆地迎了上来。四小姐，她一副渲然欲泣的样子，您刚走，季公子就来了。他都在家里等你一天了，一直追问我您去哪里了。您要是再不回来，我可顶不住了。窦昭愣住，他怎么来了真定？六伯母呢？也跟着回来了。六太太没回来。素兰鼓着腮帮子道，季公子说天气太热，到真定来避暑。给二太夫人问了个安，就直接奔我们这里来了，还问贺寿堂如今有人住没有。那边有个池塘，凉快些，他想借贺寿堂住些日子。窦昭觉得自己的太阳穴好像又开始刺疼起来。他问素兰，季公子问我去了哪里，你是怎么答他的？我看季公子那架势，不管您在哪里，他都要找去似的。素兰嘟着的嘴都可以挂个油瓶子了，我只好跟他说您去了州里，还说您嘱咐过我们下午就回来，这才把他给安抚住。如今他正在崔姨奶奶那里给崔姨奶奶讲佛经呢。窦昭踏进祖母的宴席室时，季永清朗的声音正激昂地回荡在空中。您看，佛经上是这么说的，可那些香火鼎盛的禅院中又有几个人做到了？他们的心思全用在怎样财源广上了，这和世俗的商贾又有什么不同？您大可不必每年都捐那么多的香火钱，最后都会他们那些瞒着良心私用了。坐在太师椅上的祖母和站在祖母身后的红姑瞠目结舌地望着季永，表情有些呆滞。季公子，窦昭忙打断了季永的话，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六伯母可好？11哥、12哥可好？两家可曾商量好了婚期？季永望了望外面的日头，诧异地道，你去州里做什么？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答非所问，却让祖母和红姑如释重负，如遇救星般的高声道，寿姑，您可回来了。季公子给我们讲了一天的佛法，想必已是口干舌燥了，我们喝过了茶，一起去见二太夫人吧。柳嬷嬷今天来找过你好几次了，想必已经等急了，竟然一副送客的模样，这都是什么跟什么呀？窦昭不由朝红姑望去，红姑悄悄地指了指季永，道，季公子想参加明年的春闱，嫌京都太闹，宜兴太远，又听说贺寿堂藏书颇丰，在整人北直隶都是屈指可数，就求了吴老爷，想在贺寿堂暂住些日子。七老爷说，这件事还得问问您二太夫人，就差了柳嬷嬷过来，请您过去商量这事。柳嬷嬷来了几次都没有找着人，季公子等不及，就先过来了，一直等您等到现在。对季永这么好，难道武伯父入阁之后决定拉拢季家？季永诡计多端，他若是打定了主意要住进来，你越是拦着，他越觉得有意思，越是要想尽办法住进来，他哪有这个时间精力应付他？况且家里的长辈都同意，他不同意，岂不是把人都得罪光了？还不如就让他搬进来好了。宝剑配英雄，红粉赠佳人。窦昭笑道，自祖父去世，贺寿堂就一直空着，难得季公子用得上，父亲做主应了就是，何必要商量我？我这就去回二太夫人一声，也免得他老人家一直惦记着这事。季永听着眼睛眨了眨，什么也没有说，喝过了茶，向祖母道了谢，他和换了身衣裳过来的窦昭并肩出了垂花门。听说陈先生上京访友去了，在上马车前他突然道，你怎么也没有给七叔父写信封？京都人烟繁复，他又久不去京都，有个人照应一下总是好的吗？陈先生说是他私人的事，不好惊动了父亲和伯父他们。窦昭笑道，
我总不能自作主张吧。说着上了马车。吉勇挑了挑眉，上了自己的马车。二太夫人与其说是去找窦昭商量，不如是告知他，你从小跟着你六伯母长大，亲若母女，季公子是你六伯母娘家的侄儿，也就是你的表兄。他举业在即，家里又有这样便利，没有不道理不方便自家亲戚的。你们姐妹若是觉得不方便，不妨一起搬到崔姨奶奶那边去住。既然你们长辈都这么说了，我就更回没有什么异议了。窦昭在心里嘀咕着，笑道，贺寿堂本就有直通外面的角门，没什么不方便的。你看季家表哥什么时候搬过去，我也好吩咐人把贺寿堂打扫打扫。二太夫人对窦昭的态度很满意，看了吉勇一眼，意思是问他什么时候搬进去。吉勇在二太夫人面前倒是端庄守礼，谦谦如玉，沉吟道，要不我今天就搬过去吧，也免得这边还要打扫客房。好在我也带了几个人来，清扫之事表妹就交给我好了。二太夫人含笑颔首，那就这样好了。又拉了吉勇的手嘱咐他，你若是缺什么少什么的，只管来跟我说。季勇目不斜视，恭敬地道，太夫人言重了，我听姑母说表妹将西府打理得井井有条，想必难得惊动您老人家。说话到最后已带着几分笑意。二太夫人闻言微愣，呵呵笑道，那也是你姑母教得好。季勇笑而不言，屋里服侍的人都奉承地跟着笑起来。窦昭也抿了嘴笑，这个季勇平日里时不时出点状况，让人觉得有些不着调，可在大事面前却从不含糊。他心里对吉勇生出一份感激之情。从二太夫人屋里出来，他不禁他，你可有号？暂时没有。吉勇不以为意地笑道，等我想好了，第一个告诉你。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圆通法师呢？窦昭有些苦恼，但这种事急也没有，只好把他抛到脑后和他寒暄。怎么突然想到要参加明年的春闱？不是说老太爷有意让你多磨练几年的吗？他撇了撇嘴道，发现还是考中了进士比较方便。窦昭哈哈地笑道，你又准备干什么不着调的事？吉勇眼眸微闪，他就知道他会这样问他，只不过他没想到窦昭会笑着问他，在他的预料中，他应该会面无表情，目露讥讽，不屑地逆视他才是。可不知道为什么，想到那天他陪着窦正昌去舅舅家做客10株莲后，窸窸窣窣的衣裙摩擦声和少女压低了嗓子的嬉笑，再看窦昭慈坦然而明快的笑容，他的心情突然变得如云般舒展起来。你说和氏璧有没有可能成了始皇帝的陪葬品？他不会是想去挖始皇帝的墓吧？窦昭不由大怒，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坏人祭祀是有损功德之事，你这么生气做什么？吉勇比他的反应还大，我不过是想好好的研究一下秦历，怎么就坏人祭祀有损功德了？窦昭无语。吉勇大步流星地从他身边越过，嘴角却忍不住越翘越高。窦昭无力地叹气，素心来禀他，梅公子已经悄悄地离开了田庄，但那个陆明还留在窦家。窦昭默然，让素心管理贺寿堂的琐事，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诫素心，千万别让他把贺寿堂拆了，我们还帮着他搬砖运石。素心神色狐疑，显然有些怀疑他的话。窦昭深深地叹息，为什么他遇到的一个两个都是这种表里不一的人呢？他不理他，他却找上门来，喂，你那个账房到底干什么去了？季勇闯进花暖，问正在给花浇水的窦昭，他是怎么跟你说的？你知不知道他那个朋友叫什么？窦昭抬眼瞥了他一眼，冷冷地道了句我不知道，又继续低下头浇花。季勇眉头紧锁，一把夺过他手中的水壶，我竟然找不到这个人。窦昭闻言暗惊，季勇难道发现了什么？要不然他怎么会突然对陈先生这么感兴趣？想到季勇那妖孽般的聪明，他有些慌张，为了掩饰这种情绪，他故作生气的他手中夺过水壶，不以为然地质问道，你以为京都是你家呀？你想找谁就找谁啊？心里却砰砰乱跳。吉勇却重新把水过来从他手中夺走，想了想，把水壶放到了窦昭伸手拿不到的地方，这才正色地望着他道，你知不知道那个陈波是什么人？上次我见他行事十分的老道，就派人仔细地查了查他。他从前做过福建府巡张凯的幕僚，当年倭寇围攻福州，张凯竟然弃城而逃。这种背信弃义之人，你不能相信这样一个人。窦昭松了口气，我知道他从前做过张凯的幕僚。他真诚地道，当年的张凯重高权重，这种攸关生死的事，陈先生一个小小的幕僚，怎么左右得了他？陈先生一直为此羞愧不己，所以才会定居在三教九流、鱼龙混杂的东向街。我们总不能因为他一时的过错，就把人一棒子打死吧？
他如果真心悔改，我也不会戳穿他的身份。季勇眉头锁得更紧了，问题是他当着你说去京都访友，实则不见了踪影。他的话却让压在窦昭心头的大石头落了下去。还好宋墨做事慎密，不然以季勇的性格，如果发现了陈先生的异样，肯定会好奇地追查下去，那可就麻烦了。他突然发现身边有这样一个人也是件负担。素兰拿着封信再冲了进来，看见季勇，他不由神色微敛，一副十分忌惮季勇的样子。这家伙又干了些什么？窦昭朝着素兰招手。谁的信？素兰忙道。陈先生的来信，从京都来的。季勇愕然，伸手就去拿信，却被窦昭早一步拿到了信。这可是给我的。他暗暗警告季勇。季勇却不以意，大大咧咧地道：我这不是怕你上当受骗吗？窦昭不理他，回到屋里，让素兰在门口守着，这才展信阅读。宋墨已解除了陈曲水禁令，而且对他放松了警惕，他有什么事问身边的小厮，小厮也有问必答，不像之前三缄其口。陈曲水因此发现蒋家在京都的消息网竟然是掌握在宋墨的手中，他决定借口要拜访窦世英、窦世恒等人，在京都多待些日子，看能不能利用宋墨手上的人打探一些朝廷的情况再回来。这岂不是与虎谋皮？窦昭把陈先生的信烧了，亲眼看着素兰把灰烬埋在了花圃里，这才回屋给陈曲水写了封信，让他早日归来，不要贸然示显。他从不敢小视宋墨。宋墨走进母亲的屋子时，蒋氏正低声和个媳妇说着什么，听到屋里服侍的丫鬟纷纷叫声喊着世子爷，他知道儿子从真定回来了，见着窦四小姐了。遣了屋里服侍的人，蒋孝亲手给儿子沏了杯茶。见着了。宋墨忙起身接过茶盅，窦四小姐让我带她向外祖母和您道谢，说若是有机会来京都，定当登门拜访，还送了些回礼给您，我让陈和放交给了霍嬷嬷。霍嬷嬷是蒋氏的乳娘。听见窦昭还给她备了回礼，十分的高兴，笑道：走，去看看窦家四小姐都给我带了些什么东西。宋墨陪着蒋氏去了一旁做库房的耳房，不过是些绫罗绸缎，虽然都是上品，却也只道寻常。宋墨道：窦四小姐没想到外祖母和母亲会让我亲自登门道谢，又因这件事瞒着家里人，临时差人去真定州买了几块好料子，还让我跟您说，区区薄礼，不成敬意，请您不要见怪。蒋氏摸着妆花布料上凸起的缠枝花花案，感慨道：什么东西我没有见过，难得这份心意。宋墨暗暗松了口气，笑着和母亲往外走。蒋氏却腿一软，若不是宋墨的扶了他，差点摔倒。宋墨大惊失色：娘亲，您怎么了？没事没事。蒋氏笑着安抚儿子，面色却难掩苍白。娘亲。宋墨忙搀着母亲回了屋，又张罗着御医过来给母亲把脉。在三公主和驸马10岁兰赤脚席地坐在水榭石刻留碑渠旁喝酒说话的宋宜春听说，匆匆赶了回来，正好碰到了宋墨、宋御医、杨鸾送门，彼此都熟得不能再熟了。宋宜春也不客气，把刚要出门的杨鸾又拽了回来，一行去了宋宜春的书房。夫人怎样？宋宜春担心地道：没什么大碍。杨鸾道：郁气攻心，吃几副散气的方子就好了。宋宜春叹了口气道：自大舅兄出事，他就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你不如加几味能安心定神的药材。这很简单。杨鸾笑着应好，重新给蒋氏开了方子。宋墨这才送了杨鸾出门，宋宜春则是去了上房。蒋氏面色憔悴地依在床上，见宋宜春进来，丫鬟们恭谨地屈膝行礼，喊着国公爷。蒋氏也声音虚弱地喊了声国公爷。你现在感觉怎样？宋宜春目不斜视地走到了床前，仔细地打量着蒋氏的面色，道：我刚才遇到杨秀山了，他说你没什么事，吃几药安神养气的药就好了。说着坐到了床边，握住了蒋氏放在薄被上的手。指头还有点凉，你自己要多注意些。我们都是不年轻了，可不能像年轻的时候那样逞强了。杨鸾，字秀山。蒋氏抿了嘴笑道：三驸马怎么说？宋宜春这次去三公主府，主要是想通过10岁兰和辽王说上话，我出了面，瑞芳还能说个不字。宋宜春拍着胸道：你就放心好了，四舅兄他们到之前一准有信回来。蒋氏神色就松懈下来，感激地对宋宜春道了声多谢。老夫老妻的了，说这个做什么？宋宜春说着，面露玉色。蒋氏笑道：既然是老夫老妻的了，你还有什么话不能跟我说的？宋宜春干笑了2声，低声道：现在岳母他们都已经平安无事了，韩珠也去世了，我看天赐的婚事。蒋氏明白丈夫的意思，笑道：自然是由你做主。
丈夫能在蒋家生死关头勉强同意宋墨娶韩珠，已经是情深意重了。现在蒋家落魄了，宋家虽然不需要媳妇帮衬扶持，可娶个贬为庶女的罪臣之女，而且是长媳，宋宜春是绝对不会答应的。当初与其说她是勉强同意了，不如说她是迫不得已暂时答应了。现在蒋家的危机已除，而且韩珠也死了，宋蒋两家再也不可能联姻。喜色服现在宋宜春的眉宇间，外面珠帘乱撞，宋汉跑了进来。娘亲，娘亲，您怎么了？扑到母亲的床前，这才看见父亲，忙站直了身体，恭敬地给父亲问安。宋宜春欣慰地嗯了一声，但还是训斥道：师父是怎么告诉你的？你哥哥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早已经进退有序了。宋汉嘟着嘴，泪汪汪地望着母亲蒋氏，忙道：好了好了，他还小，再大些就知道了。然后忙转移了话题，道：我这几天累得很，7月份的租子还请侯爷帮着收收吧。英国公府有16庄御赐的田庄，和官衙一样，每年的夏冬2季收租子。这个时候各个田庄的庄头就得回英国公府盘点。行啊，宋宜春爽快地道，反正有总管，我在旁边当个泥菩萨就行了。他不懂这些。蒋氏忍俊不禁。宋墨拿药折了回来，见屋里一片喜气祥和，给父母行了礼，道：说什么呢？这么高兴？宋宜春像遇见了救兵似的，忙道：你母亲让我帮着算夏季的租子，我还要帮你舅舅们打点辽王，我看这件事就交给你好了。洪先生不是夸你算数学的好吗？正好帮着家里管管庶务。宋墨很是意外，朝母亲望去。宋宜春却像怕宋墨反悔似的，急急地道：这件事就这样定了。然后道：我去库房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适宜送给辽王的，你有什么事就跟天赐说吧。最后一句却是对蒋氏说的。说完起身就去了库房。蒋氏叹气，对儿子道：不过是走个过场，你这些日子跑东跑西的，连个安稳觉都没睡过，你舅舅那边也没什么事了，家里的事不用你管，你去找玉根他们玩去吧。玉根大名叫顾玉，是云阳伯顾全芳的嫡长孙。顾全芳的嫡妻宋氏是宋宜春的姑母，两人成亲不到1年，宋氏就病逝了。后来顾全芳虽然娶了宣宁侯郭海清的堂妹，和宋家却一如宋氏在世时一样的走动，连带着宋家和郭家也亲近起来。顾玉的母亲是万皇后的胞妹，生她的时候难产而亡。她和宋墨同年，长得清秀娟丽，像女孩子似的，性子却十分的跋扈，一言不合就能和人打起来，而且还不准身边的随从动手，要亲自上阵。她打了别人还好说，别人要是打了她却不好交代，为此不知道惹出多少祸事来。万皇后心疼妹妹留下的这唯一的骨血，把她当心尖子似的，事情闹大了还会亲自出面帮她求情。满京都纨绔子弟官宦之家都避着她走，时间一长就得了个京都小霸王的绰号。有别有用心的人怂恿着她去惹宋墨。宋墨在京都也是个比较特别的人，据说宋宜春对他十分的严格，家中同时请了好几个大儒教他学问，除了诸子百家、诗琴书画，还要学天文历法、算术骑射。他的时间总是不够用，几乎从不出门，认识他的人都很少。没见过宋墨的人都喜欢在背后叫他英国公府的书呆子，见过宋墨的人通常都会保持沉默。实际上那个时候宋墨已经被蒋梅孙丢到战场上去练胆子，他看顾玉如同大人看小孩，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他对顾的挑衅自然是视若无睹。顾玉就在皇家家宴上殴打宋墨，宋墨毫不客气，在万皇后的求饶声中把顾玉打成了猪头。那时候辽王还没有就藩，唯恐天下不乱的在旁边帮宋墨喝彩。太子满头是汗，拉了宋墨再去拉顾玉，结果两边都不买他的账，急得直喊侍卫，这才把他们分开。万皇后搂着顾玉哭，蒋氏就搂着宋墨哭，皇上只好当作没看见，称自己喝多了要休息。谁知道顾玉却从此服了宋墨，天天跑到英国公府找他玩。宋墨哪有时间陪他，把他晾在一旁不理。他嬉皮笑脸的不以为然，像牛皮糖似的跟着宋墨，宋墨去哪里他去哪里，打不还手，骂不还手，被宋墨丢到井里差点淹死，被人拉起来之后什么也没跟大人说，继续跟着宋墨。宋墨这才正眼瞧他，让自己身边的护卫，也就是被段公义称为匣里藏剑的下脸告诉他习武。顾玉马步一蹲就是2炷香的功夫，手脚发办也不喊一声苦。宋墨见了就让严朝清告诉他读书，蒋氏欲言又止。宋墨冷笑，郭家玩捧杀就玩捧杀，可竟然算计到英国公府来了，这件事可就不能随便了。我原本准备好好和郭家算算这笔账的，但看在顾玉的面子上就算了，这个梁子让顾玉自己去结好了。
蒋氏不再说什么。不过2、3年功夫，顾玉像变了个人似的，不仅待人谦和有礼，说话言之有物，而且豪爽大方，和谁都能玩到一块去。万皇上不止一次在蒋氏的面前夸奖宋墨，宋墨偶尔让顾玉给他办事，两人吃吃喝喝了几回。蒋氏见儿子难得有个同龄的玩伴，顾玉又迷途知返，倒也常鼓励儿子和顾玉出去走走。他除了飞鹰走马还有什么事？宋墨笑道，我还不如帮你盘点田庄的账田呢，好歹是家时的庶务，多学着点总不为错。蒋氏这些日子殚精竭虑，最后哥哥们还是相继去世了，他嘴里不说，心里却暗暗自责，觉得是自己害了哥哥们，要是早点听那个小姑娘的劝告，也许事情不会走到这一步。再多想想，精神就恍惚起来。长子是宋、蒋两家精心培养出来的子弟，他对他很放心。这个家迟迟早早都是你的，既然你有兴趣，那你就学学怎么盘点吧。蒋氏笑着让人把对牌拿给了宋墨。宋汉威在母亲的身边笑道，那我陪着母亲。蒋氏欣慰地摸了摸次子的头。宋墨帮着母亲盘点家中的夏季的租子，没打算去找顾玉，顾玉自己找上门来。天赐哥，您的事都忙完了。蒋家出来，宋家义不容辞，顾玉进宫找了几次姨母，万皇后告诫他不要乱来，还告诉他宋家肯定要上下打点一番，让他这段时间不要找宋墨，背得看到了什么不应该看到的，反让宋家的人对他心下戏，如果宋墨有什么事要他帮忙，自会找他的。他这才没有像从前那样隔三差五的来串门。现在蒋家的事已告一段落，他自然也就没有忌讳了，差不多忙完了。宋墨和他去了隔壁的宴席室，你今天怎么有空过来？顾玉最初是跟着宋墨的人习武读书的，他的改变让人为之侧目。云阳伯亲自来宋家道过谢之后，将顾玉领了回去，请了人在家里教顾玉。我说我要来看看你。顾玉毫不客气地坐到了罗汉床上，从床几上拿几个苹果就咔嚓咬了一口，道：这是哪来的果子？怎么这么难吃？随即高声喊着自己的小厮白雀，去家里把前2天我宫里顺来的那筐梨子搬来。回头对宋墨道，新上市的秋梨，外面还没得卖的，不怎么甜，水分倒还挺足，比你这干果子好吃一点点。这家伙吃喝玩乐是祖宗，宋墨也懒得和他计较，叫了个小厮随白雀去云阳伯府搬梨子。顾玉就斜着身子低声问宋墨，辽王那里还没有联系上？宋墨道，我爹和3驸马在意这事。顾玉不以为然地嗤了一声，道，照我说，根本不用伯父出面，我和你去趟辽东就是了。就凭你我俩人住那里一站，他现在是王爷又怎么样？要是不给我们面子，照样打他个鼻青脸肿。谁怕谁啊？宋墨也是这么想的，可父亲跑前跑后的，他又不好驳了父亲的面子，就是母亲也说，难得你父亲这样上心，你就让他试一试。横街那边有你外祖父的几个部下，你舅舅们过去，他们多多少少也会照顾1、2，你多留心就是了。万一你父亲那边没有消息，你再亲自去趟辽东也不迟。你舅舅他们恐怕要在路上走1、2个月，不比你快马加鞭，能在他们前头赶到辽东。这话却不好当着顾玉说，知道这事是能用拳头解决的吗？你可别忘了，下旨的是皇上。是啊。顾玉皱着眉头，就连我姨母也奇怪了，说皇上从前可不是这样多疑的人。他说着左右瞧了瞧，见四下无人，声音却压得更低了。皇上昨天突然指着我姨母问，你是谁？怎么跑到我宫里来了？宋墨心中一跳，忙朝四周看了看，早就听说皇上记性不好了，可连皇后都不认识得了。这话是谁跟你说的？他声音有些紧。宋墨一向有点冷漠，顾玉没有听出来，道，当然是我姨母说的啦。我姨娘忧心忡忡的说，现在不过是不认识人，要是隔老及笄的时候连自己都不记得自己说了些什么，那可就糟了。万皇后这是借着顾玉给他们家传话吧？宋墨点了点头，道，所以你这些日子也收敛一点。转移了话题，顾玉缩了缩脖子，道，我也这么想。然后叹道，还是辽王那家伙聪明，明明可以不用去翻地，却一溜烟的跑了，留下太子整天被皇上挑刺。宋墨笑道，玉不琢不成器，皇上这也是爱之深责之切，这种爱不要也罢。顾玉罢了罢手，对这个话题也失去了兴趣，道，这账目什么时候能看完？阿景国公终于请封张宗耀为世子了，他们家请了广联社的曾楚生在家里唱戏，我们到时候去他们家听戏吧。圣旨下来，张家人肯定要庆祝一番的。宋墨听着心中一动，想到了张元明娶的是济宁侯府的卫士，他不动声色地道，还请了些什么人？不知道。顾玉从来不关心这些，
请谁来他都不怕，他都没什么顾忌，来来去去总不是那些人。行啊，到时候你来叫我吧。顾玉高高兴兴地走了。宋墨跟专司各府应酬的回事处说了一声，到了那一天，拿了张家送来的请帖，和顾玉去了景公国府。两家都是国公府，按制布置，格局大小都差不多，只是英国公府进门就是正厅，后面是上房，花园在东路，日常起居在西路，而景国公则进门是花园，正厅在西路，后面是上房，日常起居在东路。他们去西路给景公国请了安，直接去了花园。戏台早就搭好了，还没有到开唱的时候，旁边山房里的赌局却早就开始，人声鼎沸，喧天嘈杂，不时传来几声轰然的喝彩声，倒显得戏台这边有些冷清。顾玉笑道：肯定是张继贤设的局。张旭明，字继贤，是宁德大长公主的外孙女婿，和宋墨是一表3000里的亲戚。宋墨笑道：我看你不是来听戏的，是来赌钱的。顾玉嘿嘿笑，和宋墨耳语：钱多人傻，我不和他们玩几把赚点零花钱也是个傻子。宋墨失笑，却拉了他：今天是张宗耀的好日子，我们怎么也要和正主尔道声贺吧。你陪着我去见了张宗耀再说。像这样的赌局，输赢不过千把两银子，顾玉还没有放在眼里。他要想赌，自会去京都最大的赌坊，和扬州来的盐商、广东来的行商赌，但这里大家身份差不多，钱虽赌得小，但也有另有一番乐趣。他也很喜欢在旁边跟着起哄。不过宋墨开了口，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拒绝的。过赌局而不入，顾玉拉了个小厮问张元明在哪里。今天来的都是贵客，小厮忙殷勤地道：我们家世子爷的舅弟济宁后和延安侯家的四爷过来了。因是孝期，济宁后见过世子夫人就要回去了，我们世子夫人就请了世子过去说两句，应该很快就会出来了。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啊。宋墨嘴角含笑，猜着张元明肯定是会送魏廷瑜出门的，和顾玉慢慢往垂花门去。顾玉心中纳闷不已，张元明比他们年长10多岁，为人又很木讷胆小，根本和他们玩不到一起去。瞧宋墨这样子，却是专为他而来。他不由低声问宋墨：你有什么事要找他？宋墨知道顾玉很聪明，但他反应这么快，还是让宋墨微微有点惊讶。他半是玩笑，半是认真的。我表现得这么明显吗？反而让顾玉不好再问下去。走到垂花门前，他们正好遇到张元明送了魏廷瑜和汪清海出来，看见宋墨和顾玉，3个人都愣在那里。魏廷瑜和汪清海是不认识，张元明是没有想到，还是宋墨主动和张元明打招呼，3个人这才回过神来。张元明忙宋墨和顾玉引荐魏廷瑜和汪清海，可请一说出口，这才想到魏廷瑜已经是侯爷了，应该向他引荐宋墨和顾玉才是。可宋墨和顾玉却一个是英国公府的世子爷，一个是万皇后的外甥，魏廷瑜就算已经是侯爷了，若论尊贵，只怕和这2位也无法相提并论。想一想，稍稍释然。魏廷瑜和汪清海却没想这么多。英国公世子，那是个和他们相隔10万8千里，可望而不可及的人。顾玉，京都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前者是以他们的身份和地位不可能有集结，后者是以他们的为人和品性不屑于打交道。但此时遇到了，2人忍不住打量起宋墨和顾玉来。宋墨穿了件玉带白的直多，腰间缀着了个香囊和块羊脂玉的玉佩，精致的眉眼如山峦以里，平静的眸子如潭水深幽，气度高华，举止优雅。这样一个本应该让人望之极，应该心生好感的美少年，嘴角含笑地站在那里，却如高山流川，沉静中带着股泰山压顶般无数不摧的气势，让人不敢小视。齿白唇红的顾玉站在他的身边，如浩瀚的夜空和明亮的星子，光彩完全被宋墨所掩盖。2人不由面面相觑。宋墨也在打量魏廷瑜和汪海清。魏廷瑜17、8岁的样子，穿了件月白色的细布直多，因为带着笑，袍角缀了块巴掌大的麻布，剑眉星目，高大挺拔。汪清海比魏廷瑜大1、2岁的样子，穿了件宝蓝底紫色团花的直多，笔直口方，面色微离。难得是2人都目光清澈，一看就是那种受过良好教育、一帆风顺长大的人。宋墨和魏廷瑜寒暄，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了济宁侯和汪四爷。戏还没有开锣，怎么不多坐一会再走？听说今天是请了广联社的曾楚生唱戏，他自得了喘笑之后，就很少亲自登台了。景国公府能把他请来，十分难得。2位何不听了戏再走？他的声音温和，语气亲切，让张元明受宠若惊，忙道：是啊，这样的机会不多，你们何不听了戏再走？能和英国公世子爷结交，魏廷瑜何尝不知道机会难得，可他正在守制。犹豫半晌，
他还是面露遗憾的婉言拒绝了。多谢英国公世子爷的好意，只是我正在守制，实在是不方便久留。若有机会，我来做主，请英国公世子爷聚聚。神色虽然有些拘泥，但几句话倒也说大方得体。宋墨听了魏廷瑜的回答，暗暗点头。他一面和魏廷瑜等人往外走，一面和魏廷瑜寒暄。你平时都有些什么消遣？魏廷瑜恭谨地道。平时在家读书写字，也没有什么消遣。又客气地问宋墨，不知道英国公世子爷平时都有些什么消遣。张元明听得满头大汗。有这样说话的？没等宋墨回答，他已急急地在一旁补充，我这内地喜欢骑射，平时常在宣武门外的护城河边溜马。京都居大不易，并不是每家的宅院都能跑马的。哦，宋墨一听来了兴趣，略一思索，对顾玉道，要不我们明天和几名后一起去护院河边溜马吧。顾玉哪里还看不出来宋墨这是有意要亲近魏廷瑜，他断然没有不配合的道理。好啊，他高声笑着对魏廷瑜道，那我们说好了，明天卯出，不见不散。魏廷瑜和汪清海愕然，四目相对，都在对方的目光中看到了几分忐忑。张元明还以为是魏廷瑜投了宋墨的眼缘，闻言大喜，忙替魏廷瑜答道，到时候一定去。宋墨微微颔首，神色金贵又从容，让顿生珠玉在侧之感，让魏廷瑜和汪清海更是愁眉苦恼。汪清海索性拉了拉张元明的衣袖。张元明只是从小不受母亲袁夫人的喜欢，样子又憨厚，家中大大小小的事都轮不到他开口说话，这才给人一种痴呆木讷之感，实则并不愚蠢。他悄然慢下了步伐，和宋墨、顾玉渐渐拉开了一段距离。汪清海立刻凑了过去，姐夫，我们哪能和英国公世子、京都的小霸王相比，到时候只怕会丢丑。既然是溜马，少不得要跑上一圈。魏廷瑜的坐骑是匹很普通的山东枣红马，他的坐骑则是4年前他的父亲延安侯赏的，早已年迈。张元明一听就明白过来，他要想了想，低声道，这件事你别担心，送走了英国公世子，我们回头再仔细商量。能够和英国公世子结交，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汪清海何尝不明白，忙不迭地点头。谁知道宋墨和顾玉慧把他们一直送到大门口，他们没有办法，只好上车围着景国公府绕了一圈，又重新回了景国公府。张氏兄弟的关系非常错综复杂，张元明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这件事，在自己内宅的书房等着魏廷瑜和汪清海。我已经让人给你们从我们家马棚里寻了2匹上好的蒙古马，你们这就把马牵走。他低声嘱咐2人，今天下午你们就去护城河那边试试马，有什么不妥的，立刻差人来告诉我，一定要给英国公世子爷和顾玉留个好印象。随后又嘱咐2人，你们要记住了，明天你们是陪客，不要逞强和英国公世子、顾玉分个什么胜负，知道了吗？蒙古马是最好战马之一，有这样一匹坐骑，魏廷瑜对明天的溜马满怀信心。姐夫放心，他笑道，他们2个小孩子，身份又尊重，我们怎么也不会和他们一般见识的。你想和他们一般见识，也得有那个本事才行啊。汪清海听着有些啼笑皆非地道，你恐怕还不知道吧，英国公世子最少也能拉3担的弓，他的坐马叫飞度，是匹乌孙马，据说可以日行千里，是定国公送给他的10岁生日礼物。宋家还有好几匹胭脂马和烟骑马，其中最有名的是红玉、浮云、赤电、绝尘和平山。我们家的那匹绝群就是借着宋家的一匹胭脂马玉的种，和宋家的红玉是由同一匹母马孕育而成。别的他不知道，可汪家的绝群却是他眼亲见过的，高大健壮不说，跑起来风驰电掣，让他羡慕不已，曾在心里暗暗许愿，哪一天也要想办法弄一匹像绝群这样的好马。魏廷瑜干笑。张元明趁机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你以后是要多留个心眼才是。他这个姐夫待他很好。魏廷瑜忙躬声应是。张元明又叮嘱了2人几句，这才将2人送了出了门。宋墨正和东平伯周绍川的幼子周锦平，永恩伯冯建安的嫡长孙冯志，广恩伯世子董琦在扯牌九。桌上已经堆了一大堆碎银子和银票，最少也有2000两。顾玉、张旭明等一帮勋贵子弟围堵桌旁观看，却鸦雀无声，落针可闻。周锦平20来岁，五官周正，只是一双眼睛骨碌碌直转，让人觉得他这人很狡猾，有些靠不住。他摸了摸手中的牌，望了一眼神色悠闲地坐在太师上，随意看了看手中的牌及扣在了桌上的宋墨，又望了眼脸色铁青的冯志和面色凝重的董琦，再次摸了摸手中的牌，将手中的4张牌丢了出去，高声道：“我不跟了。”2张胡牌，1张6点
一张5点，可以扯出一副双额，一副虎头。双额仅次于至尊宝、双天等牌，排在第5。看牌的一片哗然，冯志的脸色更难看了，眼里仿佛可以喷出火来。你他妈的双额都不跟，你是软蛋啊！周锦平冷笑。宋大已经连开了3把至尊，我还没有看见丁3，你有本事你跟，我可跟不起。我也不接了。他的话音刚落，董琦也把自己的4张牌给甩在了桌上。一张天牌，一张杂5，一张梅花，一张红头，可以扯出一副7点，一副10点。还是没有看见杂3。大家都屏住了呼吸。冯志平的脸色青了又白，白了又青，好一会才狠狠地把牌丢在了桌上。我也不跟了。他是2张梅牌，一张地牌，一张杂9，可以扯出一副双梅，一副帝王。双梅论大小牌在第6。周锦平轻哼了一声。冯志平勃然大怒，正要说什么，宋墨突然站了起来，笑道：前面应该开席了，今天就到这里吧。然后指了指桌上碎银子和银票，难得和大家聚一聚，我要是就这样走了，只怕等会你们要被灌得酩酊大醉，这些银子我还给你们，你们等会可不能灌我的酒了。众人意想不到，不由一阵欢呼，纷纷上前拿自己的银子。张旭明则笑着和宋墨、顾玉出了山房。周也望着宋墨的背影，脸色阴晴不定，而同样望着宋墨背影的曹琦则是若有所思。刚才长兴侯的旁支，一个父亲在上林苑当差家伙，不知怎地看见了顾玉，嚷到顾玉来了，把顾玉叫进来赌钱。谁都知道顾玉名下有他生母的陪嫁，每年有2、3万银子的收益。几个和顾玉相熟的人跟着哄笑，主动请缨把顾玉拽了过来，只是没想到英国公世子宋墨也在场。大家和宋墨都不过是点头之交，但宋墨的是个让他们眼红的2兄弟，从小就被立了世子，没有萧墙之祸，家境富足，名下还有私房，有花不完的钱，任何时候都是那么的优雅贵气。偏偏肚子里还真有点货。他就听到冯志和周锦平耳语，又来了个有钱的。周锦平还有些犹豫。冯志道：怕什么？现在可没有定国公这号人家了。周锦平想了想，低声道：干了。接着怂恿他：想当年你们家的私船可是被定国公给抄的，想不想赚点回来？他当然不会上当。可当他看见宋墨手就那么自然地搭在大红色的太师椅背上，莹润的白和安宁的红，有种极致的美，他心中隐隐生出几分妒忌，竟然鬼使神差地应了一声好。宋墨竟然会赌钱。不过半时辰，大家都输得脸色发白。他觉得宋墨肯定是出了老千的，可怎么看也看不出破绽来。他妈的！董琦耳边传来冯志的叫嚣，有什么了不起的？小心皇上连他们家也一起给端了。山房里还有滞留着几个人，听着纷纷像鸟兽般的出了山房。董琦望着桌上剩下的几张银票，慢慢的揣在了怀里，徐徐地道：怕就怕皇上心里还念着重蒋家的旧情，要不然怎么会留下蒋家的祭田、祖宅和几个男丁？冯志愕然。董琦已出了山房，他看见宋墨和顾玉向张旭明告辞。张旭明殷勤挽留，见2人意已决，亲自送2人出了门。第2天，宋墨几个在宣武文前的护城河边碰头，魏廷瑜和汪清海骑着张元明送的蒙古马，宋墨和顾玉也骑的2匹蒙古马。2人有些意外，宋墨就像没看见似的，坐在马车上任马，随意的在堤边吃草，和魏廷瑜说着闲话，家时有几口人，关系怎样，什么时候起的蒙，第一人先生是谁。清晨的护城河，空气清新，绿意盎然。魏廷瑜和宋墨越说越投机，最后连什么时候断奶的都告诉了宋墨。天下间怎么有这么傻的人？顾玉翻着白眼，和江青海跟着宋墨和魏廷瑜的身后，像2道影子似的。太阳露出半个脸的时候，宋墨和魏廷瑜告辞，约了3日后再见。回到家中，陈和小声对宋墨道：陈先生好像查什么似的，让小厮帮他把近20年的官绅录都收集起来，说是想看看，既然进了府，他什么事能瞒得过自己？他这么做的用意何在呢？不知道这件事与窦昭有没有关系，还是仅仅他想看看？宋墨沉吟道：先不要打草惊蛇，让那2个小厮好生服侍陈先生。陈和应诺，退了下去。宋墨站在窗前，望着窗外似锦的繁花，沉默良久。